小姐，你怎么坐在这里了？是不是冷啊？本来今日我看天气挺好，小姐也睡得安稳，就出去买些吃食。没想到半路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赶紧往回跑，生怕小姐被雷声惊醒，也怕房顶漏雨浇着小姐。没想到小姐还是醒了。小姐吓着了吧？都是我不好，不该将小姐自己留在这里的，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自己穿就可以了，你先去将自己的一身湿衣服给换下来吧。小姐，你刚才说话了。小姐，那个，你能不能再说句话呀？一句就行。去换衣服吧。小姐，你在这坐着，我去做点吃的，你别乱走啊。魏巡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小姐，来吃饭了。外面的雨停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找人修房顶。也不用修得太好，能用1年就可以。1年后我们就会离开这里。说说最近京都和太傅府的动静吧。小姐说笑了，奴婢是被夫人救回来的，一直跟随夫人和小姐住在这小村里，从来都不曾出去过，怎么会知道京都和太傅府里的事情呢？我就是备询，如假包换。花扇姐姐在顾虑什么？见华扇依旧不出声。花扇姐姐不会因为我娘已经不在了，就想将所有的产业和势力据为己有吧？小姐，你误会了，奴婢从来都没有过背叛之心，只不过事情有些复杂，奴婢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魏巡自然知道华善是一个忠诚的，不然也不会这么直接的就问他。毕竟这个人以后会一直都跟着自己生活在一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死华善都会陪在自己身边。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今晚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然后明天慢慢的讲给我听。不过华善姐姐你要听好了，我要听的是全部，半点隐瞒都不要，就算是为了我好的那种都不行。而且自从我清醒以后，我就发现我脾气好像不怎么好。虽然不知道魏巡为什么突然间就好了，又好像知道些什么，但是醒来了就好，不是吗？第二天一早，小姐，一会儿咱们稍微乔装一下，奴婢带您去个地方。1年后，主子，其实这一次您不必亲自来的，属下解决就行。我实在是待得无聊，想找些事情做嘛。毕竟过几日再想出来就没这么方便了。去吧，继续盯着，只要不是生命危险，就不用插手。要是让我知道有谁被玄儿给收买了，回来之后自己往油锅里跳就行。他得赶紧去告诉下面那群小鬼差们，以后给那小祖宗做事可千万得隐蔽着点啊！真是命苦啊，怎么就摊上这么2个主子？这1年来，他的魂好几次都要被吓散了。主子来了。哟，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呢，看样子是认出我来了。主子，你这一身红衣在江湖上都出名了，他们又不傻，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可我就是喜欢红衣啊，多好看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看着就暖和。拦他的马车肯定是吴城阁主没错了。快走，快走啊！走是走不了啦，你们可真是让本阁主好等呢。马车上的人还不下来吗？难不成还让本阁主亲自请你不成？这大雪天的，真不想将手伸出来。太冷了。素手再一次抬起，车夫只觉得一阵清风拂过，紧接着就听见砰的一声，身后马车的车厢竟然整个被掀飞。你就是那个虎什么玩意儿来着？虎狼寨啊，对，你就是那个虎狼寨的寨主，劫了我们吴城阁货的那个白痴。是又如何？我们都已经查到了，你们这批货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路子来的，既然如此，黑吃黑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家主子不喜欢别人坐着，他站着。那个，
阁主如果能够放我们一马，我们虎狼寨愿意归还吴成阁一半的货物。一半的货物？哼，说你是白痴，你还真的就是个白痴啊！我今日不是来跟你讨价还价的，而是来通知你一声的。就在1个时辰之前，也就是你在望春楼跟那个舞娘眉来眼去的时候，我吴成阁的货物已经尽数拿回来了。不仅拿回来了，还顺便多拿了一些。毕竟我们吴成阁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睚眦必报，绝不吃亏。现在你们那个寨估计也就只剩下了大门了。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没有大门的话。江湖上人人都怕你，我可不怕你。既然今日遇到了，那就看看到底是谁更胜一筹。呵呵，就你也配我主子出手？来吧，给你一次机会。姑奶奶华善，到了地府记得报我的名字，可别找错了人。魏勋听到这话，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报他的名字，那还不如报自己的呢。好歹他还能被特殊照顾一下，多扎一会儿。快一点啊，我的暖炉快灭了。不到10个回合，地上的2人就已经没有了气息。主子，咱们回吧。华山，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主子，属下什么都没听到。快跟我走，有人在打架，咱们瞅瞅去。华山深知自家主子那八卦的性格，只能紧紧地跟在身后，生怕自己一个分神就追不上了。主子，那个人好像受伤了。不是受伤，是中毒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毒呢。半个时辰内如果解不了，估计人就凉了。要救人吗？我只是来看热闹的。话音刚落，魏巡就发现那护着中毒男子的护卫朝着自己的方向看了过来。姑娘，如果今日您能出手相救，他日必以命相报。又被发现了。主子，那主仆3人的武功极高，您刚才说话又没有收音，定是能听见的。好吧，那我下次注意。我要你的命做什么？没意思。还看我？你再不努力，你家主子就要毒发了。那2个护卫对视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个护卫突然暴起，瞬间拦下了面前的所有死士，而另外一个侍卫则是背起了中毒的男子，朝着被寻的方向狂奔过来。麻烦姑娘了。喂，我好像没答应什么吧？你们还真是不要脸。一个死士见被寻跟这2人并不是一伙的，瞬间突破2人的防线，冲着那男子一剑刺了过来。滚远点，别弄脏了我的衣裙，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呢。去帮他们解决了。有了华善的加入，不到1炷香的时间，死士们便全部躺在了地上。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可别谢我，要谢就谢你们的厚脸皮吧。真是抱歉，我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知道姑娘是我们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们只是想报答姑娘而已。哼，你们再报答一会儿，估计你们的主子可真就没气儿了。这男子命格不凡呢。命格不凡？他可是没有忘记阎王说的话，不过他自言自语被小祖宗听了去，应该没关系的吧。等一下，一脸肉疼的在袖袋中掏啊掏。是哪个瓶子来的？不管了，蒙一个吧，反正都是好东西。扶他坐下。被寻蹲下，粗鲁的将那枚丹药快速的塞到男子的口中，生怕晚1秒钟自己就后悔了。就在被寻的手即将离开时，手腕突然被大力抓住。怎么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谢没一个，还想将我手腕折断不成？抱歉。阁下眼角的泪痣还真是挺好看的，想必长得不错。既然你已经没事了，那我们也就走了，后会有期吧。主子，他刚才看见了您的胎记，要不要属下回去？不必了，我总觉得还会再相见的。
泪痣，他这是在威胁我吗？王爷，都是属下无能，请王爷责罚。这是个意外，不怪你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吧。主子，您身上的毒……那丹药确实是好东西。那两个女子，一身红衣，戴着面纱，仅凭一个暖炉就能将死尸砸死。她是无城阁阁主叶芝。这么多年，魏巡和华善依旧住在那村子里的小破房子中。主子，吴承阁今日来报，半月前先帝驾崩，年仅6岁的太子继位。可就在几日前，先帝的贴身太监不顾阻拦，在早朝的时候闯入，拿出了先帝的遗诏。先帝遗诏上面写的什么？遗诏上写，先帝继位后封凤千爵为摄政王。凤千爵就是那个8岁上战场从无败绩，后被先帝亲赐3万兵权，改名为凤家军，并承诺永不收回兵权的战神凤千爵。对，就是他。不过凤千爵并不在京都，估计这会儿在回京的路上。然后还有一件事是关系到主子的。是不是咱们快要回京了？主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猜的。那主子猜对了。据说先帝登基最看重的就是礼仪孝道，如果被先帝发现有大臣不尊长辈、苛待发妻、虐待儿女，轻则训斥，重则免去官职。属下听说京都已经有好几个大臣遭到训斥降职了，还有一位大臣因为宠妾灭妻，以至于发妻吊死在房中，现在那位大臣已经被罢免了官职，赶出京都了。主子，估计太傅府的人很快就要来接您了，您……那就回去吧，反正我也想看看那个所谓的亲爹在看见自己的女儿竟不是傻子时的样子。我知道这些年一直都想为我娘报仇，咱们不着急，慢慢来才有意思，不是吗？3日后，哎呦，你这个丫头拦着我干什么？我是来接夫人和小姐的。咱们大老爷一直都想着小姐和夫人，这派我们来接他们娘俩回府呢。当时夫人生产完，说是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养养身子，非要来这乡下。我们老爷使劲拦都没有拦住，这才依着夫人的心意，将他们母女俩给送到这里来静养。老爷这几年身子不好，实在是太想他们娘俩了，这不就派我来将他们母女接回去吗？夫人，小姐，你们快出来呀，咱们这就回府吧。附近的村民听见那嬷嬷在嚷嚷，都在窃窃私语，有胆子大的甚至指指点点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华善简直都快要被这嬷嬷给气笑了，他真当自己和旁边这些村民都是傻子呢，随便几句话就能将贝承平苛待妻女的事情给抹平了。哎呦，这就是小姐吧？快让我看看，老爷可是想你想得紧呐。夫人呢？夫人在哪里啊？你问我娘啊？我娘这会儿正在天上看你们太傅府的笑话呢。小姐呀，虽然您从小就痴傻，但是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这不是在咒夫人吗？夫人，夫人，咱们回府了，夫人。喊什么呢？喊什么呢？你在这叫魂呢？没听见雪儿说夫人在天上呢吗？你们堂堂太傅府，将他们母女2个往这破地方一扔就是10几年，不闻不问，就连2年前这孩子的娘不在了都不知道，居然还站在这里嚷嚷想他们，还真是不要脸呐！就是的，呸，真好意思说。当初他们娘俩被送来的时候，寻儿还不到1岁呢，夫人身子不好，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对，我也记得当初夫人身上没有银子，还是托我将身上仅有的首饰还有玉佩拿到附近镇上卖了些银子，这才勉强度日。夫人心肠好，后来无意中将华善这丫头救回来，一直养在身边。这丫头也是个记恩情的，夫人离世后一直照顾着寻儿，不然寻儿这会儿啊已经……嬷嬷听见大婶们你一句我一句，
脸色涨得通红，可却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小姐，咱们回家好不好啊？你爹真的挺想你的。好啊，我也挺想看看我那个便宜爹是怎么想我的。说话清楚有条理，目光清澈，行为稳重，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傻子呀。不是你们要接我回去的，不走吗？小姐，您不用收拾一下吗？这房子里面最值钱的就是我了，没什么可收拾的。将被寻扶上马车安顿好了之后，看着想要上来的嬷嬷说道：我们小姐不习惯跟陌生人共处，就劳烦嬷嬷跟车夫一同在外面吧。哎呀，这母女俩也是苦命，虽说在这村子里是穷了一些，可是总比回到那吃人的太傅府强啊。就是的，寻儿的病才好了1年，也不知道她能不能适应。小姐，那个府上今日有事情，咱们还是走侧门进去吧。嬷嬷，虽然贝大人将我跟我娘送到村里不管不问10几年，但我依旧是贝大人的骨血，是这太傅府的小姐。是嬷嬷说贝大人十分想念我和娘，所以才将我接回来的。可是为什么连大门都不让我走，而是让我走侧门？我娘已经不在了，你们就如此欺辱我吗？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那个小村子里去。那里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好歹会把我当个人看。嬷嬷被贝寻这一番话着实给惊着了，赶忙上去就想捂贝寻的嘴。怎么，你一个嬷嬷还想打我不成？难道你们接我回府就是为了折辱我吗？当年将我们娘俩扔到乡下不闻不问10几年，一回来就想打杀我，你们一群黑心肝的，我娘可在天上看着呢。门房听到府门外有动静，赶紧出来看了看是怎么回事。太傅的书房中，老大呀，如今朝中的形势你是知道的，咱们府就只有你我2人在朝为官，新帝继位，咱们可千万不能出现什么把柄。为父虽是太傅，新帝也尊称我一声帝师，但那也只是表面，切不可骄傲。新帝跟先帝不同，新帝非常看重镇国公府，不日怕是要委以重任，所以为父今日一早已经派人去将明子院母女2人给接回来了，估计再有一会儿就该到了。我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明子院，但你不该见她没有利用价值就那么对她母女俩。她再不跟娘家往来，她也是镇国公府的嫡女。这次他们母女回来，你定要好好安抚，别再惹出什么乱子。对了，还有啊，让你那个妾室和她那个惹是生非的女儿也先避一避。她虽是户部尚书的庶女，但到底比不过镇国公府。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让你休妻，更不让你将那女人抬为平妻的原因。一旦你苛待他们母女俩这件事传出去，你这官位估计也就做到头了，到时候为父也保不住你。虽然新帝不会明着罢免为父，但估计也离告老还乡不远了。儿子知道了，让父亲操心了，儿子定会。老太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出什么事情了？不知道我正在跟父亲谈事情吗？老爷，您快去府门口看看吧，大小姐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将夫人以前的院子收拾出来，让他们母女俩还住在那儿就行。晚上我会过去看他们的。不是，老爷，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在听到管家的话以后，这个孽女，当初生下来就该将她掐死。夫人呢？夫人没管着点啊？老奴并没有看到夫人，只看到了大小姐。造孽啊！我身为太傅，居然没能将自己的儿子教好，真是……都给我停下！老爷，大小姐她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在府门口吵闹成何体统？大小姐的脑子从小就痴傻，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还不快将他扶进来，一会儿别摔着了。还有夫人呢，是不是还在马车里啊？我娘已经离世2年了，贝大人这么想我们，居然不知道？你哼，贝大人见我不是个傻子，是不是特别的意外啊？这嬷嬷看我穿着破烂，怕我将你们的太傅府的大门给踩脏了，让我从侧门走。既然这太傅府如此的金贵，那我便不进去了，我这就回我的小村子去。虽说这几十年来没人过问，日子过得穷苦，可胜在自由，不会遭人嫌弃。这是嬷嬷的错，她也是好心办坏事儿。为父刚才和你祖父在书房商谈事情，从侧门走到书房更近一些。这么多年过去了，为父真的是很想你们呀。哼，贝大人，您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不管是对是错，我都跟您进去。你说。我叫什么名字？贝正平沉默了。当初将我们母女俩送走的时候挺着急吧，连名字都没时间给我取一个。我叫贝寻。贝大人，看样子你还真是挺想我的。我住哪儿？大小姐，请随老奴来。夫人的院子一直都空着，我已经命人收拾出来了。您住那里行吗？那处是什么地方？那浅月水榭是你娘在你还未出生时为你布置的。见过老太爷。见过贝太傅。你应该叫我祖父。我就住这里。也好，你住在这里也算是全了你娘的一片爱子之心。管家，命人收拾出来。管家支支吾吾的，像是有什么话要说。怎么，现在我说话已经不好使了吗？不是，回老太爷，大老爷1个月前已经答应将这浅月水榭给二小姐住了。这么多屋子，他就非住在这里，去告诉他，让他换个地方住，就说我说的，浅月水榭以后就是大小姐的了。大小姐，这水榭里的样子还跟夫人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变动都没有，全都是当年夫人亲手布置的。大小姐，请等一下。大小姐，请您看这里。当年夫人有个闺中密友，后来嫁给了一个懂机关术的能人异士。这水榭就是夫人请他设计的，用的全是夫人的嫁妆。我记得夫人当年说过，要给她的孩子最好的环境，远离纷扰。大小姐，您再看这湖水，这湖水也是那人从这山后的一个活水温泉中引过来的，所以即便是在这寒冬也不会结冰。您知道的不少啊。哎，夫人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子，尤其是对我们下人都很好，从来都不会惩罚我们，最多只是训斥2句，哪像现在的。哎，大小姐，咱们进去吧。这太傅府里都有哪些主子，这些人什么德行，他早就一清二楚了。况且他人已经住进来了，还怕收拾不了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地方还真是挺好的，是不是？是挺好的。如果将这廊桥给沉下去，任何人在短时间内都上不来。属下已经查看过了，非要硬闯的话，除了划船，就只能从后山绕。只不过后山通往什么地方还暂时不太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出去。对啊，环境挺好，地方又清静，1日3餐有人管，还有漂亮衣服穿。最主要的是不用自己花银子。至于那些烦人的人，本小姐顺手帮他们教训一下，就当做是给这太傅府的伙食费吧。走吧，我的华善姐姐，去休息吧。明日一早估计烦人的人就该来了。主子，明日您还是收敛一些，能动嘴的就尽量别动手，如果一定要动手，就让属下去做，省得被人看出什么。知道了，我的管家婆。第2日一早，贝寻好像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叫骂声，但声音不大，就翻了个身继续睡着。
主子，湖岸边上骂了一上午的，就是这太傅府的二小姐，也就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贝香梦，贝梦香。行吧，让她再骂一会儿吧。咱们有早饭吃吗？有，这水榭里是有小厨房的，属下已经做好了，这就给您端过来。咱们去门口的石桌上吃，顺便看戏，不然只吃饭多无聊。被寻是吧？你叫被寻是吧？你这个傻子，居然敢抢我的浅月水榭！你知不知道，1个月之前，爹已经答应将这里给我住了，说是提前送给我的吉吉礼。你这个傻子，听见没有？我在跟你说话呢。说完，还想扇贝寻的脸，被华善给拦了下来。华善，奴婢在。丢下去。是。救命！贝寻，你居然，你是个傻子，你不能好死！贝寻看着另外一个丫鬟想要去通风报信，你还是省几步路吧，人马上就来了，不用你再多跑一趟。香儿，你怎么样啊？是不是冷？伤到哪里没有？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就掉到湖里去了呢？这女人的段位还真的是比那贝梦香高出不止一点半点啊！娘，不是我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是这个傻子让他身边那个贱婢将我扔下去的。要不是潘春会游泳，我就淹死了。娘，北巡，我是你父亲，见到父亲，你不用起身行礼吗？父亲，贝大人，请问从我出生起，可曾吃过你们太傅府的1粒米？可曾花过你们太傅府的1个铜板？你可曾养过我一天，抱过我一下，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贝大人，您这父亲2个字从何而来啊？你娘好歹也是镇国公府出身，她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你有什么资格提我娘？贝承平被贝寻的眼神震得失语，半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脊背竟然湿透了。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么凌厉的眼神啊？哼，贝大人和这位姨娘真是演的一出好戏啊！你们怎么不去戏班子呢？我就不信贝梦香在这骂了1个早上你们都不知道，恰巧她被扔到湖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还有，这是我娘用她的嫁妆给我建的水榭，没花你们太傅府的1文钱，你有什么资格将她送给你跟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还要将水榭当做她的吉吉礼，你想得挺好啊，就像你给她起的名字一样，做梦比较香。老爷，就算是香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小姐也不能将她扔湖里去呀！现在可是深冬，会死人的。你叫金陵是吧？做妾就要有做妾的本分，庶女也要有庶女的样子。你听过哪家的庶女敢站在嫡女的院子门口骂一早上呢？你见过哪家的庶女敢指着嫡女的鼻子骂她是傻子，还摔了人家手中的茶杯，甚至伸手往人家脸上甩巴掌的？贝大人，如果是在别的大臣府里发生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啊？哦，对了，你爹娘是怎么教你规矩的？一大早的都聚在薰儿这里干什么呀？都没自己的事情做了吗？父亲，这个孽女她怎么了？她很好，被人欺负了就该狠狠地还回去，难道还要送脸上去给人打不成？这水榭昨日我已经做主给了薰儿这丫头了，管家没让人告诉你吗？你今日来是个什么意思呀？是我说的话不好使了吗？可是祖父，父亲1个月前已经答应将这水榭送给我，当做吉吉礼了。你糊涂啊！这是薰儿她娘用嫁妆给薰儿建的，就等于是人家的嫁妆，你有什么资格将人家的嫁妆送给其他人啊？别说如今薰儿回来了，就算是薰儿他们娘俩这辈子不回来，这水榭
也不能让其他不相干的人住进去。太傅府这么大，你要是真喜欢水榭，就让你娘也用她的嫁妆给你建一个，然后让你住进去，我绝对没有二话。金陵听见贝太傅的话，羞得满脸通红。他要是能建得起水榭，还用让自己的女儿来这里闹吗？哼，你们几个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走吧，别在这里碍眼。贝太傅，要进去喝杯茶吗？好呀，那就麻烦薰儿了。薰儿啊，你爹他当年只是一时糊涂，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以后定会好好对你，只是可惜了你娘啊。不过你放心，祖父保证，只要有祖父在的一天，就绝对没有人敢欺负你。这太傅府你想怎样就怎样，想出去逛逛也可以，不会有人限制你的自由。还有，祖父听说你回来没有带东西，来，这里是一些银票，看到什么喜欢的就自己买回来，银子要是不够呀，就直接去账房支。我已经让管家跟账房说过了。贝太傅言重了，我已及笄，早就过了需要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了。况且不是真心的东西，我要了恶心。至于我娘，我觉得我娘挺好的，这会儿估计已经转世为人了。不管怎样，都比回到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要好。贝太傅，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但我这个人吧，性子随了我娘了，有些倔，脾气也不怎么好。以后在外面，我虽不会特意去宣扬什么，但有人问起来，我也是会如实说的。至于镇国公府不日便会回京的事情，那不是我该考虑的，更不会去说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去全你们太傅府的颜面。毕竟我娘确实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贝太傅，说谎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不停路过的小鬼差听到贝寻的话，差点被自己手中的链子绊了个跟头。谁敢让这小祖宗下拔舌地狱啊？活够了吗？他不拿着钳子追着他们这些小鬼差，那都是佛祖显灵了。贝康德听见贝寻的话，心下暗道这个丫头的聪慧，真想知道贝寻这10几年来都是怎么过的，他的痴傻又是怎么好的。贝太傅，还有事情吗？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一会儿要出去逛逛。没事了，没事了啊，那祖父这就回去了。哦，对了，你一会儿出门要是用马车的话，就直接让管家准备就好。我家小姐不喜欢跟别人共用一辆马车。贝太傅讨了个没趣，讪笑着离开了。去，将大老爷给我叫到书房来。爹，您找我？你去找人去那个小村子里，查查贝勋他们母女2人这10几年来是怎么生活的，隐蔽一点。父亲，您是有什么怀疑吗？难道是贝寻被人调包了？我就说，一个出生就痴傻的孩子，怎么可能就这么好了？她应该就是你的女儿没错，我只是好奇，明子院是怎么将这个孩子养大的？她的痴傻又是怎么好的？她的聪慧，就是10个贝梦香绑在一起，也不如她1个。还有，你最近还是在外面谨慎一些，外面的流言蜚语幸好没传到辛迪的耳朵里，以后要是再传出什么不好的话，咱们太傅府估计到我这一代就要结束了。儿子知道了。你回去给我好好的管一管你那妾室和你那没脑子的2女儿，别让他们再去招惹贝勋。刚才他说不会特意去宣扬你苛待他母女的事情，但如果有人问，他也会如实说的。如果你们将他惹急了，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你这官位也就做到头了。现在新帝登基，正是杀鸡儆猴的时候，咱们还是小心一些。这边贝寻带着华善2个人在京都的大街上溜达。哎，那是谁的马车呀？好大的派头啊！你是刚到京都来的吧？没看见马车上的牌子吗？那是凤将军的马车。凤将军，他不是在西北练兵，1年才回来一次吗？哎呀，你们2个到底知不知道啊？现在哪儿还能叫凤将军？
应该叫摄政王了。那凤将军这次回来，应该就不会离开了吧？按理说应该是这样。我还听说咱们凤将军多年洁身自好，今年已经年满20，至今还没有娶妻呢。这次回来啊，估计那凤府的门槛都要被媒婆给踩塌喽。哎，还有啊，据说那凤将军长得连男人见了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呢，也不知道是哪家小姐能那么好命嫁给凤将军。主子啊，那个您要是实在好奇的话，我让米峰送一幅凤将军的画像来给您看好不好啊？正好米峰现在就在京都，夜探凤将军府这种事儿咱们就别干了吧。真扫兴啊！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米峰在京都，他现在在哪儿？咱们去找他玩会儿去。小祖宗哎，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让华善派人过来告诉我一声就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主子，您这次来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吗？也没什么事情可交代的。无城阁被你管理的挺好的，不过大事没有，小事倒是有一件。主子，您尽管说，不管什么事情，属下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包您满意。我要看看。主子，您说您要什么？我说我要凤千诀的画像。主子，您要他的画像做什么？因为刚才在外面我听百姓们说那凤千诀长得连男人看见了都流口水，所以我好奇想看一看。可是华善他不让我夜探将军府，所以就只能找你要一幅画像了。哎呀，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到底有没有嘛？米峰以前只觉得自己的主子喜欢八卦，睚眦必报，绝不吃亏，可这什么时候又新添了一个好色的毛病了？我问你话呢，你看他干什么呀？想挨揍了是不是？有是有，别说凤千诀的画像了，咱们无城阁就连现在皇位上那小皇帝的画像也是有的，只不过那画像现在不在这里，主子要是想看得等几天。啊对了，那老虎寨怎么样？可都搬空了？哎，主子，你怎么总是记不清名字啊？是虎狼寨，按照主子的吩咐都搬空了。别说那虎狼寨里好东西还真是不少，也不知道打劫了多少过路的富商呢。老规矩，拿出一半放到学堂和赈济灾民。主子放心，属下知道的。见被询要走，米峰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你有什么话就说啊，我最看不得你这个样子，会让我想抽你。那个主子，其实属下最近还查到一件事情。说吧，慢慢说，我不急。对了，你让他们给我送盘瓜子上来，我一边嗑一边听。啊，主子，那个瓜子儿，要不咱们就算了吧。我怕您一会儿将瓜子扣我脸上。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主子，这不是那凤千诀要当摄政王了吗？所以依着规矩，属下就将那凤府给查了一遍。其他的倒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儿，属下还是觉得应该告诉您一声，求帮助。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倒是说啊！你没见主子的手马上就要抬起来了吗？啊，我说，就是，我们查到主子您和凤千诀这其实是有婚约的。所以这个八卦居然是他自己。刚才可能是我喝茶的姿势不对，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主子，您和凤千诀有婚约。被询愣住了，久久都没有说话。屋子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到。半晌后，展开说说。是这样的，我们查到凤千诀的爹娘是青梅竹马的情谊，所以很早就成亲了。夫人和凤夫人沈碧涵曾是闺中密友，夫人嫁人的时候，凤千诀已经3岁了，所以凤夫人在夫人还没怀上您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将来夫人生的是个男孩，就让两人结为异姓兄弟；如果是个女孩，他们就做儿女亲家，并且交换了信物。后来边境动乱，凤家一家去了边南西陲，凤战不幸战死，沈碧寒伤心欲绝，在3年后也撒手人寰。当时凤千珏只有15岁，就跟主子您现在一般大。凤千珏8岁就跟着凤战上了战场，从无败绩。凤战战死后，先帝心有怜惜，又对凤千珏颇为赏识，这才有了现在的凤家军。所以凤千珏知不知道婚约这件事儿，属下也不知道，毕竟定着婚约的时候还没有您呢。你可知当年的信物是什么？属下没有查到。属下也不知道，有婚约这件事情，夫人从没有跟属下提起过。不过，当时夫人和小姐那种情况，说不定那信物早就被卖了也说不定。不会的，以我娘的性子，那东西肯定是不会卖的。不管了，回头再说吧。反正现在我就当不知道，估计那凤千珏也不一定会知道，就算他知道，也不会想娶我的。毕竟我天生痴傻，说不定以后再犯病呢。果不其然，刚走到太傅府门口，贝玄，父亲被皇上训斥了，你满意了吗？这下连皇上都给你撑腰了。当年是我让贝大人将我和我娘送去那个小村子的，是我让他苛待我和我娘的，如今也是我求着他将我接回这太傅府的。贝梦香，你要是心中有火，就去找那个始作俑者发，冲着我这个受害者喷什么口水。说完，贝寻就带着华善头也没回的就走了。爹，你看他呀，他不是天生痴傻吗？你看他如今伶俐的口齿，怎么可能是个傻子呢？爹，你是不是接错人了？哼，你给我把嘴闭上！他再怎么样，也是正室嫡出，你一个妾室所生的，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自己的长亲？上次跟你说的话，看来你是没长记性。回去以后抄10遍祖训，抄不完，不许出来。老爷，你们最近安分一些，别惹父亲不痛快。如今新帝登基未满1月，朝中动荡，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斟酌，你们就别添乱了。再过半个月，皇上会举办宫宴，到时候所有的大臣和家眷都要参加，你们好好准备一下。香儿也快及笄了，是时候提前相看相看了。主子，这是米凤刚让人送来的，是凤千珏的画像，您还要看吗？看？为什么不看？给我拿过来，我倒要看看这凤千珏长得什么样，难道还能有我好看不成？我的华善姐姐，快将嘴边的口水擦擦，都快流到画轴上了。主子，您就别打趣属下了。她有我好看吗？男人和女人的容貌，这也没法比呀。主子好看，主子您最好看，凤千珏怎么能跟主子您比呢？凤千珏与此同时也是坐在书桌前，看着面前的一幅画发呆。这是吴成阁阁主叶芝。你没事做了？这叶芝每次现身都是一身红衣，戴着面纱，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但是仅从一双眼睛和仪态就能看出，定是个绝色啊。本王让你查的人怎么样了？您说贝寻属下已经查到了。贝寻从一出生就是个痴傻的，一直随他娘生活在那个小村子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但是从1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就不傻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突然就好了。至于容貌，只听附近的村民说呀，贝寻几乎不怎么出他的院子，但是个美人坯子。他知道跟本王有婚约的事情吗？应该是不知道。魏泽，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咱们的人里面物色一下有没有适龄的男子，官位大小不重要，主要是人品得好。然后摸清楚贝寻出门的时间，让这2人偶遇一下，只是偶遇，千万别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或者惹出其他不好的谣言。本王是要给他挑个良人，而不是败坏他的名声。他家主子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怎么还自己给自己找绿帽子戴呢？没明白。明白了，属下这就去物色。如此这样，也不算我违背了答应娘的承诺。主子，这已经是这傻子第7次从咱们楼下无意路过了。去查查，事出反常必有妖，一看就不是个好鸟。过了一会儿，贝勋没有听见回应。我的花扇姐姐，你不过来帮我挑衣服，站在窗口数什么呢？主子，据我观察，楼下好像不止一个男人在乱晃，而且都还时不时的往上看。您从太傅府出来的时候，不是一直都戴着面纱呢吗？戴着呢呀。主子，您先在这里试衣服，我让掌柜的去找米峰过来。这件事情要是不弄清楚的话，我今晚都睡不着觉。主子，我能进来吗？能。主子，你猜我查到什么了？你动作还挺快，查到什么了？属下查到，主子，您是仙女吗？你查到我是仙女？不是，我是说，主子，你这身实在太好看了，就像仙女一样。好看吧？我也觉得这几套里面就这套最合适。你们说我要是这样去参加皇上举办的宫宴，怎么样啊？主子这是想嫁人了吗？那接下来的事情我还要不要做？接下来的什么事情？还有，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华山好像才刚出去没多久你就来了。主子，不是属下去找的，属下还没来得及去，他就自己过来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可是江湖第一杀手，什么时候瞎的？我这次来本身就是要说这个。主子，据属下得到的消息，有人在给您保媒拉线。谁是媒？谁是线？那个摄政王是媒，楼下店门口转悠的那几个全是线。凤千诀？他给我保媒拉线，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做了吗？主子，您别急，估计是那凤千诀知道了跟您有婚约的事儿，想将您给嫁出去。外面这些人属下也都已经调查过了，不论身家、人品还是长相都挺不错的，想来也是用心挑选过的。这人也是闲的，好好的做他的摄政王不行吗？没事来聊这魔头干什么？摄政王年满20，已然到了成婚的年纪，有意择一温柔贤惠的女子为摄政王妃，无论家世和长相，只求心意相合。蜜蜂，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越快越好。要是在明日一早我还没有听到消息，你这身皮也是时候该紧一紧了。魏泽，怎么回事？回主子，属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今日一早主子您经过后啊，没过多久他们就都站在这里了，一个个的就跟比美似的。但是皇上才6岁，也没到选妃的时候呀。去查，看看怎么回事。傍晚，我也不好了，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你要选妃。消息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属下不知啊，查不出来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备询这几日有什么动静吗？王爷您是怀疑这消息是贝大小姐传出来的？不可能啊，她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啊？况且昨日她还去成衣店拿走了定制的衣裙，并无其他什么不同的地方啊。除了她，本王想不到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事情。同一时间，后面的事情都处理干净了。放心吧，主子，他们查到最后只能是查到几个女子爱慕摄政王，互相争风吃醋后传出的谣言，不会查到主子身上的。可千万不要小瞧了凤千诀，长得好看还是摄政王，这些女子不疯了才怪呢。告诉米峰，这股风吹得越大越好，敢给老娘保媒拉线，看老娘不刮掉他一层皮，恶心死他。宫宴前3日，寻儿啊，你还没有给你父亲行礼呢。你们今日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们行礼的？北巡，
你是太傅府的大小姐，是嫡女，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啊？这样明日还怎么进宫去参加宫宴呢？如果你是这种性子，那依我看呢，明日你还是不要去参加了吧。好呀，那我就不去了。明日你们走后，我随便出去逛逛就行，反正那宫宴也没什么可参加的，就像我求着你非要去似的。其实贝寻和贝承平心里都知道，这场宫宴贝寻是必须要去的。寻儿，你父亲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看从小没人教你规矩，怕你到时候在宫中惹了哪位贵人的不快。谁告诉你们从小没人教我规矩了？我有娘，而且我娘还是镇国公府的嫡女，礼数自是不会差。至于你们，你们觉得你们哪个配我行礼啊？一个生而不养的父亲，还是你这个表里不一的妾？没事的话我就走了，以后别有事没事就叫我，就好像我很闲一样。但贝承平现在可不敢说贝寻什么，生怕这孽女一气之下真的就不去宫宴，出府到处溜达。今日找你们过来是为了3日后的宫宴，为父给你们2人请了一个以前在宫里面专门教规矩和礼仪的嬷嬷来教导你们3日。这是李嬷嬷，你们这3日就跟着嬷嬷一起学规矩。嬷嬷只在府上待3日，你们千万要用心学，至于能学多少就是你们的造化了。你们谁愿意学就学吧，我的规矩和礼仪好得很，用不着学。宫里的规矩岂是你们学那仨瓜俩枣能够比的？别的不说，就这简单的走路姿势和平常的动作里面学问大着呢。这位小姐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李嬷嬷只见眼前的女子慢慢站起身来，只是那一瞬间，仿佛有一种无法忽视的威仪瞬间从她的全身散发而出。从刚才贝寻那一瞥开始，一直到她走出去看不到背影，每一个步子，每一个姿态都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仪，就如同长期位居高位一般。贝大人，您家的小姐被教养得很好，老奴这点礼仪和规矩确实是教不了小姐们。此时贝承平也是一脸的懵，贝寻他不是一直都跟明子婉生活在小村中吗？就算明子婉从出生开始教他，也不算他从前的痴傻。可是贝寻那周身的气度和仪态，就连明子婉的身上也是不曾有过的。李嬷嬷抱歉了，您刚才说什么？老奴说，老奴教不了贵府的小姐。说句不谦虚的话，老奴自认为在宫中的教导嬷嬷中礼仪是最好的，可是说来惭愧啊，竟比不上贵府中的小姐。爹，李嬷嬷，贝寻会，我还不会呢。嬷嬷谦虚了，既然大小姐不用学，那就算了，还劳烦嬷嬷教导一下2小姐。李嬷嬷诧异地看着贝承平，这太傅府的事情她还是有所耳闻的，所以她还以为刚才出去的是一直生活在太傅府的2小姐。那就烦请2小姐走几步吧。李嬷嬷本想着都是太傅府的小姐，想来差别也不会太大，结果这2小姐的一举一动居然连大小姐的1成都比不上。不对，就这一举一动跟刚才那大小姐比，简直是糟蹋了大小姐。 2小姐确实要好好的学一学，那接下来的3日就让2小姐跟着老奴吧。什么规矩和礼仪啊，就是一些累死人的玩意儿。同时也在心中庆幸，亏了他以前在地府的时候喜欢跟鬼玩，那些鬼里面还有好多的皇上、皇后，还有太后、嫔妃，让他们给自己讲一些宫中好玩的事情和阴谋诡计，满足一下他的八卦之心。跟这些鬼们在一起成百上千年，自然就将他们的规矩和礼仪学了一个10成10。虽然他是夫人救回来的，可也算是从小看着被寻长大的，所以吃傻以后真的会让人变得无所不能。3天后的傍晚，雪儿，你不是不喜欢同别人共用一辆马车吗？后面那辆马车是祖父特意命人新给你做的，
以后那就是你的专属马车，只供你一人使用。多谢贝太傅。娘，祖父偏心。你忘了你父亲前些日子刚得了皇上的训斥吗？今日这种场合确实不能亏待了贝巡，你暂且先忍一忍，进宫后也不要主动招惹他。比起贝巡这个刚回京都的人，他的人脉和朋友可是多多了。今天这场宫宴，他一定要让贝巡下不来台，让他在所有人的面前丢脸。可贝梦香是一个待不住的，没一会儿就下了马车。香儿，我听说你那个嫡姐回来了，而且还是天生痴傻，是不是真的呀？这个大姐姐跟夫人出府的时候还没有我呢。不过莹姐姐，这件事情可不能乱说，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唉，也真是难为你们太傅府了，堂堂太傅府大小姐居然是个傻子，也不知道对你以后找婆家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念晴姐姐，我还不想那么早就嫁人呢。主子，您说这二小姐逗不逗啊？嘴里说着不想这么早嫁人，出来这么会儿，那眼睛几乎将这周围大臣家的男子都巡视了个好几遍。哦，对了，说您是傻子的那个是礼部侍郎的庶女裴颖，还有吏部尚书的嫡女邵念晴。还有一个八卦，据说吏部尚书的嫡出大儿子邵俊文对咱们这位二小姐颇为上心，就等着二小姐明年开春及笄以后找人来说媒呢。我那便宜爹估计看不上吏部尚书这个儿子，他的目标应该是兵部尚书家的儿子，而且就贝梦香那野心，他根本就看不上吏部尚书的门第。要不是皇上还小，他估计连做皇妃的心都有。主子，您是傻子这件事，您不澄清一下吗？越来越多的人往这边看过来了，而且镇国公府的马车也在后面。贝儿小姐，你这几日跟着宫里的嬷嬷都学了些什么呀？我看你这规矩和礼仪没有见长，一张嘴说人坏话的本事倒是见长了。你可真是浪费了贝大人的一番苦心呢。还有啊，说人坏话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贝巡说完就给藏在一旁的小鬼差使了一个眼色，上，吓死他。小鬼差想到阎王传下来的话，本不想去，可是看到贝巡那威胁的眼神。行，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是我祖宗，下次我一定再藏好一些，绝不能让小祖宗发现。小鬼差晃晃悠悠地飘到贝梦香身后，往他的脖子里面吹了一口气。嘴欠拔舌地狱，嘴欠拔舌地狱，拔舌头下油锅，快来吧，来吧！小祖宗，我表演的怎么样？你满意不？华山不明白贝巡在笑什么，但没听见贝梦香的反驳，倒是觉得奇怪，然后就跟疯了一样的到处找，满处看。香儿，你是丢了什么东西吗？我们帮你一起找。莹姐姐，念晴姐姐，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些冷啊？还有，听没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香儿，如今已是深冬，冷是肯定冷一些的，但我们确实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不一直都是我们几个人在说话吗？不是这样的，有人在我耳边跟我说话，要拔我的舌头，要让我跟他走。哎呀，姐姐你看，我就说吧，这人啊就不能背后说人坏话，这不报应来了吧？可不是嘛，都是府里出来的，就那么点伎俩，还真当谁傻看不出来呢？不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个嫡出的姐姐是个傻子，然后抬高自己吗？三哥，我们说的对不对？怎么了？三哥，你是不是看上哪家的小姐了？说出来，我们姐妹俩帮你一起相看相看。没有，然然你别乱说，小心坏了人家姑娘的清誉。三哥，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们，
你看上说别人是非那3个中的1个了。我才没看上那3个呢，那3个怎么能跟贝大小姐比？哎，你看前面太傅府的大小姐，那全身的仪态仿佛浑然天成一般，还有那绝色的容貌，哎呀，这要是我的女儿，我做梦都能笑醒。可不是嘛，听说这贝大小姐已经及笄了，要不是我没有儿子啊，就这气质，我定要上门去提亲的。就是的，可惜我儿子还小，年龄上不对，不然咱俩可得好好的抢一抢。哎，对了，你们听说了吗？前几日啊，贝大人专门寻了一个以前在宫中教规矩礼仪的嬷嬷去府上了，知道是哪个吗？我也想请来教教我家的女儿，看着贝大小姐的步子，就连我看了都想学一学。这个我知道，好像是李嬷嬷，但这贝大小姐可不是跟嬷嬷学的。据我所知，跟嬷嬷学的就只有贝二小姐一人。而且贝大小姐这一看就不是临时学的，你们看跟在后面的贝二小姐就知道，连人家一个动作都比不上。所以呀，有些人的优雅是天生的，别人再怎么学也只能学个壳子罢了。华善和贝寻都有一些功夫在身上的，听着后面几位夫人的闲聊，谁想要这优雅呀，我都快累死了好吗？我发誓就这一次，以后要是还有宫宴，能病我就尽量病了吧。他的主人他可是太知道了，看热闹听八卦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没热闹的时候能不动就尽量不动。好不容易到了太后的永祥宫，众人见了礼之后各自入座。你是哪家的小姐呀？怎么哀家从前在宫宴上都没有见过呢？回太后娘娘。哀家在问这位小姐，你出来插什么话？哦，哀家想起来了，你是太傅府贝大人的妾室，户部尚书的庶女，对吧？回太后，臣女是贝寻。你是太傅府贝承平的嫡女吧？我是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好啊，好一个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儿。那如果哀家让你的母亲与贝承平和离，让你回到镇国公府，你可愿意？臣女觉得，如果臣女的母亲还活着，她定然是愿意的。太后，臣女求您，让臣女的母亲和贝大人和离，让她走得安心一些。如果我母亲还在世，也定不会愿意再回到太傅府。至于臣女，太后，我镇国公府愿意将寻儿接回来，好好疼爱，再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哀家知道了，你们起来吧，宫宴就快要开始了，你们先过去吧。张嬷嬷，你说千珏为什么要让哀家这么做呢？他是不是看上这太傅府的大小姐，为这大小姐鸣不平呢？也是啊，别看这贝大小姐才刚及笄，可一看就是个心里透亮的人。这要是以后嫁给千珏，定是一桩好姻缘。太后，您就别操心别人的事情了，如果这俩是个有缘的，还用您撮合？唉，要是当初哀家的大皇子能活下来，如今也该有千珏这般大了吧。哀家和千珏的娘从小就是邻居，一直到我入宫才渐渐少了联系。唉，千珏那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当初要不是千珏，哀家和皇上都不知道被那3个恶毒的王爷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如今呐，估计命都没了，哪还有今天的好日子呢？先皇对您是真心疼爱的，当初您高龄诞下皇上后，先皇力排众议，坚持立还在襁褓中的皇上为太子。
知道您和凤夫人的情分，特意将兵权给了摄政王，留下密旨让摄政王摄政。先皇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在保护您和皇上啊。先皇对哀家是真的好。一行人出了永祥宫之后，娘，要是爹和夫人真的和离，您是不是就可以成为继室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嫡女了？嘘，过去再说，这里人多口杂。再说了，你爹未必愿意和离，咱们先看看。外祖母，娘跟贝承嫔和离的事情，您还没派人告诉外祖父呢。国公夫人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派人去通知了镇国公，并让人传话告诉镇国公，如果今日他不能让皇上下旨让自己的女儿和离，让贝寻回镇国公府，自己就跟他和离。主子，您不是最怕冷吗？怎么不去长乐殿啊？那里要暖和一些。因为这里有意思呀。快灭了，去换个新的来。华山走后，我应该叫您太上皇。小姑娘，你果然能看到朕。刚才在永祥宫的时候，朕就知道你一定是能看到朕的。是能看见，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不仅能看见你，我还能看见你身后的鬼差。你们两个不好好干活，到处溜达，小心我告诉大师兄。小祖宗，不是我们不带他走啊，而是我们带不走啊。你，他们喊你祖宗，你是阎王？不，我才不是那个整天忙得没时间理我的大冤种。不过，我是那个大冤种的师妹。朕刚才也在永祥宫，所以知道你是谁。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诀传个话呀？传话的事情先不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鬼差带不走你。按理说你的功德下辈子应该还是个帝王命，只不过哪个地方的帝王就不好说了，反正不会差就是了。朕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鬼差带不走朕，而且朕也不能走出皇宫，别人更是看不见朕，除了你。有什么话等出宫以后再说，你们两个也不用等着带他了，等我神识回地府的时候顺便一起带回去。可是朕出不……南宫言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贝寻摘下腰间的玉佩，伸手冲着自己凭空一抓，然后自己就附到了玉佩上。主子，这又没下雪，您自己伸手在这抓什么呢？伸手抓暖炉呢，看看我能不能隔空取物。好了，我有点冷了，咱们也去长乐殿吧。估计这会儿我那便宜爹应该已经收到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你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才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你这个孽女，是不是你跟太后说要让你娘跟我和离啊？我告诉你，做梦！她明子苑生是我贝承平的妻子，就是死了也得埋进我贝家的祖坟里。你最好将你的手给我松开，不然我不介意让贝家连祖坟都没有。我不松开又怎么样？难道你还能去刨了贝家的祖坟不成？要知道，你也是姓贝的。这玩意儿可真是个不怕死的。要知道，他已经看见主子的手在动了。如果自己刚才慢了一步，恐怕现在贝承平的手已经被掰断了。姓贝是我和我娘这辈子的耻辱。他要不是这个身体的爹，我非得给他2个大嘴巴不可，真是太不要脸。他就是贝寻，贝府的大小姐，跟主子你有婚约的那个。哎，主子，你还别说啊，今日见到这贝大小姐的真容，属下突然觉得前段时间找的那些男子啊，哪个都配不上这女子了。就这容貌和气质，也就主子您合适，要不……不过既然他答应了他娘要护他周全，那他就肯定会做到，不然也不会替他择夫，想办法让他回到镇国公府。你是不是最近没什么事情做太闲了？要不本王也跟你挑门婚事让你忙起来。本王记得你应该是跟本王同岁，说到底确实也是本王疏忽了。主子，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属下还不想娶妻。
皇上驾到！太后驾到！众卿平身，一边抬头打量着皇位上的新帝，一边用神识跟玉佩中的南宫岩说话。别说啊，你这儿子长得还真是一点都不像你，像太后多一点。像秋儿多好，秋儿啊，可比朕长得好看。不过虽说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像朕，但在朕的4个儿子中，他跟朕的性格是最像的，哪像其他3个，整日里啊，不是想着弄死对方，就是想着弄死朕。那你这一代帝王究竟是被你哪个儿子给弄死的？哎呀，他们3个哪有那个本事呀？当年朕还是皇子，跟着朕的父皇御驾亲征收复疆土时，替父皇挡了一个暗箭。虽说后来侥幸活了下来，但终究还是伤及了心脉。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就是可怜了朕这最小的儿子。要是没有奉千爵的帮忙和对朕忠心的公公，恐怕现在还不能安稳地坐在这个皇位上。奉千爵好像有所感觉一般，转过头冲着贝寻的方向看了过来，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撞，贝寻急忙避开。叔子，2王爷、4王爷和5王爷都在看着您呢。哼，你这3个儿子想的挺多啊。教子不善，教子不善，让姑娘见笑了啊。贝承平嫡女贝清何在？臣女在。今日本是宫宴，但就在刚才，郑国公请旨，想让他的嫡女，也就是你的母亲闵子苑，跟你的父亲和离，并将你接回郑国公府，你可愿意？皇上，臣不愿和离，贝寻是臣的女儿，理应在太傅府。贝大人，朕在和贝大小姐说话呢。可是臣……回皇上，臣女的母亲是愿意和离的，臣女也愿意去郑国公府替母亲尽孝。臣女的娘还在世时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能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定会听外祖父的话，绝不嫁入太傅府委屈一生，只想好好的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身旁尽孝。你娘已经不在了，怎么和离？况且你是我贝家的骨血，哪有父亲还在而去外家的道理？父亲？请问贝大人，我今年已及笄，过去这10几年里，你做过一件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吗？你可曾见过我和我娘一面，给过我们娘俩一个铜板，将身体没恢复的我娘和几个月大的我扔到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里不闻不问，就连生活的银钱都是我娘卖了随身带的钗环首饰换来的。漏雨的房顶，透风的墙，缺了脚的桌子，破了口的茶杯，一半的饭碗，直晃悠的凳子。就这样的环境，你还能在外面舔着脸说我娘身体不适，被送去休养？你的脸可真是大到没有边际呀，我的好父亲。你这个孽女，你知道些什么？明明就是你娘家你连哭都不会，天生是个痴傻的，没脸待在太傅府，这才提出要去休养的。至于那小村子，那小村子也是你娘自己挑的，说是要吃些苦给你祈福，怎么如今反而怪到我身上了？贝大人，您看看我的容貌，再看看我现在痴傻吗？如果真像你说的一样，那在我不痴傻的时候，我娘为什么不带着我回到太傅府，而是继续在那里吃苦受罪？贝大人，你不会是想说我娘是怕我再次犯病痴傻，所以不敢离开吧？所以我娘的吃苦祈福就是为了将我们2个都饿死啊。贝承平，如果今日不是寻儿将事情说出来，我都不知道我的宝贝女儿和外孙女这10几年来过的居然是这种日子。都怪我呀，我还一直以为是紫苑在跟我置气，可万万没想到，皇上，老臣愿意用这一生的军功和兵符换女儿和离，外孙女回家呀。贝太傅，这件事您怎么看？老臣教子不善，愧对郑国公一家，但和离和将寻儿接走，老臣是万万不愿意的。
老臣发誓，老臣和这孽障以后一定会好好对薰儿的，请皇上和镇国公再给他一次机会。依云，你这几日身子不好，别动气，咱们定能将女儿和外孙女接回家。魏成平，你如此苛待他们娘俩，还颠倒黑白，是觉得我镇国公府没人了，还是我司徒一族没人了？我司徒依云在此发誓，如果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回不了镇国公府，我司徒一族绝不会放过你。司徒一族好像很好玩的样子，等回去之后让米峰派人去查一查。本王觉得此事一出，太傅府更不会对贝大小姐好了，毕竟这是有先例的。倒是镇国公府很心疼这个外孙女，所以本王以为让贝大小姐的母亲和贝大人和离是最好的选择。那朕明日就下旨，准镇国公府嫡出小姐明子月与工部侍郎贝成平和离。至于贝寻，就回到镇国公府，从此与太傅府再无瓜葛。贝成平身为朝廷官员，苛待妻女，不知悔改，还妄图狡辩，则降为工部员外郎，明日一早交接上任。娘，我爹降职了，这下可怎么办啊？本来我就是庶女，交几个朋友不容易，这下好了，就算我现在是嫡女，估计他们也不会再跟我交好了。哎呀，傻孩子，难道降职了就不会再升职了吗？老爷，您别上火，等这件事的风头过去后，我就回娘家去求求我爹，让他想想办法。这下你满意了吧？从明日起，你就再也不是我的女儿，希望你不要后悔。满意？我可太满意了，不用做你的女儿，我可满意死了。小姑娘，你跟凤千爵是不是认识啊？不然他怎么会这么帮你呢？认识倒是谈不上，仇倒是有一些。这怎么可能呢？就朕对这小子的了解，这种闲事他是不可能会管的，怎么可能还替你说话？而且朕能看出来，让你娘和离，让你回镇国公府这件事儿，根本就不是我那6岁的儿子能想到的。朕知道了，一定是凤千爵这小子看上你了。臭小子有眼光呀！你从前不是皇上吗？怎么跟我一样八卦？雪儿，今夜就跟我们回镇国公府吧。你3个舅公因为公事没能来参加宫宴，要是知道你回去啊，一定高兴坏了。外祖父外祖母别着急，太傅府还有我娘的东西呢，我得回去收拾收拾，明日傍晚前我就回去。我们太傅府还有你们什么东西啊？还收拾收拾，真是可笑。这么好奇啊？明日你就知道了。第2日，昨夜我让你去找的人找来了吗？找回来了，这会儿正在府外候着呢。依照主子的吩咐，此人不仅是一个极好的画师，还略对机关术甚是精通。那就让他进来吧。他这么年轻，真的可以吗？阁主，属下名叫向开，我们向氏一族从祖上就是研究机关术的，请主子放心。至于画画，是属下的私人爱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对，随便问问，你不要介意啊。我今日找你过来是有一件事儿要交代你。看见这水榭了吗？我要你把这水榭从里到外，里里外外全都画下来，哪怕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这里的机关也要都标志出来记好，如果机关太复杂就拆掉研究研究，装不上也没关系，只要你能研究明白，造出一样的就行。给你1日的时间，你能做到吗？向开震惊地看着贝寻，拆掉研究研究，装不上也没关系，还要造出一样的，他可太愿意了。天知道，除了画画，他最喜欢的就是拆机关了，尤其是这种拆完不用装回去的。1日时间是不是不太够啊？要不
够，时间够，主子放心，属下这就去，保证完成任务。主子，这是夫人的嫁妆单子，还有您让奴婢去镇国公府找来的下人，也都候在院中。既然都准备齐了，那咱们这就走吧。半晌后，我跟明子婉都已经和离了，你也已经不是我的女儿，还留在太傅府干什么？当然是来拿我娘的嫁妆了。南靖国可是有规定的，男女大婚之后，女子的嫁妆归个人所有，就算和离也是可以将嫁妆尽数带走的。怎么，贝大人难道是要装傻不成？嫁妆上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但银子就没有了，都让你娘给你建水榭了和花销了。我娘给我建造水榭一共花销了多少银子，我已经从账房那里拿到了，每一项银钱的去处这里面记得清清楚楚，一会儿我统计一下就知道了。毕竟从你将我娘送走以后，这库房里的嫁妆有没有少谁也不知道。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我娘的嫁妆少了，不管少了什么，还希望你们太傅府在今日内给我补齐。毕竟已经和离，也不能让你们白占便宜不是？金陵此时的脸色不太好看，因为明子婉不在，所以这太傅府的库房钥匙一直都是由他保管。他在这太傅府10几年，想要站稳脚跟，免不了是要使一些银子的。后来他见明子婉母女二人是真的没有回来的可能，就打起了嫁妆的主意。长此以往，就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拿了明子婉多少的嫁妆。怎么，贝大人、青姨娘，这库房不能开吗？不会是里面没有我娘的嫁妆，都被你们给拿走了吧？你去，将库房的门打开，让他把嫁妆搬走。老爷，那个，今天时间有点仓促，我也并不知道大小姐是要来搬嫁妆的，所以这库房的钥匙我没有带在身上。没关系，金姨娘你回去拿就是了，这太傅府就这么大点地方，总会拿过来的。华山，去给本小姐搬个椅子过来，我就坐在这里等着。青姨娘，这椅子都搬回来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站着呢？快点的，本小姐还等着呢。今日天黑前我就要搬完，这太傅府我是多一天都不想待。去让你拿库房钥匙，你没听见呢？还不赶紧过去，省得到时候被人家说我们霸占着人家的嫁妆不想给。华山，将库房的门打开。哦对了，反正贝大人已经降职，今日也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跟着一起清点清点吧，省得以后再生出什么是非。主子，这您还是自己亲自来看看吧。贝大人，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里面放着的东西呢？老爷，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是家里进贼了？进贼啊！华山，报官！别报官，我你就是那个贼吧？金陵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摇着头。我就说嘛，一个妾室，平日里的吃喝穿用，竟比那些有爵位有诰命的正室夫人都不差。原来花的竟然都是我娘的嫁妆。贝大人，您说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太傅府是缺你吃的来是少你穿的了，你竟然去偷拿他的嫁妆，你赶紧给我把明子婉的嫁妆交出来，不然我定要你好看。老爷，你听我解释呀，我真的不是要拿夫人嫁妆花用的，我只是手头有点紧，先借来用用，我会还上的，会还的。你还？你拿什么还？你知道我娘的嫁妆有多少吗？贝雪，你已经不是太傅府的小姐了，还赖在这里发什么疯啊？娘，你怎么跪在这里啊？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了什么呀？那就要问问你那会偷盗的娘了。贝雪，闭上你的嘴，不许你这么说我娘，我娘偷什么了？你自己看看吧，你娘偷的是我娘的嫁妆。贝大人，既然这件事情你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去贝太傅那里说说吧，总不能我娘的嫁妆说没就没了，总要有个结果的不是吗？看看你们是折合银子赔给我呢，还是将搬走的嫁妆给我原封不动的还回来。我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
少一个铜板都不行。你娘的嫁妆，我们太傅府赔。有人赔就行，今日我就要拿走，不管是银票还是物件，可不要拿一些乱七八糟的糊弄我哟。华善，将人带走。这是镇国公府的账房，今日关于嫁妆的所有事情，你们跟他算就行了。快到傍晚的时候，小小姐，老奴刚才稍微注意了一下，这太傅府将大小姐的嫁妆全部补齐之后，剩下的银子估计也就只够度日了，还是挺紧张的那种。你叫我小小姐？是的，小小姐。昨夜老爷和夫人回去之后，马上将府中所有的人全都叫了过去，就连已经休息的都给喊了起来，说以后呀，您就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是镇国公府的主子，任何人啊都不得薄待您，还连夜命下人将小姐从前的屋子给收拾了出来。今天一大早呀，就亲自开了库房，挑选了好多物件放在了房间里。其实备勋早在吴成阁初具规模的时候，就让米峰查过镇国公府，知道他们对明子婉是极具疼爱的。当初父女俩会置气，也是恨铁不成钢和叛逆的心理。所以当太后问他的时候，他才会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儿。四人站在水榭的门口，备勋接过华善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火把，转头就扔进了屋子里。没什么好遗憾和心疼的，今日我要是走了，估计明日那贝梦香就得不要脸的搬进来。我娘留给我的东西，又岂能便宜了他们？再说了，我不是已经让你留下图纸和那些机关了吗？回头咱们再建一个就是了。今日我要是走了，估计明日那贝梦香就得不要脸的搬进来。我娘留给我的东西，又岂能便宜了他们？再说了，我不是已经让你留下图纸和那些机关了吗？回头咱们再建一个就是了。确实没什么遗憾的，小姐的爱子之心啊，自然是不能便宜了那些狗东西。咱们镇国公府可比这太傅府大多了，也是依山傍水。等小小姐回去以后呀，挑一块地方，老爷一定会再给小小姐建一个水榭的。北巡，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娘的嫁妆我们已经给补齐了，就跟你说的一样，一个铜板都没有差了你们娘俩的。你拿着嫁妆不离开太傅府不说，现在居然还在太傅府放火。就算当初是我苛待了你们母女俩，可你现在仗着有皇上给你撑腰，未免也太欺人太甚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拎着水桶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还不快去救火！这水榭要是烧没了，我跟你们没完！对，你们赶紧去救火，都傻愣在这里干什么？我今日就看这火谁敢救。华山，谁敢往里面倒一桶水，你就在他身上刺一剑，人死了算我的。魏成平看着备询嚣张的样子，气得一丝理智都没有了，抬起手就想扇他的巴掌，只听咔嚓一声，魏成平的手腕被活生生的折断了。主子这手都痒痒许久了，今日终于是忍不住了。北巡，你烧了浅月水榭这件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可他毕竟是你爹，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啊？他这手下次要是再敢往我脸上扇，我就直接将他的手给剁下来，省得他那双爪子总是没有地方放。还有，我烧了浅月水榭，你凭什么跟我计较？这水榭可花了你们太傅府的一个铜板，还是你们想将这水榭留给其他人住啊？我告诉你们，别做梦，这水榭我定要烧得干干净净，一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你们留。摄政王府的书房中，主子，您是没看见啊？当时那贝大小姐将贝成平手腕折断的样子，简直是太霸气了。还有水榭的大火，也是贝大小姐亲手放的。属下听见她说呀，要烧得干干净净，一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他们留下。要我说呀，这贝大小姐跟主子您还真是一路人，一对豺狼虎豹，不是，那个，属下是说，一对郎才女貌。备询已经到镇国公府了。已经回去了。快子时的时候，
带着嫁妆一起回去的。他们前脚一走，属下后脚呀就去查看了一下，那水榭烧的真是一颗木头渣子都没剩啊。到后来有些没烧干净的地方，那贝大小姐还让身边的婢女啊去浇了2桶油，见烧干净后呀，才将通往水榭的廊桥也给烧了。他高兴就好。刺杀咱们的人，查得有眉目了吗？对方都是死士啊，追查起来有些困难，但是目标指向南方。南方？难道是南疆的人？是，应该是南疆的人没错。属下还查到，二皇子的一个妾室好像是南疆人。那就继续查。那3个王爷一个也别放过，没一个省油的灯。对了，吴成阁那边怎么样了？属下是以您另一个身份要求见面的，也告诉他们的副阁主是想报恩，可是他们副阁主说咱们认错人了，他们阁主呀是个见死不救的性子，不杀人就不错了，救人是绝不可能救人的。此时，阁主救了鬼市的主子，开什么玩笑？他能干那么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哼，还拿出丹药给对方没要报酬，哎呦呦，就他那小心眼儿，怎么可能不要报酬？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就让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嘿，最近这种人啊，还真是越来越多了。都说了，吴成阁不跟任何势力合作，还一股脑的扑上，真是麻烦。次日，备询在镇国公府醒来，外祖父和外祖母起身了吗？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刚才听下人们说，昨日那2位老人可是等您等到实在不行了才去睡的。2个人刚走到门口，不愧是我的外孙女，烧得好，这一看就随我了，是个不吃亏的性子，我喜欢。寻儿给外祖父请安，给外祖母请安。今日起晚了，实在是寻儿的不是，明日寻儿一定早早的就起来陪儿了。好孩子，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不用来给我们请安。咱们镇国公府没那么多规矩，你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你娘小时候啊，也喜欢睡懒觉，怎么叫都不肯起来呢。外祖母，寻儿还没吃饭呢，您陪寻儿吃，好不好啊？司徒依云一听自己的宝贝外孙女还没有吃饭，那还了得，赶忙让下人去准备饭菜。这一顿饭吃的备询是心里高兴，肚皮儿遭罪呀。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待得有些无聊了。3天后是半年一次的鬼市，主子要不要去看看？就在近郊。去啊！上次鬼市开的时候就因为有事儿没有去成，这次一定要去看看。我说小姑娘，你是不是把朕给忘了？哪能呢？我这几天不是在忙吗？今天才得空。小姑娘，朕听说你要去鬼市，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哎呀，是朕多虑了，你都能看见朕，还能将朕从皇宫中带出来，又怎么可能是一般人？来吧，说说你的八卦，让我高兴高兴。我说小姑娘，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诀传个话呀？什么话？朕能相信你吗？不能，你爱说不说。朕想让你告诉凤千诀，去南疆查查他父亲的身世。凤千诀父亲的身世？剑南宫言不说话。唉，我只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而已，人微言轻啊，跟他又没有交集，连话都没说过一句，贸然去找凤千诀说这种话，你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这天生痴傻的病又犯了，然后将我扔得老远？凤战就是凤千诀的父亲，他其实是被凤家捡来的，而凤千诀从出生就跟他一样，每月的月圆之日都会特别的视线，见人就杀。所以这些年来，朕和他都在不停地查他的身世，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直到朕快不行的时候，才查到
他好像和南疆有些关系。为了保护他们一家，所以朕和凤战私下里是好友的这件事知道的人甚少。不然你不会以为仅凭凤夫人和秋儿的闺中姐妹情，朕就能将兵权送给凤千爵那小子吧？既然您知道那么多，那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问，只要朕知道的对南晋国没有危害的事情，朕都可以告诉你。痛快，本小姐就喜欢你这样的。等回头送你下去的时候，一定跟大师兄帮你说说好话。送他下去？南宫言一头黑线，表示听到这话，我心里感觉怕怕的。那天在宫宴上，我听见我外祖母说他是司徒一族。司徒一族是什么？司徒一族是永漠古国的国姓。永漠古国？不是只有南境、南疆、北海、东洋4国吗？是，地图上确实是只有这4国，但永漠古国也是存在的。你没有发现这4国的名字有些奇怪吗？有南，有北，有东，却没有西。好像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看过地图就会知道，虽说咱们4个国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可西边却是空旷的，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永漠古国。传说中？对，传说中这还是1000年前老祖宗们发现的。在那通往西边唯一的路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永漠古国擅闯者死这8个大字。这1000年来都没有人进去过，唯一出来的人就是你的外祖母。我外祖母那么厉害吗？哈哈，厉害。这我知道，你外祖父很多的兵法和排兵布阵都是跟你外祖母学的。而且当年还有一件震惊4国的事情，以至于现在所有人都对那神秘的永漠古国有着深深的忌惮。但或许是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们忘记了，你外祖母司徒依云才是那永漠古国的人。至于那太傅府一家，呵呵，好日子马上就要过到头喽，朕可不相信你外祖母会放过他们。小姑娘，你答应帮朕传话了吗？传，但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毕竟我话都没跟他说过一句。不过你放心啊，既然我已经答应了，那就一定会告诉他的。你继续往下说啊，到底是出现什么震惊4国的事情啊？你还记不记得朕跟你说过，当年朕帮父皇挡了一剑的事情？记得。那次我跟着父皇御驾亲征，收复被南疆占领的国土，领兵的大将军就是你的外祖父明震。朕记得清清楚楚，朕和父皇陷入了敌人的圈套，是你外祖父拼着命杀进重围，将我们给救了出来。可他自己却中了南疆那些奇奇怪怪的毒。你外祖父只比朕大10岁，当时也就20多，不管军医怎么医治，都没有办法将毒解开，只能用药吊着他的命。这件事啊，不知道怎么让你外祖母知道了。5天后，你外祖母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到军营，握着你外祖父的手啊，一言不发，整整坐了1夜。第2天一早呀，人就不见了。就在我们找人时，前方的探子突然来报，说是还在对峙的南疆军队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势力给打得节节败退。小姑娘，你知道吗？从你外祖母消失后，仅仅2天1夜的时间，南疆军营10万大军尸横遍野，所有人，包括将领在内，无一活口。是我外祖母干的？朕不知道，但应该是他没错。探子当时说的是，那股势力大概只有1万多人，不知道是从哪里突然出现的。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银甲，戴着面具，手中拿着长剑，鬼魅一样的冲到了南疆的阵营里。从他们进去以后，南疆军队的周围突然大雾四起，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到里面，只能听见里面的厮杀声和哀嚎声。第3天一早，
大雾散去的时候，众人才看到眼前的景象，而这时人们才发现你外祖父已经醒了，你外祖母就陪在他的身边。后来你外祖母说他知道这附近有位神医求药去了，你外祖父又护着，这件事儿啊，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可这件事后来还是被传了出去，所有人都说是那神秘的永墨古国的人。贝勋低头想了想，还有2日就是初七了，每个月的初七他的神识都可以回到地府，到时候一定要偷偷的去看看生死簿。那个，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朕想去街上看一看，从朕当了皇上之后，就很少有机会能出宫了。朕想去看看朕治理的国家，保护的百姓。初七的子时，这个罩子会带着你的魂魄回到我这里，这段期间你想去哪都行，鬼差看见这个罩子是不会为难你的。不过皇宫你不能去，那有龙气护佑，所以之前你才出不来。傍晚的时候，主子，吴成阁出事了。什么事？蜜蜂呢？您快去看看吧，蜜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打。其他人已经在牵制他了，可没人能打得过，咱们的人已经伤了好几个了。人在哪儿？去看看。感动我的人还真是想死想疯了。等被寻到的时候，阁主，您可来了，要是您再晚来一些，我们就要牵制不住他了。你去死！堂堂第一杀手居然被人下了毒，你可真是丢死我的脸了。所有人都看见被勋一脚将人给踹到墙里，晕了过去。无城阁里的人很少有见过阁主出手，他们只知道米峰很厉害，但是没想到他在阁主的手里竟然连一招都过不了。阁主，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啊？先绑了再说。哦对了，记得用铁链多绑几道。百味居是一个酒楼，后院有一个单独的院子，是属于米峰的。此时米峰正被五花大绑的捆在床上，一个老者坐在旁边给他把脉。顾爷爷，这货怎么样了？回阁主，副阁主是中毒了。什么毒啊？可能解？老朽并不认识这毒，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毒出自南疆。怎么又是南疆？最近南疆很不太平吗？属下前几日曾听敏峰说过，最近几个月似乎有很多势力想跟咱们合作，其中南疆最甚。蜜蜂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全部拒绝了，可还是不能让他们死心。至于南疆，他们不是想要合作，而是想借着合作的名头慢慢将我们蚕食掉。既然能下毒，那人肯定离着就不远。去叫林一过来，让他将怀疑的所有对象都给本阁主写下来，本阁主马上就去找解药。这个瓷瓶里的丹药在我回来之前1个时辰给他吃一粒，虽不能解了这破毒，但抑制个1时半刻的还是不成问题的。说完转身就带着华善走了。华善看着被寻不怎么好看的脸色，默默地走在他的身后。他可真怕被寻一个心疼，转身回去将药给抢回来了。华善，你知道吗？解毒丹我只有那1瓶，是能解百毒的，就算有些奇毒解不了，也是可以抑制不让人死的。上次给了男人1粒，我都心疼了好几天。这下好了，1整瓶啊，全都得让他给我霍霍了。华善，你说他除了武功高以外，他都不长脑子的吗？怎么就能让人给下了毒了？主子，属下刚才已经让林一好好盯着百味居了，一旦发现有生面孔，就直接绑了。林一作为米峰的左膀右臂，定能查出些什么来。哼，这口气我是一定要出的。地址都记好了没有？记好了咱们就出发。凤千珏和魏泽一身黑衣站在房顶上，看着眼前不远处的大火。主子，刚才那飘过去的红色身影是无尘阁阁主啊？是他没错。那着火的地方是南疆其中的一个据点，主子，咱们还要过去吗？都烧了还过去干什么？看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估计里面已经1个人都没有了。那咱们要查的事情不急这1-2日，你去查查。
看吴成阁为什么要烧南疆的据点，你就不用跟着我了。魏泽应下，看着风清绝消失在夜里的背影。什么叫不急这一两日？明明就是主子你看上人家阁主了，不然还能眼巴巴的偷偷跟在人家后面啊？以前没发现，主子还真是挺内秀的，连上去跟人家说句话都不敢。话音刚落，你刚才说什么？主子，您不是刚走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管得挺多呀。我不是已经将事情交代给你了吗？怎么还站在这里？魏泽看着自家主子不爽的脸，就知道他肯定是没有追到人。魏巡这边在烧了南疆最后一个据点之后，终于拿到了解药。大晚上的，真是辛苦你们了。正在锁魂的小鬼差们听到魏巡的话，吓得一激灵。这小祖宗竟然跟他们说辛苦了，不对，一定有问题。这小祖宗肯定是没憋着好屁。你们回去以后帮我给崔珏那货传个话，就说2日后我回去要看一下生死簿，让他将那个破本子好好的给我放在那里，不许藏起来，事情做得隐秘些，不许让我大师兄知道，不然哼。地府的白夜手中拿着的笔一顿，脸上布满黑线。这小祖宗还真的以为只要他在神识里不是跟自己说话，自己就听不见了是吧？但凡他当初在地府多学一学，也不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自己在他的神识中留下了一丝本源。原本是想着用来保护他的，没想到现在成了偷听的神器。第二天一早，主子，还是您心疼我，那么贵重的丹药您都舍得给属下用。主子，以后属下这条命就是您的了，您让属下干什么，属下就干什么。多亏了您的灵药啊！哎，这灵药是不是您上次从张老头那儿偷顺来的，然后让他撵着您叨叨了1个多月的那个？是吧是吧，属下一猜就是那些丹药里的。本来刚才在您来之前，那瓷瓶里边还剩下3粒的，属下怕浪费，全都给吃了。别说啊，那丹药味道还挺不错的，香香甜甜的。这人呐，要是一门心思的作死，那可真是拦都拦不住啊。果不其然，蜜蜂又被揍了。崔珏呢？这是个皇上，我看这功德光是能转世再为帝王的，你们赶紧带过去。我大师兄呢？他在没在？大人现在不在，好像是去离都了。啊耶！我每次回来大师兄都在，这次他终于不在了。嘿，小祖宗，属下真不是故意要骗您的，都是大人让我们这么做的。在外边的时候，咱们怎么顺着您都行，可是在地府，一举一动都在大人的眼皮子底下，属下不想下油锅。还算崔珏那货听话，要知道只要大师兄不在，我就是这地府里的小阎王。靠，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全都是白纸啊？难道这本生死簿是假的？这也没错呀，对面这少了一块的角，还是300年前我不小心烧掉的呢。难道是我在人间待久了，所以灵力不够了？不可能啊！叶白和崔珏在阎王殿里面。大人，这样真的不会将寻儿给惹急了吗？但凡他从前多用点心血，岂能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对了，寻儿的机缘，在这个位面真的能解开吗？这是寻儿的命簿。前段时间我发现那边的人好像察觉到寻儿的存在了，所以用了半生的功力将他的命簿给撕了下来。想了想，还是交给您来保管比较好。他没想到崔珏居然为了寻儿做到了这个份上。要知道，私自撕命簿不仅仅是要耗费功力，更是要遭天谴的。啊，大人不必担心，属下的功力恢复个300-500年就能补上。至于天谴，雷劫而已，属下受得住。只要寻儿能解开机缘，平安无事的位列仙班，什么都是值得的。此时魏巡根本就不知道两个人的谈话，依旧捣鼓着半个字都没有的生死簿。大师兄，大师兄，你是不是在看着我呢？我跟你说，
我已经感觉到了哟。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要过来找你了啊。他要是能感觉到咱俩此时在看着他，这阎王的位置就可以换他来做了。不管阎王换不换成备询来做，他都要赶紧躲出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那小祖宗发现生死簿被动了手脚，然后就找过来了呢？他可不想每个月的初七都被这祖宗折腾一遍，简直是太吓人了。大师兄，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等我下个月回来，定要看到生死簿。小祖宗发怒了，真是太可怕了。阎王大人，您自求多福吧啊！第二日，备询一早醒来就赖在床上不动，不停地在神识中念叨着叶白，说他一点都不心疼自己，说崔珏那个小气鬼竟然连个生死簿都不给自己看，还说下个月回去一定要找2个人算账，让他们最好提前藏起来。大师兄怎么会不疼你呢？大师兄最疼的就是薰儿了。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大师兄就算3经万年的修为，也定会护你平安。到了中午，这是你的3个舅舅，他们听说你回来了，特意赶紧结束了手头上的事情，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这是你大舅舅名玉年，二舅舅名玉兴，三舅舅名玉轩。司徒依云见备询给3个舅舅见完了礼，你娘20岁生的你，如果现在还活着，也该35了。你们放心，我心里呀都是明白的。如今寻儿回来了，更是我活着的指望。正好今日啊，你3个舅舅都在，那我就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从今以后，镇国公府管家的事情就交给寻儿了。外祖母，这怎么可以？镇国公府应该是大舅母管家才对。你大舅母向来不愿意管这些事情，不然啊也不会随我出去办差。这么多年府中的事情都是你外祖母在管的。你们的父亲今日一早已经将辞去官职的折子递了上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晚明日，镇国公这个世袭的爵位应该就是老大的了。你们2个可有意见？恭喜大哥，我们兄弟2人没有任何意见。这么多年都是大哥一直在帮着父亲管理军营，带兵打仗，这才能让我们兄弟2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哥并不喜欢领兵，只是想让我们开心而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镇国公府我会撑起来的。你们啊，只管去做自己喜欢的。请母亲放心，儿子一定会善待寻儿，绝不会让人欺负了去。虽然我袭了爵位，但这镇国公府永远都是您跟父亲做主。还有婉儿，儿子定不会让那太傅府一家人好过。这件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自己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行了。可是母亲，小妹她……我说不用你们3人管，就不用你们管。你们小妹的下场是我的疏忽造成的。我一直以为她过得很好，所以才忙着一些另外的事情，没有仔细查探。太傅府，我定要他们每一个苛待我女儿的人偿命。最后，司徒依云让其他人先走了，独独将备询留下来。寻儿，外祖母没能及时来救你们母女，你和你娘可曾怪我？外祖母，娘从来都没有怪过您，您别伤心。是我的错，是我太过宠溺她，却没有给她自保的能力，让她任人欺凌。是我想的太多了，以后不会了。寻儿，
外祖母一定将自己能给的一切都给你，不会让你娘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魏巡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懂，最后还是让他看出了司徒依云的疲态，这才起身告辞。主子，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啊？永墨古国的事情，蜜蜂查的怎么样了？永墨古国实在是太过神秘，目前还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但是蜜蜂查到，永墨古国在10几年前好像发生不知道是内战还是什么的，但真实度不详。就这点信息，还是他从一个疯子嘴里问出来的。正是傍晚的时候，福院就收到了管家送来的一堆账本。我还要管理无常阁呢，这些账本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看呢。主子，这话让您说的。无常阁现在已经步入正轨，所有事情都蜜蜂在打理。说白了，在无常阁的管理上，您就是个充数的，哪来的没时间一说啊？再说了，刚才管家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老夫人这是让您学着长家，毕竟将来您可是要嫁人的。那你将来也是要嫁人的，所以咱俩一起看吧。主子，今夜就是鬼市开启的日子，您不是还要去逛逛的吗？逛逛逛，子时一过，咱们换了衣服就去。华山，你确定鬼市在这里？没有带错路啊？没错，就是这里。虽然属下也是第一次来，但是蜜蜂来过，他说鬼市的入口就在这里。魏巡刚想要问怎么进去，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有的是钱，你们凭什么将老子给扔出来？哎，公子啊，不然咱们还是回去吧。要是让家主知道了，您可是要倒大霉的。不行，我就不信了，我今日一定要进去。公子啊，您忘了3个月前偷溜去青楼看花魁，后来被家主知道，罚您劈了1整个月柴火的事情了？我没忘。那您忘了1个月前您偷偷将家主珍藏的酒给狗喝，结果被家主放狗追了3天3夜的事情了？你闭嘴，我没忘。那公子，你忘了？你能不能不说了？我没忘，我没忘，我就是想进去看看而已。魏巡看见下面拉拉扯扯的2个人，扑哧一声笑出了声。不好意思，我实在没忍住，下次一定注意。你们继续。一身红衣戴面纱，你是无常阁的阁主叶芝，对不对？魏巡没有说话。哎，那个，虽说你是近1年才在江湖上出名的，但我知道你很厉害。你能不能带我进鬼市里边？我会给你付很多报酬的。阁下还是自己想办法进去吧，我们素不相识的，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哎，现在咱们不就相识了吗？本公子是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本公子可是……两位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子的脑袋有些毛病，就不打扰你们了，我这就将他带走。本公子的脑袋没有毛病，你脑袋才有毛病呢。这间鬼市有门槛。华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跟我在这打哑谜呢，到底有没有门槛啊？咱们要怎么进去啊？咱们来之前蜜蜂说过，只要咱们往里走就可以，到时候自然可以进去。至于他们为什么没进去，属下就不知道了。那咱们……主子等等我，我来了。你怎么还有脸来啊？南疆的事情你查清楚了？属下这不是怕主子您没来过，特意过来给您当个向导吗？南疆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估计这2天消息就会传回来。哎，主子，咱们还是赶紧进去吧。这鬼市从子时算起只开3个时辰，时辰一到将自动关闭。自动关闭？那里面要是还有人没出来，那怎么办？东西全部留下，人则会被鬼市的管理者给丢出来。见过无城阁阁主，请进。4国中每个鬼市的构造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入口不一样。有的呢是在这破旧的别庄，有的在深山老林，有的甚至就在城中最繁华的客栈里。但是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入口出口都是这种只能容纳1人进入的楼梯，而出口呢则是在其他地方。出口和入口都设置了机关，这是防止有人黑吃黑逃跑用的。所以
很多异常珍贵的和见不得光的东西，江湖上的人一般都会拿到鬼市来卖。虽然会给鬼市交一笔不菲的银子，但却能保证他们的人和货物的安全。华山，你看这鬼市还挺有意思的哈。你要说这鬼市抠门，棚顶上照明的全都是夜明珠，可你要说他大方吧，这连个桌子都不给人家准备，就在地上铺几块破布，划分区域。这么多宝贝就像破烂似的摆在地上，看着真心疼啊。小哥，你这解毒丹怎么卖啊？1万两银子。就这药效还要1万两银子一瓶，这里面撑死也就10几粒，你这是明抢啊！1万两银子1粒。蜜蜂，我那丹药要是卖的话，3万两银子1粒没问题吧？那是救命的丹药，应该没问题。你吃了我好几万两银子。主子，这不是您心疼属下吗？属下虽然没那么多银子还您，但属下这条命都是您的，这不比那几10万两银子值钱多了？魏巡想了想，还是觉得有哪里不对。虽然米峰和华山一直在给自己做事不错，可是每个月他们的月例银子可是不少的呀。哎呀，主子您别想了，您快看啊，前面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属下知道啊，您出门没有带银子的习惯，今日您喜欢什么，只要我买得起，我都买来送给您。这人嘛，送来送去的，欠来欠去的，才能有感情，不是吗？欠来欠去的才有感情吗？风千觉眨了眨眼睛，默默将手中的10万两银票收了起来。就在刚才，他一眼就认出了老张头一直在找的小药炉。这个我能买得起吗？主子您什么都买得起。我的华善姐姐啊，你可真是有钱啊！这以后要是谁娶了你，那可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主子，应该是以后谁娶了您，谁才要笑醒，因为这些本就都是您的银子。您不会以为无城阁一直都是亏损状态，入不敷出吧？我的？对，您的。我有多少银子？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反正跟4国的国库比的话，咱们不虚他们就是了。主子，您是不是看到丹药卖这么贵，良心发现了，所以才想到买下这个小药炉去补偿一下老张头？你是不是蠢？自从上次我顺了他的丹药以后，他就再也不让我进他那个破院子了。我要是不买这个药炉当引子，怎么进去继续顺他的丹药？这药炉子这么贵，我可得好好想想，顺他多少丹药合适，别到时候整赔了。可怜的老张头啊！祝张老头好运。此时，京都西方10里处的一个小院子里，师傅，您是不是风寒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这点儿交给我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感染风寒？一定是那小祖宗要来了。每次他来之前啊，我都要打好几天的喷嚏。哼，我这么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他居然叫我老张头，还每次都顺我这么多丹药，简直什么贵就顺什么，也不知道他长了个什么鼻子，怎么那么好使。你就看着吧，这次我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他再进门了，不然我就不是名满4国的神医，我就不叫张子时，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看病了。师傅，您从小就教导徒儿说瞎话不好。次日，镇国公府，主子不好了，二王爷派人来说媒了。说媒？二王爷，你说他是不是看上了我的万贯家财了？主子啊，您可能想多了，就那个蠢货，怎么可能知道您有万贯家财？他应该是看上了镇国公府的兵权和主子您的容貌了。不过话说回来，属下可是听说啊，自从主子您上次参加完宫宴后，可是有好几个大臣家的公子明里暗里的打听您呢，只不过都被老夫人给拦了下来。小小姐，您起了吗？老夫人叫您过去一趟。魏巡刚走到安院的门口，哎呦，我说老夫人呐，
你还考虑什么呢？二王爷愿意娶咱们家的姑娘为正妃，那可是天大的福分，那是多少人家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而且咱们二王爷心善，南方水患，二王爷主动请旨去赈灾。就王爷这心性，将来咱们姑娘嫁过去，定不会受委屈了去。说这么多话，渴了吧？快喝点茶，润润嗓子。寻儿给外祖母请安。寻儿来了，快来外祖母这里坐。这会儿外面的雪还没化，这一路过来冷不冷啊？寻儿不冷，不知道外祖母叫寻儿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这是官媒，二王爷派来说亲的。小小姐啊，咱们二王爷，我听说半年前二王爷新阅兵部尚书府那双胞胎嫡女中的一个，可是有这么回事啊？那个，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儿，但这不是最后两个人没有缘分吗？哦，原来是没有缘分呢。小姐，这哪是没有缘分啊？明明就是那二王爷想将人家双胞胎嫡女全都娶回府中，一个做正妃，一个做侧妃。这种好事儿，别说是二王爷了，就连先皇的先皇都没有娶过谁家的双胞胎女儿。这都是别人瞎传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本小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跟二王爷不同路而已。那小小姐的意思是，总得让老奴回去有个话不是？其实我没有什么意思，但你应该知道我娘和贝成平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成婚，对方做不到像我外祖父一样不纳妾，那就免谈。哦，对了，还有，长得丑的也不行，毕竟后半辈子都要对着一个人呢，总得长得俊俏点儿。我要求也不高，长得跟摄政王差不多就行了。这镇国公府的小姐也太敢说了。先不说这老国公和老夫人的感情这么多年在京都有多少人羡慕，有多么的可遇不可求，就说这长得像摄政王一样，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找婆家的话，这镇国公府的小姐怕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媒人走后，寻儿不必在意，那二王爷本就不是个好的，不是个良人。你的婚事我已经和你外祖父商量过了，咱们不着急，慢慢来。对了，外祖母让你看的账本，你看的怎么样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被寻正一个脑袋两个大的时候，管家就差人送来了一个请帖，这才救了他马上就要短路的脑子。半个月后兵部尚书那双胞胎嫡女办的赏雪宴，哼，外祖母你看啊，这人呢还真是不经念叨。寻儿想去就去吧，这兵部尚书曾在你外祖父的手下待过一段时间，人很不错。据说将2个女儿和3个儿子教养得也很好。寻儿刚回来，也该出去交几个朋友。红山，以后你就跟着小小姐吧，把她当成我一样，以后她就是你的主子。是，属下遵命。本王听说南宫恒请了媒人去镇国公府说媒，结果如何了？自然是没成的。至于理由，一个是因为半年前二王爷想同时娶了兵部尚书府那2个嫡女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就让这贝大小姐给知道了。还有就是说以后的良人要像老镇国公一样不纳妾。另一个就是贝大小姐说她得找个好看的，毕竟要对着看一辈子，要求也不高，长得像王爷您一样就行。这个要求不高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自然是贝大小姐说的，属下可不敢乱说。只这一条，本王觉得她可能是嫁不出去了。半个月之后，镇国公府小小姐到。我是林然，这是我妹妹林若，
我们在宫宴上见过的，可能你对我们没有印象，但是我们两个可喜欢你了。对啊，可喜欢你了。我们叫你雪儿可好？你刚回京都没多久，可能有些陌生。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雪儿，就将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嬷嬷你看，老三看上的女子还真是与众不同。这么多人为了跟她比美博人眼球，大雪天都恨不得穿纱衣。可你看那贝大小姐，怕冷怕到将自己穿成个毛茸茸的球，并且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真是可爱死了。老三的眼光好啊，就这种心性的女子，我真是看见了就喜欢。就是不知道她那完犊子的样儿能不能打动人家小姑娘的心。香儿，自从上次宫宴以后，就很少见你出门了。后来听说太傅府失火，整整烧了一夜，你没事吧？我大哥可是担心的紧呢。老姐姐担心了，我没事，只是被寻住的水榭在他离开那晚被烧了，其他的倒是没有受到波及。被烧了？不是失火吗？不是失火，是被寻在离开太傅府之前放火烧的。天哪，放火烧自己家？他住过的地方别人就不能住了？还在离开前放火给烧了？真是太恶毒了。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人。贝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也知道话不能乱说啊？那你刚才干什么呢？我恶毒？我娘用嫁妆给我建的水榭，我走前烧了，就是我恶毒了。太傅府苛待我们娘俩，他贝大人的庶女还觊觎我娘给我建的水榭，三番两次的吵着要住进去。我跟太傅府都没有关系了，我娘留给我的水榭，我不想便宜了别人，我带不走，我烧了还不行吗？既然你这么大方，那你将你娘给你准备的嫁妆、衣衫首饰什么的，全部都送给你那个庶妹多好呀！将来嫁个好夫君，也将你的庶妹啊、丫鬟呀什么的带过去一同侍奉。毕竟姐姐你心善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贝雪，你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要住你的水榭了？你别在这儿血口喷人。贝某香，你别跟我说话，平白拉低了我的智商。你当初在我水榭门口骂了一个早上的事情，你还真以为传不出去呢？你忘记了我水榭隔壁不远处是谁的府邸？哼，要是没有你早上那一骂，估计你爹还不能那么快就收到训斥的圣旨呢。说起来，贝大人还得多谢你。贝雪，怎么说你都是香儿的嫡姐，怎么能这么欺负香儿呢？皇上都说我以后跟太傅府再无瓜葛了，我哪来的妹妹啊？如果你没聋的话，是他们先说我恶毒的，你听不见吗？再说了，你一个明知道自己表哥有未婚妻还勾引人家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贝雪，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勾引表哥了？你今日在这坏我名声，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等我回去就禀明爹娘，定让你镇国公府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就好好坐着，站起来干什么？一会儿动了胎气，岂不是要怪到我头上了？还是说你是故意的想碰瓷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么多双眼睛可都看着呢，我可没动你啊，他们都能给我作证的。这裴三小姐的表哥是谁你知道吗？我知道，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不过据说年初的时候先皇已经给他赐婚了，是太史令家的千金易从陵，两个人就等着来年成亲呢。如果真的跟贝大小姐说的一样，那裴颖岂不是要过去做妾？贝寻，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有镇国公府为你撑腰，但此事事关一个女子的名节，还希望你能为你的口无遮拦给颖儿道歉，不然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的。贝寻，
虽然我们流着一半相同的血脉，但是我贝梦香绝对没有你这种信口开河、毁人名节的姐姐。安叔叔，我看这天好像阴了下来，怕是要下雪。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先带着妹妹们回去了。如此也好，那我们一起过去吧，正好我娘也在那边暖阁。哎，嬷嬷，你听见没？被寻那丫头说裴英有了身孕，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呀？那如果是真的，恐怕那裴小姐自己应该都不知道。这下可热闹了。哎，那群兔崽子们怎么过来了？我还没听完呢，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哥，我们被人欺负了。贝大小姐，你同样身为女子，不知道你刚才的言论对一个女子的伤害有多大吗？说一个还未成婚的女子有身孕，你这是想活活逼死她呀？就算你们之间有口角，你也不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啊！这件事如果礼部侍郎真要追究起来的话，就是镇国公府，怕也讨不到好吧？俊文兄，如果没错的话，最开始先说人恶毒的应该是令妹吧？就好像谁没有哥哥似的。念琴那是就事论事，这两者怎么能一样？见过双标的，没见过这么双标的。怎么，你妹妹就事论事说人恶毒，我就不行了？你离开太傅府前烧了水榭，也不让香儿住，还让自己已经不在了的娘跟自己的父亲和离，不是恶毒是什么？难道我还说错你了？刚才你是聋了不成？薰儿都说了，那是他娘用嫁妆给他建的水榭，他不想便宜别人，说了有错吗？这也就是薰儿心善，要是我被太傅府苛待那么多年，自己的娘还是被苛待郁郁而终，别说一个水榭了，看我不一把火将整个太傅府都给点了。还有，人家父母和离是皇上和太后做的主，难道皇上和太后也恶毒？是啊，要是我也肯定不会将水榭留下来给别人住。就是的，自己娘亲给自己的东西，凭什么白白便宜了别人呢？你们刚才没听见贝大小姐说吗？是那贝梦香非要住进去，还因此在外面骂了一个早上，最后隔壁御史家都听见了，这才参了贝大人一本。贝大小姐说的没错，尚小姐你那么心善，怎么不将你娘留给你的嫁妆分给你的叔妹们？分给叔妹？哼，各位姐妹可别在这说笑了，咱们谁不知道，这吏部尚书的嫡女对自己那几个庶出的妹妹一直都是极尽打压，几个叔妹的身上时常不是青一块就是紫一块。以前我也只是听说，要不是上次我的丫头出府给母亲抓药，正好看见了她的叔妹偷偷去医馆，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她居然是这样的人。表哥你今日也在，北巡说我勾引你，你快出来告诉他们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话没说全，我可不只说你勾引你表哥，我还让你小心点，别动了胎气，最后赖到我头上呢。陶如良听到贝寻的话之后，脸色一下子就黑了。如果说裴颖勾引他，那对自己尚且没有多大的影响，可如果说裴颖有了身孕，那就不一样了。自己已经被赐婚，又把自己表妹搞大了肚子，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他的官运也就到头了。摄政王到！见过摄政王，摄政王千岁。都起来吧。那个是谁家的小姐啊？赶紧擦擦嘴角，哈喇子都要流到地上了。还有那个，对，就你，眼睛眨一眨，啊，对，眨一眨，不然一会儿眼珠子飞出去了。啊，哎，那边那个，赶紧拦着你家小姐一下呀！没看见她一步一步的往前凑吗？摄政王身边的侍卫脸都要绿了。这丫头是在幸灾乐祸，看不得我好，幸灾乐祸是不是？哼，贝小姐今日穿的真是好看，本王觉得跟本王这身很是般配。臣女多谢摄政王夸奖，臣女，哎，这是贝承平的二女儿贝尔小姐。哦，贝尔小姐误会了，
本王刚才说的是贝大小姐，贝寻。贝尔小姐还真是敢想。我配，我跟你配，我配。摄政王天人之姿，小女不敢跟摄政王般配，小女配不上。本王说你配你就配，不配也配。我配，我配。本王本来跟各位大臣在旁边商议2月后太后寿诞的事情，礼部侍郎家的丫鬟突然来找裴侍郎说出了大事。你们不用在意本王，处理你们的事情就行，本王只是过来看看而已。贝大小姐口出恶言，辱我名节，还望摄政王给臣女做主。如果不能还小女清白，那小女今日就撞死在这场雪宴上。呵呵，别急，一会儿啊，就是你不撞，你爹也会拎着你去撞的。回摄政王，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尚小姐和裴三小姐先说贝大小姐将水榭烧了也不给贝二小姐住，还让自己父母和离，很是恶毒。贝大小姐这才说水榭是她娘给她建的，贝二小姐非要住进去，她不愿就给烧了。至于父母和离，是皇上和太后做主的。贝大小姐做的没错，如果是本王的话，也会和贝大小姐一个做法。自己母亲用嫁妆给自己建的东西，凭什么给别人？这不，本王站贝大小姐。至于和离，是皇上和太后的意思。怎么，你们谁有意见？臣女不敢。臣女不敢。既然不敢，就管好你们各自的嘴。嘴这么碎，将来嫁去别人家岂不是要家宅不宁？是臣教女不善，回去定当好好管教。可贝寻说裴小姐勾引自己的表哥，还怀了身孕，这毁人名节的话又怎么算？那你到底有没有勾引自己表哥？你表哥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已经跟太史令家的嫡女赐婚，等着来年成亲呢。臣女没有勾引表哥，还请摄政王还臣女清白。清白？你还有清白？还真是敢做不敢当啊。贝大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跟表妹清清白白，容不得你诬陷。我诬陷你们？孩子都有了，我诬陷你们啊？我可不像你们，你们不做人，我还是要做的。贝大小姐，你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吗？要知道，一个女子的清白可是很重要的。要真是你信口雌黄，就是本王也护不了你。贝寻低头又翻了一个大白眼儿，以为没人能看见。这敢跟本王翻白眼的，你可真是第一人。忍住，娘说了，让我照顾着小祖宗，我忍。我敢说自然就敢负责，找个府医把个脉就知道的事情，用不着在这叨叨个没完。一炷香之后，回摄政王，这位小姐确实是喜脉。啊，不可能，你是不是把错脉了？我怎么可能有身孕？老奴的父亲曾是御医，更何况只是一个小小的喜脉，是绝对错不了的。如果小姐不信的话，可以请附近别庄上的府医来看看。怎么可能？就那么一次，怎么可能这么巧？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居然说这孩子是谁的？是不是有人强迫你？我好像记得寻儿你说他勾引的是他表哥。摄政王明鉴，臣并没有跟表妹做出格的事情，表妹肚子里的孩子跟臣无关，先皇已给臣赐婚，臣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哈，表哥，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明明说你喜欢的是我，赐婚是逼不得已，等你大婚后会将我迎进府中做嫔妻的。表妹慎言，先皇既然赐婚，我又怎么会迎你做嫔妻？这不是对先皇的不敬吗？再者，你说孩子是我的，
你可有什么证据？证据他没有，唯一的证据就是肚子里的孩子。既然贝大小姐说的都是事实，那就不存在毁人名节的事情。你们的家事本王不想管，但是本王和贝大小姐有缘，看不得有人欺负她。你这狗，就看不得我好是不是啊？难道你不知道你今日这话传出去，我以后就要成为这京都的猴戏了吗？要不是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身影，不然按着娘的意思娶了她也不错，至少她比其他那些个一个个像是复制出来的官家小姐有意思的多。魏巡朝着蹲在他旁边不远处看热闹的小鬼差笑了笑：“你，给我上！我上不去。你瞅我干什么呀？你倒是上啊！”小祖宗，我上完了我就要下油锅了。魏巡抬手摸了摸鬓边的头发，吓得小鬼差脖子一缩，咻的一下飘到陶荣良的身后。别人倒是没有什么，只有凤千珏觉得这暖阁的气息好像突然间有些不一样了。不能啊，这鬼气一般人可是感觉不到的。凤千珏这是什么状况？梁哥哥，难道你忘了我了吗？你不是说高中之后就回来娶我吗？谁在说话？阿良，你好狠的心啊！居然为了娶官家小姐，狠心将我推到湖里。我肚子里可是你的骨肉啊！陶荣良，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要生生世世都缠着你。阿良，下来陪我吧，我在下面好寂寞啊。众人看着不知道为什么脸色大变的陶荣良，就连凤千珏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只有魏巡老神在在的啃着果子看戏。谁？你是谁？有本事你出来啊！别在这装神弄鬼的。这探花郎是怎么了？难道是缺德事儿做多了遭报应了？呀，探花郎，你身后怎么站着一个白衣女子啊？全身还是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别找我！我已经在寺庙里给你立了牌位，让你收了香火，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我？是你为了荣华富贵杀了我，给我立牌位，只是为了你自己安心。我在下面受苦，你为什么不来陪我啊？我错了，我不该将你推到湖里，我也是逼不得已呀。剑皇给我赐福，我不敢抗旨。你胡说，是你贪恋权势，说自己尚未婚配，先皇才会给你赐婚。赐婚后，你以回家告慰祖先为理由，将怀有身孕的我推到湖里，然后安心回来做你的探花郎，等着娶官家女。我今日一定要让所有人看清你的真面目。瞬间，暖阁里一片寂静，虽然没有人能听见其他声音，但都被陶荣良的反应吓得脸色惨白。没事儿，不用怕，大师兄那儿有我在，我保你。阿良，来陪我吧，陪我和孩子呀，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团聚了。你放心，这里的其他人都跟我无冤无仇，我不会为难他们的，我只想要你。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求你放过我吧。啊，表哥，你在说什么？你将谁推到湖里了？大家都看见了，这陶荣良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不止骗过一个女子，颖儿一定是受他蒙骗的。还请摄政王做主，查明真相。这种人怎配在朝为官？今日刑部侍郎也在，这件事交给你去查吧，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好了，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家事了，本王就不管了。天色不早，都散了吧。啊，那个贝大小姐，雪天难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让安叔送你回府，也好有个照应。对，我送你回府，还有我2个妹妹，咱们顺路。还是本王送贝大小姐吧，本王也顺路。
这货该不会知道当初是我散布他要娶妻的谣言了吧？好吧，我只是个臣女，你是摄政王，你说了算。送就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狗媒婆要干什么。贝大小姐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我刚才胡说的。哦，是这样啊。那看来是本王多心了。本王听说贝大小姐是天生的痴傻，不知道是哪位神医给治好的。没有神医，睡一觉自己就好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相信。就在这时候，凤千觉得脸色突然变得很不好看。王爷，您是哪不舒服吗？凤寻突然想到了南宫言的话，每月的月圆之夜。我操，见人就杀，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不对，今天是14啊，明日才是15，这是提前了。什么命啊这是？那个外面那个赶车的，你家王爷好像有点不舒服，你要不要进来看看？王爷，王爷，你还能坚持住吗？本王还有事情，贝大小姐自己回府吧，马车给你，本王先行离开。说完钻出马车，一闪身就不见了。树子，这是什么情况啊？华山，咱们的马车上有我的红衣吗？哦，有，属下怕主子临时要用，所以每次主子出门的时候都会在马车里备下一套。走，带你看热闹去。什么热闹啊？今日赏雪宴还不够热闹吗？那算什么热闹？我带你看人变身去。华山，你说这凤千诀会不会变成狼啊、豹啊之类的？不会吧，看样子应该是中毒，而且有些年头了。主子要是实在好奇的话，要不属下先下去看看。正在这时，两人看着一个身影从山洞里面倒飞出来，又起身冲了进去，几息之后又被打了出来。1、2、3、4、5、6，这人行，真筋大。这要是换成米蜂，估计早就躺地上装死，说什么也不起来了。其实遇到个好主子真的挺难的。我从小就被卖到专门训练暗卫或者死尸的组织，训练好之后再被主家挑走，那里从来都不把我们当人看，挨打受罚试毒更是家常便饭，能活下来的都是命大的。我可是个好主子啊。王爷近半年来发作的越来越严重了，这次更是提前了1天。要是自己不进去用内力帮他压制，这山洞他是要困不住他了。如果真的是那样，后果他不敢想。摄政王果然是能力滔天啊，不仅在朝政上运筹帷幄，你和你身边的护卫更是一眼就将本阁主给认出来了，真是有点意思。本王虽是摄政王，但也是将军，对江湖中的事情还是知道一些的。更何况吴成阁近1年在4国风头正盛，本王就是想不知道都难。打我？可去你的吧！哎，一脚不够，那就2脚。我就说嘛，怎么可能踹不动啊？凤千却好像被这2脚踹得有些回过神，随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赶忙转身向后看去，见贝寻稳稳地站在那里没有受伤，这才松了一口气。阁主还是快离开吧。我离开，然后让他们把你的双腿打折吗？反正本阁主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做，就留在这里踹踹你也挺好的。阁主好像很怕冷。现在可是深冬，这还有这么大个寒池，能不冷吗？本王的披风在那边，没有被淋湿。阁主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先披上。这寒池已有100年，你一个女子待在这里，对身体不好。不介意不介意，江湖儿女哪那么多讲究。喂，你还能不能行了？阁主，2粒丹药治好你，1粒1万两，可要？要，多谢阁主。给，这么好的丹药，便宜你了。
说完转身就往洞口走去。阁主，启留部，您不知道，我们王爷他现在……我是无尘阁的阁主，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你们两个好好待在外面，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进来，不然被打死了，我可没有丹药救你们了。魏泽，别再进来了，其他人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如果最后真的控制不住我，就将我的双腿打断。几息后，凤千诀没有听到回应，费力地转过身。他怎么会在这儿？不对，他应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才是。本阁主在这附近办些事情，路过此处，正好看见你的护卫来回来去的飞出去，觉得好奇就来看看。本王中了7毒，现在正是毒发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阁主还是出去吧，免得误伤了你。哎，你这毛病是中毒了吗？本王也不知道，从出生就这样了。魏巡正在想着怎么才能将话题引到他父亲那儿，毕竟自己答应了南宫岩要转告他的。会不会是遗传啊？阁主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这么明显吗？你也知道无尘阁的买卖以情报为主，所以本阁主确实是查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确切的说是关于你父亲的事情。本王愿闻其详。哼，你当我无尘阁的消息是白拿的不成啊？这么重要的消息，10万两银子，1分也不能少。魏泽，滚进来。王爷，你怎么样了？可是有什么吩咐？拿10万两银票给阁主。阁主，我这里暂时只有7万两，剩下的3万两等回去之后马上送到无尘阁的产业，行吗？魏巡点点头，然后指了指外面。不是看热闹去了吗？该打劫了。本阁主查到，王爷你的父亲可能跟南疆有些关系。南疆吗？其实本王也查到了一些，只是不确定而已。既然阁主也这么说，那南疆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这身上好像还有些别的东西啊。什么东西？魏巡没有说话，只是使劲地闭了一下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这是什么？阁主在说什么？啊！魏巡突然感觉到神识中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差点让他原地晕倒。阁主，你怎么样？我没事，只是突然头疼而已。别说啊，你身体里的东西还真是有些意思，竟然连我都看不明白，而且还会攻击人。不知道阁主说的是什么？反正不是你能看见的东西就对了。有些东西说出来就比较匪夷所思了，我可不想被人当作神棍啊。还有，叫我叶芝就行了，不管怎样，现在也算是认识了。好，那你也别叫我王爷了，就叫我名字。对了，什么叫把你当神棍？如果我说我能看见你的灵魂，你相信吗？凤千诀一愣，看，这不就是将我当成神棍了吗？不好意思，除了国师之外，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第二个说自己能看见灵魂的人。国师？那是个什么？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其实咱们南境国是有国师的，在宫中还有一处他专门的宫殿，只不过他常年都四处云游，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也是在很小的时候，父亲领我去见过一次。去见国师？算命去了？其实我对你们这个算命什么的还挺好奇的，他一个凡人到底是怎么看出来命数的？凤千诀好像抓住了什么。你们凡人，那他是什么？只不过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聪明的没有去问。国师说我的灵魂上有一层薄雾，他看不见。哼，果然是骗子。凡人当然看不见命数了，如果随便谁都能看见，那还要天道法则干什么？你好像知道不少。曾经被一个有点厉害的人教导过，稍微懂得一点点。
其实国师真的是一个高人，虽然他看不出我的命格，但是却说我父亲身上确实是毒，而且是从出生就被下了的毒，可不知道是被谁给压制了下来，才得以存活。至于我现在的样子，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毒素，剩下一大部分却是命数。国师还说等毒素解开，其他的就是机缘了。你的灵魂上确实有些问题，不过我看不太懂，可能你现在状况跟你灵魂上有些关系，也说不定。既然相识一场，等有机会我帮你看看吧。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北巡表示，虽然我很想帮你，可奈何大师兄和崔玉那俩玩意儿不做人呢。国师在每年过节的时候会回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好呀，到时候你去真香阁留话就行，到时候我会去找你的。你现在已经发作过了，今天是15，应该没事了吧？应该是没事了，就算再发作也不会这么严重，魏泽他们就能解决。这次真是麻烦你了。那我就走了，后会有期吧。镇国公府。寻儿，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冻着啊？外祖母，没事的。昨夜马车坏了，天又冷，所以我就在那附近随便找了个农庄住了下来。今日一早，华善重新找了个马车，我们就回来了。您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红山，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个，红山也是挺懵的。他从小跟在司徒依云身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岔子，怎么昨晚就能将人给跟丢了呢？明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怎么就感觉自己那一段记忆就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主子，属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日赏花宴上的闹剧结束了以后，摄政王说要送小小姐回府，可是走到半路的时候，摄政王可能是有什么急事，突然就带着他的侍卫离开了，还将马车留给了小小姐。小小姐身边的华善是有功夫的，而且内力在属下之上，所以属下并不敢离得太近。属下看见小小姐从摄政王的马车上下来，让车夫赶走马车后，就回到了咱们自己的马车上。剩下的事情，属下就不知道了。等属下回过神来的时候，就看见咱们府上的马车坏在了半路。你是说，有一段时间你走神了？确切的说，就像失忆了一样，属下根本就想不起来那段的事情。我知道了，以后小心一些。外祖母安排的人没问题吧？主子放心，那是张神医从前给配的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也不会对人体有所损伤。魏巡听见华善提起老张头，瞬间就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呢。但是因为昨晚一宿没睡，这会儿要先去补觉，等明日再去吧。第二日，师傅，您就是染了风寒了，不然怎么可能一直打喷嚏呢？我没有啊，我是神医，难道连自己有没有染上风寒都不知道？绝对是。老张头，快给我个避毒丹，让我进去。做梦吧你！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进来的。你真不让我进来，我给你带好东西了。哼，你就是给我带天上的仙桃，这个门我也不可能让你进来。哦，这样啊，那好吧。华善，我肚子饿了，你去将马车上的炭炉搬下来，咱们在这儿煮个粥喝喝。哼，你爱煮什么煮什么，反正我不出去，也不让你进来。你这个黑心肝的，休想！哎，住手！快住手啊！哎，华山啊，你看这人可真是的，咱们上赶着给他送东西都不要，不要就算了，咱们俩自己留着用。我要！这水是不是快开了？赶紧将米放进去。听说这小药炉熬东西可好了，不知道熬粥怎么样？哎呦，我的小祖宗哎！
还有大枣、莲子、桂圆，每样都抓一把。这小药炉确实是有点小了，估计也就够咱俩一人一碗的。别，快别放了！哎呦，住手啊，你们两个！花善，你别说，这小药炉的火还挺匀称，一点都没有糊锅。闻闻，多香！我都饿了，一会儿再熬一药炉。小祖宗，你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快别熬了，那是药炉，不是大锅。真香啊！原本觉得这小药炉花了我20万两银子，我还挺心疼的，没想到熬粥这么好。哎，也不知道熬完粥以后还能不能熬药了。张子时再也忍不住了，打开小院子的门，一个箭步冲了过来。老张头，你要是想喝，得等下一炉了，这一炉只够我跟华善2个人的。小祖宗，你进来，你进来，我马上呀就将院子里的毒气给散了，立刻，马上。贝寻想着，这可是好东西，一会儿多拿点。小祖宗，你进来吧，啊，快进来吧，快呀！刚才我是挺想进去的，不过现在不想了。小祖宗，那你现在想干什么呀？想喝粥。你喝的那是粥吗？你喝的是我的命啊！刚才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您堂堂郑国公府小小姐，还是无城阁的阁主，怎么会跟我一个小人物计较呢？不，我这个人是一点委屈都受不了的，睚眦必报，绝不吃亏。哎呦，小祖宗，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的。你说，我就是带了天上的仙桃，都不可能让我进去。我的意思是说呀，我哪能收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要是带了礼物呀，我都不敢让您进门，我是这个意思。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还说我是个黑心肝的。我是想给您请个平安脉，看看您的心啊肝啊有没有问题。你也知道我是神医，咱们有病治病，没病保养嘛。小祖宗，我最近研制出的解毒丹啊，比从前的更好，还有避毒丹啊、迷药之类的东西，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没有的。您赶紧进来选选，看上什么呀，全都拿走。真让拿？真让。不心疼？不心疼。不能我拿走以后你撵着我逼逼吧？绝对不逼逼。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话，华善，走，咱们进货去，去马车上将我早上准备的袋子拿下来。哎呀，我终于找到这个小药炉了。当年这个小药炉被盗以后，老祖宗连走的时候都没闭了眼。不得不说呀，还得是阁主您这袋子是不是略微有些大呀？贝寻听见张子时的话，朝他怀中的小药炉看去。不大，一点都不大，一个麻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这儿还有。不用麻烦张神医，这样的麻袋主人的马车上还有6、7个，够用了。贝寻给了张子时一个你最好把嘴给闭上的眼神之后，大摇大摆的就去了他的后院。师傅不好了，咱们家来土匪了。那2个土匪拿着麻袋，将您后院那一排屋子里的丹药全都拿走了，一瓶都没有剩下，就连空瓶子都晃了好几遍呢。没事儿，让他们拿，你去盯着点。师傅，这次是真的不好了。那2个土匪又拿着几个麻袋，将您密室里的丹药也全都拿走了，3个密室连个毛都没有剩。你是说密室里？对啊，就是密室里，3个密室全都被打开了。老张头，这次真是让你破费了。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还要找个怼药材的那个东西，跟这药炉差不多，纯黑色带暗纹的，对吧？等我找到了还给你送来哈。那叫药臼，不着急找，那个玩意儿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哎，那不也是你们张家几代传下来的东西吗？真不要了？你确定你家老祖宗不能半夜上来找你聊聊天儿？张子时心里苦，怎么可能不要？关键是就您这种办法，我怕我要不起啊。那就麻烦阁主了，从今日起啊，
我多做些丹药。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让华善姑娘来说一声，我绝不推辞。这就对了嘛，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谁要是将你们张家的小药炉找到了，谁就是你的恩人。行了，你也别这么客气了，不用送我们，留步吧。对了，多做些丹药，因为我有种感觉，你那怼药的玩意儿就快要找到了。好的，那我就不送了，您慢走啊。薰儿啊，再有半个多月就是太后的寿诞了。太后的寿诞和年节就差了2天，太后不想铺张浪费，所以就跟年节一起过了。外祖母这里有些银子，你拿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衣裙首饰之类的，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到时候外祖母会跟你一起进宫。别怕，要是遇到太傅府那几个不要脸的，自有外祖母给你撑腰。外祖母，这是寻儿认识的一个神医炼制的丹药，强身健体的，1天1粒，您就当糖豆吃着玩。不过还有的是，不用省着。还有这几瓶是给外祖父的，寻儿知道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外征战，落下了不少病根，这些都是对症的，用法已经写在上面了，您要叮嘱外祖父按时吃啊。魏勋离开之后，司徒依云好奇地打开丹药瓶子吃了1粒，瞬间愣在了原地。老夫人，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小小姐送来的丹药有问题啊？要不要老奴去找府医来看看？这是张家的丹药。张家？是那个张家吗？对，就是那个张家。没想到张家居然还有后人在，好啊，真是好啊！薰儿居然能认识张家的人，是个有福气的。下午，魏巡带着华善2个人出去逛街。哎，那是不是贝梦香啊？主子，给您，这是百味居掌柜家刚下的小狗，我看着好看就给你抱过来了，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您。哎，您站这儿看什么呢？他还这么小，也不知道找个被子给他包起来，冻死了怎么办啊？我用内力给他暖着呢，冻不着他。华善姐姐，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喏，看那贝家2小姐不知道抽什么风，带着丫鬟都在这转悠好几圈了。嗨，他在这等摄政王呢，都好几天了。等凤千诀，他俩好上了？看，主人，你说摄政王看上那蠢货，人家狗都不乐意了。我是这个意思啊。那贝梦香自从上次宫宴之后就看上那摄政王了，然后上次赏花宴，你们回来的时候不是都半路离开了吗？摄政王的马车就空了出来。那贝梦香知道摄政王府的马车在后边，故意让自家马夫将马车陷进雪地里，然后在那儿等着劫车。摄政王府的车夫不敢做主，其他人家的马车又早早的走了，最后扛不住贝梦香的软磨硬泡，只能让他跟他一起坐在马车的外面了。这贝梦香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不在马车里，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冻得回去就发起了高烧，差点没将人给烧傻了。这不，在家里养了1个月，好了之后呢，就开始在这儿等着偶遇人家摄政王，说什么要感谢人家的帮助呢。感谢人家的帮助，估计人家摄政王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吧。如果真让摄政王知道了，估计那车夫少不了一顿罚。他这哪是感谢人家呀，这分明就是恩将仇报嘛。快躲开！哎，说你呢，谁家的小姐啊？这不想活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当街拦马车，穷不起了，在这碰瓷呢？瞎了你的狗眼，也不看看这是谁的马车？发生何事？回禀王爷，前面有个女子拦了咱们的马车，要不是咱们速度不快，现在怕已经撞上去了。臣女是太傅府的小姐，排行第2。我父亲是贝承平。有事？臣女
臣女是来感谢摄政王的。感谢本王？你是不是谢错人了？那日赏雪宴回来的途中，臣女的马车不小心陷进雪地里，最后还是搭了王爷的马车才能回来。王爷，奴才那日并没有让贝尔小姐上马车，而是跟奴才坐在马车外面。这辆马车？不是，那辆马车自上次赏雪宴后就再没有用过，还在府里。回去将那辆马车劈了烧火，以后再搭乘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你也就不用留在王府了。贝尔小姐，奴才好心好意的搭您回来，可是您怎么恩将仇报啊？麻烦您让让，以后呀离王爷的马车远一些，不然照您这种碰瓷儿的方法呀，摄政王府的马车估计全都得送去劈柴了。王爷，臣女只是……还不走？走，马上就走。麻烦贝尔小姐让一让。不躲开就撞过去，敢当街拦本王的马车，撞死也是白撞。凭什么他被寻就能被摄政王送回去，自己就搭乘了一下马车，还是坐在外面，那马车就要被劈了烧火？自己比被寻差了什么？哎，你们听见了吗？刚才这贝尔小姐说她赏雪夜那天回来搭乘的是摄政王的马车，真的假的呀？我也不知道啊，但那天咱们也在，摄政王最后不是送了贝大小姐回去的吗？这个我知道，我特别的知道。那天从别庄出来之后啊，我跟我表姐多说了几句话，耽误了些时辰，所以啊，我是最后走的。当时贝梦香的马车就在我前面不远处，走得慢慢悠悠的，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在我的马车跟他并排要超过他的时候啊，就听见他跟他的车夫说，让车夫在前面将马车陷到旁边的雪地里。我这人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好奇呀，就让车夫慢点走，看看他要干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了，他就是为了故意劫摄政王的马车。可笑的是啊，他没想到摄政王根本就没在马车里，车夫不敢让他进马车。最后啊，还是看在贝大小姐的面子上，车夫才让他坐在外面，将他送回了太傅府。后来啊，听太傅府上采买的人说，贝尔小姐从回去就开始发起了高烧，这不刚好就出来跟摄政王刷存在感了。谁知道人家摄政王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你们说他是不是个笑话？狠毒的看了一眼黄衣女子之后，转头就带着丫鬟快步离开了。米峰，最近关注着点贝梦香，还有那边那个穿黄衣服的女子。主子，刚才米峰让人送了消息来，说凤千爵派人来传话，正告诉您说国师回来了，现在人就在摄政王府。让米峰告诉凤千爵，今晚我自会去摄政王府找他。还有什么事？那个主子，米峰让我跟您说，他还没见过国师呢，也想去凑凑热闹。这个货，可不让他去，难道他就不去了？他要是不去，晚上能睡得着觉吗？罢了，告诉他晚上在真香阁等着，省得自己偷偷跟去，到时候被人家摄政王府的人抓到，还以为我们无城阁没规矩呢。无城阁好像还真没什么规矩。那个叫红山的处理好了？主子放心吧，这会儿他正在屋子里睡着呢，保证一觉到天亮。此时摄政王的书房里面灯火通明，王爷也真是够细心的，怕人家阁主来的不方便，居然将府中所有的暗哨全部撤了，就怕人家进不来。就是这王府里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还真是挺吓人的。如果本阁主没记错的话，你叫魏泽。阁主，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吓死属下了。我说你们好歹也是摄政王府的，就算摄政王武功再高，府中也不能连一个暗哨都没有啊。早知道这样，我就偷偷跟过来了，省得这一路上遭人白眼。魏泽无语，那是没有暗哨吗？摄政王府会没有暗哨？要是没有暗哨，现在王府估计连墙皮儿都没了。阁主，王爷特意吩咐属下在这里接您，请跟属下来，
王爷和国师啊，正在书房里等你呢。你们这王府，还真是挺阴森的，连我这种常年昼伏夜出的人心里都发毛。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当我心里不发毛吗？书房的外面，叶芝你来了。可乐。魏勋刚想说他快冻死了，就看见旁边不远处的树下站着一个一身紫色衣衫的女子。这是魂魄？但是发现魏勋好像能看见自己之后，叶芝，哼，这国师架子还挺大。就看见国师一本正经地坐在一旁，好像等着魏勋几个人上前行礼。惯的你臭毛病，如果你是神棍，那就看本阁主一会儿怎么拆穿你。如果这臭老头真有2把刷子，哼，吓死他！主子，我怎么觉得那老头等着你去跪他呢？一会儿指不定谁跪谁呢。国师，这就是本王跟你说过的无城阁的阁主叶芝。哼，既然想让本国师给看看，那就将面纱摘下来，故弄什么玄虚啊？这国师怕是要倒霉了。堂堂一个国师，居然只会看面相。本国师当然不单单会看面相，既然你如此的不屑，那本国师就好好的给你看看，到时候看到一些不好的，可别说本国师不给你留面子。请开始你的表演，看一会儿自己怎么让这目中无人的女子下不来台。这是神棍。虽然我看着也像，但是你好歹也小点声，不然他一会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该赖到你头上了。魏勋看着对面国师的样子，心中好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来自己到底是谁。哎，这国师该不会是想将主子身上钉个洞出来吧？几人就看见国师的脸色逐渐变得不好看，没过一会儿居然吐出一口血来。完了完了，我刚才就不该说话的，这下要完了，要被碰瓷儿了。哎喂，那国师啊，你吐血跟我说话没关系啊，我可没银子赔给你。对了，医药费我也不会给你付，你别想赖上我。国师，你还好吧？然后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贝勋，眼神也从刚开始的不满变成了疑惑、震惊，最后就连身体都在隐隐的颤抖。怎么，国师想好怎么让本阁主下不来台了吗？请问姑娘究竟是何人？你是国师还是我是国师啊？你问我。国师，叶芝他……王爷，阁主的灵魂不是我能看的。此话怎讲？就是我没有资格看阁主的灵魂。本阁主的灵魂要是随便一个神棍都能看，那本阁主还混个屁呀！阁主能否为我解惑？解惑？解什么惑？我就是给你解了又如何？你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啊？先不说我，就外面站着的紫衣女子，你不是也没看见吗？凤千觉听了贝勋的话，突然脸色大变，起身就往书房外走去。叶芝，你说的紫衣女子在哪里？贝勋没有说话，而是扭头看向国师，可国师也跟凤千觉一样，什么都没有看见。那就在那里，那棵大树下面站着看着你呢。凤千觉，这女子是谁啊？是你心上人吗？你说的那女子可是身着一身紫色衣衫，眼睛跟本王极为相似，头上还戴着一根紫水晶的发簪。对，没错，你能看见。那是我母亲。这是什么情况？凤千觉的母亲不就是他娘的闺蜜沈碧寒？但是他母亲不早就不在了吗？怎么没去投胎还在这里啊？唉，这就是没文化的代价呀。我有的是文化，大师兄你才没文化。那个误会，你们就当我抽风呢。你们继续啊，不用管我。别说大师兄不帮你，这个给你，好好学学，不然以后说出去丢我的人。然后贝勋就感觉到神识中闪过3道金光，
神识的基础知识，灵力的基本法则，如何辨别灵魂的重要性。贝寻表示自己有被侮辱到。这3本书是所有的灵体在出生的时候就要学习的东西，就好比幼儿园小班的课本。大师兄，你等着，我跟你没完。让本王见到母亲。王爷，这个以我目前的能力，我做不到，因为我根本就看不见灵堂。或许阁主可以，阁主绝非凡人。虽然我看不见他的灵魂，但他的神识十分强大。就在我要看他灵魂的时候，他的神识攻击了我。而能拥有神识的人，自然不是普通人。神识？那是什么？国师也有？我功力不够，还没有神识。我之所以能探查别人的灵魂，是因为你在机缘巧合下开了芝麻大小的灵智。阁主说的不错，我确实是得了机缘，但如果阁主不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灵智。能得灵智，你确实也算是个有大运气的人了。但是这人呐，得知道一句话，嘚瑟大了掉毛。阁主教训的是，以后我一定注意。我就说主子不是寻常人吧，不然一个一直痴傻的人，怎么可能醒来后就懂了那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连内力都没有，就能轻轻松松地将我按在地上摩擦。怎么，你要叛变？蜜蜂，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背叛主子，就算我打不过，我也会尽我所能杀了你。你可别胡说，咱们自家主子当然是越厉害越好了。别说主人会一些奇怪的东西，就算他不是个人，我也追着给他端茶倒水。你才不是个人。凤千诀，其实我是不建议你跟伯母相见的。虽然这样有些残忍，但是你要知道，这世间有它的法则，如果违背了，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你母亲，都会有不好的影响。阁主说的对。虽然我不能让你们见面，但是我能让你们说说话，这样行吗？可以吗？真的可以跟母亲说话吗？可以啊，但你们只有1晚上的时间，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等他了却了心愿，天亮前我会送他去轮回的。国师听见贝寻的话，恨不得马上给他跪下。一个凡人能随意的看见灵魂，还能送他去轮回，这简直比他云游的时候见过的任何的大能都厉害。就看见贝寻抬脚走了出去。主子可真美啊，真不知道以后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主子。是啊，虽然我每天都在主子身边，但每次看见主子的时候，还是觉得她美得惊人。其实你长得也不错，但是不能跟主子比，跟主子比，你就是丑了。呵呵，我他妈谢谢你哈。美得惊人。呵呵，这雪再下一会儿让他冻死，那才叫惊人呢。伯母也不知道在那树下待了多少年，魂魄都快要消散了。说完就将几个人带进屋里。好了，现在你们母子可以说话了。娘。千诀。随着声音响起，所有人都震惊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娘，你怎么会在王府？姑娘，多谢你了。伯母，你们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天亮之前我就要送您离开了。千诀，你父亲不是战死，而是被人害死的。你父亲一直都在跟我说，他活不活不重要，但是一定要解开你身上的毒啊。所以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在寻找真相，最终在南疆找到了一丝线索。你父亲应该是跟南疆的皇室有些关系，但具体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查到，就被人下了奇毒，所以他才会在战场上失利，最终战死。而且你爹和先皇其实关系很好。母子俩就这么手拉着手，
家长里短的一直说到了快天亮。儿子，你跟紫苑的女儿……娘，我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至于那贝家小姐，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自会好好照顾她，就像当成妹妹一样。说完后，还隐秘地看了坐在一旁淡定喝茶的红衣女子一眼。同是男人，他可太知道那一眼中的意思了。这摄政王是看上了自家主子了，看上无城阁的阁主，然后将贝寻当成妹妹。如果这摄政王有一天知道无城阁的阁主就是他拒之千里保媒拉线当成妹妹的贝寻，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这货有毛病。那个小祖宗，我们是来接人的。这个女子啊，已经在此逗留很久了。以前她的身上有功德光，我们奈何不了她。可是她现在身上的功德光已经马上就要消散了。如果我们再不将她带走，她会魂飞魄散的。小祖宗，我知道，放心，我又不傻。你们走吧，天亮之前我会亲自送她去轮回，不会耽误你们差事的。那个叶芝，我知道，我只是……千珏，不要舍不得，还能跟你说说话，娘已经很知足了。这还得多谢这位姑娘，那就麻烦姑娘送我离开吧。贝寻看着面前的母子俩，尤其是看见凤千珏这般模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突然特别的难受。凤千珏，只见贝寻站起身来，伸出白皙的双手快速的结印。娘，一炷香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沈碧寒最后还是走进了光圈，被送去轮回。叶芝，我有些累，就先回去了。你要是有事找我，就还让人去真香阁传话就行。国师，叶芝她不要紧吧？哎，虽然我的修为不如阁主，但也知道逆天而为是有反噬的，而阁主最后结的印，正是将所有反噬印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只为了让你们母子见上一面。不然反噬到你们身上，夫人怕是要魂飞魄散的。而此时的贝寻正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全身滚烫。怎么就看不得美男伤心呢？怎么就自己找死呢？这下好了，人家圆满了，你自己在这受反噬。哎呀，活该啊，活大该。他得赶紧的，没见主子都开始烧得说胡话了吗？要是再这么烧下去，又变回傻子可怎么办啊？华山，别找了，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过了12个时辰就好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此时叶白正在阎王殿里面。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您说让我们亲自去将那沈碧寒带去投胎。那雪儿的反噬是怎么回事？是大人饶命啊，是那小祖宗自己说要亲自送沈碧寒去投胎的，小的们也是没办法啊。而且那沈碧寒最后确实是被送去投胎了的。哼，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谁才是你们的主子？照你们的想法，这个位置我让给轩儿来做可好？毕竟他的话可比我的管用多了。要是可以的话，您以为您干不出来这事儿啊？让那小祖宗当阎王，您怕是巴不得呢。谁不知道您当着阎王都当得快不耐烦了。可是这话他们也就是想想，谁敢说出来啊？不要回啦！我的小祖宗啊，这次您可是将我们给害惨了。你们两个自己挑优。大师兄，那2个鬼差借我试试呗，我缺2个看门的。找2个鬼差看门，这种理由也就他能想得出来。他那里又不是地府，放2个鬼差看门还不如放2条狗。鬼差表示：哇，我们愿意当狗，当狗可以不用下油锅啊。你们2个，这下完了，估计这油锅怕是跑不了了。小祖宗，如果还有下辈子，求您放过我们吧。你们2个，玄儿叫你们去给他看门。 2个鬼差仿佛一下子从地狱来到了仙界，
幸福来的简直太突然了。还不快滚！等着让老子送你们吗？快跑呀！大人连粗话都说出来了，再不跑等着炸魂吗？小祖宗，我们收回刚才的话，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有下辈子，请您尽管使唤我们。下午的时候，魏巡看着门口躲在阴凉处兢兢业业看门的2个鬼差，一阵无语。其实他就是怕大师兄砸了他们，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他们要出来而已。鬼差看门倒是也不必，可是每当魏巡让他们随便去干点什么的时候，那2个鬼差就好像马上要魂飞魄散了一样，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哎，算了，随他们吧，愿意开门就开门吧。还是小祖宗好，小祖宗人美心善。哎，对啊，虽然说咱们这次，但到底还是小祖宗救了我们。小祖宗就是天上的活菩萨。小祖宗呀，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倒也不必这么硬夸哈。这时，主子，林家那对双胞胎姐妹邀您3日后一起去逛街喝茶。行，在床上躺3天，3天以后正好出去溜达溜达。其实我还真挺喜欢那俩双胞胎的，他俩可好玩了。您能不能先把自己养好了，再去玩别人啊？华山，这小奶狗有名字吗？蜜蜂没说，应该就是没有名字。魏巡眼珠子一转，突然呵呵地乐了起来。哎，主子，您看看属下是谁？娘，是您来接我了吗？啊，主子，您等着，蜜蜂这会儿就在外面守着，属下马上就让他去将张神医给拎过来。您再坚持坚持啊，张神医一定能将您治好的。华山，我跟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去将老张头给我拎过来啊！就咱俩上次干的那事儿，你让他过来治我，估计他能直接给我送走。啊，叔子，您刚才在笑什么呢？我想到给这个小奶狗起个什么名字了，以后你就叫小黑，好不好呀，小黑？叶白正在处理公务，听见魏巡在神识中说的话。巡儿，换个名字。我偏不，我就喜欢叫他小黑，多好听啊！哼，让你说我没文化，看我这下有文化了吧，连名字都会起了。是不是巡儿又闹出什么事了？巡儿给一只小奶狗起名叫小黑。叶白，小黑，别说，乍一听起来还真是挺像一家人的。嘴绝！我发誓，等下个月巡儿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劝他给小黑改个名字。你还是想想，他下次回来你藏哪儿吧。这个月就差点被他抓到。一说起这个，崔珏也是头疼。魏巡在地府几千年，这地图他比自己都熟悉，就连哪儿有个洞他都一清二楚。要不，我突然想起还有事情，先走了。你们师兄妹俩做个人吧。3日后，巡儿，咱们去成衣店看看怎么样？就在真香阁的旁边，正好咱们买完香料去买衣裙。哎，巡儿，你身上的熏香是什么味道的？真是太好闻了！上次赏雪宴的时候就想问你了。我没有熏香啊，我从来不用香料的。其实不是魏巡不喜欢香料，哪有女孩子不喜欢香的？他只是怕被人闻到记住，然后暴露他就是叶芝的事情。没用吗？可是你身上真的好香啊！哪种香？花香。不对，松果香？好像也不是啊，说不出来，以前从来没有闻到过，而且离远了没有，要离近了才能闻出来。总之，就是闻了让人心情很好的味道。你们看呢，那杯梦香像不像个首饰匣子？太傅府到底是有多穷啊，连个首饰匣子都买不起了，居然让府上的小姐将所有的首饰都插在脑袋上，不沉吗？脖子不疼吗？追不追得慌？哼，怎么样？
就算你将你娘的嫁妆全都拿走了又怎么样？爹还不是先紧着我花？但是贝梦香不知道的是，他爹之所以能在他身上下本钱，是因为他知道了尚俊文对他有意思。贝雪，你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贝大小姐，香儿在跟你说话呢。你愿意当舔狗就自己好好当，别拉着别人跟你一样，将贝梦香的话当成圣旨。你别在这儿胡说，我什么时候将香儿的话当成圣旨了？哦，原来没有呀。那行吧，你说没有，那就没有吧。我还以为你心仪贝梦香呢，看来居然是我会错了意。我没有，我不是。没有什么？没有心仪贝梦香？香儿温柔，性格又好，就算我哥哥喜欢香儿又能怎么样？那像你一样，除了长得好看以外一无是处，就只能倚仗着镇国公府，算什么本事？来，咱们往后退退，离傻子太近了容易传染。你们把贝梦香当宝，没准人家把你当成草呢。吏部尚书府人家可看不上，人家看上的可是摄政王，想着当摄政王妃呢。贝梦香，做梦倒是香得很。米峰在牵衣房的2楼早就看见贝寻往这边来了，左等右等也不见人上来，只能亲自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哟，这不是贝家2小姐吗？怎么今日换男人了，不去街上拦摄政王的马车了？也是啊，贝2小姐要是再拦几次的话，估计人家摄政王就得走着出门喽。公子此话怎讲？哈哈，摄政王府的马车都被拦了劈了烧火去了，那摄政王自然是要走着出门喽。姐姐，我只是想问问你，在镇国公府过得好不好而已，毕竟那只是你的外家，到底不如自己家自在。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回来跟祖父和父亲说的，他们定不会不管你的。你是没睡醒还是被傻子传染了？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现在整个镇国公府都是我在管家，我过得能不好吗？倒是你，太傅府是离了我娘的嫁妆以后，穷得连首饰匣子都买不起了吗？像你这个勉强还能算得上是官家小姐的人，将所有的钗环都戴在头上，你这一路走过来，没人问你脑袋重不重啊？别说，这贝大小姐说的还真是挺像的。可不是啊，你看贝大小姐衣裙是简简单单的款式，头上也仅仅只有一只步摇，但就是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啊。再看看那贝尔小姐，就活像个卖首饰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她首饰多是怎么的。这你就看走眼了吧？你再好好看看贝大小姐身上穿的，虽然款式简单，但那料子可一点都不简单。那是东洋国的天丝云锦，一年也才5匹之数而已。贝梦香不可置信地看着贝寻身上的衣裙，天丝云锦，居然是天丝云锦，那个1000两银子一尺，而且是有市无价的存在，居然被贝寻当成寻常衣服穿在身上。少年晴拉着2人跟在贝寻几人的身后，也进了牵衣房。掌柜的，将你们这里最好的布匹和成衣拿过来，本小姐要挑挑。少年晴就像是跟那双胞胎作对似的，见他们2个拿哪个就要哪个。林然和林若对视了一眼，然后更加奋力地挑了起来。念晴姐姐，咱们还是别买了吧，已经很多了，好的几乎已经都在这里了。没关系，出门的时候我娘给了我银子，够买这些东西的了。可是买了这么多，穿不过来放着浪费了。我留着送人，只要能找贝寻和那双胞胎的晦气，我就高兴。念晴，别闹了，要是他们2个将这牵衣房里的所有的成衣和布匹都看一遍，难不成你还要全都买下来啊？哎呀，大哥你是不是傻啊？那俩双胞胎的身量跟我差不多，你没看我买的几乎都是这里最好的，还是我能穿的吗？不多时，贝寻跟米峰谈完了事情，从楼上走了下来，看着双胞胎空荡荡的双手，皱了皱眉头。掌柜的，
我定制的衣衫很好，直接送到镇国公府就行了。另外，我记得店里是不是还有2匹东洋国的蚕丝锦缎？你去挑几匹花色好的，让我这2位朋友挑挑，记在我账上，就当我提前送他们年节的礼物了。寻儿，不用，这家没有，我们可以去别家看看。那蚕丝锦缎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没关系，你们尽管挑。你们也知道的，我在京都没什么朋友，就你们2个和欢颜同我交好。只不过欢颜还没从老家回来，不能一起挑。不要紧，一会儿咱们替他挑个好看的花色，让掌柜的送到他府上去。寻儿，真的不用的，我们同你交好，不是想占你的便宜。那蚕丝锦缎我们自己买就行。听我的就行了，我说送你们就送你们，要是你们再拒绝，可就是没把我当朋友。快到年节了，千衣房里挑布匹和成衣的小姐们不在少数，其中还有一起参加过赏雪宴的。此时听见贝寻的话，都羡慕地看着双胞胎，暗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跟贝寻结交，不然如今这好事是不是也该有自己一份？掌柜的，这蚕丝锦缎我要1匹。这位小姐真是抱歉呢，这蚕丝锦缎只有这8匹，而且不对外销售。让你装，买不到吧？气死你！不对外销售，但是他怎么能买？真是个蠢货！这个千衣房整个都是主子的，他有什么不能买的？可想归想，却是不能说出来。回这位小姐的话，贝大小姐之所以能买，是因为她跟我们千衣坊的老板认识。我们老板交代过，店里的东西不管多珍贵，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哼，我就不信了，整个京都就你们千衣坊有蚕丝锦缎，别的店里就没有？我就不信，我有钱还能买不着1匹布。小姐这话还真说对了，这蚕丝锦缎整个京都还就我们千衣坊有。今年东洋国总共出了16匹蚕丝锦缎，除了8匹被送进了东洋皇宫，另外的8匹全都在这儿，别的地方根本就不会再有。听见了没？我跟着千衣坊的老板认识，所以你们别有心理负担，随便挑自己喜欢的就行。你们2个呀，一个喜欢湖蓝色，一个喜欢浅粉色，对吧？这正好一样有2匹，颜色刚刚好。哦，对了，这2匹嫩黄色的给欢颜送去吧，他一定喜欢。哎，剩下的2匹居然是华山你最喜欢的银白色，哎，正好给你裁衣裳穿。凭什么？凭什么好东西都是贝寻的？自己明明也是他的妹妹，可是他都在这站了半天了，贝寻就好像没有看见似的，反而将那么好的蚕丝锦缎给了几个不相干的人。要知道自己可是和他有着血脉亲情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掌柜的，这得多少银子1匹呀？回这位小姐的话，这天蚕锦缎虽然不如天丝云锦稀有，但也得值500两银子。才500两银子1匹，我还以为多贵呢，也能让你们珍惜成这样。想必这位小姐从来都没买过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吧？谁说我没买过？看不起谁呢？我爹可是吏部尚书。既然买过，那您怎会不知道，这市面上的所有布都是按匹卖，唯独这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是按尺呢。才500两银子，不知道吏部尚书1年的俸禄是多少啊？能经得起尚小姐这个花法，难不成？贝大小姐请慎言，家父自为官以后公正廉明，从没做过有违律法的事情。倒是贝大小姐，这身上穿的是天丝云锦，手上这蚕丝锦缎更是说送就送，这镇国公府想必也不简单啊。我们镇国公府当然不简单了，我三舅舅是皇商，我花点银子怎么了？燕青，时候不早了，母亲还在府里等着咱们呢。大哥，我东西还没有买完呢。香儿，我们先送你回府，改日再陪你出来逛。
哼，回去就回去。念晴，还不快走！等几人走出去之后，尚俊文才发现自己干了什么蠢事。将贝梦香送回了太师府之后，念晴，我告诉你，以后不许你再去招惹贝勋，见着他就绕着走，千万别跟他起冲突，听见了没有？大哥，你在害怕什么啊？是贝勋吗？那乡下回来的臭丫头有什么可怕的？我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就记住，以后少招惹贝勋就行了，别给家里带来祸事。至于香儿，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提醒一下她吧。不过，她毕竟是贝勋的妹妹，想来应该没什么事，毕竟他们血脉相连。这晚，摄政王府里，魏泽，消息可送去真香阁了。回主子，送是送去了，可是那副阁主说呀，他们阁主最近身子不适，在休养，怕是不能来赴约了。贝勋最近怎么样？哎呀，王爷您是不知道呀，那贝勋今日可是将吏部尚书那嫡女啊给挤兑的够呛，他居然将牵衣坊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全都送了人，整整8匹啊，真是大方。不仅这样，在上郡文在说郑国公府不简单的时候，那贝勋居然说呀，他三舅舅是皇商，他花点银子怎么了？王爷您是没看见啊，那上郡文兄妹俩的脸色呀，当时可是好看的紧呢。还有那贝尔小姐，见蚕丝锦缎被送了人啊，嫉妒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再去仔细查查贝勋。不是都查过一次了吗？她一个从小养在乡下过穷苦日子的小姐，怎么可能有本事将牵一方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做主送人？那掌柜的凭什么听她的？而且既然不对外销售，那他是怎么知道牵一方里有蚕丝锦缎的？属下听到好像是因为贝大小姐跟牵一方的老板认识，掌柜的还说呀，他们的主子说了，牵一方所有的东西不管多贵重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你从小就跟着本王，这脑子怎么就不转圈呢？你看看那天吴成阁的副阁主，再看看你，本王当年怎么就挑中你了呢？那贝勋他真的是查的都不能再查了，就是一个被苛待从小被送到乡下的官家小姐，这有什么可查的？难不成他还能将原来贝勋他们住的小破屋子掘地3尺不成？贝勋他从小痴傻，还生活在乡下，他是怎么认识牵一方老板的？而且牵一方是谁的产业？他的老板是谁？难道你不知道吗？是属下疏忽了，咱们鬼市的人曾经来报过，那牵一房是吴成阁的产业，所以牵一房的老板就是阁主。那贝勋，哎，岂不就是跟那吴成阁的阁主叶芝是认识的？属下马上就去查，这贝家大小姐藏得挺深呀，居然还认识吴成阁的阁主，还真是小看她了。年节前2日，贝勋的3个舅舅也带着各自的妻儿回了郑国公府。外祖母，快看看寻儿给您定做的衣衫，喜不喜欢？我也给3位舅舅和舅母还有哥哥姐姐也做了衣衫，咱们一起去试试吧。尺寸我都是跟府中的绣娘要的，如果有不喜欢或者不合身的地方，还有时间改一改。哎，好好，没想到寻儿还能想着给我们做衣衫，快，咱们赶紧去试一试。哎呀，还是寻儿会做衣衫，我怎么就没想过将衣衫做成这样的呢？真是好看，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2日之后的宫宴上，郑国公府这衣衫还挺有特点的。摄政王顺着小皇帝的视线看过去，看，这是我那外孙女儿啊，专门找人定制的，家里每个人都有，是不是很好看呀？哎呀，我都这个岁数了，能穿上外孙女儿送的袍子，知足喽。要是当初没有苛待贝勋母女俩，没有将他们母女送走，现在穿着这身袍子显摆的，是不是就是自己了？娘，金陵也是尴尬，他怎么会不想给女儿最好的？可是他给不起啊。您说什么？3国使臣已经在宫门口了，还有永墨古国的人也在。浩儿别慌，这不是还有摄政王在的吗？
一切听他的就是。辛苦千珏了。姨母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看着那凉亭中的人影，他就好像管不住自己的腿一样，慢慢的走了过去。花善，你说这宫宴什么的怎么那么烦人啊？一坐就是这么久。坐着就算了，还得时时刻刻的注意自己的仪态，不能给镇国公府丢了脸面。可惜我只适合躺着和靠着的腰啊，硬生生的坐了那么久，这会儿都不会打弯了。啊，对，就是这儿，还有肩膀也捏一捏。就在凤千珏缓过神，想走近看看的时候，王爷，该回去了，3国使臣马上就要到了。王爷转身回到大殿中，但他此时满脑袋想的都是被巡手腕上那看不太清楚的胎记。主子啊，您看那是不是摄政王？就是那媒婆儿，也不知道出来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一看就没好事儿。被巡待了一会儿，也回到了大殿。北海使臣、东洋使臣、南疆使臣到。那南疆使臣在路过镇国公府的位置时，向这边看了过来，好像在确定着什么。看什么看？没看过美女啊！北海使臣见过南境皇帝。东洋使臣见过南境皇帝。南疆使臣见过南境皇帝。3国使臣请起。今日才是大年30，3位使臣到得早了些。别看这小皇帝才6岁，但一看就是从小按照皇帝培养的，往那一坐还真像那么个意思。但是凤千珏那个媒婆总是没事瞟自己，是几个意思？难不成还想将自己嫁到别国不成？要真的是那样，哼，看他不打爆他的狗头。回南境皇帝，事情是这样的，我刚收到我们王上的旨意。我们王上觉得两国常年征战不断，百姓民不聊生，所以想跟贵国联姻，以结永世之好。你们南疆居然还知道苦了黎民百姓啊！哪次的战争不是你们先挑起来的？现在你们打得国库空虚了，派人来说什么要结永世之好，合着里面外面好的坏的全都让你们给说了，你们的脸呢？啊，脸呢？还要不要了？原来林然那张嘴是随了他爹了。以前的事情双方都有对错，现在我们南疆拿出诚意，想跟贵国化干戈为玉帛。我们王上知道这次的年节也是太后的寿诞，所以特意命人准备了丰厚的寿礼。众位应该都知道，我们南疆王室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各种奇毒。我们南疆王室的医师在今年更是研究出来了能控制野兽的丹药。薰儿别怕，有外祖母在，南疆那地方尽是这些不入流的东西。南疆的奇毒，能听人号令的野兽，在外祖母的眼里竟然只是一些不入流的东西。南疆使臣让一旁的工人将2个箱子打开，一瞬间大殿内响起了各种小姐和夫人们的尖叫声。王爷命属下保护贝大小姐的安全，如果有任何意外，属下会第一时间送贝大小姐离开。哟，这南疆送的哪是寿礼呀，这分明就是送了2只下马威嘛。各位不用害怕，这2只老虎已经吃过我们医师炼制的丹药了，是不会轻易伤人的。谁服下这药丸，谁就能成为这老虎的主人，对他们发号施令。而这2只老虎也只会听从这个人的话，任他为主。魏泽，你回到凤千珏身边，帮他保护好皇上。王爷说让属下保护好贝大小姐，所以属下哪儿都不能去。怎么样，皇上想好了让谁服用这丹药了吗？你们南疆的奇毒向来霸道，谁知道你这药丸吃了会不会死人啊？哈哈哈哈！怎么，你们南境的人都这么胆小吗？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此这丹药研究出来以后，我们大王子首先就吃下了丹药，
收服了一头黑帮。再说了，本使臣就在这里，如果这是假的，难道本使臣不要命了吗？哼，我们南境官员个个都是中流砥柱，岂是你这条烂命可以抵的？臣愿意施药。李将军既然想试，那就试试吧。本王这里有解毒丹，就算那丹药是假的，本王也能保住你性命。贝大小姐不必担心，李将军是我们王爷的手下。不是，我不是担心那丹药，而是……魏巡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那李将军已经接过丹药，刚要放在嘴里，就听到2道虎啸声响起。只见那2只老虎跳出箱子，冲着李将军就扑了上去。那青年将军发现了异样，一个滚地躲开了猛虎的袭击，但手臂和大腿还是被抓伤了，手中的药丸也随之掉落在地上，被其中一只猛虎瞬间踩碎。不可能啊，每次都好好的，这2只老虎明明是被驯服过的。显然这2只猛虎知道那黑色的药丸是什么，所以才会扑出去，他们不想受制于人。这下可完了，这2只老虎是受过训练，能上战场的，这些侍卫可能奈何不了他们啊。那猛虎被药香刺激得越来越暴躁，最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冲着小皇帝和凤千爵而去，在保护小皇上和太后的同时，只能牵制住一只，另外一只则是侍卫和几个将军们在周旋。看着猛虎离小皇帝越来越近，众人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你这畜生，给我滚下来，不然看我不把你的虎头打成狗头！这郑国公府的小姐是被吓疯了吧？我觉得也是啊，正常人谁会在这个时候训老虎？那可是老虎呀，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呀？这贝大小姐是不是训人训上瘾了？现在就连老虎都不放过了。主子又傻了。那老虎一个急刹车顿住了身形，然后转身看向被寻的位置。快退回去，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要不是他在这儿玩闹，现在死的就是那个小皇帝了。哎，快看，停下来，停下来了！那老虎居然真的能听懂人话。听懂了又怎么样？没看见那老虎现在盯着那被寻看的吗？让他出风头，吸引了老虎的注意力，这下看他怎么收场啊！大殿里的其他人在侍卫的保护下早就退到了安全的地方，就连镇国公府的其他人也在魏泽的安排下退到了后面。我让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要造反呢？一股地府的死亡之气从被寻的身上散发而出，在感受到那气息的威压之后，瞬间就跳下来趴在地上，温顺的像是只猫一样。说他没说你是不是？赶紧给我滚下来趴下！那猛虎感受到死亡的气息，瞳孔瞬间一震，咻的一下冲着被寻就扑了过去。可那猛虎在快要到被寻身前的时候居然停了下来，稳稳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贝大小姐，可否让他们回到箱子里？听不懂人话啊，让你俩进箱子里呢，等着我送你们呢。以逃命的速度回到箱子里趴好。那个女人太可怕了，刚才那股气息，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要回南疆，还是南疆的那群小矮子可爱啊。那个，我曾经在乡下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是这么训狗的，我就想着试试，没想到还真挺管用的。我信你个鬼！好了，猛虎已经被收服了，众位大臣都坐回来吧。训狗？哼，要是训虎跟训狗一样，那他们南疆还混个屁呀！小矮子，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怎么，你也想进箱子里待一待？众位爱卿受惊了。南疆使臣，这2头猛虎，你不该给朕和众位大臣一个解释吗？南疆使臣，我们皇上问你话呢，你哑巴了？我们好好的宫宴，你不请自来不说，还弄了2头猛虎来捣乱。要不是有我们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在，怕是不知道要伤到多少人。那2头畜生甚至差点要了我们皇上的命。我看你们南疆啊，不是来结百年之好的，是要来灭门的吧？还请
南境皇帝明察，我们南疆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不仅仅是这2头猛虎，外边还有10几个箱子的奇珍异宝，里边不乏一些灵丹妙药，这些都是我们王上亲自命人准备送来给您和太后的，都是我们的诚意啊。您看，我真的没事儿，那2只老虎根本就没碰到我。司徒依云满眼的后怕，刚才在猛虎出来的时候他都想好了，万一这猛虎要冲着自己的外孙女儿来，他就算是暴露也得将贝勋保护好。刚才你怎么能驯服那猛虎？你若不想说，外祖母也不会问，但是那训狗的借口只能暂时蒙混过去，如若以后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外祖母教你的就好。他以为外祖母定然会问个所以然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外祖母不仅没问，还帮他将退路给想好了。外祖母，您真好。我们王上想娶南境国镇国公府的小小姐为王后。本王不同意。如果本官没有记错的话，贵国的王应该已经年过40了吧？今年年中的时候，贵国的王后才刚刚离世，你们王上就这么迫不及待？行吧，迫不及待也就算了，你们南疆就没女子了？偏要来霍霍我们南境的女子，一个都快50岁的人，要娶人家一个刚刚及笄的小姑娘做王后，还一副施舍的态度。你们王上的脸啊，可真是比你们的疆土都大。大人此言差矣啊，虽然我们王上的年纪确实大了那么一些，但平时保养得很好，看上去就像是30多岁。而且小小姐嫁过去是做王后，那可是多少女人的梦想啊。那是你们南疆女子的梦想，可不是我们南境女子的。我们南境有的是大好男儿，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嫁到你们南疆那么远的地方？微臣觉得寻儿该嫁去南疆。寻儿嫁过去之后，2国结了永世之好，自然就会停战，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贝大人这么想攀高枝，不如看看你旁边的贝梦香，将她送去南疆，一样能让你有个做王后的女儿。贝玄，你在这胡扯什么呢？谁要嫁去南疆啊？怎么，不是刚刚贝大人说的吗？嫁去南疆那可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啊。那么好，你怎么不嫁呢？因为我们镇国公府不需要一个做王后的外孙女儿撑场面，可你们太傅府却想要一个做王后的女儿攀高枝，所以你不去谁去啊？本王记得贝勋已经跟太傅府没关系了吧？那贝大人自然无权替贝勋本人做主。不过如果贝大人想让贝二小姐嫁过去，倒是可以跟南疆使臣商量一番。贝大人，你快闭嘴吧，其实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像个人的。你这个孽女！哼，害了老身的女儿不说，现在居然还敢把你肮脏的心思打到我寻儿身上。贝承平，你是活够了想死吗？不如老身成全你如何？你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坐好，少在这里丢人现眼。父亲，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太傅府好啊。你什么也不做，就是为太傅府好了。如果没有你的自作聪明，太傅府也不至于成现在这样。贝大小姐，打住！我不会嫁到南疆去的，我们摄政王不同意，镇国公府不同意，我自己也不会同意。做南疆的王后难道不好吗？你们的王娶别国的女子真的好吗？能够得着嘴吗？这人还是不是个女子了？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居然还敢拿他们的身高说事。臣心悦镇国公府小小姐已久，愿娶小小姐为妻。此生只她一人，绝不填房纳妾。南疆使臣还没有解决呢，这会又来凑什么热闹？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南疆使臣说要求娶贝寻为王后的时候，他心中竟然那么的不愿意。
现在又多了一个林安书，这简直是让他有一种想杀人的欲望。我们南晋国是不会跟你们南疆联姻的。今天是年30，又是我母后的寿诞，你们送来2只猛虎，缴了宫宴，本就是居心叵测，居然还想着娶我们郑国公府的小姐，简直是在做梦。回去告诉你们的王，不服就开战。我们南晋的男儿有的是，还不屑于用一个女子一生的幸福去换取短暂的和平。在备勋想说什么的时候，就看见平时给他看门的2个鬼差冲他飘飘忽忽地飞了过来。小祖宗，大人让我们告诉您，不能嫁人，那2个人都不是您的正缘。他自己怎么不跟我说？那个，大人可能是在忙，没时间吧？大师兄在忙，没时间跟我说不能嫁人，却有时间让你们来告诉我。小祖宗，我们俩就是个看门的，大人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呀。不知道，知道也得装不知道啊，知道太多会被下油锅的。行吧，那你们也替我给大师兄传个话，今天是年30，还有7天我就能回去了，让他和崔珏2个人好好的藏起来，千万不要被我给找到。南疆使臣想了想，最后还想再争取一下，还没有等说，永莫古国使臣到。这件事情肯定跟他外祖母有关系，他甚至怀疑这永莫古国的使臣在这个时候来，就是他外祖母授意的。见过南靖皇帝。使臣快免礼。说完之后，小皇帝就不安地看着凤千爵。身为皇上，他自然知道永莫古国代表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小皇帝一登基，郑国公府就受到了重用的原因。其实他的父皇南宫炎也并不是没有重用郑国公府，而是他那时候边境不停的有战乱。不知3位使臣这个时候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我们3人今日是奉我们女帝之命前来取一个人性命的。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是不想私下解决，引起贵国的恐慌。不知是谁得罪了贵国的女帝。今夜是年30，不如等过完年，我们再商议此事如何？大年30到人家国家的宫宴上取人性命，你们永莫古国还真是奇怪，一点忌讳都没有的吗？然后众人就听见啪的一声脆响，眼前一道矮小的身影就被华丽丽的扇飞了出去。我们大人在跟南京的摄政王说话，哪有你这狗东西插嘴的份儿？南疆使臣趴在地上吐了一口血，然后就闭上眼睛装死了。回摄政王，我们路上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些日子，今日刚抵达南境京都，没提前送上文书，是我们的疏忽。但此人的性命，我们今天必须取走，因为我们女帝的原话是，不能让此人活到明年。摄政王放心，我们下手是有数的，不会弄得到处都是脏污。说完，也不等风千爵回话，更不管其他人的表情，只见领头使臣手中一根细细的银丝闪过，瞬间缠在了贝承平的脖子上，最后没了气息。你们凭什么杀我儿子？永莫古国又怎么样？永莫古国就可以随意杀人了吗？我儿子一直都在京都，甚至都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他是怎么得罪你们的女帝了？居然在年30的宫宴上要了他的性命！哼，这种死法还真是便宜他了。本大人奉劝你，平日里别总想那些有的没的，有时间还是多管教管教家人，别让他们再做出那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不然下次那就不止他这一条命了，估计你们太傅府是要灭门了。今日打扰贵国宫宴，实在抱歉。我们的事已经办完了，马上就离开贵国，不会给贵国带来困扰。说完转身就走，那领头的使臣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狠狠地踩在了南疆使臣的腿上。抱歉，刚才没看到你在这边，本大人还以为就是个黑点儿。下次想要躺着就去边上，说不定谁看不见，一脚将你踩死了，可怎么办？说完就转过头潇洒地走了。是个黑点儿，如果不是贝承平死了，
此时不合时宜，北巡就要笑出来了。是你对不对？是你让他们来取我儿性命的，对不对？司徒依云看着贝太傅，对他的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就是你，你是从永墨古国出来的，又是郭姓，一定就是你。你恨我儿子苛待你的女儿，导致他最后丧命，所以就让人来杀了我的儿子，是不是这样？只有你的孩子是宝贝，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草芥了吗？我的女儿是我从小当成眼珠子似的宝贝大的，可没想到现在你知道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滋味了吗？太傅请节哀，刚才那永墨古国使臣说了，是他们的女帝派他们来的，这跟老国公夫人有什么关系呀？对呀，太傅还是快让人将贝大人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吧。我儿平白无故的被永墨古国的人杀了，还请皇上和摄政王给我儿做主，我儿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永墨古国在我们南境宫宴上公然杀人，这是明摆着不将我南境国放在眼里。如果这件事不追究，那以后是不是其他3国都可以效仿永墨古国，来我们南境随便杀人啊？这位大人多虑了，我们2国是来跟南境交好的。您担心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肯定不会的，这点我们可以拿性命保证。我死了？死了？不可能，你骗我，你一定是骗我。小祖宗，用不用我将那傻子拘走啊？那傻子是我爹。那个什么，小祖宗，我不是有意的。没关系，他本来就是个傻子啊，不过现在不用拘他，咱们跟他玩一会儿。果然啊，小祖宗就是小祖宗，从不放过一个魂儿啊。喂，你差不多就得了啊，这扑人不累吗？哎，你怎么还扑你爹呢？是不是想将你爹也带走啊？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大儿。你这个不孝女，我掐死你，这样就算是下地狱我也有个伴儿。这个真是，不管怎么样啊，都拦不住一个想死的鬼。只听见砰的一声，贝承平被贝巡身上突然出现的金光给弹飞了出去。果然，就连我们阎王大人都怕这金光，更别提你这刚死的家伙了。对，再撞，你继续撞，你就这么撞我们小祖宗啊？这样呀，一会儿我们连拘都不用拘你喽。你为什么能看见我？蠢货就是蠢货啊！现在才反应过来吗？我问你，你为什么能看见我？你当自己是谁啊？你问我，我就要答。你是我的女儿。我不是啊，你的女儿早就死了，被你害死了。对，你不是我女儿，我的女儿怎么可能那么狠心呢？但我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占了我女儿的身体，就要把我复活。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是人，不是神。你说复活就复活呀？就算你的女儿现在在这儿，也只会让我将你打得魂飞魄散。不，小祖宗你就是神，是我们地府所有魂心中的神啊！玄儿，让那俩看门的将贝承平的魂魄带回来。哎，大师兄，你不忙了呀？能跟我说话啦？玄儿，贝承平现在是你的父亲，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在你的手上魂飞魄散，不然对你不好。崔珏看着叶白，他突然有一些同情自己这好友了。你同情个屁呀！你忘了自己被玄儿追得到处跑，满天飞的时候了？就在贝承平再次撞击贝巡的时候，大殿外面黑漆漆的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道闪电。你们两个出息！小祖宗，那可是天雷啊！玄儿，快让那两个鬼差将贝承平的魂魄带回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们老大让你们两个将那傻子的魂魄送回去，还不快去抓？我知道了，不管怎么样，我是你爹。
如果我在你的手上魂飞魄散的话，你会遭天谴的吧？此时宫宴还没有结束，贝太傅依旧在跟凤千爵还有小皇帝纠缠着。贝太傅，本王觉得永墨古国的女帝是不会冤枉人的。作为一个帝王，如果随意冤枉人，那永墨古国也不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所以本王建议你还是回去查查，看看贝大人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女帝。快带贝大人回去准备一下后事吧。今日的宫宴也到此为止。后面是为期7天的休沐，还望各位大臣过个好年，来年更好的为南境效力。好了，都散了吧。就在贝巡听到都散了的时候，整个人都高兴得快要飞起来了。可就在贝巡想要站起来，想要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抓了贝承平魂魄的时候，就见那贝承平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冲着贝巡使劲地撞了过来。瞬间金光大盛，贝承平的魂魄最终还是烟消云散了。外祖母，我身体有些不适，就不跟您回府啦，我去找神医看看。外祖母派人护送你。不用了，外祖母，华善的功夫就很好，可以保护我。而且那神医的性情比较古怪，不喜欢太多人知道他的住处。就在贝巡要走的时候，贝大小姐，林三哥，我知道你的心意了，只不过我现在有些事情，咱们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可好？林安淑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贝巡带着他的婢女飞似的出了大殿。林三哥，贝巡喜欢林安淑，不行，自己得尽快弄清楚贝巡到底是不是叶芝。刚一出宫，华善，你去将张子时那货给我拎到城外10里处的那片荒地上，我在那等你。真香阁的后院中，大年夜的居然将我自己留在这里，不知道我没有亲人吗？真是的，好歹宫宴结束以后你们倒是来看看我呀，亏我还给你们2个准备了礼物。怎么闪电了？虽然快开春了，但是这会儿下雨会不会早了一些啊？主子，他这大半夜的进我房里干嘛？我就知道主子放不下我，肯定是宫宴结束来看我的。看就看呗，干嘛那么着急啊？一身杀气，难不成大年夜还想着揍我一顿？大半夜出城，连华扇都不带，肯定是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去了。我非得跟过去瞅瞅不可。凤千爵抬起头，贵子，京都里面有没有空旷的地方？空旷的地方，京都城内没有，但是京都外10里处有一片荒地，就在一处山脚下。那里曾经有几个村庄，几年前因为下暴雨引发了泥石流，所以后来官府呀就将那所有的村民都迁到了别处，那里就一直荒了下来。大年夜去荒地，有点怕怕的。此时的贝巡正站在魏泽说的那处荒地上，要批就批，在那吓唬谁呢？天道，你是不是该进化了？你分不清好人坏人是不是？那傻子将原主和他娘都磕带死了，还不让人还手不成？轰！又一道天雷劈了下来，依旧没有伤到贝巡半分。我跟你说话呢，你傻了是不是？再说了，那贝承平虽说是撞到我金光后才魂飞魄散的，但是他自己碰瓷儿找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好坏不分，你枉为天道。就你这样，3界得有多少的冤魂错案呢？你个白痴，你个傻蛋，没屁找，气死你！哎呦，姑奶奶，您轻点拎，我快吐了。慢点，您让我救谁也得留我一条命不是？主子呢？在那山底下跳舞呢。别说啊，主子这到底是什么功法？我从小习武当杀手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什么功法能有这样的速度。如果不是我将内力运到双眼上，这会儿就连主子的残影都看不见了，真是羡慕死了。等主子回来，说什么也得让他教教我，这速度简直是杀人越货的必备神器啊！
闭嘴，还不去附近盯着点，万一有人过来怎么办？得，我这就去看看，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我祖宗。哎，我就在附近啊，不会走远的。如果主子被劈了，你就喊我回来，我好看看热闹。在看见华善将张子时带来之后，心也就落地了。要知道，就算是被天雷劈着，以他的魂灵来说，也不至于让这副身体受太重的伤，但是多么的疼啊！雪儿，这天雷你是必须要受的。我不凭什么。贝承平毕竟被你打得魂飞魄散。我没有，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你没有阻止他。好言劝不住想死的魂儿，他就是故意找死。寻儿，你乖，大师兄会护着你的。那大师兄你来帮我来扛着天雷吧。寻儿，如果你不受天雷，他就会一直追着你劈。你乖，大师兄已经给你化解2道了，只剩下最后1道了。大师兄，你确定就1道？就1道。哎，那行吧，1道就1道。来吧，你这狗东西，不是想劈死老娘吗？阁主这是累了？如果主子被雷劈了，你能不能救啊？啊，这个嘛……如果主子有个3长2短，你我2人，再加上盯梢的那个话痨，就一起去陪主子吧。哎，华善姑娘，你冷静一点，我也没说不能救嘛。我保证，但凡阁主不是马上就死，还剩一口气在，我绝对能将他救回来。那个什么，就算阁主马上就死，我好像也可以试试。就算是地府的阎王来抢人，我也一定将他拉回来。我跟你抢他干什么？我恨不得他永远都别回来。这小祖宗不在地府的日子，每个鬼差都各司其职，老实的不像话，只除了每个月的初7。我去，不讲武德是不是？不做人是不是？但在天雷碰到他的同时，只见贝寻的手中爆发出一道强烈的金色光芒，顺着天雷的原路返了回去。这他妈的到底谁不讲武德啊？谁不做人啊？想白劈老娘，门儿都没有。这下可两清了。当凤千雪赶过来的时候，就看见那心心念念的红衣女子左手指天，站在那里硬生生地扛下了一道天雷。叶白在关灵镜中看见贝寻接下天雷并无大碍，甚至还能反击之后，身上的银色光芒不停地晃动。没错，其实天雷根本就没有办法化解，是叶白用法力将那2道天雷引到了自己的身上。主子被劈了没有？是不是被劈了？我刚才都听到声音了。他们2个是怎么过来的？连个人都看不住？那能怪我吗？谁知道那凤千诀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武功居然那么高。那魏泽都没出手，凤千诀一脚就将我踹得老远，一直把我踹到树上才算完。你看看，后面的大树上还有我的人字印呢。哼，废物！我是男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被雷劈了呢。我也要去瞅瞅。叶芝，你还好吗？他挺好的，不好的是我。哪里不舒服？你说出来，别吓唬我。我比他还不舒服，为什么没有人来问我？那女人居然用金光打我，这会儿我都快被烧死了。哼，劈我烧死你！再不快点滚回去疗伤，你这天雷就要化成青烟喽！你牛，我滚！叶芝，叶芝，你还能说话吗？我本来应该是没事儿，但是如果你再这么晃我，我可能就有事儿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弄疼你了吧？他想看看这货是不是被什么玩意儿给附体了，不然怎么会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2个鬼差在旁边围着贝寻不停地飞着。你们2个能不能停一停啊？别跟个竹蜻蜓一样的围着我飞，我眼晕。好的，对不起小祖宗，我们不飞了，不飞了。小祖宗还好吗？说不上好，但是死不了。
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们两个离远点。刚才要不是我把你们两个挥开，现在有事的就是你们了。魂魄最怕的就是天雷，你们两个以魂体挡在我面前，想替我挡天雷，这份心意我知道了，日后定给你俩讨个好差事。还有下次，努力修炼，帮小祖宗挡天雷。张神医，你快给主子看看，在这愣什么神呢？你不是说了，就算主子死了，你也能试试的吗？现在还没死呢。你能不能闭嘴？没看见那小祖宗正瞪着我呢吗？那个，这个地方太黑了，太暗，不利于治疗，咱们还是回城去吧。我看阁主的样子，问题不大，坚持到回城啊，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回真香阁。去摄政王府。魏泽，你先带着这个，神医回去准备。哎，侍卫大哥，你低点飞，我恐高啊！天哪，侍卫大哥，你可抓紧了啊，千万别把我掉下去！哎呀，太高了！魏巡听着张子时的声音越来越远，一口银牙都快要咬碎了。怎么就走得这么快？居然都没有跟他要那个止疼的丹药。这什么破神医啊，江湖骗子吧？给，止疼的，效果很好。摄政王，还是让属下来帮主子吧。本王报，本王速度快，你们跟上就行。听见凤千诀的话，华善本来想说还有米风，他的速度也不慢。算了，这货自己回去都是个问题，要是他把主子给摔了，估计这货的小命也就危险了。碍手碍脚的，一点用都没有。孤男寡女的，还不赶紧回去看着点主子，在这愣什么神呢？等着哪天雷回来劈死你这个废物吗？我废物？我碍手碍脚？我一点用都没有？天雷回来劈死我！最毒妇人心啊！果然不能跟女人计较，尤其是一个生气不讲理的女人。摄政王府，你脱他衣服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当然是给他治伤啊！这女人是被雷劈了，身上黑漆漆的都烧焦了。哎，你没闻见一股烤肉味吗？我不将她衣服剥下来，等一会儿粘到身上把她弄疼，我这命还要不要了？哎呀，你别站在这儿挡着我，耽误我保命，保我自己的命。可凤千诀不管张子时怎么说，始终不肯让开，一直僵持到华善追来。主子的衣服岂是他能脱的？这要是传出去，他家主子还要不要嫁人了？就算这会儿摄政王府的人嘴巴都紧，不会传出去，但是等主子醒过来，估计会杀人的吧？多谢摄政王救命之恩，无以为报。等我给阁主医治完了之后呀，给您请个平安脉。咱们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嘛。你随本王出去，怎么做你告诉他，让他来。张子时将怎么做详细的告诉了华山，留下药之后就跟着凤千诀走了出去，站在廊下等着。哎，别进去，华山和阁主在里面，你可千万不能进去啊！你不是说主子没事的吗？让我去看主子最后一眼。主子最怕孤单了，等我看完，咱们一起上路去陪他。最后一眼？这么着急吗？等明日主子醒了，你再看不行吗？你活不到明日了。如果这会儿你非要现在进去的话，估计也确实是最后一眼了，是你的最后一眼。明日主子就醒了？对啊，明日就能醒。他们这会儿呀，正在里面清理身子换衣服呢，所以你要不要等他们换好衣服，或者等明日那小祖宗醒了你再进去？大恩不言谢，等回去送你一车药材。哎，走，让那个侍卫找个房间，我给你看看腿，不然啊，你这一瘸一拐的，耽误给我送药材。后半夜，看他们刚才的样子，如果本王将他的面纱掀开，还能活过明日吗？王爷，您是有什么事情吗？等主子醒了，我们马上就离开。本王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在这里休养多久都可以，等好了再说离开的事情。华善想了想，也好，要是主子这个样子回到镇国公府，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自己还是得回去一趟，毕竟主子要是几天不回去，怎么也得有个由头。
既然这样，那就打扰王爷了。属下还有事情得出去一趟。放心，本王替。蜜蜂，你死哪儿去了？还不赶紧滚过来看着主子！其实本王也可以。主子怎么了？是不是不好了？老张头，老张头，你快来啊！怎么了？怎么了？小祖宗怎么了？你们两个在这里看着主子，我有事情要出去一趟。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会好好照顾主子的。我觉得你话里有话，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就说我扶着你过门槛，你还不用，这下好了吧？啊，这是摔到脸了，怎么还流鼻血了呢？啊，丢人呐！吴成阁的脸都被他丢尽了。镇国公府，红山，你是说有好几次的晚上你都莫名其妙的睡着了？是，属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呵呵呵，看来寻儿那丫头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呀。罢了，你还是回到我身边吧，不用再去保护寻儿了。不然每次他还得费尽心思的将你迷晕，怪麻烦的。那小小姐的安全？照目前的情况看，寻儿她呀安全着呢。谁要是招惹她，不安全的可能是别人。没想到她的性格一点也不像她娘，反而像我多一些。好啊，好啊。那用不用属下派人去查一下？不用。既然寻儿不想让咱们知道，那咱们就不用知道。那孩子是个有分寸的，我放心。老夫人，奴婢扶您去休息吧。唉，休息不了，再等一会儿吧。李嬷嬷，我看屋里的灯还亮着，老夫人睡了吗？小小姐身边的华善姑娘求见。老夫人担心小小姐还没睡呢，快将华善姑娘请进来吧。回老夫人，小姐身体不适，去了神医那里，被神医留下调养了，得过些时日才能回来。小姐怕老夫人担心，特意让奴婢回来告诉您一声。寻儿是生病了吗？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从前在乡下的时候身子没有养好，现在需要调养。那就让寻儿好好的休养，不要着急回来，怎么也得将身体养好。告诉寻儿不用担心我，我这把老骨头好得很。你去吧，记得收拾几件衣裳给寻儿带过去。对了，还有暖炉，那丫头啊怕冷。李嬷嬷看着华善离开的背影，不放心的开口：老夫人，小小姐的身体不适，哼，也不找个好点的借口。就那丫头成天活蹦乱跳，对天对地的，她身体能不好？呵呵，总之啊，没事就行。那丫头啊，不是个吃亏的。确实刚怼了天，而且怼的还是天雷。华善回来的时候，凤千觉这会儿正在王府的书房中处理着公务，可看着眼前的密报，他的心思却全在贝寻手上的那道胎记和叶芝的面纱上。其实在抱着贝寻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偷偷地看过了贝寻的手腕，可奈何被雷劈了的贝寻身上一片漆黑，尤其是左手的手腕。他本想直接停下掀开面纱，可华善就跟在身后不远处，一直都没有机会下手。你们两个睡就睡，居然还打呼噜，把主子都吵醒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虽然有些发热，但都是正常现象。药啊，我已经让人去熬了。至于身上，都是些皮外伤，养养就好了。再配上我秘制的药膏，保证一个疤都不会留下。等好了之后，还是那个白白嫩嫩的小祖宗。你们两个去其他房间休息吧，别在我这里打呼噜，会让我想打人。主子，您好点了没有？属下刚才回了一趟镇国公府，跟老夫人说了，您要留在神医那调养身体，要过几日才能回去。
还顺便去牵衣坊给您拿了几套衣服。还是我的华善姐姐能在关键时刻指望上，要指着刚才那俩，我气也气死了。赶紧把衣服放下，让魏泽给你找个房间去休息。我这没什么事儿。属下哪儿也不去，就在您旁边的小榻上休息。您现在受着伤，属下不能将您自己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算是摄政王府也不行。那两个死货确实不怎么能指望上。主子您不知道，您在米峰那儿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还有那张子时，要不是摄政王他就……总之，属下哪儿都不去，就守着您。哎呀，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认识了你们3个，我都说了，这小祖宗没事儿，反复发热是正常现象，过几日就好了。你们怎么就不信呢？哎，你俩干嘛堵着门啊？我还得回去睡觉呢。不行，只要主子不退热，你就得一直守在这里。男女授受不亲。没事儿，我是女的，你们俩坐在门口，我去床边陪着主子。你看好他，不能让他跑了。要是让他跑了，就让主子把我打得主双管。你们会功夫，你们了不起。要不是怕那小祖宗醒了拆了我的小院子，我非把你们2个毒得跑肚拉稀不可。还拄双拐，我保证你跑的比没拄拐的都快。他们2个就站在那里，一边看着张子时扎针，一边听着贝寻烧得直说胡话，什么鬼差啊阎王的，后面居然连生死簿都出来了，生怕自家主子去见了阎王。阎王，我想见就见。不，能不见就不见。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3天。华善，你别说，老张头的药膏还真的好使，这才几天呢，就开始恢复了。这点华山不可否认，张子时的药确实是好用，比起仙丹也不差。外面下雪了，应该是开春前的最后一场雪。要不要出去走走？他要将人约出去，不然在房间里面，他身边的侍女就像是防贼一样的防着他。不，应该是防着所有人。躺了好几天，骨头都躺僵了，是得起来走走。凤千觉带着贝寻走在院子里，看着身后寸步不离的华山，满脸的郁闷。那个了半天也没那个出个所以然来。我的好姐姐，你照顾我好几天都没休息好，回房去休息吧，我跟摄政王说点事情。那属下就先回去了，如果有事情您就大喊，米峰和属下都听得见。本王长得像流氓？不，你怎么会像流氓呢？就您这长相，多看几眼我都会担心自己变成流氓。王爷，您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吧？那个是有个事情，但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说来听听。那个本王想看看你的真容。你想掀我面纱？为什么？本王想确认一件事情。行，那你先吧。这次轮到凤千诀蒙圈了，他纠结了好半天，想到他会生气，会掉头就走，避而不见，会找借口拒绝自己，却唯独没有想到他只是想了一下就痛快地答应了。他虽然不知道凤千诀为什么要掀自己的面纱，但是他能确定他真的是个好人。还有一点就是，贝寻知道凤千诀要给自己保媒拉线当媒婆的事儿，所以他非常的好奇，他在看见自己就是正主的时候是个什么表情。要知道自己可是跟他有婚约的，给自己的未婚妻保媒拉线，呵呵，真是期待呢。王爷，您是要掀我的面纱，还是要掀我的头盖骨啊？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慢慢的放在贝寻的面纱上，一下两下，怎么都拽不下来。王爷，您是真的要掀了我的头盖骨啊？那个本王不会摘。不会摘你早说啊，头发都薅掉好几根。贝寻素手轻抬，一边摘面纱一边皱眉，也不知道华善最近几天抽的什么风，每天都将面纱夹得这么紧。这不是某人总打面纱的主意吗？虽然我不说，但是我不傻。在贝寻摘下面纱的那一刻，一张倾国倾城的绝色容颜显露了出来。
凤千觉怔怔地看着为师粉黛的贝寻，心中既高兴又懊恼。高兴的是他果然没有猜错，贝寻就是叶芝，而且他们是有婚约的。懊恼的是他居然让魏泽给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相看男人，试图将她嫁出去。还好没有成功。你们两个是不知道啊，刚才我将面纱拿来的时候，那凤千觉整个人都吓得愣在那儿了。哎呀，你们两个没看见真是太可惜了，早知道他能是这种反应，我早就把面纱掀了，真是太好玩了。那主子你知不知道，那摄政王对你没安好心？华善虽然心中有所感觉，但他也知道自家主子对男女之情这种事情是有一些迟钝的。闭紧你的嘴巴，少说话，多做事。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这热闹我还没看够呢。正在这时，阁主，您在吗？属下找您有事情。进来吧，主子正好醒着。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那个，我想请阁主去看一下我们王爷。凤千觉，他怎么了？王爷他有点不对劲。啊？哎，就是属下也说不上来。从刚才回了书房以后，王爷就有些不对劲，所以属下想请您去看看。不对劲去找张子时，我又不会看病。不是看病，是看。既然这样，本阁主就随你去看看，看看你们王爷到底是怎么不对劲。可当贝寻将书房的门推开之后，就看见凤千觉正坐在桌案前看着一幅画，赶紧手忙脚乱的将画给收了起来。那个王爷，你们聊啊，我属下就先出去了。你找本王是有什么事情吗？没事啊，是魏泽让过来看看你的。魏泽怕你被什么东西给附体了，特意求了我来看你。附体？魏泽，你给本王等着，一会儿本王就让军棍附你的体。那寻儿可看出来什么了？王爷还是叫我叶芝比较好，如果在外面就叫我贝大小姐或者是小小姐都行，毕竟咱俩之间充其量只能算是朋友而已。至于看出什么，那倒是没有，王爷好得很。贝寻想着，我当然看出来了，出来看你的笑话来了。还被什么东西给附体了，被傻子附体了还差不多。既然看完了，王爷也确实没什么事情，那我就走了。稍等一下，后日是贝承平发丧的日子，你要不要回去看看？我去。正好，后日本王也要去，不如……不了，张子时说后日我差不多就能大好，所以我准备明晚就回镇国公府，到时候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不用麻烦王爷。自己去领武士军棍？是王爷，但是领军棍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阁主跟贝寻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啊，王爷？如果贝寻就是叶芝，那他肯定知道属下跟他相看婆家的事情，也知道属下安排人与他偶遇的事情啊。那又如何？王爷，您心悦阁主，可属下却看上了阁主身边的那个女护卫，这样将事情给捅开了，我还怎么追她呀？我要是追她，估计她能一脚将我踹死吧。什么时候的事？就是赏雪宴，王爷您毒发那晚的事情。王爷，您跟阁主呀在山洞里待了一夜，属下也跟那女护卫在外面守了一夜。你们两个那天晚上……我跟他之间啊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做，就连话都只说了3句。3句？对啊，就3句。第一句是王爷您让属下将银票给他，他说知道了。第二句话就是属下问他和阁主怎么会在这里，他说关你什么事。第3句属下刚把嘴张开，还没等说，他说闭嘴。就这3句话。后来你们就一句话都没说，在外面站了一夜？那怎么可能？我不停地跟他说话，只不过他没有理我，没理我就算了，还专挑看不见的地方把我打了一顿。属下自认为功夫不错，但居然没打过他，
王爷，您说他是不是很特别啊？这货怕不是个傻子吧？喜欢被人揍？叶芝就是被寻，他身边的女子应该就是华山，只不过易了容而已。至于他们两个的声音，应该是有什么秘法吧。行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要追人家，就自己想办法去追，别在这里烦本王。本王自己还不知道怎么追呢，哪有空管你们俩的闲事儿啊？两个将人给得罪彻底的人陷入了深深的苦恼。魏泽刚站起身，就听见小厮来报说张子时求见，要给王爷请个平安脉，报答王爷那日的救命之恩。哎，魏侍卫你也在啊？那正好，一会儿也顺便给你把个脉。现在神医都这么平易近人的吗？不应该都像山里的那个老邓一样，每次去啊都得给着金银，陪着小心，还得把人家当祖宗似的求着吗？张神医和叶芝是怎么认识的？王爷，我今日本来心情挺好的，但是看着对方的好奇的眼神，还是说了起来。毕竟他实在是太想找人倾诉倾诉了。哎，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如当初就让那头熊把我吃了，这样我也不会天天被那小祖宗压得死死的。就是我有一日去山上采草药，因为突然下起大暴雨，没法下山，就留宿在了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说来也是我倒霉吧，那座山我都山过好几次了，都没有事儿，偏偏那次呀碰到一头棕熊。我独自进山，身上肯定会带着驱蚊驱兽的药粉的，可是那棕熊啊就好像成了精似的，我每次撒出去的毒粉它都能避开。我不会武功，最后把毒粉都撒完了，它还在洞口的不远处徘徊，就连我点的火把都没用。就在我以为自己肯定要当晚餐的时候，看见一个一身红衣戴着面纱的姑娘坐在不远处的树上吃果子，身边啊还跟着一个黑衣女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她肯定是天神下凡，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结果后来我才知道，那哪是什么天神下凡呀，那简直就是作精下凡，是老天爷看我活得太好，派来惩罚我的。我看见他俩坐在那个树杈上，一边啃着果子，一边看向我这边，还不时地讨论几句。眼看那棕熊就要来了，我吓得赶紧大喊，求他们救救我。可你知道那小祖宗当时说什么吗？他说呀，他就是路过这里，听到有动静来看看热闹。王爷，您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这凤千绝嘴角抽了抽，不由得回想到他当初中毒回京的路上，好像也是因为他来看热闹才救了自己一命。当时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赶忙告诉他我是神医，只要能救了我，我这条命啊就是他的。那小祖宗听到我是神医的时候，眼睛都亮了，抬手就将啃了一半的果子扔到那棕熊的头上。王爷啊，您可能想不到，就那半个果子轻飘飘的砸过去，居然就将那棕熊直接给砸死了。您说吓不吓人？确实是挺吓人的。所以啊，后来就算知道那小祖宗是个作精，这一年来我也只敢偶尔小小的反抗一下，并不敢真把他惹急了。您是不知道啊，要真将他惹急了，他能想出100个损点子对付你。就比如说我那小药炉，到现在都还有一股熬粥的味道。这种事情啊可太多了，多到我都不想说喽。哎，算了，咱们还是把脉吧。只不过这把脉的过程可把魏泽吓得一颗心都快跳出来了。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怕中医笑嘻嘻，就怕中医眉眼低。此时张子时的脸上将这句话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活着呢？还活着呢。别人可能不明白张子时的意思，但是风千绝确实明白，他身体里有一条蛊虫。那可是救命之恩啊，费点事就费点事吧。这话落在凤千绝和魏泽的耳朵里，让两个人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得罪了啊！就在这时候，魏寻去而复返。那个，对不住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记问后日的时辰了。你们继续，我不问了，我这就走。寻儿，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张神医正在给我把脉。我知道，
你不用解释，我真的知道的。他在身上把脉吗？我懂的。王爷已经知道这小祖宗的身份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哎，您可给我留条命吧，行不行？我正要给王爷看蛊虫呢，不是你想的那样。蛊虫？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啊？那我也要看。哎，行，只要您别再乱说话，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天都行，好不好？那个，本王自己来。不用全脱了，只脱上衣就行。真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啊！有眼福喽。这套金针可是我张家的传世之宝，请出来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用完一次呀，回去还要用药酒泡7天。那药酒可珍贵了，里面尽是些好东西。那你家的传世之宝还挺多的哈，什么熬药的炉子、怼药的杵子，甚至连装丹药的瓶子都是传世之宝。好家伙，这又出来个金针。老张头，你想碰瓷儿就直说，摄政王有的是银子，你不用这么含蓄，看不起谁呢？干嘛将我的心思都说出来？我不要脸了呀！我这是在帮你，你不知道吗？狗咬吕洞宾，以后别跟我要银子买你那些破烂。魏泽，拿5万两银票给张神医。是，王爷。5万两，这么多？拿一张1万两的和一张4万两的。魏泽不起，你们能认识老张头，还是托了我的福。这4万两我就收下了，给老张头1万两银子的辛苦费就行。王爷说，那是给我的。那也是我帮你说话，王爷才给你的。那可是5万两银子，你要那么多银子，不怕被抢吗？想想你家那些流落在外的传世之宝吧，5万两银子能够买你的命了。你要不要？你不要，这1万两也没有了啊。哎，我要，我也没说不要啊。你都有4万两了，能不能要点脸啊？脸是什么？值钱吗？如果值钱，那正好拿去卖了。突然听见身后的凤千诀闷哼一声，他体内的蛊虫已经苏醒了，你们尽力压制。我已经用金针堵住了他游走的路线，很快你们就能看见了。凤千诀的双眸越来越红，几息后就不受控制地将魏泽给震了出去。那蛊虫还挺厉害，估计是蛊王啊，但想要将他逼得游走，估计还得1炷香的时辰。一会儿如果王爷压不住的话，小祖宗，您能不能出手，给王爷输点内力？谁告诉你我有内力的？那么高级的东西我可没有。只当他是跟当初一样，只顾着看热闹，见死不救。神医，你误会阁主了，阁主他是真的没有内力。哈？没有内力？怎么可能？他能将米蜂按地上揍，还是使劲揍的那种。不仅如此，他还能用轻功，怎么可能没有内力？虽然我不懂，但我又不瞎，你不用替他说话。他就是只顾看热闹，见死不救。一个人有没有内力，从脚步和气息上就能分辨出来。阁主他确实是没有。至于为什么能揍人能飞，那属下就不知道了。你冤枉本阁主了，本阁主表示内心很受伤。好吧，我知道你心中这会儿肯定也是愧疚难当。我这人呢很好说话的。我听米峰说你最近新研制出了一种丹药，叫什么美颜丹啊？对，就是这个。听说服用一段时间以后会让皮肤变得更白嫩，是不是啊？就这个吧，你给我准备100粒，10粒装1瓶，我要拿去送人。小祖宗，您知道炼制那丹药需要用多少珍贵的药材吗？我不想知道，我就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练好。再说了，你好好的一个大男人，怎么想起来没事研究起女子的东西了？为什么研究？要不是你和米峰那混蛋成天一口一个张老头，他至于陷入自我怀疑吗？半个月给你。行，成交。我也不白要你的，一会儿我负责揍王爷。我谢谢你了。阁主，您拿了我那么多丹药，我问个问题，不过分吧？你问，
您没有内力是怎么做人的？能不能教教我？教不了，我确实是没有内力，但是我有神力，天生的。您就把我当傻子骗吧。反正我说了，你爱信不信。没出息。没出息就没出息，总比没命强。凤千绝双目猩红，冲着贝寻和张子时就击出一掌，吓得张子时急忙将脑袋缩回去，两只手紧紧地拽着贝寻的衣袖，贝寻只能伸出另外一只手随意的一挥，眨眼间就将凤千绝的掌锋换了个方向。睁开眼睛。我睁着呢。接下来要怎么做啊？小祖宗，您能不能将他控制住，就是不让王爷动？那还不好办。魏泽，去拿条铁链过来。你去帮阁主吧，控制住王爷以后，我去帮你们吧。不用他，我自己来，不然一会儿指不定你得先救谁呢。只见整个书房中残影到处乱飞，几息之后，凤千绝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椅子上。搞定。蛊虫呢？快整出来让我看看。论看热闹，您是老大呀。不看热闹，我也是老大。没办法，小命要紧，不然当初他也不会将自己卖给那小祖宗了。难道这就是王爷身体里的蛊虫啊？对啊，这就是。那神医，你快将这蛊虫弄出来啊！我也没说我能弄出来啊。不，那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就是让你们看看，王爷身体里啊是真的有蛊虫。在看到贝寻危险的眼神之后，我只是现在不能弄出来，又没说以后不能弄出来。人家今天没有做准备，只能先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蛊虫，才能回去准备相应的东西。哎，你们两个别这么瞪着我啊，我害怕。那他现在怎么办？那还不简单啊，我将金针拔了就好了。那蛊虫本来也是我强制唤醒的，等拔了金针，他自然就会回去睡大觉了。那你还不拔针，看着我得意什么？还是等着我把金针都拔了，全扎你身上啊？哎，女人什么的真是太可怕了，这么不温柔，以后嫁不出去啊，有你哭的时候。哼，等你成了老姑娘，我就天天去找你，在你旁边喊活该。要不是现在他在给凤千绝拔针，他非得将他踹出去不可。他可不会嫁不出去的啊，王爷排队等着呢。没过一会儿，金针就全部被拔出来了，凤千绝也渐渐恢复了理智。没伤着你吧？魏泽表示自己受到了10000点暴击，他这都吐血了，脸都被摔肿了，可王爷就像看不见一样，反而去问站在旁边连衣裙都没有脏一点的贝寻。辛苦你了，去整理一下。那武士军棍暂且就免了吧。属下没事，多谢王爷。嘿，这才像话嘛。不知神医可看见蛊虫了？看见了呀，不止我看见了，他们两个也看见了。那神医能否将蛊虫取出来？不能。你给老娘一次性把话说全。哎，说就说嘛，你猜我干什么？现在取不出来，我回去准备东西。说清楚要准备多久，什么时候能把那破虫子给取出来？哎，下个月蛊虫苏醒的时候，我来给王爷取蛊虫。本王应该好好谢谢阁主，不如阁主再多留几日，让本王略表心意。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出药出力取蛊虫的人是我，求求你俩可做个人吧。不用了，我还是明晚回去。至于老张头的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下个月15我会把他带过来的。神医嘛，就是用来救人的，不然他还有什么用啊？当初那头棕熊呢？你出来！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太欺负人了。第二天晚上，然后让华善将张子时扔回自己的小院里。张神医，那就麻烦你了。哦，对了，你可别想着跑啊！以主子的能耐，估计你前脚刚背着包袱踏出小院的门，他后脚就能将你堵住。我好歹是个神医，你将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当初说了，只要你们救了我，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人了，我怎么会逃跑呢？再说了，那小祖宗拿了我这么多丹药，我怎么也得找机会收点利息回来的。还有啊，
你帮我回去提醒米峰，让他别忘了答应要送我的1车药材，我明日就要。哼，一群烦人精。昨日一回去，贝寻就将所有的事情当成笑话一样的讲给华善和米峰听，所以这会儿2个人心中都无比同情张子时，就连药材米峰都多送了1车。没想到啊，没想到那3个人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是有良心的。那个张神医，主子说了，你那套金针他看着挺好玩的，让你给他打1套，半个月后呢，他来拿美颜丹的时候一起拿走。话一说完，米峰转头就跑，就像是后面有鬼撵他似的。打金针可是要金子的，他倒是给我金子啊！不给我金子，我拿命打啊！贝寻回到镇国公府的第2天，外祖母，我昨晚就回来了，怕打扰您休息，所以今日才来给您请安。身子都养好了？养好了，有劳外祖母挂心了。对了，外祖母，一会儿寻儿要出去一趟。唉，去吧，好歹也是你父亲，送他最后一程也当全了孝道。记得换件素色衣衫。主子，我发现一直盯着咱们的那个暗卫不见了。我也发现了，估计是外祖母察觉到了什么，把人撤回去了吧。这样也好，也不能每次都给人家用药啊。那个主子，您是不是回去换身素色的衣衫啊？不用，大好的日子穿那么素干什么？这一会儿真不会被人给打出来吗？带着华善就上了镇国公府的马车，刚走到半路，马车就停了下来。小小姐，摄政王府的马车在前面。小小姐，我们王爷在马车上等着您，要您一同前去，说是怕有人为难您。王爷说呀，这是还一些您能让他遇见神医的恩情，让您不用有心理负担。人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贝寻还能怎么样？只能扶着华善下了马车。阁主就是阁主，亲爹发丧居然穿红衣，真牛啊！魏泽赶着马车，不时回头看向后面。这2天他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想要追华善，那就一定要将贝寻那个小祖宗给伺候好，帮自家王爷抱得美人归。等贝寻当上了王妃，住进了摄政王府，还怕自己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你这一辈子的智商，估计都用在这上面了。阁主果然是……不会夸就别硬夸了。再说了，这不是有王爷保护我吗？我怕什么？放心，本王定会保护好你。没过多久，马车就到了太傅府的大门口。哪来的妖魔鬼怪啊？还不赶紧闪开！王爷，辛苦您来为家父。贝寻，你来干什么？居然还穿着一身红衣！娘，你快来啊！你看看贝寻，他竟然……闭嘴！贝寻突然间发现，此时的凤千诀就好似变了一个人似的，跟平日里对着自己的样子完全不同。但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他2次救了凤千诀，一次是在赏雪宴，一次是他身上的蛊虫。要不是因为自己，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认识张子时。不是2次，是3次，还有中毒那次，但是本王不能说。北巡，承平好歹也是你的父亲，今日你的父亲发丧，你居然穿着一身红衣，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贝太傅好歹也是帝师，见到本王不行礼不说，居然还在本王面前大声呵斥，看来贝太傅是真的老了呀。臣等见过摄政王。他们这是不是连我也一起跪了？好像感觉还不错的样子。都起来吧，本王今日是带皇上来太傅府看看有什么需要没有。王爷，老臣刚刚失态了，还请王爷宽恕。但今日是老臣的儿子发丧的日子，这北巡却穿着一身红衣前来，想必也不是真心的，而是来给我太傅府难看的。我怎么不是真心的？我可太真心了，我是真心前来祝贺的。这贝承平给你们太傅府惹了多少麻烦事儿啊！要是他再活2年，
估计这太傅府离满门抄斩也不远了。还有啊，他下辈子可别再遇见我娘了，我怕我娘杀了他。不过他也没下辈子了，因为啊，他已经魂飞魄散喽。北巡，你简直欺人太甚！别以为你有镇国公程药，本太傅就不能将你如何，我就不信。这世道还没有王法了。太傅莫不是老糊涂了？王法还能管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来参加丧礼不成？再说了，王法不就在这站着呢吗？王爷，我说的对吗？玄儿说的对。好了，别在这里耽搁时辰了，本王一会儿还有其他的事情。爹，我觉得贝巡说的对，你说大哥都被皇上厌弃了，别到时候再把咱家给连累了。我觉得二哥说的有道理，大哥没了不还有我们两个吗？再说了，是大哥先苛待人家母女俩的。对呀，而且大哥的死又跟贝巡没关系，大哥那么对他们母女俩，贝巡人来了就不错了，您管他穿什么颜色的衣衫呢？你们两个，他可是你们的大哥啊！那贝巡和明子婉还是他妻女呢，也没见大哥对他们娘俩留情啊。本太傅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我觉得父亲变了，变得讲不通道理了，也变得执拗了。我也发现了，而且大哥的死跟贝巡有什么关系？那是永墨古国的人干的。爹不敢找永墨古国的事儿，就拿贝巡出气，真是不可理喻。可能是亲眼看见大哥死在眼前，受刺激了吧。我的亲爹啊，你就安心的去吧，不去也没办法，不是？哦，不对，你已经去不了地府了。要不是你玩命的撞我，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个畜生道呢。魂飞魄散了吧？这都是报应啊！该呀，活大该呀！王爷，轻敌来了。本王不想，用得着你说？王爷，您刚才不是说还有事情吗？那您就先回去吧，我跟朋友聊聊天。那本王就先回去了。薰儿，你还好吗？你们不用担心我现在心情很好。如果没有前几天的天雷，心情就更好了。那个，玄儿，小姐，大小姐，请您等一等。没怎么。还好您没走。那个，今日大老爷出丧安葬，按照习俗，您啊。停！如果是福官的话，我怕我想起我娘，一时忍不住再将棺材板给掀了，让贝墨相扶去吧，想必她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当嫡女的。如果是哭丧的话，那就更不行了，你们不怕我哭不出来，我还怕自己会笑出声来呢。所以你们找别人去吧，当我不存在就可以了。我今日来上香是为了有个了断，也省得之后路人口舌给镇国公府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可别多想了啊，会错意了。行了，谁让你来的就这么去回就行，我走了。林然和林若再次使劲地给自家三哥使眼色。薰儿，我想跟你说，那日……小姐，小姐，不好了！今天是不是自家三哥的倒霉日啊？怎么就能那么倒霉呢？你跑这么快干什么？找我有事吗？王爷有些不舒服，想请小小姐去看看，万一小小姐也能。王爷在哪？就在外面的马车上，我带您过去。今日怕是不行了，明日一起出来喝茶哈。还有明日啊，真是要了我的狗命了。林家姐妹本来满脸的失望，听见贝巡的话之后，瞬间又高兴了起来。自家三哥命不该绝啊！马车上，王爷，您这是活不起啦？本王刚刚只是突然间觉得气血翻涌，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才让魏泽将你请来，麻烦你了。王爷并没有要变身的迹象，可能是夜里没休息好吧。
要不明日我将张子时抓来给您瞧瞧？倒不必那么麻烦，怎么好意思总是麻烦张神医呢？啊？不好意思麻烦老张头，好意思麻烦我比张子时还不值钱。我的好王爷啊，您可坚持的时间长一些啊！我觉得华善马上就要被我感动了。你放屁！王爷，您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是有点事情，不过本王也真的是身体不舒服。什么事啊？那个，本王觉得你还是跟其他男子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毕竟不知根不知底的，对你的名声也不好。王爷，您这话我就不太明白了。当初让魏泽给我找婆家，恨不得我赶紧嫁出去，当媒婆的是您，现在在众目睽睽之下牵着我的手，后来又让人将我叫走的人还是您，怎么那个时候您就不说对我名声不好了？难道您不是男人？本王行了，别本王了，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以后我的事情还请王爷别再操心。我觉得在摄政王府的时候，咱们已经将话说得很清楚了，遇到合适的人我自然会嫁，就算我这辈子都不嫁，也绝不会赖着您不放。还有，那个婚约只是伯母和我母亲之间的玩笑话，毕竟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王爷不用对我负什么责任，也不必将婚约的事情放在心上。至于你我之间，也只是叶芝和王爷之间的互相帮助，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等张子时给您将蛊虫取出来之后，不管是叶芝还是被寻，都尽量不会再出现在您的面前，省得碍着您的眼。本王不是那个意思，本王只是……起身就下了马车，带着花扇走了。这么快？王爷，您这也不中用啊！还不走？要不你坐进来，本王来赶马车。啊，马上就走，马上就走。这肯定是将人家给惹急了。哎，这些日子我还是少往跟前凑吧。凤千觉他好像是有点什么大病啊，当初给我当媒婆，找了那么多人让我偶遇他的事儿，我还没说他呢，现在只不过说过几句话，就又想管起我的闲事儿了，居然跟我说让我离别的男人远点，对我名声不好。可放他的屁去吧，老娘又不会赖着他非他不嫁，名声好不好的关他什么事儿啊？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哼，主子，您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啊？什么可能？就是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摄政王不想您跟别的男子接触，是因为看上您了？华善说完之后，就小心翼翼地看着贝寻的表情，哪知道贝寻一愣之后，突然大笑了起来。主子，您在外面好歹注意点形象。好，我注意点。可是华善，你是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呢？你说的这种可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首先，他不会看上我的，不然怎么会给我保媒拉线儿呢？巴不得我赶紧嫁出去，这说不通啊。第二，我是不会嫁给他的。为什么呢？论长相，摄政王可以算是万中无一了。论武功，米凤都被他给踹瘸了。至于权力，摄政王也很不错了。您要是嫁过去，就是摄政王妃。摄政王妃？那我要是嫁给那小皇上，我还是皇后了呢。至于为什么不会嫁给他，那很简单啊，他那么嫌弃我，我为什么还要去上赶着他？再说了，我又不是贝梦香，我又不喜欢他。请摄政王节哀。两个在门口一边看门一边互殴的鬼差，在看见贝寻脸上的笑容时，双双打了一个冷战。我怎么觉得要不要回去告诉大人一声？应该不用吧。哎呀，我想大人这会儿应该已经找地方藏起来了。要是万一大人忙忘了呢？你是傻子是不是啊？你生前是不是笨死的？你这会儿要去告诉大人什么呀？告诉大人小祖宗今晚要回去霍霍了，当着大人的面说小祖宗坏话，你不想当皇了？可是大人平日里也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大人能说，但是咱们不能说呀。
不然大人会不高兴的。这就叫只许那儿放火，不让谁点灯。原来是这样，还是你有文化啊？那我听你的。夜里还不到子时的时候，贝勋就已经洗漱好，早早的躺到了床上，等着子时的到来。主子平时可是一个夜猫子，不说出去溜达吧，但也绝对不会这么早就休息的。就算偶尔会早睡，可也从来没有这么早过呀。难不成是上次被雷劈了留下了什么后遗症？不行，他得给米峰发消息，让他明天一早就将张子时给拎过来给主子看看。张子时要是知道，那一定会说，那么大的无城阁，你们就不能用马车来接我？能不能别每次都用拎的？恐高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地府崔珏的房间中的床底下。大人，您觉得咱俩藏在这里真的不会被找到吗？不会。为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如果被找到了呢？没有如果。薰儿回来了吗？还没有。咦，奇怪了呀，这都过了子时了，他每个月不都是准时准点的吗？这个月是怎么回事？不会是被雷劈出事儿了吧？那倒是不会，只不过我昨日在他的神识中动了一点小小的手脚而已。就是让他神识回来的时候必须是睡着的状态。以往他回来只要神识出来，肉身自动进入睡眠，但这次有这么好的办法，你以前怎么不用？不能每次都用，对他身体不好。这次是没办法，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为他扛了天雷的事情。那咱俩还躲在这里干什么？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会生效。欺负我打不过你是吧？薰儿不会察觉出来？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不学无术。太傅府可不管怎么样，神识就是没有反应。也没事儿啊，这是为什么？被劈出毛病来了？在天快要亮的时候才忍不住的睡了过去。我去啊，终于出来了！我回来啦！贝勋刚进入地府的门，就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他的神识拽回身体上。睁开眼睛一看，他妈的，天亮了！啊，主子，您怎么了？是不是有哪不舒服啊？我是哪都不舒服，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呢？赶忙转身出去，将天还没有亮就等在那里的张子时和米峰带了进来。主子说他不舒服，你快给主子看看。他这是被鬼附身了？老张头，你怎么在这儿啊？丹药和金针做好了？哎，我在把脉，别说话。还就真不动不说话的躺在那里，不正常，太不正常了。主子到底怎么样了？你这表情怎么回事？脸抽风了吗？没什么事儿，就是前些日子的伤才好，昨夜又一宿没睡，有些虚弱。你们上次不是抢了，不是是顺了，也不是，就是送给了你们那么多丹药吗？你去里面找归神丹，给他吃了好好睡一觉就行了。就这点小事儿，随便一个府医都能开方子，还至于你们大半夜的将我拎过来，真是大材小用。主子的事没小事。对，华山姑娘您说的对，小祖宗的事儿没小事儿。以后若是小祖宗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欢迎你们随时来拎我。不过下次你疯，你能不能让我穿上衣服再拎啊？多亏的是大半夜没人看见我，不然我的清白都被你玷污了。清白？你有什么清白？一个大男人要清白，你恶不恶心？主子要休息了，你俩要是想吵架，就回真香阁吵。哼，走走走，跟我去真香阁，你给我解释解释，男人的清白到底是什么？不，我回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家。我不，费低点啊！前几日不依你就好了，就该让你一直瘸着。贝勋回过神，放心，我真的没事儿，可能是被劈后遗症。
昨晚我本想早早睡的，可能是因为心里有事儿，所以失眠了。难道是因为摄政王，所以主子失眠了？难道主子心里有摄政王？我心里有狗屁。这日天刚黑，突然一个黑影冲了出来，几招就将黑影踹飞了。别，华山，是我，是我呀，魏泽。我管你为什么泽，你吓着我主子了。阁主，王爷的蛊虫开始发作了。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吧，别总用这个当借口诓骗我。诓骗您？我哪敢啊！我真的没有。如果我用这件事骗过您，那就让我……说呀，怎么不说啦？如果用这件事情骗我，就怎么样？被暗杀，出门被马车撞，还是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啊？不，这个不行。哪个不行？娶不到媳妇儿，这个肯定不行啊！一定要娶华山，大不了我的小金库全给他就是了。阁主，这次呀，您真的相信属下？王爷真的提前发作了，现在府中的人啊，都已经要控制不住王爷了。属下这才自作主张来求阁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凤千爵今年已经20了吧？是，王爷今年刚刚20，是到了娶妻的年纪了。谁问你他是不是该娶妻了？我是说蛊虫都已经发作20年了，前面20年你们都是怎么控制的？你们就还怎么控制呗？怎么现在一遇到我就控制不住了？哎呀，属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前王爷发作的时候，属下帮着用内力压制住就可以。可自从王爷今年的生辰过了以后，便愈发的严重起来，甚至会提前。阁主，求您去看看吧，就这一次。反正下个月蛊虫就要被取出来了，不是吗？阁主，要是今夜王爷真的死了，下个月您就看不见蛊虫长什么样子了。你先回去吧，主子换了衣服就去。魏泽知道自己赌对了。主子，您真的要去吗？去，为什么不去？魏泽说的对，要是万一凤千爵真的死了，下个月我就看不见蛊虫了。还没到摄政王府的时候，就看见整个王府里面灯火通明。哟吼，好多黑衣人啊！啊，华山，你还别说，这摄政王府里的侍卫武功都还挺凑合的。这也不知道是谁派来的黑衣人，这么半天都没攻到门口，还在院子里转悠呢，真是一群废物。这要是在无尘阁，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还是咱们无尘阁好。要不要属下过去帮忙？不用，他又没给银子，咱们先坐这儿看会热闹，只要人不死就行。说完，主仆两人就坐在树上，一边看热闹一边点评，偶尔还救一把要被剑戳死的王府侍卫。阁主救命啊！喊什么喊？我是你家侍卫吗？你让我救人我就救人啊！无尘阁的规矩懂不懂？无尘阁的阁主叶芝，快，赶紧攻进去杀了凤千爵，不然等他出手，咱们都得死。10万两银子够不够？10万两够不够？这里一共还有13个黑衣人，这种级别的无尘阁的标价是1万两银子一个，所以不够，还差3万两。我无尘阁可不做亏本的买卖。黑衣人攻得更凶了。行，13万就13万，求阁主出手啊！就这种战力，用得着我出手啊？华山，你去吧，记得收银子，13万两全是你的，当我给你存的嫁妆了。他什么时候说要嫁人了？不过给他就拿着，自家主子不是个识数的，就当帮他存着了。不停地穿梭在黑衣人中间，几息后，全部黑衣人无一活口。原来赏雪宴那日在山洞口，华山揍自己还是留了手的，不然……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她杀人的样子真是太好看了，虽然易了容，那也好看，真是喜欢死了。你要是再站在那里喜欢死了，本王离死也不远了。
记得将银票给华善，1两银子都不许少。我可去你的吧！什么鬼样子，吓老娘一跳！不，我们鬼可比他现在的样子强多了。还不快拿铁链去！傻站在这儿等着下一波黑衣人来吗？麻烦阁主了。记得一会儿的黑衣人2万两银子一个，这波可比地上躺着的那些废物强那么一点儿。阁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主子的听觉和视力很好。可是2万两银子也太贵了吧，这得……因为他也听到了，好多人冲着他们王府的方向来了，而且根据轻功等级来看，确实是比地上躺着的强了不少。全体戒备，保护王爷！哎呀，华山，我的姑奶奶，您别站在那儿了，快来帮忙行不行啊？10个黑衣人，一共20万两，再加上刚才的13万两，一共33万两。哎呀，行，33万两，我知道了，一会儿就给你，保证1两银子都不会少。哼，现在不觉得2万两银子一个人贵了？一半黑衣人就已经倒在了地上，黑衣人的数量减少了，侍卫和魏泽瞬间觉得轻松了不少。不贵，一点都不贵。这么快，一半黑衣人都已经倒下了。太慢了，看来我最近是懈怠了，不然这会儿应该全死了才对。倒也不必那么严苛吧。又过了一会儿，全部黑衣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华善亲自挨个的检查，以防有漏网之鱼。我检查，我来就行，你快去歇着吧。我不信你，万一你觉得太贵了，最后说有几个没死，我上哪儿说理去？我像个骗子吗？外面的黑衣人全部处理完之后，魏巡正好也将门打开了。王爷怎么样了？已经绑好扔床上了，这次确实是比上次发作的要厉害。下个月还是赶紧让老张头将蛊虫拿出来吧。赶紧让人去账房拿了33万两的银票，讨好的递给背心。本王还在这里躺着呢，你瞎呀？你看不见啊？拿着，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后面还有。王爷，人家都有嫁妆，你什么时候能给属下点老婆本啊？就你这样的，本王祝你一辈子大光棍。主子，您的手怎么流血了？这是牙印。可不就是牙印吗？那个凤千诀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疯狗似的追着我也就算了，他好像就跟有目标似的，就想抓我的左胳膊。然后我这不是怕弄脏了衣裙吗？一个没注意，他居然咬了我一口，真他妈是疼死我了！要不是我反应快，非被他咬掉一块肉不可。不行，华善，咱俩赶紧走吧，我得去找老张头了，让他给我好好瞧一瞧，万一留个疤，我可真是要恶心死了。你们王爷确实是犯病了，不是故意占我便宜啊？王爷是真的犯病了，如果这次我说谎，就让我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那行吧，我走了。哦，对了，你记得明天给他吃点鸡爪子啊、猪蹄什么的，别总想着啃别人的手，这都是什么臭毛病啊！此时的张子时，哎呀，完了！那小祖宗，要来了！去！张神医，你在哪儿？老张头，你快出来啊！我被狗咬了，哼，疼死了！是那小祖宗，还被狗咬了，那还了得？这小祖宗也挺不容易的。小祖宗，你确定这是狗咬的？那狗是不是长得跟人差不多呀？你到底能不能行啊？我都快疼死了。能，不管是狗咬的还是人咬，像人的狗咬的都能医。华山，等回去的时候你跟米峰说一声，让他查一下今晚的黑衣人都是哪来的。主子，您是不是担心摄政王啊？我担心他，可快拉倒吧！我是担心他就这么死了，下个月我就看不到蛊虫了。等老张头将蛊虫拿出来，我管他去死。
还有，就在这时，主子呢？我听说主子流着血到老张头这儿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哎呀，你们一个踹我小院的门，一个踹我房门，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修门很累的？主子，您没关系，就算手指没了，你也依旧是最好看的。放心，不管是谁，属下一定会给您报仇的。敢伤我的主子，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行。还有，您以后要是因为没了手指嫁不出去，那我就委屈点，我娶了您。魏勋看着米峰通红的眼睛，老张头，我只是被咬了一口，你至于给我缠成这样吗？我怀疑你这是在报复我呀。我可没有报复你，我只是怕伤口沾染了什么脏东西，毕竟咬得太深了。这是被咬的？主子，你告诉我，是哪条狗咬的？在哪儿咬的？长什么样子？你看我不将它找出来，打断它狗腿！在摄政王府被咬的，那条狗叫凤千绝。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咬人的居然会是摄政王。米峰涨红着一张脸，半天没有说话，一直到华善将今天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哦，您说今夜摄政王府的黑衣人呢？我知道，是二王爷南宫恒和三王爷南宫同干的。啊？他们两个串通起来了？那倒是没有，他们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摄政王有病这回事儿，又知道正好是今夜犯病，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派人去刺杀。应该王府里有他们的眼线吧？他们怕被认出来，不敢用自己的人，都是临时找来的杀手，所以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只要凤千绝死了，皇宫里那个小皇上的皇位自然就坐不稳了。哎，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儿啊，属下收到消息，二王爷自上次找了媒人给您说媒被拒绝之后，并没有死心，所以主子啊，近些日子还是小心些，属下也会继续打探的。那就让他来吧，最后指不定谁倒霉呢。啊，你们三个要聊天，能不能回真香阁或者千衣房去聊啊？我困了，要睡觉。哎，那个小祖宗啊，记得不能碰水，明天来换药，连着换3天。老张头，我告诉你啊，要是我手上留下一个疤，我就把你那个祖传的宝贝小药炉给砸了，还有你那些传世的什么锅碗瓢盆，一个都别想剩下。哎呀，我保证，要是留下一个牙印，我自己亲自砸。所以啊，您快走吧。主子，你们两个先回去吧，属下还有些事。第二日，王爷，这都是昨日阁主离开前让属下给您准备的。说，他说什么？阁主的原话是：你记得明天给他吃点鸡爪子呀、猪蹄什么的，别总想着啃别人的手，这都是什么臭毛病啊？什么叫啃别人的手？本王啃谁的手了？阁主的。本王真的啃了他的手？确切的说是咬了一口，属下看着肉都翻起来了。你确定本王是咬了玄儿的手，不是你的手？属下非常确定，您咬的就是阁主的手。至于属下的手，天还没亮的时候，属下正派人查府中的眼线，正忙着呢，就看见米峰突然从墙头翻了进来。你也知道，米峰是江湖第一杀手，属下根本就打不过他。你能打得过谁啊你？这话说的，其实属实有点扎心了。其实魏泽的功夫还是很好的，不然也不可能一下子拦住那么多的黑衣人。但要是跟华善和米峰这种本身就是职业的杀手尖子比起来，就还是差了一截的。虽然打不过别人，但你在其他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王爷觉得属下有什么可取之处，属下一定继续努力。蠢！我当我自己没问，我也当您没说。继续往下说。那米方呀来过王府，就直冲着您的房间就冲了过去。属下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属下想着他是阁主的人，
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的。可是，属下错了。那蜜蜂打开房间的门啊，见王爷正在床上昏迷着，不知道为什么就站在门口不动了。就在这时候，属下突然听见他嘀咕了一句：“不能趁人之危，毕竟打不过什么的。”然后呀，他回头看着属下，让属下将手伸出来。属下本以为是阁主或者神医啊，让他给送药来的，结果属下刚将手伸出来，他拽过属下的手啊，狠狠地咬了一口，肉都差点没给咬下来。咬完之后呀，还吐了好几次口水，跟属下说：“真是便宜你们了。”然后呀，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属下的手，这是什么人啊？这是啊！凤千爵这会儿总算是明白了，这蜜蜂是给他主子报仇来了。既然你是替本王受过，被咬了一口，那就去账房领1万两银子，当本王给你的安慰。蜜蜂，你在哪儿？快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多被咬几口啊！这会儿，魏巡正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吃着午膳。捡钱了，这么高兴？这货啊，是来跟你邀功来了。邀功？你干什么了？给吴成阁揽着大生意了？挣一次能吃10年的那种吗？那算什么呀？我干的事儿可比那痛快多了。他到底干什么了？他咬人去了。你咬谁去了？你不会咬风千爵去了吧？哼，去了，但是没咬着。毕竟他当时昏迷着，我可不能占他便宜。以后让他说咱们吴成阁没规矩。那就好。我把魏泽给咬了。你说什么？你把谁给咬了？啊，我把魏泽给咬了，就是一直跟在凤千爵身边那个。他主子将您给咬了，我不能咬他主子，我就咬他。我狠狠地咬了一口，连位置都一模一样。你没跟我开玩笑啊？当然没有了。昨晚我越想越生气，所以从老张头那儿出来以后，就直接去了摄政王府。我本来是想咬凤千爵的，但是，咬了魏泽也差不多嘛，反正咬回去了。你干得漂亮！就算你不去咬回来，我也准备找个机会咬回来的。不能白挨一口，咱们吴成阁没那种逆来顺受的规矩。华帅，去给蜜蜂拿5万两银子当做奖励。主子，属下得到3个消息。来，一边吃一边说。第一个，二王爷准备在明晚引起骚乱，然后绑架你，将您那个啥了，然后逼您嫁给他。只要您嫁给他呢，就能得到镇国王府的支持。要知道啊，您大舅手中可是有兵权的。明日啊，主子，明日是正月15，林家小姐约了您一起看花灯。想靠女人上位，他这是要走贝城平的老路了。切，本阁主最近闲得无聊，正好陪他玩玩。继续说。这第二件事啊，有2拨人暗中在万无山庄请了顶级杀手。属下查了查，应该是2王爷和3王爷请的。出手时间呢，定在下个月的15，2拨人数加起来应该不少于10人。这次又是不约而同？是，虽说是没有商量过，但这2个王爷应该都知道对方要干的事儿，所以才会前后时间一同找上万无山庄，心照不宣而已了。他们应该是要对摄政王出手，毕竟这么多年，凤千爵每月15犯病的消息，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去。只要有人细心观察和监视，还是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的。真是烦人，当个摄政王真是麻烦啊，还不如就当个将军呢。这件事儿让我再想想，毕竟咱们跟凤千爵没那么熟，我只是想看个蛊虫而已。再说了，虽说咱们跟万无山庄是早晚要对上的，可现在不是还没撕破脸吗？第3件事呢？主子，这第3件事呢，多少跟您有点关系。跟我有关系啊？就是您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贝梦香。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还是又上哪丢人现眼去了？啊，都不是。这次呢，她可是悄悄地干了件不是人的大事儿呢。要不是人病的都快死了，这件事还没人知道呢。她干了什么？主子，你们还记不记得
贝梦香在大街上拦摄政王马车的事儿啊。我还记得当时让你派人看着一点儿，有个穿黄衣的女子。难道……主子想的没错，就是那黄衣女子出了事儿。我不是让你派人看着了吗？怎么还会出事儿？哎，摄政王为了保护小皇上，将皇宫守得跟铁桶一样。咱们的人好不容易混进去，但也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事情就发生在大年30的宫宴那天，就是主子您被雷劈那天啊。说事儿就说事儿，别总提我被雷劈，丢人。那日宫宴主子不是先走了吗？摄政王见您走了，紧接着就跟着出宫了，所以后面的事情呢，属下也是近日才知道的。那黄衣女子呢，是兵部左侍郎曹固的独女曹韵，随着父母一起进宫参加宫宴，就在出宫的时候出了事儿的。要说呀，这贝梦香也着实是有些本事，她邀着曹韵一起去如厕，曹韵不好拒绝，就只能一起去了。然后贝梦香就不知道怎么打晕了丫鬟，将曹韵给迷晕了。然后等曹家姑娘醒来之后呢，已经衣衫不整的躺在花园中的一个假山后边了，不知是谁所为啊，所以只能偷偷的叫了一个路过的宫女帮她去传信。当时在找女儿的曹固为了自己女儿的名声想，只能先将人带回家了，并说是自己女儿迷路了，没有让人声张。因为当时很多大臣都已经出了宫，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再加上三国使臣和贝承平的死，这件事啊便更没人注意到了。属下之所以知道呢，是因为派去盯着曹韵那人来禀告了，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府了。而且左侍郎的夫人呢，还悄悄地出京去附近的城镇请了个女郎中，属下这才派人去详查还因为这件事儿暴露了一个暗桩。查到是谁干的了吗？查到了，那日将曹家小姐玷污的人是三王爷南宫同的人。三王爷本想拉拢兵部尚书林家，但林尚书为人圆滑，就跟应付二王爷一样，这嘴上说着行行行，但到事上就装傻。所以呢，他就把主意打到了兵部左侍郎曹固的身上。那曹固也是真跟他名字一样是个固执的。年前的时候，三王爷派人送了礼物到曹固的府上，并隐晦地说明了来意。可没想到那曹固竟然当场就将那礼物摔到地上，并告诉来人，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三王爷这等人为伍，让他死了这条心。这件事让本就小心眼的三王爷记在心上了，所以在知道贝梦香想对付曹韵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找人联系了他。听暗哨说是贝梦香主动提出要找个染病的人，所以曹韵现在的情况并不怎么好。而至于那男子呢，在事成之后也就被三王爷给秘密处死了。而且贝梦香那个傻子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跟他联系的。我原本以为贝梦香只是耍些小把戏，比如推个人呢，冤枉个谁之类的，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狠毒。既然两个人都狠毒到一起，那就不如让他们两个凑成一个对儿，到时候也好收拾。至于曹韵，一会儿我正好要去张子时那换药，我问问他。李峰听见自家主子说要把贝梦香和三王爷凑合一对儿的时候一愣，随即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你笑什么？这几件事里面有一件事是好笑的吗？我不是笑这个，我是笑主子要把贝梦香嫁给三王爷这件事儿。这有什么好笑的？主子，三王爷他有隐疾。闪开仔细说说。主子，您可知道二王爷和三王爷俩人比凤千爵还大的一些，可至今却都没有娶妻。二王爷呢是觉得自己还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呢，所以想娶个对自己有助力的妻子。但三王爷就不同了，他是真的不想娶女子。不想娶女子？那他想娶谁啊？难道还想娶个神仙不成？
不想娶女子，那自然是想娶男子了。你的意思是，三王爷他喜欢男人啊？怪不得二王爷只想着求娶林家姐妹和我，但三王爷却从没想过。确实是这样，所以三王爷在朝中的势力跟二王爷比起来，差了那么一点点。太好了，我决定了，蜜蜂，你想办法好好的撮合一下贝梦香和那三王爷，不惜任何代价，但千万别把人给玩死了，我还得留着看热闹呢。贝梦香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况且一个庶女能嫁给三王爷，也属实是太高攀了。你别告诉我你家王爷又犯病了。没有，这次是有其他事情。阁主，今天是正月15，我家王爷想晚上邀您一起出去用晚膳看花灯。我家王爷说了，误伤了您很抱歉，见了您他定会给您赔罪的。赔罪就不用了，毕竟已经咬回来了不是吗？扯平了。还有晚膳和花灯就算了吧，我已经答应了要跟林家姐妹俩一起去。王爷，大事不好啊！跟司徒依云说不回来用晚膳了。寻儿啊，外祖母有事要跟你说一声。外祖母，您有事儿就差人来叫寻儿就好，怎么还亲自来了呢？怎么，寻儿觉得外祖母很老了，连这几步路都走不动了？怎么会呢？外祖母看上去也就40多岁，一点都不老。外祖母要跟外祖父出去游玩一段时间，寻儿要在府里乖乖的，遇到难事就找你大舅舅，想看书找你二舅舅，缺银子找你三舅舅。万事别委屈自己，外祖母会给你留下一只小鸟儿，要是有实在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写信让小鸟带过来，外祖母和外祖父会第一时间帮你解决。寻儿啊，你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镇国公府和外祖母都是你的靠山，而且是不管你怎么靠都绝对不会倒的那种。我的寻儿是个好孩子，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不必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外祖母，您什么时候走啊？3天后。这么急啊？我还以为怎么也得过1-2个月呢，这样我就能跟着一起去了。我还没去过太远的地方呢。你呀，一天就知道到处玩，到处看热闹，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知道吗？贝寻听话的点着头，一直聊到天快黑了，才亲自将司徒依云送了回去。老夫人，那传说会不会是假的呀？唉，我也希望那传说是假的，所以啊，我一定要回去一趟。还好寻儿现在还不用咱们担心，那个无城阁被他管理得很好。叶芝名字倒也有新意，也罢，反正就是些小打小闹的玩意儿，只要他不出危险就好，随他去吧。天色暗了下来，贝寻带着华善出府了。算了，就当多个帮忙拿东西的人也不错。王爷，您快来吧，您干什么去了？华善姐姐，我来帮您拿，您只管跟小姐公子好好的逛，这种力气活还是让我来就好。华善想了想，现在街上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二王爷今日又没有憋着什么好屁，所以也就没有推辞。
主子，咱们还是先去旁边避一下吧。正在贝勋要说好的时候，所有人都听到了前方传来的2声虎啸声。我之前已经定好了位置，你们去3楼的包间里等着，千万别下来。寻儿，你也别去，外面太危险了。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们3人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放心吧，你们忘了，那些老虎可是很怕我的，所以我不会有事儿。你们就在这里等着，等我回来以后一起喝茶吃饭。二王爷派来的人看见贝勋带着华善冲着他们迎面而来，愣了一下，然后马上低下头，装作平民百姓的样子。华善见贝勋点头，故意从他们身边路过，几人想掉头去追，刚一转身就觉得全身都提不起力气，几息之后便倒在了地上。正站在2楼包间窗边看热闹的二王爷南宫恒只感觉到一股邪风迎面而来，然后就华丽丽的被刮了下来，所以当他从2楼掉下来的时候，就只能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近。贝勋看见从南宫恒身上踩过的百姓，踩得好，使劲踩，最好把他的黑心烂肺全都踩碎。见百姓们都没事儿，贝勋这才又转头带着华善往虎啸的方向狂奔。魏泽带来的侍卫已经将老虎给围了起来。他们2个没有被送回南疆吗？并没有，因为宫宴上的事情本来是要送回去的，可南疆使臣要出了正月才走，如果先将老虎送走的话，他们又怕在路上出了问题，他们回去没办法交代，所以这才将这2只老虎一同留在了驿站，等着出了正月以后随他们一起回去。本来是没什么事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这2只老虎却突然出现在这里。南疆使者呢？属下已经派人去驿站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一会儿就能到了。你们放开我！你好大的胆子！我可是南疆使臣，你们居然敢像押犯人一样押我！我要去告诉你们摄政王，让他砍了你们的脑袋！你要告诉本王何事啊？算了，你也别告诉本王是什么事情了。本王倒是想先问问你，这2头老虎是怎么回事？说着便走到了贝勋的身边，将自己身上的披风脱下，披到了贝勋的身上，将人裹了个严实。可是刚才带着林家3兄妹推到百围居的时候才发现披风很碍事儿，所以就脱了下来。这2只老虎怎么在这里？你在问本王？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这2只老虎怎么会在这里，他们明明是在驿站的，而且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宫宴上的事情，我已经命人将它关进铁笼子里了，是绝对不可能放出来的。叫这2只老虎停下来。我指挥不了他们的。他可以，上次在宫宴上就是他让那老虎停下来的，那老虎能听懂他说的话，让他来。王爷，如果南疆使臣死在这里，可会有麻烦？麻烦肯定会有，但本王能解决。华善，老虎饿了。不要，不可以，你们怎么敢？我要是死在你们南境国，我们王上是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要怪就只能怪你找错了合伙人，你这会儿都要死了，可见你那合伙人来救你。哦，忘了告诉你了，这会儿估计他已经被踩得自身都难保了，还哪里管得了你的死活？也不知道你身上的肉够那2只老虎吃几口的，毕竟个子这么矮，估计也不够吃，凑合着吧，总比饿肚子强。你这个妖女，你！话还没有说完，一头老虎就扑了上去。吃完了没？吃完了就放开我，要憋死了。吃完了。而那2头老虎因为吃了人，兽性大发，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四周的侍卫。这些人，摄政王妃也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吴成阁的人也行。你能不能不说话？不行，你还在考察期。你们2个要想吃人，也得滚回你们南疆去吃。我们南境国的人，你们要是敢咬一口，我就将你们2个的皮剥了，
做大厂。我操！怎么又是这个小祖宗？我的箱子呢？我要我的箱子！这2只要怎么办？杀了还是送回去？刚才华善跟我说，这2只老虎是南疆使臣跟二王爷达成了什么交易，这才给放了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为了要，不然他们是不会出来伤人的。本王觉得刚才群儿说得很对，应该将他们送回去，吃南疆的人。魏泽，你去安排，将这2头老虎秘密送去边境的南疆军中。记得喂药。群儿，你要回府吗？不呀，林家姐妹还在百味居等我。虽然灯是看不了了，可喝喝茶聊聊天还是可以的。现在外面还比较乱，不如本王送你回府如何？不必了，我没有失约的习惯。摄政王要不要一起去啊？本王就不去了，要不本王派几个护卫给你吧。别耽误我时间，我还等着看热闹呢。穿着，这会儿还冷，别着凉。一件披风而已，不用跟本王算得这么清楚。那行吧，就听你的，等下次见面还给你。3楼的包间中，林家姐妹看到贝寻回来。玄儿，你知道吗？你刚刚可是错过了一场大戏呢。我跟你说啊，哎，你身上这披风是谁的？好像是个男子的。哦，这个呀，刚才路上遇着摄政王了，他见我穿的少，好心将披风借给我了。那会儿我们刚进来，身后3王爷和一个侍卫紧跟着也走了进来，旁边还跟着一个男子。不久之后，贝梦香也进来了，不过只有他自己，看样子应该是跟丫鬟走丢了，暂时来躲避的。后面进来的人越来越多，还好寻儿你提前订了包间，我们才不至于在1楼挤着。当时啊，1楼的人特别多，有人认出了3王爷，为了巴结，特意将自己的包间让了出来。事情就是这时候发生的。贝梦香不知道跟掌柜的说什么，只听见掌柜的不停地摇头，说真的没有包间了，好像还提起了摄政王。那贝梦香不管不顾的就要往楼上闯，结果跟要上楼的3王爷撞了个满怀。薰儿，你知道吗？那3王爷其实是个好男色的。说来我还真的是挺好奇的，男子和男子之间怎么可能有那种感情呢？薰儿，你说。珊儿，你是女子，这种话不合适。三哥，我又没去外面说，薰儿是自己人，说说又没关系。再说了，我又没说你脸红个什么？我们都知道你喜欢的是女子，不会误会你的。哎，让我三哥一打岔，我说到哪儿来着？说到3王爷跟贝梦相撞到一起。啊，对对对，那3王爷不是好男色吗？其实很多大臣都是知道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两人撞到一起后，没想到3王爷突然就像狗见了骨头一样，不停地盯着贝梦香看，然后一把将人抱了起来，进了楼上的包间，还将那男子撵走，让侍卫守在门口，到现在都没有出来。我都说到这儿了，应该明白了吧？魏巡其实已经明白了，这肯定是米峰干的好事儿，毕竟他们也在3楼，就在咱们隔壁的隔壁房间。奴婢去门口守着。你们认识曹韵吗？跟他的关系好吗？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们可以算得上是从小长大的了。韵儿的爹是我爹的下属，她是家中的独女，没有同龄的孩子，从小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玩的。可是寻儿怎么突然问起韵儿了？我记得你们好像不太熟啊。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大舅舅是镇国公，有些事情自然是能听到一些风声，但是我跟曹家不熟，只能问问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倒是认识一位神医，或许可以帮上曹家小姐。这件事我们得去问问曹夫人，毕竟这关系到韵儿的名声，曹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就连是谁干的都不敢去查。你们两个差不多就行了，也许曹大人并不是不想查，而是
心中有数。他从来都觉得林安叔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翩翩公子，心思单纯，不谙世事，可没想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样子。那个，我只是猜测而已。只是猜测？骗鬼呢你啊！雪儿，我有话想跟你说。这次可千万别再被什么事情给打断了。林三哥，你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定不会推辞。雪儿，大年30的宫宴上，我跟皇上求娶你，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想为你解围，但更多的原因是我三哥他喜欢你，我三哥他喜欢你。玄儿，他们说的没错，我喜欢你，所以你可愿意嫁我为妻？我那天在宫宴上说的都是真的，此生只你一人，绝不填房纳妾。贝寻愣了，他活了几千年，从来都没有被表白过，此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个，玄儿，你不必现在就做决定，我们可以先彼此了解一段时间。到时候你要是觉得我还不错，那我就让我爹娘去镇国公府提亲。如果最后你还是对我没感觉，那我也绝不会纠缠你，以后就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妹妹，和然儿若儿一样，绝不会成为你的烦恼。贝寻现在虽然脑子懵懵的，可他的心里好像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但却不是对林安舒的。这种感觉他形容不上来，闷闷的。随着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脑海中突然出现那道白发男子的身影，虽然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但是却依旧让他难过的想哭。雪儿，念清灵咒。大师兄。雪儿乖，什么都不要去想，念清灵咒。哦，好的。雪儿，你还好吗？大师兄，清灵咒第一句是什么来着？叶白瞬间一脸的黑线，只能带着贝寻一人一句的念着。慢慢的，贝寻有一些混沌的意识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那个，寻儿，你别紧张，我三哥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啊。寻儿，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或者已经有心上人了，直接告诉我就好，我真的不会缠着你的。虽然我会伤心，我会难过，但一定会祝福你们，不会强人所难的。是啊，就算你不嫁给我三哥，不想做我们的三嫂也没有关系的，不会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的，咱们依旧还是好朋友，一辈子的那种。那个，雪儿，他不行。大师兄，你管的是不是有些多啊？他不行谁行？你倒是告诉我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他不行。说完就不再回应，不管贝寻再怎么问，就是没动静。贝寻都快被气死了，但他也知道大师兄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听的。那个林三哥，多谢你的喜欢啊，但我真的只是把你当做朋友而已，就像然儿和若儿一样，是可以玩一辈子的朋友，并没有其他感情，真是抱歉。小姐，那边有动静了。华善，别笑了，快给我们讲讲。三王爷问贝梦香对自己做了什么，贝梦香不停地哭，说自己什么也没做，刚想上楼就觉得脑袋一晕，后面的事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三王爷不信，说贝梦香这种女人他见得多了，可成功的却是第一个。贝梦香说她没有，还说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三王爷，根本就不会为了当王妃做出这种事情。三王爷不信。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三王爷说就当自己被狗咬了，自己是不可能娶她进门的，今日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还说自己回去一定得好好洗洗，恶心死了。哎，好像还真的吐了呢。真的吐了？这得是有多嫌弃贝梦香啊。贝梦香说她的身子都已经给了三王爷，还说三王爷不负责任。然后三王爷问贝梦香到底想怎么办，
难道还真的想做王妃不成？贝梦香说自己根本就不想嫁给三王爷，说三王爷想多了，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心仪之人。贝梦香的心仪之人不就是摄政王吗？他不想做三王妃，想做摄政王妃还差不多。做摄政王妃？除非摄政王瞎了，不对，瞎了都不可能娶她，因为我充分的怀疑人家摄政王心里有人了。哎，这位姑娘，你继续讲啊。对啊对啊，我们正听得过瘾呢。三王爷问贝梦香，她既然不想嫁给自己，哪有什么要求让她尽管提出来，能答应的她一定会答应。贝梦香说让三王爷想办法让她当摄政王妃，刚才的事情她就当作没有发生过，不然她就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三王爷对她做了什么，还说反正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是三王爷将她带到这间包间里来的。一个残花败柳还想嫁给凤千爵，真是想屁吃呢。凭华善姑娘的内力，就算在屋里应该也是能够听见的吧，所以你们4个为什么不进来说？三哥你不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没看着还有其他人等着听呢吗？三哥你别打岔，华善你继续说。贝梦香说要让三王爷帮她当摄政王妃，三王爷怎么说？三王爷说啊，自己是让贝梦香提要求，没让她许愿，还说如果是当摄政王妃这件事，让贝梦香现在就可以将门打开出去随便说，大不了自己将她抬回去做个妾，反正府里不缺她一张吃饭的嘴。然后贝梦香就一直哭到现在了。贝梦香哭着冲了出来，演完喽，没戏看喽。贝寻拍了拍手站起来，身形一晃，华善见状赶忙去扶，可却没有想到有人却快了他一步。蹲太久腿麻了。那个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你差点摔着，本能反应而已。你们2个还不快点起来，是不是腿都麻了？现在太晚，我们3人先送你回镇国公府。不用了，你们直接回去就行，路上还有那么多的官兵呢，不用担心我自己溜达着回去就行。几人只能一起往楼下走。魏泽，你怎么在这儿啊？王爷担心小小姐的安危，所以让属下来护送小小姐回府。小小姐玩完了吗？玩完了，咱们现在回去。你会不会说话？你才玩了。看见了没有？你们都看见了没有？这是华善今晚跟我说的第2句话了，我就说我要成功了吧。这次是真不用你们送了，快回去吧，我也回去了。哎，三哥，要不就算了吧，咱们再找就是了。林安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三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啊？啊，你们在说什么？哎，我们刚才说，三哥，既然寻儿，不如就算了吧，以后还能遇见更合适的，我们会帮你留意的。别担心了，三哥没事儿。走，回府吧。马车上，主子在想些什么？是在想贝梦香的事情？想他干什么？还不够恶心的呢。那主子在想什么？你不觉得那林安叔有些奇怪吗？哪里奇怪？华善，你觉得自己的功夫怎么样？如果不是米峰那种从小就做杀手的，还有摄政王那种深不可测的，属下觉得其他人都不是问题。所以你觉得林安叔为什么能比你先一步扶住我？要知道你就站在我前面，可他呢却是站在窗边，本能嘛。我突然觉得有些看不透他。当时属下第一时间就出手扶你，按理说他不该比属下更快，除非他的武功在属下之上。可是属下并没有察觉到他身上有内力的痕迹啊。喂，赶车的，问你个事儿。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是华善今天第3次跟我说话了。华善，你问啊，只要我知道的、能说的、不能说的，我全都告诉你。
你知道林家三公子林安书的底细吗？林安书啊，他也没什么好的，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喜欢读书，像个书呆子一样。比起我们王爷来啊，可差得远喽。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件事儿来。展开说说。这林家三公子啊，在小的时候丢过一回，听说是尚书夫人带着家里的孩子们去寺庙里上香的时候，被刘妃给冲散了。当时先皇还下令让咱们老爷啊帮着找过，3个月之后才找回来。这件事啊，当时知道的人挺多的。当时他几岁啊？好像5、6岁吧，具体我也记不清了。毕竟那会儿啊，我跟王爷也不大。魏巡和华善刚一进院子，怎么样，主子，这出戏好不好看？说说吧，不然都对不起你嘚瑟的样子。这么简单的事儿还能难得住我？我就是派人放出消息，让贝梦香知道摄政王在百味居3楼的包间里，他都不用我撵，他自己就跑去了。至于三王爷，我本来是想把人打晕了扛过去的，可是没想到出了乱子，他居然自己就跑过去了，简直是天助我也呀！以前啊，我从老张头那儿顺了点药，里边就有那种能让人将别人看成心上人的那种药，然后啊你别说，效果还挺好。这就完了？怎么可能就完了？他们2个想神不知鬼不觉的，那怎么可能啊？放心吧，明日一早，京城所有人都会知道，贝梦香在亲爹死后未满1月，就趁乱跟三王爷在外边偷偷苟合的事情。哎，你们那边怎么样啊？我听说二王爷联合北疆使臣，将老虎都给放出来了，好大的手笔啊！是啊，确实是好大的手笔。不过主子的手笔更大，南疆使臣被主子给喂老虎了，我亲手扔的。至于那二王爷，这会儿应该已经半残了吧？外祖母，寻儿来看您了。昨日玩得可好？没受伤吧？今日一早，我听李嬷嬷说，昨夜外面出了事儿，好像是南疆的老虎跑了出来，还咬死了南疆的使臣。我没事，昨晚和林家兄妹3人正好离得远，后来躲进了百味居，这才没有受伤。对了，外祖母，您不是明日就要出发了吗？寻儿给您准备了一些丹药，您一定要随身带着。这瓶是治风寒的，这瓶是治跌打损伤的，这个是……说了小半个时辰之后，终于说完了。外祖母，这个一定要贴身放着，这是神医最厉害的药丸了，吃了能保命的那种。第2日，是寻儿吧？真是麻烦你了，这位就是神医，快里面请。不情不愿地跟在后面，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嘟。你给我把嘴闭上，吵烦了我，小心我剥了你的皮。他昨晚还跟夫君说起了这件事情，担心会不会被人利用或者图谋点什么。人家要兵权有兵权，要银子有银子，还出了一个读书人，根本就看不上他这兵部侍郎，所以曹夫人心里对贝寻更感激了。允儿，寻儿给你带了神医过来，这次一定会好的。娘，算了吧，您就别再费心了，看不好的。就算是看好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这样了，我没有以后了。你的以后就只有嫁人，不嫁人就没法活了。夫人，我能跟曹小姐聊聊吗？女子的一生本就不是为了嫁人生子，伺候他人而存在的。虽然我这话有些离经叛道，可能有人听见会让我回去背什么女则呀、女训啊之类的，还会说如果以后谁家娶了我这样的女子，定会家宅不宁。但是我真心的觉得那都是放屁。曹小姐，我想问你，如果你自己可以靠自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敢管你，也没有人敢对你指指点点，你觉得这样的以后你喜欢吗？嫁人还重要吗？不重要，但是我不行的。人不逼自己一把，
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失身了又怎么样？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不是吗？虽然那个男人死了，但他身后的人可还好好的活着呢。你不恨吗？恨？怎么可能不恨呢？我恨不得抽他筋，扒他皮，喝他血。你相信我吗？相信。对，相信就好。等你身子好起来，我带你去报仇。报不了仇的。虽然爹娘都没说这阵是谁主使的，但是我已经猜到了，那个人不是咱们能动的。虽然不能一下就弄死他，但是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想要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到死都闭不上眼睛，也是很痛快的。那种人渣直接死了就太便宜他了，生不如死才有意思，慢刀子割肉才更疼。是他局限了。备询的一番话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他整个世界。你为什么要帮我？想帮就帮了，我这个人做事全凭心情。我不想救的人死在面前，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但要是我想救的人，就是阎王来了也不敢说。备询，以后我曹韵这条命就是你的了。那你也得有命才行啊，这是个很厉害的神医，绝对不是吹的。那就麻烦神医了。张子时早就听备询说了是怎么一回事，一边内心感慨着，一边给曹韵把了脉，又拿了丹药，又开了药浴的方子。放心吧，1个月，保证你的恢复。曹韵听见自己真的能好，心中大喜，赶忙叫来了丫鬟，给了张子时一个大荷包。这次绝对不可能被你抢走，这可是我的辛苦费。瞅瞅你那小气的样子吧，老娘有的是银子。曹韵好好休息之后，备询就带着张子时让丫鬟带路去了曹夫人那里。曹夫人听见自己的女儿1个月就能好，又让人给了张子时1张银票。以后有这种好事啊，欢迎多多的来领我。薰儿，这是给你的。我知道镇国公府不缺这点东西，但好歹是我一片心意。虽然我们曹府比不上镇国公府，但是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只要我们能帮得上的，绝不推辞。备询谢过曹夫人，就带着人离开了。没用的东西，你是怎么当太医的？连个腿都看不好。今日你要是不将本王的脚医好，就别想走出王府1步。王爷饶命啊！王爷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腿上的骨头本来就断开了，后面又被那么多百姓踩踏，导致断处的骨头直接碎成了渣。臣无能，就算勉强将骨头接上了，以后也不能用力，更别说走路了。本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要医好本王的腿。如果医不好，本王就将你们的腿全部打断。臣实在是没办法呀。不如王爷让人找找民间的神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好的医者不都在太医院吗？民间哪儿来的什么神医啊？王爷，非也，能进太医院的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世家，手中有着各自的领域。可民间还有许多医者喜欢自由，不喜欢进太医院。臣听说呀，有的神医能起死回生，虽说有些夸张了，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既然这样，本王这就派人去寻。在这之前，你就在本王的府中住下。本王的腿什么时候好，你什么时候离开。要是本王的腿好不了，那你也就不用离开了。另外一边的太傅府里也很热闹。贝梦香那个蠢货在哪里啊？让他滚到书房去见我。这会儿贝梦香正在金陵的房间里面哭呢。娘，你说我可怎么办呢？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我可怎么嫁给摄政王呢？香儿，摄政王是不会娶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如今你也只能嫁给3王爷了，
不管用什么办法，你也必须嫁给三王爷。现在赶紧趁热打铁，不然你恐怕连个妾都当不上。你爹已经不在了，这件事要是让你祖父知道，这太傅府估计也就再也没有咱们娘儿俩的容身之地了。娘，我不管，我就是要嫁给摄政王，哪怕是做不了摄政王妃，就是当个妾我都行。女儿从见到摄政王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除了摄政王，女儿这辈子谁都不会嫁的。就在金离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就听见小厮说门外老爷回来了，让梅梦香去书房一趟。娘，我不去，我不想去，祖父会杀了我的。娘陪你一起去。你们两个给我跪下！你们两个，一个不要脸，自己的亲生父亲刚入土为安，就跑出去跟人搞和，还闹得人尽皆知。另一个平日里就知道勾心斗角，算计着怎么搬空正室夫人的嫁妆，自己的女儿也不好好教养，让她做出这等有辱门楣的事情。整个太傅府的脸都被你们母女俩给丢光了，丢光了。等我死了以后，这让我到下面怎么跟下面的列祖列宗交代啊？父亲，是三王爷强迫香儿的，香儿是无辜的。你一个妇人知道什么呀？自己是蠢货就算了，生了个女儿也是个蠢货。三王爷是绝对不可能强迫她的，绝对不可能。就是他强迫我的，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觉得头一阵阵的发晕，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你以为三王爷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娶妻？难道就是为了等着今日强迫你？三王爷他是个好男色的。来，你告诉我，一个好男色的人是怎么强迫你的？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好男色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没关系，问你娘，你娘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父亲，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就这么算了？哈，你来告诉我要怎么办呀？让香儿嫁给三王爷。嫁？你还想让这蠢货嫁到三王府去？别说现在三王爷被封了荣王，就算是没有封号，他都不可能娶贝梦香。我刚才说的话，你是不是没听明白？他好男色，好男色，你听不懂吗？不然这么多年来，你以为他要娶什么样的女子他娶不来，偏偏娶一个蠢得要死的庶女做王妃。荣王府别说王妃了，就连个会飞的鸟儿都是公的。我不嫁，我不要嫁给三王爷，我喜欢的是摄政王。摄政王？你可是真敢想啊！就算你现在是个黄花大闺女，是皇宫里的公主，他都不可能娶你。不对，不是不可能娶你，让你做个妾，做个粗使丫头都不可能。就你这不清不白的身子，怕是摄政王看你一眼都嫌恶心。你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回事吗？还在那儿做美梦呢。父亲，如今这件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如果香儿不能嫁给三王爷，那咱们太傅府的脸面也就没了。但如果香儿成了荣王妃，以后一旦荣王坐上了那个位置，香儿就是皇后，那咱们太傅府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父亲，你好好想想。什么叫荣王坐上那个位置，自己就是皇后了？现在小皇帝不是已经继位了吗？难道说……你们两个先下去吧，这些日子别出去丢人现眼，就好好的在府里待着，让我好好想想。老爷难道真的要？老爷三思啊！金夫人的提议，那可是谋反呐！这件事儿如果成了还好，可一旦败了，咱们整个太傅府都要跟着诛九族啊！哎呀，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如今的太傅府已经被皇上厌弃了。别看皇上尊我一声帝师，可那点感情早就让那些琐事一次次给磨没了。现在的太傅府已经没落了，如果再不找出路的话，等我死了就再也没有太傅府了。你也出去吧，让我好好的想想，看看这件事要怎么办。直到第二天一早，才让人准备了马车去了荣王府。也不知道两人是怎么谈的，贝太傅回来的时候，就让管家跟那母女俩说，让贝梦香好好的准备待嫁。摄政王府，你是说安王的腿断了，这会儿在遍寻名医？是的，王爷，去府中的暗卫来报，15晚上他们正帮着百姓撤离，有人看见安王从楼上摔下来的时候，阁主呀就在那儿不远处。这件事儿估计跟阁主脱不了关系，不过那安王也是活该，他打谁的主意不好，偏要打阁主的主意，那是一般的女子吗？谁要是敢打他的主意，那可真是自己想死想疯了。魏泽突然发现凤千却抬起头，不善地看着自己。那个王爷，您是个例外，您和阁主啊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天生的一对儿。荣王和贝梦香又是怎么回事？那还用问吗？还是阁主的手笔。阁主应该是听说了兵部侍郎曹姑的女儿曹韵的事情，看不惯出气呢。属下还听说，阁主在16那天啊，带了张神医去了曹府。玄儿是个心善的。下个月15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王爷，属下已经安排好了。目前能调动的暗卫啊，已经全都回来了。如果情报没错的话，不会有事的。只不过呀，万无山庄的杀手出了名的凶残。哎呀，如果小小姐不是阁主的话，吴成阁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属下听说呀，吴成阁杀手并不比万无山庄的差，甚至略胜一筹。那米峰呀，更是江湖上的第一杀手，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收服的那么彻底的。被揍的，羡慕吧？15那天，轩儿肯定会来看热闹的，保护好他。不要去吴成阁找杀手，本王不想将他牵扯进来。实在不行的话，将鬼市的人调过来吧。王爷，鬼市可是咱们的底牌，万一泄露出去，咱们会腹背受敌的。属下一定会加强防卫，护好主子的。对了，还有一件事，荣王已经答应了，去贝梦香做侧妃了，婚期也定在下个月15。属下觉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将魏生和魏海暂时调回来，看着安王府和荣王府，以防万一。魏泽应下，心里想着，反正那日阁主也在，大不了就多出一些银子，求求阁主和华善。毕竟阁主是能踹动王爷的人，华善更是能将自己揍好几个来回。这么一想，魏泽心里就有信心多了。很快就又到了每个月的初7，被寻回地府的日子。你们两个没看见我回来了吗？不是应该早早的就躲起来的吗？怎么站在这里发呆，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么小，难道是先来的？小祖宗您辛苦了。小祖宗您辛苦了。真可爱啊。小祖宗，今日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就早些回去吧。大人和崔大人今日都有事，不在地府。没关系，只要我回来，他们肯定就不在的。我自己进去随便逛逛，没准他们就在了呢。你们两个可不要学别人啊，不然……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啊？平日里都是吵吵嚷嚷的，怎么今天这么安静？难道大师兄发神经，将他们的舌头全都拔了？哟，地府如今的气氛都这么好了吗？这拔舌地狱里居然没魂受刑，就连油锅里边都没魂啊！站住！说你呢，脑袋像鸡窝那个。对，就是你，就是喊你呢，别往别处看了，赶紧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小祖宗，您回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大人和崔大人他们不在。你可比他们演的差远了，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他的鬼差呢？都上哪儿去了？以前我回来的时候都热热闹闹的，怎么这次回来就除了看门的，就只剩下你了？我现在充分怀疑自己上辈子是倒霉死的。你说不说？那个小祖宗，小祖宗，不是属下不说，实在是。我这准头可不太好啊，瞄准的是腿，可万一手一抖，就指不定是哪了。整个地府都知道我这护体的金光啊，无敌的很呐，就连大师兄都撑不了多久。你要不要试一试？要是能撑到比大师兄久，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阎王了呢。鬼差吓得还没有被被寻的金光碰到，魂儿就吓得开始冒黑烟了。哎，你可别碰瓷啊，我还没碰到你呢，你赶紧将你的魂儿拢一拢。对，拢一拢，不然一会儿散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快麻烦呢。小祖宗，您快去地府后面的黑山上看看吧，快去吧。黑山？那不是犯了大错受天罚的地方吗？难道说……想到这里，被寻整个人都不好了。黑山上，大人，您快下去吧，再这样下去，就算您功力深厚也是顶不住的。更何况，您为寻儿挡天雷的伤还没好呢。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废话这么多？有空想那些没用的，还不如想想怎么躲了这天雷。躲不了，那我就替你受了。大人，不可呀，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就凭你那只剩下一半的功力，别说7道天雷，1道你就冒烟了。大人，您还是快下去吧，寻儿就快回来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啊。还有，如果今日我真的要灰飞烟灭，请大人一定要保护好寻儿的命簿，那可是我用命撕下来的。以后寻儿问起来，您就随便找个理由，说我犯了个什么大错，没扛过天谴。你给我闭嘴！我是阎王，我不让你死，你敢给我死个看看？你们快走吧！大人说了，让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儿添乱。我们不会回去的。虽然大人和崔大人平时对我们严厉，但从来都是吓唬我们的。大人们面冷心善，对我们好，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怕。就算魂飞魄散，也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崔大人前几个月啊，不知道做了什么，突然没了大半的功力，然后呀，一直都在不停的闭关，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就连跟我们说话，都好像在做着最后的交代，就连大人的话都更少了。可就在昨天半夜啊，哎呀，地府的天上突然轰隆隆的响起雷声。小祖宗，您是知道的，地府全都是各种魂魄，如果不是天谴，是绝对不会有天雷的。崔大人当时正在跟属下说话，听见天雷的声音后迅速的就往黑山跑来，生怕连累了我们。属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大人也追了出来，然后，听大人亲近的鬼差说，这天谴的雷劫啊，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是被大人硬生生的拖到现在的。本想拖得再久一点，可大人自己也受了伤。都受伤了，好好的在地府待着，怎么可能会受伤？快看，小祖宗生气了。是啊，或许大人和崔大人这次真的有救了。你要死啊？在外面批我就算了，还追到我家来批我家人，你是不是想死想疯了？怎么，你上次的伤好了？这是又能出来嘚瑟了？听不懂？有本事就说句人话给我听听，光在那轰轰的吓唬谁呢？有本事你下来，咱俩单挑，躲在天上算什么本事啊？你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有本事再批一下试试。雪儿，这儿没你的事，快回去吧，我们两个都不会有事的。是，雪儿放心吧，等你下个月回来，大师兄一定不躲起来了，好好陪你，行不行？你们两个
一起陪我？对，我们两个一起陪你，说话算话，骗人是狗。崔珏想着，反正自己今日是注定要灰飞烟灭的，是狗就是狗吧。能在灰飞烟灭之前看寻儿一眼，也算是对自己的安慰。只是寻儿命运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转动，自己就这么消散在天地间，终归是放心不下呀。崔哥哥是犯了什么事情啊？向来遵守法则的你，居然也会有犯错的一天。崔珏听见贝勋叫自己崔哥哥，满脸的无奈，却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不说就算了，那几道天雷总能说吧？7道。雪儿，你还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就给我在这里好好的装死。装死懂不懂？要是你们两个谁敢动一下，但凡我还有一口气在，定拆了这地府。大人们呐，我亲爱的大人们呐，快躺下，躺下呀！装死会不会？不会，我们可以亲自示范给你看。让他俩装死呢，没让你们装死。你们这一群赶紧的，向后转，给我有多远跑多远，越远越好。实在想看热闹，也得跑到安全的地方，有命看才行。快点，现在就跑，不然一会儿都被劈飞了，我可不负责。你这个没本事的，7道天雷不是吗？有本事就一起来，看看7道天雷能不能一下将我劈死。寻儿，寻儿，闭嘴！你们两个现在是死人，死人懂不懂？你们见谁家的死人会说话？贝勋见两个人再也没有说话的意思，这才抬头继续看着天上轰隆隆的乌云。怎么不敢了？贝勋看着逐渐变大的乌云，依旧笑眯眯的，跟不在乎似的嘲讽着。哎呀，这可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打个雷都磨磨唧唧的，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天雷的。天道是瞎了吗？那天道一看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雪儿，别瞎说。他都要让天雷劈死你了，你还替他说话？天道其实挺好的。行行行，那我不骂天道了，骂天雷总行吧？法则等于我的命，就算我不想劈，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他妈也控制不住啊！但凡我能控制住，你信不信？我他妈扭头就跑！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酝酿完？我都等累了，要不我先吃点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几道闪电划过，雷声震耳欲聋。终于来了。可贝勋仿佛早就知道叶白会动一样，上前一脚就将人给踹飞出去。大师兄，不听话可不是好孩子，回去躺好，找你的死人去。就这狗东西我还收拾得了？还活着没啊？不能一脚就被踹死了吧？他的瞳孔变成金色了。你这狗东西，今天老娘也让你尝尝被雷劈的滋味。他妈的，怎么会这么疼啊？上次明明没有这么疼的。容不得想太多，贝勋将手中的金鞭一甩，那道粗壮的天雷居然被原路甩了回去。天上的乌云看见贝勋的操作一抖，吓得马上四处散开，可散得再快，也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怎么样，自己劈自己好玩吧？如果你还有力气，还可以继续，老娘不在乎，多陪你玩一会儿。怎么样，要不要再来？只见他走到崔珏身边蹲下，伸手轻轻地拍在崔珏的身上。崔珏全身一震，身上跟贝勋一样出现了天雷余威的电光。所以贝勋拍崔珏那一下，就是为了将身上的天雷的余威过到崔珏的身上，这样就等于是崔珏间接的被天雷劈了。没被劈够啊？那你继续啦，姑奶奶坐着也能将你抽散。不过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刚才姑奶奶忘了将金光送上去，下次一定不会忘记。这应该算是劈完了吧？我能不能回家呀？我想回家，这个女人简直太可怕了。如果可能，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她。这辈子都不想看见她，估计不太可能啊。
如果按照他这么个做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又会见面了。你信不信我死给你看？魏巡盯着天空看了好一会儿，确定是真的散了，不会再来之后，才松了一口气。我好疼啊！快别嚎了，一滴眼泪都没有。刚才骂的不是挺带劲的？可是真的好疼。所以哥哥，我今日替你受了天雷，你是不是得报答我一下？是得报答。薰儿，想要什么？生死簿。崔珏一阵无语，但还是将生死簿拿出来递到贝巡的手上。只能看一个人。哼，小气。为什么没有凤千珏的名字？有。在哪儿？为什么我找不到？随意的翻开一页，递到贝巡的面前。为什么我打不开？这是生死簿，不是神识的基础知识。贝巡明白了，原来这生死簿是有权限的，他只能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重要的部分他打不开。我怎么觉得你在嘲笑我？没有没有，我可不敢。你又骗我。我没有啊。那为什么凤千珏的命簿是空白的？我不知道。一定是你改的。薰儿，这是生死簿，乱改是要遭天谴的。哼，信你这一次。好了，这下咱俩两清了。我替你挡了天雷，你给我看了生死簿，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好，谁也不欠谁的。唉，薰儿啊，崔珏司命簿的情，你怎么还得清啊？天快亮了，可我全身还是好疼。你现在是神识北劈，疼是正常的。不过没关系，大师兄已经在你体内留下了法力，足够支撑你将神识修复好，身上不会再疼了。只不过……话还没有说完，魏巡就被那股神秘的力量给拉回到了身体里。骗子，不是说不疼了吗？薰儿，大师兄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你的身体是不会疼了，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是神识，但现在神识在你的脑袋里，所以头会疼几天。好了，我要带崔珏去疗伤了，你乖啊。下次我一定要狠狠地抽死那个破天雷。哎，主子，你这是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头疼？快去看看，从老张头那儿搜刮来的丹药里面有没有治头疼的，或者止疼的，全都给我拿过来。主子，您吃一颗，先止疼，然后咱们找庄子时去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受风了。不用，他看不好。他妈的，果然没用。什么没用啊？哎，没什么。走，找米蜂去。正在百味居后院悠闲喝茶的米蜂，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倒霉了。啊，做完人全身心都舒畅了，就连头都感觉不是那么疼了。此时的米蜂正躺在床上不停地复盘，想着这几天哪里得罪这小祖宗了。这是一早，老张头，主子让我来接你去给摄政王取蛊虫。哎，还有啊，记得别忘了金针。还得等一会儿，我还有一味丹药，马上就要练好了。练好了咱们就走。金针也……你这是……你将那小祖宗的祖坟给炸了？哼，我要是真将贝家的祖坟给炸了，主子说不定还得奖励呢。老张头，你快给我找药酒擦擦，小爷我还指着这张脸以后讨媳妇儿呢。嗨，我的药酒可都是名贵的药材，哎，那小祖宗怎么不直接把你给打死啊？浪费我药材。两人就一同来到了百味居。主子，我们回来了。蜜蜂，你钻哪个耗子洞里去了？这脸上怎么花花绿绿的？老张头，你故意的是不是？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要是嫌难看，你现在就可以洗掉。不过，这药材如果能在你脸上坚持到明早，我保证，一点你被揍了的痕迹都看不出来。那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看，看顺眼的话，其实也还好。主子，
你们在看什么呢？我也来看看。那，看贝梦香出嫁呢？哎，你说他现在是坐在轿子里哭呢，还是笑呢？我挺好奇的。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哭呢呗，毕竟他喜欢的可是摄政王。贝太夫是怎么说服三王爷娶贝梦香的？具体的没听清，但听二位说啊，好像是要在小皇帝的身份上做文章。嘿呀，无非就是说小皇帝不是先皇亲生的这种事儿呗。哎，那小皇上真的不是先帝亲生的？如果是这样，那可就有戏看喽。是亲生的。耶，主子，您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你主子，所以我知道。主子，咱们一会儿吃过午饭就过去吧。小祖宗，要不我给您把个脉？不用了，我这毛病你治不了。哈，我可是神医，一个头疼我还看不了。把手给我。来，请开始你的表演。看不起谁呢？我可是张神医，就没有我。装病。还张神医呢，张废物还差不多。可看着贝寻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又觉得不像是装的，从药箱中拿出了一副银针出来。手再拿过来一次。我要用金针，银针不好看。事儿还挺多呀，看个病还管好不好看？好看能治病啊？不能，但能赏心悦目。突然，张子时的瞳孔猛地一震，震惊地抬头看着贝寻，半天都没有说话。老张头，主子怎么了？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啊？张子时没有回答，而是将贝寻脑袋上的金针拔下来，重新拿了3根，换了个位置扎了进去。感觉怎么样？虽然还是疼，但还真好了一些。别说啊，老张头你还是有点用的。这3根金针就这么插3天，3天过后就不疼了。你确定？就让我这么出去啊？你要是觉得丑，拔下来也行，疼死你。那算了，还是插着吧，丑就丑点呗，总比疼死强。都疼了这么多天了，好不容易好点。你疼几天了？初7开始的，今天是第9天。对对，华善说的对。你怎么不早来找我呀？就这么挺着，你可真行啊！我又不知道你能治，你止疼的丹药我都吃过了，屁用都没有。你是不是傻呀？那丹药是治病的，你这是病吗？啊，你这分明就是神经病，有病不治，疼死你算了。贝寻看着他的样子，也没有探究，谁还没点秘密了不是？老张头，主子到底是怎么了？受风了，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你以后给主子把脉，再这么没眼高低的，信不信我将你揍成跟我一样的猪头啊？请主子保佑我赚多多的银子，娶漂亮媳妇儿，最好还能打得过您啊！哎，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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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许愿就滚去寺庙里，再拜我，小心半夜我将你的魂儿给带走。将午饭吃完之后，就一起去了摄政王府。阁主，你们来了，王爷已经在房间内等着了。他知道贝寻爱看热闹，但今日是贝梦香出嫁，他真怕自己这个热闹没有外面那个大。贝寻看那个热闹去了。你们2个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开始啊！阁主，您这头顶上是想讨个吉利吗？要不要我也给你讨个吉利？哎，不，我就不用了，我可不敢，我拜阁主就行。你拜个屁啊！老娘就是头疼，让老张头给扎了3针而已，没见过世面。对，属下确实没见过世面，属下失言了，还请阁主呀别跟属下一般见识啊。咱们这就开始吧。张神医让准备的芋头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审。真的只是头疼吗？扎头顶的3个大穴，就这么走来走去的很危险。没事儿，我走路稳着呢，摔不着。倒是你，说不定一会儿就被老张头扎成刺猬，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老张头，赶紧干活，这边结束我还得去荣王府看热闹呢。
今天贝梦香出嫁，我得去看看她到底是哭还是笑。您今日怕是去不了了，蛊虫取出来的时候，估计得后半夜。那时候您还能看见什么呀？看人家洞房嘛。需要这么长时间？那我来这么早干什么？我还不如先去看贝梦香呢。哎，不行啊，小祖宗你可不能走。您要是走了，等那蛊虫发作起来，谁来压制啊？他啊，这种活儿以前不都是他干的吗？没道理，本阁主一来，这活儿就成本阁主的了。小祖宗，你就行行好吧，您要是走了，我这心里没底啊。再说了，这取蛊虫可跟平时的发作不一样啊，魏泽他们根本就压制不住的。我是来看热闹的，又不是来干活的，我为什么要行行好？我偏不。辛苦阁主留一下。至于荣王府那边，魏泽，去派人盯着，半个时辰回来一趟，要事无巨细的报告给阁主。尤其是那贝梦香是哭是笑。是，属下知道了，这就去安排，麻烦阁主了啊。那本阁主就受累在这里待着吧，你们自己开始，不用管我。给我拿点水果瓜子来就行。你别走了，你走的我头都开始疼了。希望王爷蛊虫顺利取出，一切顺利。你跟米峰两个不如明日一同滚到寺庙里出家去，省得在这里拜来拜去的招人烦。这时第一波来报告的暗卫回来了，这才救了魏泽一命。写的什么？是哭是笑啊？没哭也没笑，我看他是直接疯了还差不多。疯了？不能嫁给王爷啊，所以疯啊。哎，那不如等王爷将蛊虫取出来之后，将那虫子送给他好了，就当是个念想。贝梦香在拜堂的时候直接掀了盖头，拿了匕首要刺杀荣王。哦，确实是疯了。要不要等老张头给王爷治好之后，去给你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看看脑子啊？我管他去死。喂，老张头虽然看着年轻，但医术可真是没得说呀。虽然有几次确实很危险，但绝对没有医死过人呢。所以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该吃吃，该喝喝。我是担心王爷，但除了王爷，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头疼，眼珠子也疼，不想看，你给我念吧。哎，我来。这上面写着，后来贝太傅过去了，也不知道跟贝梦香说了什么，然后婚礼继续了。啊，哭着继续的。都这样了还能继续啊？看来这两家憋得屁不小啊。阁主放心吧，荣王府和太傅府的事情都在王爷的掌控之下，只要王爷没事，就绝不会出什么大乱子。那如果王爷出问题了怎么办？当今皇上还小，其他三国虎视眈眈，如果王爷再出了什么事，估计用不了1年，南境就会变成其他三国的领土之一，到时候百姓们都会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老张头，你听好了，主子说了，如果你将摄政王给缢死了，你就是整个南境国的罪人了。到时候百姓们流离失所，饿肚子生病，全都送去你小院子里，让你养着。你确定？你主子是我？是啊。所以刚才那些话是我说的？哎呀，我知道主子向来心善，心里想的不好意思说。属下这不是帮您把心里话说出来吗？这都是身为属下应该做的。里面的凤千诀听见米峰刚才的喊声，嘴角微微勾起，看来寻儿还是关心自己的，虽然理由牵强了一些，估计是脸皮薄，不好意思说出来。王爷，精神集中，不然一会儿发作就麻烦了。备询也做累了，让魏泽给找了一个房间睡了一会儿。主子可是饿了？刚才魏泽来过，说晚上已经准备好了。凤千诀怎么样了？还在泡药浴没有出来，不过刚才魏泽说应该快了。还没出来？这都泡了大半天了，好人也泡服那了。华山，坐下一起吃。啊，米峰呢？哎呀，吃饭了，看半天热闹，可饿死小爷了。你这是上哪看热闹去了？
当然是去外院了。这么大的动静，一听就是万无山庄的顶级杀手。人多吗？还行吧，目测估计得有30-40个，不过都被王府的人给拦下来了，打不到这里。主子，您就安心吃饭吧。魏泽呢？我在这儿，是王爷出了什么事情吗？快，时间到了，你快去将王爷捞出来，他太沉了，我扶不动他。魏巡这会儿正坐在外面喝茶消食呢，不一会儿就看见魏泽倒飞了出来。就扶个人还能扶出事儿，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前期的准备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终于要取蛊虫了吗？真是太好了，我都在这儿待了1天了，就是为了这一刻。我还从来没见过蛊虫长什么样呢。老张头，如果这蛊虫能养的话，你也给我整几个玩玩呗。整不了，你当蛊虫是你府中的小狗呢？说养就养。不养就不养，那我看看总行吧？看行，但是不能上手。一会儿施针的过程中啊，王爷会陷入沉睡，然后会将蛊虫引到王爷的手腕处，将它取出。但是整个过程不能受到外界的打扰，声音没事，但尽量不要有肢体上的接触。画上看着贝巡探头探脑的样子，小祖宗哎，您挡着我光了。魏泽，再点几个灯笼过来，老张头说太暗了看不清。好了，开始吧。看我干什么？赶紧扎呀！你不是说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吗？可是外面，哎，外面天塌下来都跟咱们没关系，还有魏泽呢，你只管扎你的。老娘我在这儿呢，你怕什么呀？把针拿稳，使劲扎就行。我保证，就算那群废物拿着刀冲进来，也劈不到你俩的身上。张子时得到贝巡的保证，视心也放下了，手也不抖了，就连嘴里都哼起了小曲儿了。魏泽，你什么情况？这么点人都处理不干净？哼，本来是没问题的，可是没想到万无山庄居然派了这么多人。本来收到的消息啊，只有几十个，但现在啊，几十个是没错，但这已经是第3波的几十个了。我收到的消息啊，也是几十个，这中间估计有什么变化是咱们不知道的。你去看着点儿，实在不行就出手帮帮他们，不过银子得谈好，毕竟是摄政王，要是死了，影响好像还挺大。你挨了这么多天的揍也不能白挨啊，如果没意外的话，你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了，正好练练手。走到门口，跟魏泽商量价钱去了。主子，别说啊，您揍我这几天，我还真的突破了嘿！现在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连他们的残影都能看清楚了。他这是被揍突破的，不知道等王爷好了之后，自己也求着阁主揍一揍行不行？实在不行的话，让华善走也可以。张子世看着站起身的贝巡，蛊虫还有1个多时辰就要取出来了，你不看了？尽量赶回来看。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我的人不是谁想踹就都能踹一脚的。见过无忧阁阁主，今日我们接了个任务，还望阁主行个方便。这个鞋印是谁的？谁踹的你？指出来。那就是他。哼，本阁主一直以为万无山庄是个敢做敢当的，没想到也不过如此。看来是当缩头乌龟当习惯了。你是谁？为什么我没有见过你？站在树下的黑衣人不说话。本堂主问你话呢。不对，你不是我们万无山庄的人。还有，脸都不要了，这就开始往外赖了。他真的不是。我不管他是不是你们万无山庄的人，他跟你们站在一起穿一样的衣服，在本阁主看来，你们就是一起的。说完，魏巡素手抬起，手中把玩着的红色簪子朝着树下的黑衣人飞了过去，一道劲风击了过来，将那红色的簪子打得偏离了方向。这还有个高手呢！一阵飓风平地而起，那根红色的簪子另外一半依旧直直地插进黑衣人的喉咙里。果然不是我万无山庄的人，
阁主，这件事是我们的疏忽，竟然让别人混进来伤了您的人。等这件事结束之后，我们万无山庄定会给您一个交代。没办法，打不过就得认怂。谁让他们不知道无城阁的阁主也在这里的？那可不是一个讲理的人。你说不是你们万无山庄的人就不是啊？当本阁主好糊弄不成？其实就凭刚才那击飞自己簪子的劲风来看，贝寻就知道这黑衣人八成跟万无山庄没有什么关系。但谁让他现在头疼心情不爽的？阁主，我们万无山庄跟无城阁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这次呢，也只是接了任务来杀凤千诀而已，并不知道阁主也在。如果打扰了阁主，还请包涵。本阁主不想包涵，磨磨唧唧的真是麻烦。说完，魏勋再次抬起双手，比刚才更大的飓风瞬间形成，将院子里所有的黑衣人都刮到了围墙的外面。唉，终于安静了。走，咱们回去看古城去。阁主杀了我的人，难道就这么走了？舍得出来了？本阁主还以为你要当王八，一直躲着呢。主子，他是百面杀手聂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每次出现的面孔都不一样，没人见过他真正的样子。你俩谁厉害啊？旗鼓相当吧，但我跟他可不是一类人啊。就算从前属下是杀手，那杀的也都是该杀之人，从来没有对一个好人出过手。但这人不是，这人出手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属下听说啊，曾经江湖上有人说他是个没人要的狗崽子，他就杀了人家整个门派300余口人。怎么？我杀了你的人，这是来算账的？闭嘴，有话就说，在这装什么鬼神，真是够恶心的。我不是来找阁主算账的，我是来取凤千诀性命的。我万无山庄聒噪！万无山庄的其他人看见了领头的死了之后，都犹豫地站在墙头上。任务没完成，回去也是个死，还不如在这里等等看。万一这聂宁能将凤千诀杀了，他们回去之后或许还能保住一命。阁主这是要护着那凤千诀了？要你管，反正今日本阁主是不可能让你杀了凤千诀就是了。阁主，你就是我的神，是我祖宗。等王爷醒来以后呀，我一定会将现在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漏地告诉王爷。以后您若是嫁进来啊，属下一定时时跟你报告王爷的行踪啊，扫平一切凑到王爷身边的花花绿绿、牛鬼蛇神。哼，你脑子被打坏了吧？你是不是有病啊？有病的话，一会儿让张子时给你看看，尤其是嘴，实在不行的话，就让他给你缝起来，省得一天到晚到处喷粪。嘿嘿，华善就连骂人的样子都这么好看啊！手中的扇子毫无预兆地冲着魏泽飞了过来，华善赶忙将魏泽拉到了一旁。你找死！一把将脑袋上的3根金针全部都拔了下来，朝着聂宁就冲了过去。哎，阁主的武功是什么路数啊？我怎么看不明白呢？你问我，我问谁啊？阁主不是你主子吗？是啊，那又怎么样？聂宁的内力跟你比，谁更胜一筹啊？如果他现在用的是全力的话，能打个平手，但打不赢。阁主，打人不打脸。老娘就喜欢打人脸。还有，你要是再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眼珠子给你抠出来。你能跟聂宁打成平手，阁主能揍你，那为什么都这么久了，也没将人给打死啊？主子头疼，需要发泄。嘿，你可不用同情我啊！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被主子揍，每次挨揍我都能有点感悟。求揍！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主子好像有些不对劲啊？好像是有些不对啊，主子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长时间啊。哎，他人呢？还看不看蛊虫了？哎，张神医，你怎么出来了？王爷呢？王爷怎么样了？哎，叫什么叫啊？没看见人好好的在那儿躺着呢吗？啊，不好意思啊，是我太紧张了。哎，蛊虫取出来了吗？没有，
这不是等着那小祖宗的吗？哎，小祖宗，您注意点啊，可别把金针掉下来。在这儿呢。这不是胡闹吗？他本来是神经就有问题，最后几天啊最是严重，他私自将金针给拔下来，也不怕脑袋疼炸掉。老张头，你快将主子叫回来呀！哎，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能叫回来你叫啊。主子，该回来看热闹了。可去你的吧，老娘要回去看热闹了。这一脚直接将聂宁给踹到了树上。本来聂宁以为备询的功夫跟自己差不多，直到自己被踹得卡在树枝上才反应过来。就算你今日能护住他又怎么样？我就不信你能一辈子都待在摄政王府，早晚有一天我还是会杀了他。无所谓，只要今天你不耽误我看热闹就行，以后杀不杀那不关我的事儿。原来在阁主的心里，王爷还不如个热闹重要。站在地上气得一挥手，就将刚才卡着自己的大树拦腰斩断。赔大树1万两银子。1万两？这大树镶金边了。再说了，又不是你的大树，你管我赔不赔？是阁主的大树，摄政王府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是阁主的，包括我家王爷。什么都可以要，除了人。老娘今日心情不好，就喜欢管闲事。你要是不赔大树，我就还出去揍你。聂宁看着备询眼中的认真，气鼓鼓的从袖兜里面掏出1万两银票，冲着备询就扔了过去。虽然大树是你们王府的，但银子是我要来的，所以我要分一半。阁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哼，你赶紧滚吧，再跟我用那不人不鬼的声音说话，我怕我忍不住宰了你。小祖宗，那我现在就开始驱蛊虫了啊。你等一等，先把金针给我摘回去，不然我怕我一会儿头疼忍不住将他给拍死，到时候没死黑衣人手上再死到我这里，那就亏死了。我还没跟他要银子呢。阁主，价格刚才属下已经给米峰谈好了，5万两银子，属下一会儿啊就让人给送过来。那是他出手的价格，可不是本阁主的。那阁主要多少银子啊？你跟米峰谈吧，本阁主不沾俗物。好的，属下会跟米峰谈，绝不会让阁主吃亏。我怂，我认，但是王爷更怂，别说只是要银子了，就是阁主要摄政王府，王爷也会马上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几个人凑到凤千珏的身边。阁主，快把蛊虫剜出来。我？那你是干什么的？王爷到现在都在用内力压制着蛊虫，我不会武功，没有内力，速度没你快。如果一旦失手，蛊虫没拿出来，就又会跑进去。而且这里面啊，就你最厉害。所以叫我看热闹是假，让我帮忙挖虫子才是真的，对吧？那个也不能这么说呀。这个要另算。说好的不沾俗物呢？啊，没问题，只要阁主将虫子挖出来，要多少钱王爷都给。也不知道王爷醒来之后，知道自己欠了一屁股的债，会不会把自己给砍了。阁主的手法真是好呀，这伤口都省了我的止血散了。咦，长得真丑，就这东西啊，让凤千珏变态了20年。哎，可别小看这东西，这东西啊是在卵的时候就在他体内了。每次沉睡的时候，这蛊虫呀都在一点一点的长大，而每月15发作的时候就是他蜕变的时候。那你的意思是说，其实现在这蛊虫还没成年？也可以这么说，看他这样子，再有个2-3年也就差不多了。张神医，这蛊虫如果长成的话，王爷会如何呀？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得看将蛊虫种下的人要如何了。不过我现在将蛊虫取出来，那人肯定是会知道的，剩下的事情我就不管了，那是你们的事，但只有一条，别将祸事惹到我身上。
不然我就让小祖宗揍你们。哟，你这玩的溜啊！我堂堂无尘阁阁主，成你打手了。第二日一早，华山，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我觉得特别配你。你别一天到晚穿那么素嘛，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呀？主子看着好就行，主子给什么，属下就穿什么。老张头儿怎么还没来？看着时辰，等着过来吃午膳呢。按理说应该早就到了呀，属下去看看。主子，这是谢鸟带回来的，好像是张神医的。蜜蜂呢？副阁主在旁边的百味居，好像还有一个商人，已经派人去叫了。主子，您找我？不是我找你，是老张头找你。请速来领我，落款是年轻的张子时。等着，我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去。就看见一群人将小院给围了起来。你们这群人啊，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这个王爷那个王爷的，我不去。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王爷能让你去医治，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别人想求还求不来呢。哎呦，你们这群人啊，求着人家办事儿还挺猖狂，我就是不去。怎么样？有本事你们进来抓我呀！是安王府的人，应该是昨日张子时医治摄政王的时候被看见了，这才找了过来。看来这个小院是不能待了，得换个地方了。就是不知道老张头能不能同意。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他要是有那一身傲骨，我就从他那儿顺的所有丹药都给他了，再多给他10万两银子。谁打老子？刚才是你拿石头扔的老子。看你年龄也不大，一会儿跟我回王府，老子好好教教你规矩。我的手，你居然敢砍了我的手！我是安王府的人，王爷绝不会放过你的。抓住他们，一个也不能放过。老子要将他们手脚都砍断，男的送去鸳鸯馆，女的送到红莲阁，老子要让他们生不如死。你在这跟谁老子的呢？信不信姑奶奶送你下去跟你老子见面啊？红莲阁我知道是青楼，可是鸳鸯馆是什么地方？那个主子，京都明面上只有青楼，可是暗地里也隐藏着一些地方，是服务有荣王那种爱好的人的。他是要把你送去做小官啊？可笑死我了。主子，您好歹是个女孩子，注意点形象。我注意什么？该注意不应该是你吗？你都敢去呢，我为什么不敢说？我什么时候去那种地方了？我喜欢的是女人。女人就女人，喊什么嘛？让你瞎说，老子踹死你！哎呦喂，我的大门哟，你可真是我大爷，你就不能轻点踹？不知道修门很费劲的吗？我这门可是……别在这门呀门的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我就今天没来接你，你就出问题了。以后还是把你放在我眼皮子底下比较好，有事直接拎起来就走。哎，你是不是要给我换个小院子？哎，在哪儿啊？赶紧走，带我去看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你看他平时把这院子宝贝的跟什么似的，关键时刻还不是说扔就扔。哼，我这是识时务，院子哪有命重要啊？还不赶紧去收拾东西，所有东西全都带上，咱们以后呀再也不回来了。其实也没什么东西，把药材收拾收拾全带走，还有我最近炼出来的几瓶丹药，各种工具也得都带走。衣服鞋子被子褥子什么的就不用带了，我就不信他们还能让我光着到处跑。正好天气暖了，我也该做几件新衣裳了。主子，我会不会接了个麻烦精回去啊？让他光着跑倒是不至于，但几件打补丁的粗布麻衣还是找得出来的。敢计算我兜子里的银子，哼，做梦我都得让他哭出来。其实也不是被寻不近人情，不舍得给张子时花银子，实在是张子时太能花了，只要手里有银子，除了留下必须吃喝的，其他的全部都买药材和器具了。我们可都是安王府的人，
你们拦着我们接神医，耽误给王爷治病，王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安王府的侍卫差的还真不是一点半点的，居然到现在都没有认出我是谁。我觉得我的名气最近好像小了很多，他们都认不出我来了。不是主子的问题，是安王府的人太废物了，不然怎么人家摄政王一眼就将主子给认出来了呢？好像也是。你是年轻女子，红衣面纱，你是无尘阁阁主叶芝。还不错，总算是认出来了。既然认出了我的身份，那就应该知道昨晚本阁主也在摄政王府，那神医也是本阁主带去的，所以你们这是在当着我的面抢我的人。哼，还真是好久都没有过这种事情了呢。那个阁主饶命了，我们并不知道这神医是阁主的人，不然就是给我们10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这么围上了呀。我们一定会好好将人请回去的。不用请了，我不去。你们王爷身娇体贵的，我可看不起。阁主，求求您了，就让神医去一趟吧。我们没将神医请回去，王爷的腿好不了，会要我们命的。他的腿好不好跟本阁主有什么关系？你们死不死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好歹也是无尘阁的阁主，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们回去会死的呀，如果我们真的死了，这全都怪你啊。少对本阁主说些什么善心呐、害死谁之类的话。本阁主不杀你们就不错了，至于善心那种东西，抱歉啊，本阁主从来就没有。我不想死啊，我好不容易才托人当上了安王府的侍卫，这是我出的第一个任务，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啊。唉，谁让你们跟错了主子呢？我就不信你在进安王府之前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既然你还能留在那里，就应该知道富贵险中求这句话。所以就算你们回去全都死了，也怪不到我主子头上啊。要怪就只能怪你们的野心，还有安王的狠辣。反正他们已经走了，估计院子里的毒气也都散了。要不咱们进去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说不定运气好还能保住一命。别说，还真让他们在一个落灰的角落里面找到了一个瓷瓶，里面有一粒丹药，一看就是被落下的。应该都带齐了，还好我前几天将草药都炼成丹药，不然今日还不好搬呢。哎，蜜蜂，我们住哪儿啊？我住哪儿你就住哪儿。百味居啊，那感情好。哎，我知道你在百味居里边有一个单独的院子，我不嫌弃，跟你住一块就行。正好呀，平日里的吃喝都不用自己做，直接让他们送过来。你不嫌弃我，我还嫌弃你呢。哎呀，老张头也算是自己人，你就别这么小气了，左右不过是2个房间的事情。嘿，可不是嘛，多跟主子学学，别一天到晚呀小气巴拉的。就是的，蜜蜂咱们可不能小气啊，所以房钱咱们就不收了，只收饭钱就行了。老张头啊，你1个月的固定花销是500两银子，按照百味居普通的标准1日3餐，1个月少给你算点吧，100两银子。然后呢，以后我每个月再给你400两的花销就行了，那100两直接扣了，回头我去跟掌柜的说，按时给你送饭。我在小院子自己做饭的时候，1个月撑死呀也就10两银子，你们收我100两，是不是太过分了？这简直就是明抢啊！我不用他们给我做饭，我自己买菜自己做，这样总行吗？当然行，这有什么不行的？但是做饭得用炉灶吧，得用柴火吧，这些都是要算银子的啊。我院子里可没有小厨房，所以你要做饭就得等不忙的时候去大厨房做，这样算下来那就50两银子吧，少要你点。我就用你们借个厨房，1个月还要收我50两，你们的锅是金子做的呀。你也可以不用厨房啊，用你的小药炉。我上次不是在你小院门口试了吗？熬粥还是可以的，就是小了点。
如果你想出去单住或者单吃也是可以的，毕竟腿长在你身上。不过要是被以前那些人或者安王府的人找到你，我们可能不会每次都那么及时来拎你，毕竟米方也挺忙的，我还要陪主子逛街呢。行，你们厉害，我也不自己买菜了，让他们给我送，我要吃好的。我就不信了，100两，总不能让我天天喝粥吃咸菜吧？米峰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每天按照他的给我来一份。想坑我银子，门儿都没有。我可知道蜜蜂是很喜欢吃的，我全都给你吃回来。早就听母亲说你今日要早来，我一直等着呢。放心吧，曹小姐的身体啊已经大好了，只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夫人是有什么话想问吗？神医，我女儿以后还能有子嗣吗？但这种事情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儿，能不能要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也是想问的，可是他没有那个勇气。能能有子嗣，能生孩子，绝对没有问题，我保证。我说话算话，以后你就是我的主子，就算你要我马上去死，我也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你呀，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我总要你命干什么？好了，你身体刚好，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情咱们不着急，我这就先回去了。刚到百味居，就听到了米峰传来的消息，说安王在吴成阁名下的产业留言，说要见他。不见，他的腿就是我弄断的，我再让老张头给他接上，胡是吃饱了撑的呀。老张头，刚才曹大夫给了多少的银票来着？好像是5000两。来，我帮你看看这银票是不是真的。安王府，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你只是个侍卫首领，不是玉皇大帝，居然敢对吴成阁的阁主动了那种心思。王爷，他们也是平时嚣张惯了嘛。再说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万无山庄的人只说了神医的事儿，并没有说这神医是吴成阁的人呐。而且咱们和荣王的刺杀，那本来是万无一失的，都败在了那叶芝的手上。不如别以为你那点心思本王不知道，就是因为这小子是你的侄子，所以才敢这么嚣张。平日里他打着本王的名义在外面招猫逗狗，本王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他居然毁了本王站起来的希望，就冲这点本王也绝不会放过他。王爷，求您饶了他吧，以后他再也不敢了。而且这世上又不止这一个神医，老奴马上继续去找，王爷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可知万无山庄的人跟本王都说了些什么？他们任务失败，在将银子退回来的时候，免费送了本王一个消息，说是补偿。他们的人在前几年出任务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神医，在永墨古国附近，所以你觉得你还能找到更好的神医吗？老奴去吴成阁求阁主，一定将神医给求回来，还请王爷饶了老奴侄子一命。去吴成阁求？吴成阁连个具体的位置都没有，你上哪儿去求啊？去大街上跪着喊吗？那叶芝睚眦必报的性子是出了名的，没当场杀了他，那都是你家祖坟冒青烟。本王已经让人去吴成阁下的产业递消息了。安慰看着南宫恒，支支吾吾半天没有说话。说话，哑巴了。属下去吴成阁名下的百味居递了消息，正好他们的副阁主在。副阁主说咱们安王府的人要将他们的阁主卖去红莲阁，还要将他堂堂副阁主卖去元阳馆。我问咱们是怎么还有脸去求神医的？来人啊，将他给本王拉下去，杖责80，赶出王府，不许医治，生死有命。管家听见这结果一点都不意外，王爷这是已经给足了自己的面子，要不是看在自己在王府兢兢业业几十年的份上，自己的侄子怕是要人头落地了。
你去打听一下，那叶芝平日里都喜欢些什么，本王亲自去一趟。暗卫站在原地没有动。怎么，还有什么事吗？王爷，无尘阁阁主的喜好倒是不用特意打听，江湖上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那阁主喜欢看热闹。摄政王府。你是说那天除了安王和荣王找的万无山庄的人，还有聂宁？是，那聂宁的一个手下混进了万无山庄刺杀的人群中，还踹了米凤一脚。后来阁主出去将人给杀了之后，那聂宁就出现了，还明说是来杀王彦宁的。阁主说有他在，就绝不可能让他杀。华山为了保护属下，还被割伤了手。阁主当时就怒了，拔了头顶上的金针就跟聂宁打了起来，还抽了他好几个大嘴巴。最后将人踹到树上。属下觉得，要不是因为阁主那天头疼状态不好，现在就没有什么聂宁了。玄儿到底还是护着本王的。阁主确实是说，那日是不可能让他杀了您，可是后来也说，以后杀不杀无所谓，反正不耽误他看热闹就行。后面的话，你大可不必说那么清楚。就这么平静的过了1个月，米峰也在将张子时接去百味居的第2天就出门了。好像是说有一批从其他国家运来的货物出了点问题，连夜就走了。唉，米峰不在的日子还挺无聊，都没人给我讲八卦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这时百味居的掌柜让人传来消息，说请他过去一趟。你确定米峰掉下悬崖了？主子，或许副阁主命大，被挂在哪儿也说不定啊。主子，咱们的人已经第一时间去找了，可是那悬崖太过陡峭，还没有消息传回来，不然您再等等。那家伙是个命大的，死不了，我亲自去将他找回来，然后带他去报仇。万无山庄竟然敢对我的人下手，那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马车上，止血散、生鸡丹、固体丸，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能不能坚持到咱们去救他。虽然他总跟我作对，但其实人还是不错的。他死不了，命大着呢。就算是摔残废了，我也会拎着他，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给他报仇的。万无山庄的庄主高文兴，我只是闭关了半年多而已，你们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我看这庄主的位置，不如让给你们2个做可好？庄主，那乌城阁阻拦我们人去出任务，还害我们损失那么多顶级杀手，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再说了，是他先出的手，我们只是反击而已啊。对啊，庄主，自从1年多以前乌城阁突然崛起，明里暗里不知道抢了我们多少生意。现在4国的人都只认乌城阁，都快把咱们万无山庄忘干净了。就连2个月前的那批天丝云锦也全都送去了乌城阁名下的牵衣房。要知道呀，以前那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还有各国的珍贵瓜果，都是先送到咱们万无山庄的。这口气，就算我们能咽下，可江湖上的人怎么看咱们呀？如果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年，咱们万无山庄就要没落了。天丝云锦、蚕丝锦缎，人家有办法拿到，那是人家有本事。我早就说过了，咱们万无山庄100年来只重视2点，第一是培养顶级高手，第二就是消息渠道和速度，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可是你们呢，非要去做什么生意，你们是那块料吗？现在可倒好啊，生意做不过人家，杀手被人家揍得满头包。消息呢？那叶芝还有2日就到落日崖了，你们知道吗？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再怎么说也是叶芝先出的手。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了，咱们的生意只针对江湖上，朝廷的事情不要插手。那2个王爷是个什么货色，你们不知道吗？
居然敢接他们的任务去杀摄政王，谁给你们的胆子？别说叶芝了，就算是摄政王也不会放过我们。现在开始，全庄戒备，将外面的杀手全部调回来守着山庄，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接任务。离开京都的5日后，魏巡站在落日崖的边上。哎呦，还挺高啊！这掉下去还能活呀？主子，还是属下去找吧，您在上面等着就行。只要找到人，不管是死是活，属下肯定将他背上来。我亲自下去，不然还怎么嘲笑那个笨蛋？就在魏巡在看不到从哪儿下去比较好的时候，2匹快马从远处疾驰而来。凤千诀，你来这里干什么？本阁主知道了，你也是来看热闹的，对不对？那晚的事情魏泽已经跟本王说了，不管怎么样，你都护了本王一次，所以你在这里等着，本王替你下去找人。等人找回来后，本王再陪你一起去万无山庄。我的人我自己下去找，至于万无山庄，那是乌城阁的事儿，跟王爷没有关系，王爷不必掺和进来。怎么会跟本王没关系？阁主别忘了，那日刺杀的人不管是谁派来的，但来的可是万无山庄的杀手，而且本王是绝对不会看着你自己下悬崖的。我没有要自己下去啊，我带他一起下去，找到米峰以后也好第一时间救他。阁主啊，下面这么深，你还是跟王爷在上面等着吧，属下下去，就算死了也一定能将尸体给您背回来。闭上你的乌鸦嘴！主子说那货没死，那货就肯定还活着，不知道祸害1000年吗？你们爱下去不下去的，反正我是要下去的。要死人了！不行了，我害怕，我头晕，我要晕过去了！救命啊！我要上去，我要上去！哎呀，主子，您可拎住了啊，千万别松手！啊，我好像看见我张家的祖宗来接我了！哎呀！阁主和王爷都不用这绳子，那还绑来做什么呀？这不是给主子用的，是给米峰用的。这么高摔下去，肯定不会一点伤都不受。主子说等他找到人之后，用绳子把他捆上来。阁主都能带张神医下去，那带米峰上来应该也不难吧？张子时没人拎是绝对不会下去的，所以主子才拎他。至于米峰，主子嫌沉。你还有没有事啊？没事能不能把嘴闭上？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凤千诀看着魏巡连一个力都不用借，就这么拎着张子时轻飘飘的往下落，心中无比的震惊。别想了，你学不会，这不是什么武功心法内力之类的东西，这是灵魂之力，你没有。到了，醒醒老张头，快点醒醒啊，还得去找人呢。看来这是真晕了过去啊。我听说过以毒攻毒的方法，王爷你在这等我一下，我拎着他上去再重新下来一次，说不定就会清醒了。不用再来一次了啊，我醒了，已经醒了。我现在腿软，走不动，得缓一缓。你不用管我啊，先去附近看看蜜蜂大概掉下来的位置吧。不用看，你跟我走就行。我下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北边崖壁上的一些石头上有抓痕，有血迹，越到下面越多。后面还有被压断的树枝，所以往北走肯定没错。我自己走。哎呀，我自己走还不行吗？哎，别拽了，屁股都磨得冒火星子了，快松手啊！不都说人美心善吗？明明长得是个绝色，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一点都不可爱。看看给我这领子拽的，都回不去了。还有这后面，磨得都快露肉了。走嘛，我这不是在走吗？哎，别动我啊，我害怕。哎，我错了还不行了吗？您是仙女，人美心也善的仙女，是救人救世的活菩萨。看着前面一片被压塌了的小草，上面还有一大片血迹，皱起了眉头。流了这么多血，从收到消息到咱们来，已经过了10几天了，这人还能活吗？
他还活着。但是你回去以后跑跑步，锻炼锻炼，别没走2步就喘得跟要死了一样。你不是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丸吗？赶紧找一个吃了，别人没找到，你先死了。血迹到这儿就没了，蜜蜂应该就在那山洞里吧？主子，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左胳膊骨头断了，肋骨折了几根，右腿应该是掉下来的时候被石头刮掉了一块肉，不过问题不大。腹部中了一刀，没伤到要害，但血流了不少。刚才在第一次见到血迹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些发黑，果然啊，有中毒的迹象。落地的时候应该是背部先着地，体内的脏器有些轻微出血。主子别担心，我这不是还活着呢，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找我的。看，门口那些野兽都是我杀的，我厉不厉害？放心吧，属下没饿着，也没渴着。还好我跟华山学了个好习惯，随身带着匕首，不然连门口那些野兽的肉都割不下来。这山的后边应该是有水源，那边往下滴答的水就够我喝了，就是每次爬来爬去的有些费劲。所以主子，你真的别哭了，不然我会笑话你的。半条命都没了，废话还是那么多。蜜蜂这个样子，现在也不宜挪动，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待上几天。本王传来消息，让他们送了些东西过来，足够我们这几天的吃用了。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刚才出去发现了一些东西，好像还挺有意思的。主子，您快去吧，难不成是想在这里看着我换衣服，占我便宜？越往北走，路就越窄，前面的山挡住了2个人的去路。穿过后，魏巡看着不远处烤着野味的10几个黑衣人，瞬间就明白了凤千诀说的有意思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人在那儿？叶芝。哼，动了我的人居然还敢在这吃吃喝喝，那你们就先走一步吧，万无山庄剩下的人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们的。凤千诀看着贝巡飞过去之后，二话没说，一手拎着一个黑衣人，踩着悬崖上突出的石块和树枝，借力就窜了上去。敢将我的人打下悬崖，那你们也下去吧，看看谁的命更大。飞上去之前还冲着那几个鬼差看了一眼，这几个人灵魂都黑透了，也不知道手上沾染了多少无辜人的性命，带回去之后好好照顾一下，等初期我回去的时候会去检查的。我收回刚才说你没有福气的话，是我肤浅了。前面有条小溪，一会儿本王洗干净了再给你。没想到你堂堂一个摄政王，居然连这种小事儿都做。以前我还以为你是像那2个废物王爷一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呢。本王这摄政王可不是从出生开始就是的，阁主别忘了，在当摄政王之前，本王是将军。本王从小就被父亲带到军营里，从小兵开始，要求所有事情都必须亲力亲为，别说洗东西了，就是简单的饭菜本王都会做。等回去后，阁主试试本王的手艺如何？魏巡本想拒绝，但看着凤千诀眼中的期待，还有那张惊为天人魅惑人心的脸，不知怎么的，鬼使神差的就答应了下来。魏巡去小溪边洗漱完回来的时候，老张头儿，蜜蜂能不能动啊？咱们该上去了。我是神医，不是神仙，他这刚好一点儿，自己肯定是上不去的，拎着也不行啊。我没说让他自己走，我是问他能不能移动。哦，移动啊，那可以，只要尽量别碰着伤口就行。本王还有一只更大的鸟，驮它上去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管虫鸣鸟叫大鸟？这不是真正的虫鸣鸟，应该只是有一些虫鸣鸟的血脉而已。辛苦你了，等你将这小子送上去之后，千万记得回来接我啊！王爷，我好歹也帮您将蛊虫给拿了出来，您堂堂摄政王是不会这么小气的，对不对啊？大鸟就不用了，本阁主就费劲。
再叫你拎上去就好。这时，正在烤山鸡的魏泽见华善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怎么了？王爷早上传信说是今天上来，这是上来了。我听到张子时的叫声了。突然，一只大鸟飞了上来。别打！哎呀，华山别打，费银子！我杀个鸟，能费什么银子？这是王爷的鸟儿，它的名字叫费银子。这鸟儿很听话的，就是吃东西太挑了，而且还喂不熟，只认王爷。哎，华山，你快看，费银子的背上有个人，好像是米峰啊。就在华善想抬头看的时候，贝寻就拎着张子时上来了。主子，你们有没有受伤啊？魏泽说费银子上面的那个是米峰。他叫什么？阁主，他叫费银子，是我们王爷从小养大的。怎么样，好不好看啊？等以后呀，如果有了小费银子，让王爷送你一只可好呀？王爷，快夸我，属下这是在帮您呢。名字是魏泽起的，其实摄政王府还是有些银子的，养得起他。至于小费银子，如果你喜欢，等有了之后送给你。兄弟，等你好了之后呀，我们陪你一起去报仇。阁主说了，要将万无山庄杀得一个都不剩。而且那天他和王爷出去之后，再回来的时候身上沾染了血腥味儿。他作为一个杀手，对血腥味儿尤其的敏感。虽然主子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说，但他就是知道主子肯定是杀人去了。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贝寻会为了他要杀光整个万无山庄。主子，其实属下快闭嘴吧你啊，别惹我生气啊。一个不分好坏以杀人为目的的山庄没了就没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牛！南境京都，这都过去2天了，也不知道王爷收到密信了没有。太后，王爷他。哀家知道你想说什么。哀家知道千珏肯定是要有事儿才会出京都的。哀家也相信，只要千珏收到了信儿，绝对会马上赶回来。而且要不是他早就给哀家留下保命的丹药以防万一，这会儿皇儿怕是已经……哀家不会怪千珏的，千珏是个好孩子，说到底还是我们母子俩连累了他。刺杀的事情哀家已经听说了，是安王或者是荣王干的吧。这孩子什么都不跟哀家说，也不知道伤着没有啊。太后，你也别太忧心了，王爷没事儿，皇上也会没事的。王爷的丹药已经把毒素压制住了，虽然宫里的太医没办法将毒逼出来，但也说了，只要不再次中毒，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从现在开始，我和魏海会轮流守在这里，不会离开一步，绝不会再让人钻了空子。这次不是你们的错，谁也想不到密毒竟然一直藏在皇儿的枕头里，还特意等千珏出城之后才将引子拿出来让皇儿毒发，所以这不怪你们，要怪就怪我这个做母后的不细心，居然连皇儿的枕头里面藏着毒都没有发现。太后，王爷这会儿在路上，可能还没有收到消息。还有，暗卫传了消息回来，那位神医现在跟王爷在一起，相信王爷一收到消息，马上就会带着神医回来的，请太后宽心。贝太傅，还是您的主意好。知道那小皇上从小就有认枕头的习惯，这才能让本王轻易得手。现在那小皇帝已经中了毒，听说马上就要不行了，咱们现在只要等着就好。老夫还是不放心，毕竟现在皇上还活着，要不王爷还是派人进宫探探虚实吧。本王已经派人去过了，虽说现在凤千珏没在京城，但却派人将宫里守得跟铁桶一样。本王明里派的人被挡了回来，暗里派的人全都有去无回，至今连个声响都没有。
不过这样也好，宫里守得越紧，就代表那个小皇帝的情况越不好。太傅不用担心，内毒可是本王特地命人从南疆弄回来的，他们自己都解不开，宫里那些废物太医就更不可能解得开了。他一个帝师，学识渊博，没想到最后竟然走上了这条路。那小皇帝可以说是自己看着他长大的，可想到贝府的将来，他的眼神又坚定了。这边备询几人终于在4天后到了万物山庄的大门口。武成哥来报仇了，叶芝杀人来了！快来人啊！叶芝来了，叶芝来了！阁主，这件事是我万物山庄的不是，我已经问过下边的人了，是他们对副阁主出手阻挠他们出任务而心生不满，这才追杀副阁主，设计让其掉落悬崖。还好啊，副阁主吉人天相，不然本庄主怕是要以死谢罪了。那就死吧。没想到这看着不大的小姑娘这么不好说话，一说话就是要人死。你们的副阁主又没死，我们万巫山庄愿意赔偿，阁主开个价吧。要多少银子这件事才能罢休啊？再说了，是你们先阻挠我们的人出任务的，这件事说起来，双方都有过错。看见没？他们这是怪我没让他们杀了你呢。既然他们不满没能刺杀成功，本王现在就站在这里，放马过来吧。那个摄政王说笑了，是下面的人不懂事，接错了任务，这才闹出了误会。是啊，真的是误会。诸位应该知道啊，我们万巫山庄向来不接关于刺杀朝廷大臣的任务，也不插手朝廷中事。误会？据本阁主收到的消息，当初接这任务的好像就是2位长老呢。这个，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本阁主今日就是来杀人的，还是一个不留的那种。本阁主的人，本阁主打得骂得，你们是个什么东西啊？也敢动本阁主的人？想必你们在动手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做好了要承受本阁主报复的准备。毕竟这江湖上谁不知道本阁主是个小心眼的，从来受不得气。阁主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你们就6个人，其中还有一个重伤，一个不会武功，本庄主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一个不留的。不愧是百年山庄，居然还有护庄阵法。这阵法我听说过，好像叫什么1年4季，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布出来了。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这个阵法只要我们一进去，就会迷失在这里面。现在看着是春天，但只要进去后，温度和天气就会快速变化着1年4季的景象。这里面一共有4个阵眼，如果找不到或者速度不够快，到最后不是被他们偷袭杀死，就是被热死或者冻死。华善你留下保护他们2个，我们3个进去。你们跟紧我，我会试着破阵。你们在说什么？什么阵法？那里刚才还是山庄的大门，现在变成了这般绿意盎然，有山有水有小溪的景象，这就是阵法。还有鸟儿的叫声呢。别怕，本王懂阵法，从前打仗的时候也用到过，一定会破阵的。绿意盎然，有山有水有小溪，在哪儿？鸟叫？哪个鸟？这次轮到凤千诀几个人愣住了。山在那儿呢，那么高，上面还有雾气，水从山上流下来，那么大的瀑布。哎，小溪，阁主您看，就在前面大概50步那里，那是入阵的位置。咱们呀，只有破了阵法，才能看见万无山庄的大门。大门不就在那儿吗？那群人还跟傻子似的站在那里，期待的看着咱们呢，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大病。你看得见山庄的大门？看得见啊，不就在那儿吗？大门又不会跑。那你看不见前面的阵法？啊？哪有阵法？我还没见过呢。薰儿，多看书，
有好处，比如神识的基础知识。大师兄，你有话就说，别绕弯子。薰儿，你是有神识的，所以呢？叶白一噎。所以任何虚幻的障眼法在你眼中都是不存在的，除非是实体。如果你想看见，将神识封闭起来就好。所以大师兄，你还是赶紧疗伤去吧，我去看法阵了，别打扰我。嚯，还真的有哎！啊，这样就没有了？有？没有？有？没有？还挺好玩啊！这有大病的，怕不是他自己吧？我有大病啊！不用你，我带你们过去就行。会主，您现在能看见阵法了？能啊，不仅能，我还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呢。看着啊，我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话音刚落，几人就见贝寻飞身冲着那阵法就飘了过去。进去了，终于进去了。二长老吩咐下去，只要阵法一启动，就让咱们的人放箭。我就不信了，咱们老祖宗布下的阵法，今日不能将这几个人留在这里。庄主高文兴眼睛都不眨地盯着贝寻，就等着他进去就迷失方向，然后让人放箭。你们在看什么呢？怎么可能？你不是进入阵法了吗？那阵法怎么会没有将你困在里边？你说那个呀，那破玩意儿对我没用。那个几长老来着？赶紧眨眨眼睛。对，眨一眨，你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庄主，护庄阵法毕竟已经上百年，会不会已经失效了？不会，那是老祖宗留下的阵法，是绝对不会失效的，就连阵眼都还在那里。所以问题一定出在人身上。难道叶芝，你不是人？万物山庄的人还真是作死没有止境啊。第一个死的估计就是这个说那个小祖宗不是人的。米风几人就看见贝寻手中拎着那个大长老飞了回来。护庄的阵法如果想要出去，那得等到阵法自动消失以后才可以。叶芝，你肯定不是人，你就是妖怪。这江湖上哪个门派最少都是历经几十年才能形成一个小小的规模，无尘阁仅仅1年多就开遍4国，一定是你用了妖法。如今我落在你的手里，我认命，你杀了我吧。将人扔在地上，一脚踹了过去，抬起脚狠狠地踩在他的左胳膊上面。只见贝寻手起刀落，稳稳地扎在大长老的腹部，跟米风受伤的位置一样。毒药？什么？拿一瓶毒药给主子，痛苦不堪还马上死不了的那种。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死啊？你想的倒是挺美，还没结束呢。说完素手抬起，一阵风带起地上锋利的石子，围绕着大长老刮了起来。飓风骤然大起，将他整个人卷到半空中，狠狠地摔了下来。主子，我已经收到消息，就是大长老派人射击你，然后将你打落悬崖的。那些黑衣人已经全都死了，摔死的。你放心，你身上的伤不仅大长老身上会有，万无山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一模一样，一滴血都不会让他们少流。米风看着贝寻，眼泪扑扑的往下掉。你们要报仇可以啊，想杀人也可以，但是我的要求就一点，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须跟现在的大长老一样。本王知道了。贝寻见2个人没有问题，就想拽着2人过去。先破了这阵法吧。破阵是没问题，我也能看见，但是我不懂阵法，不知道怎么破。本王刚才回想了一下周围，阵眼应该有4个，不过我现在看不见，只能请阁主代劳了。没问题，你说吧。第一个是山庄门前阶梯下右边的石狮子，第2个是路左边的假山，第3个是右后方的一棵常青树，第4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山庄的大门。几息后，众人听见4声巨响，眼前的阵法消失了。阁主，这都是您用树枝抽的啊？对啊，就是用这个抽的。等回去，本王送你一把适合你用的名剑，可好？不用，我不要。其实我以前试过很多的兵器，什么刀啊、剑啊、匕首啊，占地方不说，还得擦，麻烦死了。不如这树枝好用，随便哪都能捡一个，又能当刀又能当剑的，好用的很。最主要的是啊，它不用擦，用完扔了就行。注意啊，本阁主要来了。叶芝，你欺人太甚！他那口气还没出去，这会儿没空理你。而且在跟自己打的时候，还能时不时的踹几个黑衣人，那些被踹的全部都躺在地上，再也没了战力。魏则牢牢地记住了备询的话，可万无山庄毕竟是养杀手的，他的武功对付10几个还行，再多就有些吃力了。沈闷，你守着他们2个，我来。没想到万无山庄居然会败在我的手上。哼，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到米峰身边，将匕首还给他，并将华善也叫了过来。其实内力有些地方跟灵魂之力挺像的，只不过内力是你们苦练成的，而灵魂之力是天生的。内力取于你们的体内，而灵魂之力取于灵魂，放于万物。灵魂之力你们肯定是做梦也不可能有了，但内力却可以再上一层。你们2个看好了，能领悟多少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说完，备询就抓起2人的手，灵魂之力运起，通过2人的双手散发出去。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吗？玄儿，你教他们通过感受灵魂之力去悟内力的更高一层，这没错。但是在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再好好的学一学灵魂之力，再悟一悟？我觉得我学的挺好的。灵魂之力取于灵魂，放于万物，这句没错。那后面一句是什么？后面还有，不就2句吗？哎，算了，你就当大师兄什么都没说吧。不就是以前看书总是看一半吗？等心情好了，我看看剩下的还不行吗？小气鬼，这就不理人了。等心情好了看看，那估计啊，你这心情8成是好不了了。哎，王爷，阁主刚才说的那些是咱们能听的吗？万物皆由心而起，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备询猛地回过头，诧异地看着凤千诀，因为他想起来了，灵魂之力取决于灵魂，放于万物。这2句话的后面确确实实还有一句，只不过被他给忘记了。那句话就是万物皆由心生。本王的武功想要再进一步很艰难，但还是谢谢你。主子，我啊，你别动啊，坐好了。你这骨头还没长好呢，你可是真不把我这神医当人使啊。主子，您先休息一会儿，属下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活口。记得发信号，让人来清点一下这万无山庄里面值钱的东西，能搬走的全搬走，能扣下来的全扣下来。还有，记得看看有没有暗室、暗格之类的地方，可别落下了。本阁主记得王爷说过，摄政王府还是有些银子的，所以这点小银子想必王爷看不上吧？本王不要，都是你的。哎，那小不点儿不是无尘阁的信鸟的吗？那不是无尘阁的，无尘阁的信鸟是淡蓝色的。哦，你眼神真好呀，那么高那么小还能看清楚是什么颜色。我只能看出那是个鸟儿，还跟信鸟长得有些像。确实不是无尘阁的，是王府的废点儿。我们无尘阁用来传信的鸟叫信鸟，通俗易懂。所以你们王府传信的鸟叫什么？叫废一点，也是魏则起的名字。信鸟就是要小，速度还要快。如果太肥的话，就飞不快了吧？
是费一点，费一点银子的费一点。看见没有，这种眼里只有银子的男人不能要。那都是以前了，现在华善肯定是排在银子前面的。看见没有，这种把你跟银子比的男人也不能要。王府里的银子都是魏泽在管，所以难免细致了一点。我的银子也都是华善在管，可我们华善就一点都不抠门。魏泽呀，本王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王爷，请您过来一下。那个小祖宗啊，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你就老老实实当你的神医就好了，其他的别想太多。不过小祖宗您说。他们两个是从小练就的本事，本阁主是天生的，所以你要不就研究一下丹药吧，看看能不能研究出那种吃一粒就能成为绝世高手的丹药。如果真能研究出来，哎呦，老张头你就发财啦。真要是有那种丹药，我还能被你们拎上拎下的？哼，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等回去以后呀，我天天锻炼身体，不然早晚有一天啊，被你折磨疯。薰儿，皇上中毒了，情况不太好，我得马上赶回京都一趟，而且宫中的太医都不能将毒逼出来，可能得麻烦张神医进宫一趟。好，咱们一起回去，你带着老张头去给那小皇上看看，正好米峰伤成这样，也得回去好好休养。我是个神医，你们好歹尊重一下我可不可以啊？每次都是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能不能问问我的意见啊？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去不去？我去。看，这不还是得去吗？所以我问不问你有什么区别？再说了，还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让你干什么了？我让你出苦力了，还是让你去杀黑衣人了？我是让你洗衣做饭了，还是让你出谋划策了？你一个看病捣鼓药的，除了医病你还能干什么？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神医有点用的份上，你现在绝对被那棕熊吃的连个骨头渣子都不剩了，哪还能在这儿跟我唧唧歪歪的，还挑三拣四的？还不赶紧起来收拾收拾东西走了。刚将米峰扶回自己的小院子，掌柜的就来了，说被梦香在店里面闹了起来，说什么都不肯走。你好好躺着，我去。主子，您还没换衣服呢。他现在可是荣王侧妃，我只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换了衣服我还怎么瞅他？哎呀，真想出去看看热闹啊！你等着啊，我好胳膊好腿的我去看，我看完了回来给你讲。我知道你们有天丝云锦，赶紧拿出来，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我还得早点回去陪王爷呢。不就是银子吗？本侧妃有的是。侧妃，店里是真的没有天丝云锦，您就是在这等一天，那也是没有啊。一声脆响传来，脸上并没有预期的疼痛。阁主，这脸皮还挺厚啊，把本阁主的手都给硌疼了。以后像他这种无理取闹伸手就打人的，直接还手，不用给他留脸。本阁主的人从来不受这鸟气，就算是有错，那也得是本阁主教训。至于其他人，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你居然敢打我！你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敢打我！我可是荣王侧妃。哼，怎么荣王侧妃就可以随意扇人巴掌了？本阁主虽是个平民百姓，但也是有些脸面的。在四国里，别说你一个侧妃了，就是王妃敢无缘无故的打本阁主的人，本阁主都照删不误。你什么你啊？我店里的人都说没有天丝云锦了，你还在这里胡搅蛮缠，所以本阁主认为你是故意来找事儿的。你不是说没有天丝云锦了吗？那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本阁主身上穿的当然是天丝云锦了，就是你想买都买不到的天丝云锦。哦，你不仅买不到天丝云锦，就连蚕丝锦缎也买不到了。因为这天丝云锦除了被本阁主做了衣衫，
剩下的全部都让本阁主送人了。比如说镇国公府的小小姐，你说气人不？贝梦香听见自己想买都买不到的天丝云锦，竟然被眼前的这个红衣女子送人了。送人就算了，居然还是送给了贝寻，嫉妒让他瞬间失了理智。刚和凤千诀一起走到门口的荣王看着眼前这一幕，贝梦香，住手！王爷，这个庶民居然敢打我，你看我的脸都肿起来了。别说他打你了，就是打死你，你的荣王都不敢问责一句。见过摄政王，见过摄政王，见过荣王。都起来吧，本王是来找阁主的。摄政王，虽说他是什么无城阁的阁主，但身上既无诰命，也没有皇上的特许，就是一个庶民。他今日敢打妾身，明日是不是就敢打王爷呢？还不快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别说阁主打你巴掌了，就是打你家王爷的巴掌，你家王爷也得忍着。不信你自己问问看。荣王府中还有些事，就不陪摄政王进宫了。这就完事儿了？寻儿要是不满意，等今晚本王陪你去荣王府一趟。去荣王府干什么去啊？当然是踹人去啊。刚才那一脚没踹出去，挺难受的吧？你不是说晚上找我吗？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还跟荣王一起？荣王不知怎么得到本王回京都的消息，一早就等在宫门口，非要和本王一起去看皇上。本王将他留在皇上的寝殿外面，自己进去看了一下，情况是不太好，所以这才着急出来找你。他估计是猜到本王要出来找神医，这才跟过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没想到刚到门口就看到了那一幕，估计他是怕你惹急了要了他的命，这才带着贝梦香急匆匆地走了。没想到本阁主的凶名这么多人都知道，这样也挺好，省得谁都以为无城阁好欺负。皇帝的寝宫内外早就让魏泽给清空了，此时就剩下了江秋陪在里面照顾着。真不是个东西。不知姑娘在说谁不是东西啊？谁下毒就说谁，给那么小的孩子下毒，真是缺了大德了。姑娘真是心直口快，快坐下休息吧。毒我倒是能解，只是有一味药材我没有。神医您说，只要能解了皇儿的毒，不管是什么药材，哀家定会让人找到的。七叶莲，就是7片叶子的莲花。知道了，本王马上命人去找。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我在哪听过啊？让我想一想。他都决定了，不管在谁那儿，只要有，就算他去求，也会将这什么七叶莲给求回来。王爷，看来咱们今晚不仅要夜探荣王府，还得顺便探一下安王府了。你是说安王府有七叶莲？有，安王那货的腿不是断了接不上吗？所以就去派人递了消息求见本阁主，希望能让老张头去给他治腿。本阁主没答应，他就一边变着法的找人求，一边到处找各种珍贵的药材。我记得米峰当初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提到过这七叶莲，好像是在什么拍卖行中。米峰那会儿也想拍回来给老张头，可是因为价格太高就没买，最后让安王给拍走了。江秋听见贝寻自称阁主，而且这神医居然也是他的人，不由心下震惊。这小姑娘看着也就15、16岁的样子吧，没想到这么厉害。太后不必如此，我跟先皇算是认识，所以帮帮他的儿子也是应该。凤千却诧异地看着贝寻，见他朝着自己眨了眨眼睛，瞬间就明白了他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哀家多谢阁主能救皇儿，这是哀家送给你的信物，以后不管有任何的事情，只要拿着它来找哀家，不管什么事情，哀家绝不推辞。那就多谢太后了。这晚子时，哎，你说阁主半夜连传人带偷东西的，居然还穿一身红衣，这是怕别人发现不了吗？
主子只是偶尔迷糊，大部分时候还是很靠谱的。再说了，就是被荣王发现他来踹人又能怎么样？谁让他的侧妃白天在主子地盘上作死的？要知道，我主子可是非常记仇的，他这脚要是踹不出去，今晚都不一定能睡得着觉。唉，如果米峰没受伤的话，带着他来就好了，这样也不用咱们俩大半夜的趴在这里，连个房间都找不到。凤千觉刚想说什么，就听见一阵少儿不宜的声音从下面的房间传了出来，而且还是2个男人的声音。听着越来越过分的声音，凤千觉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将被寻的耳朵捂住。你干嘛？我听得正起劲儿呢。寻儿乖，咱们不听这个，也不能看。这里面不是贝木箱，咱们去别的地方找。被寻最终被凤千觉拉着，一步3回头的去了其他的房顶上。鼠子，这是怎么了？难道被发现了？什么呀？刚刚我俩上了荣王的房顶，听见他们正在……寻儿，前面就是贝木箱的院子了。王爷，阁主刚才说他们正在干什么呀？如果是在数银子的话，属下能不能去抢啊？你要是再这么多话，本王就派你去安王府做暗哨。此时贝梦香正在房间里面发脾气砸东西。侧妃，您消消气，别再摔了，让王爷知道了就更不会来咱们院子了。哼，就是我不砸他也不会来的，这会儿他说不定正在跟哪个不要脸的男人鬼混呢。侧妃，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小心隔墙有耳。就是让人听见又能怎么样？他好男色这件事情整个荣王府都知道，还不让人说了。侧妃，咱们还是得从长计议，您得想办法早日生下王爷的血脉，才能在这王府站稳脚跟。如果是个男孩，那可就是王爷的长子，如果以后王爷真的成事，那这个孩子就是……他连我的房间都不进，我上哪有孩子去啊？侧妃，您当初是怎么嫁入荣王府的？有第一次就能有第二次。对，你说的对，我得好好谋划一下。正在主仆3人沉浸在美好的幻想里的时候，一阵银铃一般的笑声从门口传了进来。谁？是谁在那里？贝梦香啊，贝梦香，你这名字还真不是白起的，时时刻刻都在做美梦，还生孩子呢。你的荣王这会儿正在房里跟一个男人这样那样，那声音大的呀，怕是早就将你这个侧妃忘得一干二净了。再说了，荣王好歹是个王爷先皇的血脉，就算他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可并不代表他是个傻子。他在你身上栽了一次，难道还能栽第2次？王爷，阁主说的是真的？那荣王真的在房里跟男人？你就这么好奇？难道你对男人也有别的什么想法？没有，绝对没有。属下喜欢女子，喜欢华善，对男人绝对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只是觉得真是够恶心的呀。从千衣房回来的时候，王爷已经跟他说了这红衣女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将这什么叶之舍急了，把他杀了，自己是绝对不会为他出头的。本来想着以后再也不去千衣房，就算是遇到他也绕道走。你来干什么？我以后不去千衣房了还不行吗？来人呐，有刺客！有人要刺杀侧妃，快来人呐！救命啊！守在外面的暗哨听见声音，立马就赶了过来。看着站在门口的凤千珏和屋里那红衣女子时，谁都不敢再上前一步。怪不得他们都没有察觉到有人进来，原来是摄政王和吴成阁的阁主。这下可是麻烦了，这2个人哪个人也不是善茬，一个2个都惹不起不说，还打不过。没你们什么事情，你们这什么侧妃白天惹了阁主不高兴，这会儿腾出空来过来踹他几脚出出气。请摄政王和阁主自便，属下什么都没听见也没看见。哎，咱们用不用去禀告王爷一声？毕竟那是侧妃呀。要去你去吧，我可没那命去。没看今晚王爷将谁接到府里了吗？
王爷对这个侧妃厌恶至极，就算知道他被踹了几脚，也不能说什么呀。再说了，那可是摄政王和无城阁的阁主，现在将王爷叫来，王爷能怎么样啊？除了失了面子，那咱们几个出气，也没别的办法了。走啊，咱们再走远点，明日问起来，就说咱们什么都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咱们3张嘴，还能怕了那不受宠的侧妃不成啊？摄政王也在外面。对啊，他是陪本阁主一起来的。难不成你以为他是特意赶来救你的不成？原来你不仅做梦比较香，脸皮也厚得很。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过就是跟你吵了几句嘴而已，你至于这么报复我吗？至于，非常至于。本阁主这个人从来就受不得气，更何况还是一个想跟本阁主动手之人的气。抬脚就踹了过去。你们2个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还不赶快过来扶着我！你踹都踹了，还想干什么？干什么？本阁主还能干什么？当然是没踹够呗。说完，冲着贝梦香又是一脚。王爷，我好歹也是荣王侧妃，您就看着他这么踹我吧。侧妃又如何？荣王又如何？他想踹就踹，如果你真被踹死了，荣王想讨个说法，就让他去摄政王府来找本王。不过到那时候估计你也看不见了。可是出息了，要不要再踹几脚？踹死了也没关系，有本王在，不会有麻烦。他血脏，别喷到衣服上，挺贵的。咱们走吧，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踹够了，不踹了。不踹了，再踹一脚，就真的将他踹死了。他死了没关系，主要是白瞎了本阁主的一双鞋，这可是千衣坊新做的，我出门前刚换上的。以后呀，别总是净想些好事儿，离咱们王爷远一点。别说你已经是荣王侧妃了，就算你是公主，王爷都不可能多看你一眼。求表扬。你家王爷最近牵我家主子的手，牵得挺顺溜的啊。王爷，属下刚刚得到消息，北海国又派了使臣，最晚后日就会进入京都。他们不是刚走没多久吗？怎么又来了？行了，本王知道了。这是安王府的库房？回阁主，这不是安王府的库房，这是安王府藏宝贝的地方。宝贝藏到这种地方，一般人确实想不到，也就你这种喜欢银子的人能找到。小心脚下，别被绊倒了。占便宜就占便宜，还非得找个理由。魏泽也想跟自家王爷学，但看着华山那嫌弃的眼神，默默地将已经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理智回笼的魏泽不禁后怕，华山跟阁主不一样，华山一看就是从小就受了专业训练的。他毫不怀疑，刚刚要是真牵了华山的手，这会儿自己估计已经捧着断手进宫去找张神医去了。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在想咱们能不能将他这一屋子的宝贝全都偷走。阁主还真是跟属下想到一起了。看，属下连袋子都准备好了，分本阁主一半，就当是老张头给小皇上看病的辛苦费了。我同意了吗？这些东西里面有我的吗？本王怎么觉得寻儿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啊？唉，也不能这么说，以前主子都是明抢，这偷还真是第一次，难免会有些兴奋。王爷您进去吧，属下在这里守着。王爷，没有找到七叶莲，不会被安王给吃了吧？不会，我听敏凤说过，那玩意儿不能随便吃，会死人的，所以一定还在这里。还有，魏泽，你下次能不能多拿几个袋子？我这马上就要装不下了，还有那么多没拿东西呢。先用这个吧，这样应该就能装下了。还是王爷聪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王爷，你们不是偷宝贝去了吗？怎么外袍还……丢人呢，真是丢人啊！
以后如果主子再来干这种事情，自己绝对会记得带上几个袋子，还得多带几个。主子可是找到那七叶莲了？找到了，在这里。华善，你拿着这个跟王爷进宫去找张子时，我就不去了。我要回去找米峰看宝贝去。这里好多我都没仔细看，反正全都装回来了。等米峰好了以后，我得让他再去查查荣王府藏宝贝的地方在哪，咱们再去偷。这可真是太好玩了。荣王府藏宝贝的地方在荣王寝室床底下的密室里，偷是不可能的了，除非是明抢。魏泽，你帮阁主将这些东西送到千一坊，然后再进宫找本王。荣王府的偷不了，等过几日本王忙完了，带你去偷太傅府的。太傅府为了陪我娘的嫁妆，应该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有，被藏起来了而已。贝府的祖上可是海盗，怎么可能只有那么点东西啊？只不过那些东西都不太能见世面而已。千一坊，我还担心主子有危险，一直没敢睡。没想到，主子，你是去偷东西了呀？别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偷不偷的，就好像那安王的银子来路正当似的，还不是他手下的人贪墨的。本阁主这叫行侠仗义。这里面的药材，回头让老张头全部都制成各种药丸，送去给那些连病都看不起的穷苦人家。其余那些用不着的就全卖了，分给那些因为天灾和打仗伤残而且没有劳动力的百姓和士兵。这些东西啊，咱们一点不留，全都送出去。哎，主子，您轻点轻点，这些东西光看盒子就挺贵的。心疼什么？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本阁主过些日子还要去偷太傅府呢。听凤千诀说，那贝府祖上可是海盗，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唉，要不是他忙着小皇上的事情，你还受伤了，我简直恨不得现在就去太傅府。哎，其实主子去太傅府偷东西也不能叫偷，顶多叫偷偷的拿。毕竟，主子您也姓贝，拿自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谁跟那一群狼心狗肺的是一家人呢？本阁主虽然姓贝，但可不是他们那个贝。对对对，主子您说的对，您跟他们同姓只是凑巧而已。哎，说起来，主子，您能不能等我好了再去啊？带着我一起呗，毕竟除了杀人，我还从来没偷过东西呢。行，这有什么不行的？你去了还能帮我装装袋子，拎拎东西，总不好让华善拿。我跟你说，这些东西还真的是挺沉的呢。自从上次主子您跟华善俩人去洗劫了老张头的小院后啊，他就对这个袋子种下病根了。这要是让他看见还有这么大的袋子，魂儿都得吓飞了。那魏泽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找到这么大的袋子，比咱们平日里装货的都还要大上一圈。哎，对了，属下忘了说了，再过几天主子又有热闹可以看了。看热闹？对，就是看热闹。今晚您去拿东西的时候，属下收到个消息，北海国他又派了个使臣过来，说是要跟咱们南境交好呢。这件事儿我在路上听凤千诀的一个暗卫说了，这有什么热闹可看？这次来的使臣是个公主。公主？来和亲呢？主子聪明，就是来和亲的。据属下得到的消息，这个公主想要和亲的对象可是摄政王呢。所以主子，您说这是不是个热闹啊？这的确是个热闹。就凤千诀那个人不把那公主抽回北海国，就算是他手下留情了。到时候迎接使臣的宫宴上一定会很好玩。贝须和凤千诀走了之后，贝梦香实在是气不过，去了荣王的院子。侧妃请回吧，王爷现在正在忙，还请侧妃明日再来。哼，那什么叶芝说的没有错，王爷果然是在行苟且之事，还是跟一个男人。叶芝，侧妃是说无城阁的阁主？可不就是他吗？不仅是他，就连摄政王都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是来找王爷的。哼，荣王府的守卫也太没用了，轻轻松松就能让那2个人闯进来，还上了王爷的房顶，进了本侧妃的房间。这要是王爷有个危险，你们可能担待得起吗？只要侧妃不到处得罪人，想必咱们王爷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倘若有一日因为侧妃得罪了谁，最后却被报复到王爷身上，这恐怕就得让侧妃担待了。哦对了，荣王府的暗哨全部都集中在王爷的院子和书房周围，侧妃那里是没有几个暗哨的，所以还希望侧妃晚上能警醒着点儿，别到处得罪人，什么时候被杀了都不知道。哼，属下可是听说摄政王和吴成阁的阁主是专门来找侧妃您出气的，可不是来找王爷麻烦的。哼，侧妃还是回去吧，毕竟这件事是侧妃有错在先，就算是被踹了几脚，王爷也没那个时间去替侧妃讨什么公道。摄政王和那阁主武功极高，这次没要了侧妃的命，属实是您命大，下次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属下奉劝你，这大半夜的有这个时间站在这里来找王爷说这些无用的事，还不如去让府医给您瞧一瞧，这万一被踹坏了，可怎么是好呢？我好歹是个侧妃，王爷不替我出头，竟然还在房里，堂堂一个王爷，居然好难色。如果那叶芝将这件事情传扬出去，也不知道王爷还能不能坐到那个位置上，到时候好难色，我子嗣这一条怕是就要彻底绝了希望了吧。哎呦，还请侧妃慎言呢，王爷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我说嘴呢。至于摄政王和阁主，他们的实力不是你一个从小长在闺阁的女子能想到的，况且这俩人都不是多嘴的，只要侧妃管好自己不乱说，王爷便不会有事。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什么吴成阁的阁主的。贝寻一直在米峰的房间里面整理着那些东西。哎呀，你别说，偷来的就是香，以后得多去偷一些不义之财。这不，收拾了一夜，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主子，那下次咱们能不能等睡醒了，天亮了再整理啊？这些东西放在我房间里，又不会长腿自个儿跑了，什么时候整理不行啊？非得熬一整夜？不行，不整理完我睡不着。属下看呢，是主子您不放心皇宫里那几个人吧？副阁主可是醒了？醒什么醒？压根儿就没睡。快进来吧。这都是本阁主半夜偷回来的。怎么样，这么多珍品，本阁主是不是很厉害啊？掌柜的怔在原地，愣愣地看着贝寻，张大了嘴巴半天都没有说出一个字来。这天刚亮就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是，刚才摄政王派人来传了信，说皇上的毒已经解了，但还需要张神医留在宫里几日，替皇上去余毒。本来是想将华善姑娘送回来的，可是张神医死活都不肯让华善姑娘走，说绝对不会自己留在宫里，华善姑娘要是走，他也走，所以华善姑娘也只能暂时留在宫里。这老张头的胆儿啊，还真是一言难尽。给凤千爵传话，让华善他俩在宫里留几天可以，但是把人给我看好了，要是受一点伤，看我不找他算账。主子厉害，主子最厉害，主子以后呀一定会越偷越多，越偷越顺的。他这是怎么了？他这是怕自己没及时夸你，回头你哪天想起来了捉弄他。主子，华善这几天不在，要不给您找个使唤的丫头？咱们吴城阁里有很多武功还不错的姑娘呢，手脚也麻利。这您身边就一直华善一个人，终究不是那么回事嘛。您看哪个大臣家的小姐不是好几个婢女，就算是庶女都有好几个使唤的。
不要，我叫华山一个就行，其他谁也比不上华山。她对我来说不是婢女，更不是使唤的，你们对我来说是亲人。陪着张子时回来拿东西的华山站在门口。华山，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听米风的，不会找个什么使唤的。以后不管怎么样，我的身边就都只有你一个，不就是进宫几天吗？难道我一个人还能将自己饿死不成？还好你们都在，我还怕华山将我自己一个人丢在这里跑了呢。怎么，宫里是没有药材，还是没有你能穿的衣服啊？或者让别人来拿不行吗？我就不信凤千诀连个跑腿的人都没有。我的药材可比宫里的那些垃圾强多了。再说了，让个不认识药材的人来替我取，吃死人了怎么办？要是找个懂药材的来，会偷我药材的。第5日的中午，怎么了？难不成将宫里那小皇上给噎死了？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什么死不死的？我可是神医，我说能救回来的人，就绝对死不了。更何况，只是个小小的毒，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也不知道太医院的那群啊，到底是个什么水准，连这都解不了。这要是在用，算了，反正小皇上好得很，没死。既然人没问题，那你摆着一张臭脸干什么？这是临出宫的时候太后娘娘赏的，属下给拿回来了。那是我的，那是太后娘娘赏给我的。太后没点名说是专门给你的，七叶莲是主子拿到的。你们主仆2个狼狈为奸，各种克扣我的银子。我可没有克扣你银子，我这是替你攒着。我不用你攒，我不是小孩子，我自己会攒。你说了不算。出宫的时候，摄政王让我跟您说，他今晚来找您去太傅府。魏勋一听眼珠子都亮了，银票也不数了。主子，您去哪儿啊？我去找米峰，让他给我准备几个大袋子，不然我怕装不下。我马上就去。是还有什么事情吗？主子，摄政王不是自己来的。知道。还有魏泽吗？米峰还没有完全好，他不去谁拎东西啊？千万可别打起来啊！没错，就是3个人，除了凤千诀和魏泽，还有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娇柔地站在那里看着凤千诀。哟呵，今晚人挺多啊，知道的是去偷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去踏青呢。薰儿，这是北海国的公主莫若。知道，是来跟你联姻的吗？不过咱们去偷东西，公主来做什么？挑衅吗？哼哼，她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的各种挑衅。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北海国的公主站在凤千诀身边，她心里就不怎么舒服。她愿意跟着就随她，不会耽误咱们的事情。说完就要去拉贝寻的手，却被躲开了。凤千诀看着已经走远的贝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这是被嫌弃了？王爷，属下这次呀可被您给害惨了，华山都不理我了。我们北海的女子多的是，个个美若天仙，温柔可人，哪像那2个女人脾气那么冲。你愿意待着就把嘴闭上，不愿意待着就回王府去。就算北海的女子多的是，个个美若天仙，王爷也只喜欢前面那位。况且啊，您口中的那些天仙，在阁主面前连个渣都算不上。您呀，将自己的心思收一收，省得将王爷最后那点耐心耗尽了，那可就连最后的一丝情面都没了。薰儿，不是本王让他来的，是他见本王出门，自己非要跟来的。主子，刚才魏泽跟属下说，那北海的什么公主，现在就住在摄政王府呢，还是在王爷旁边的院子。所以这也不能怪王爷，那公主身上啊是有些功夫的，王爷一出来，那公主自然就知道了。米峰已经将太傅府藏宝贝的地方查了出来，所以就不劳烦摄政王大晚上的跟我跑这一趟了。王爷还是陪公主回去吧，省得让这么漂亮的美人儿跟着您到处跑。无妨，只要陪着王爷，本公主去哪里都行。见凤千诀直直地盯着自己，魏勋只觉得一阵莫名的烦躁，一阵清风拂过，
魏巡的身影随着清风飘起来，快速的往太傅府的方向飞去。他到底是人是鬼？阁主心情好的时候是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是鬼，所以还请公主离阁主远一些。你为什么对本公主有这么大的敌意？是因为那什么阁主的婢女？属下不敢。哼，不就是那阁主比本公主的功夫好上一些吗？本公主的功夫也不差，而且本公主的样貌在北海国可是出了名的绝色，我就不信时间一长，王爷会不动心。不是我说啊，就您这容貌，跟阁主比起来，还真是不值一提啊。薰儿，你听本王解释。那莫若的父亲是北海的君主，在他当年还是皇子的时候，帮过本王的父亲一次，所以你要娶她进摄政王府做王妃吗？我知道的。其实你不用特意的跟我解释什么，毕竟你我之间本来没什么关系。今日过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省得让人家公主误会了不太好。对了，以后若是要用老张头，也不用来找本阁主，直接找米峰就行，价钱他自会跟你谈的。风千觉看着再次飞走的人，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在知道先皇驾崩封自己为摄政王的时候，都没有觉得这么头疼过。主子，这里，这太傅府啊，还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就那几个暗哨都不够看的。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属下还是将他们全部迷晕了。哎，看属下准备的袋子，绝对比魏泽上次那个大，这可是我专门找人定做的。哎，主子，您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本阁主怎么会不高兴呢？本阁主高兴得很，这么多宝贝全都是本阁主的，本阁主做梦都能笑醒。哎，主子这是怎么了？受刺激了。啊？受什么刺激了？谁刺激他了？啊，自己看。王爷，今日过后，还请您离我们阁主远一些，免得给阁主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本来华善都已经偶尔会跟自己说两句话了，这下好了，连个眼神都没有。哎，主子，要不我去揍那公主一顿吧？虽然我这伤还没好，但揍个人还是没问题的。你揍他干嘛？他跟着王爷给您添堵，我可不得给您出出气吗？我没生气啊，我只是有些不高兴，他没有提前告诉我会带人来。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主子不会为了王爷身边有个女子就不高兴吗？我们主子是什么人？那可不是一般人。我们北海的老人常说，这个做人呐，还是要低调一些，省得以后吃亏。原来你们北海国都是听老人的话呀，那等我老了我也造谣。天知道打这北海公主住进摄政王府之后，她头发都要愁白了，这公主就跟听不懂人话似的，找到机会就往王爷的房间里钻。现在他跟魏海两个人为了防这公主，直接搬了个矮榻，睡在王爷寝室的外间。那日子过得简直就是提心吊胆的。看看这黑眼圈，他都想去找张神医求点药吃吃了。将手放在刚才被寻摸过的砚台上，露出了底下的密道。这下好了，王爷跟我一样了，连个眼神都没了。你们两个赶紧装，全都装回去。哎，这里好多东西都能放到黑市上，能卖不少银子呢。哎，没想到堂堂一个阁主，居然干起偷东西的行当来，这是穷疯了吗？我们无城阁自建立以来，所有店铺中挣下的银子都会分出一半去救济灾民和贫苦百姓，其他渠道得来的东西也会全数卖掉，建学堂、开医馆，让那些穷苦人家和那些为国牺牲的亲眷家人们能吃得上饱饭，看得起病，冬天穿得上棉衣，孩子上得起学堂。所以，敢问你堂堂一国公主，又为了你们北海国的子民做过些什么？不会只顶着一个公主的头衔，自信的满地晃悠，处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实际上毫无作为吧？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吴成阁的银子都用在了这种地方。那不是还剩下一半的银子吗？要是本公主，就将全部的银子都捐出去，这才算有本事。
公主不会以为我们无城阁的所有人都不用吃饭，不用穿衣，没有家人，不需要发礼银吧？难道公主身边的婢女平日里都是白干活，不需要吃喝的？再说了，我们无城阁的银子怎么花，还轮不到公主在这说嘴。毕竟我们的银子没有一个铜板是您挣下的，说白话谁还不会啊？所以呀，还请公主有了本事和银子再说这种话吧。属下等着公主将自己的银子全部都捐出去，最好连北海国库的都捐了。你说的容易，国库的银子岂是我能做得了主的？那你又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做得了本阁主的主啊？银子是本阁主的，本阁主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哪天高兴了，本阁主将银子扔河里听个响儿，都和你没关系。若是这么喜欢多管闲事，请回你自己的地盘，别在这里碍本阁主的眼。管好你的女人，本阁主可有日子没杀人了。王爷，我好歹也是一国公主，竟然被他们三人这么说，你也不管管。本王觉得他们没有一句话是说错的。你要是没事的话，就回北海国去吧。整日待在这里，确实挺碍眼的。我是不会回去的。我父皇说了，让我给你做王妃。本王不会娶你，本王已经有了心仪之人。可是我父皇说让我嫁给你的，别忘了，我父皇可是曾经救过你父亲的命啊。哼，本王说不会娶你就是不会娶你，你父皇还做不了本王的主。况且当年他救本王父亲的恩情，本王也早已经还清了，不然你的父皇怕早在几年前就是一捧黄土了。还有，回去后替本王转告北海的君主，让他将那些心思收一收，别总打些歪主意。对，你这个歪主意，赶紧回你的北海国去吧。没见那主仆二人连一个眼神都不想给我们俩吗？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回去的。我就不信你永远都不会喜欢上我。还有，我好歹也是个作为北海使臣来和你们交好的，你们南境还没有开宫宴呢。明日就开宫宴，等宫宴开完之后，本王派人送你回北海。切，干得漂亮，这个祸害终于要走。魏泽，你将公主送回王府去。魏泽，你将公主送回王府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公主，请吧，这可是您在王府住的倒数第2个晚上了。本公主在没嫁给王爷之前，是绝对不会回北海的。哈哈，公主可能还不了解我们王爷，王爷说要送您走，就有100种方法送走您。薰儿，老国公和国公夫人都不在，明日的宫宴你会去吗？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刚才看到公主的架势，绝对是要在宫宴上逼婚的。这么好看的热闹，本阁主当然要去凑了。薰儿，只是为了看热闹，就没什么别的想法？想法？什么想法？哦，对了，他要是逼婚成功了，我给你随个大礼，就100两银子吧，不能再多了，他不值那个价钱。嗯，不值那个价钱？对，不值。别看他一身白衣娇滴滴的，但身上杀戮太重。虽然本阁主也杀过人，但杀的都是该杀之人，从没有伤过一个好人。但他，不说也罢，万一他真成了你的王妃，你该报复我了。本王绝对不会娶她，本王已经有心仪之人了。你娶不娶她，有没有心仪之人，关我什么事啊？我要回去了。果然，他对自己不是一点心都没有，可能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哎，华山，你说，主子到底是对那摄政王有心还是没心呢？哼，你瞎嘛！我觉得有心，不然主子为什么一看到那公主就一副想要揍人的样子？知道还问？但是你可别乱说啊！主子的心，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不说，魏泽喜欢你的事儿，我也不会说的。这晚，大师兄你在不在？大师兄，
我有事情想问你，你回我一声呗。大师兄，出来。魏巡就这么一直叫到了快天亮，都没有听见叶白的回应。到了用午膳的时候，主子还没起？没有，不知道在捣鼓什么，一直到天快亮才睡。哎，你可千万别乱来，不管主子对那摄政王有没有心思，就算是有，主子现在也还没有嫁进摄政王府呢，咱们不能乱了分寸，误了主子的名节。行吧，要是主子真的嫁给摄政王以后，那什么狗屁公主再来捣乱，小爷就去杀了她。你们两个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吧。主子是不是饿了？来，看我给你拿了什么来。百味居新研究出来的菜品，来尝尝看怎么样啊？这里还有千衣坊连夜做出来的衣裙，全都是用天丝云锦做的，保证您在今晚的宫宴上将那什么狗屁公主比成渣。我真的没事。再说了，我跟凤千爵真的没什么，他娶不娶那公主跟我没关系。对对对，主子您说的对，咱们吃好喝好穿得美美的，管那些臭男人干什么？平白的没了好心情。来，你们坐下一起吃。对了，蜜蜂，你别忘了将我上次从王安府偷出来的那些药材尽快让老张头做成丹药送过去。主子放心吧，老张头已经让我使唤的快要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宫宴设在晚上。寻儿啊，你大舅舅和二舅舅一家去外地了，还没回来，所以今日你跟三舅舅和三舅母一起进宫，看三舅母给你带来了什么。时辰还早，舅母好好给你打扮打扮。三夫人是该给小姐好好打扮一下，小姐平日里真的是太懒了，洗个脸就能出门，一点都不注意形象。哇，小姐你看，三夫人带来的首饰真是精致啊，您戴上一定能把那个什么公主给比下去。你说的是北海国公主？你们已经见过了？前几日陪小姐出门的时候见过一次，长得还挺好看的。她哪有我们寻儿好看？那公主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看着好，里子可黑着呢。寻儿听话，咱们离她远一点，省得招惹了麻烦。三舅母，那北海公主是怎么回事啊？给寻儿讲讲呗。这件事说起来啊，倒也不全怪那公主，可是后来的路却都是她自己走的。北海国的君主跟咱们南境现在皇上不一样，当初咱们南境先皇驾崩的时候，安王和荣王也不是没有想过那个位置，可却被摄政王以雷霆的手段镇压了下来，一路保着小皇帝稳坐皇位。但北海国君主现在之所以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是因为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兄长。这个奴婢知道，大概5年前，已经年过50的北海老君主在一次狩猎中重伤不治，最后身亡。本来应该是当时已经30岁的太子，也就是现在北海君主的兄长莫天继位，可却被一夜之间屠了满门。当时带兵去太子府上的就是现在的北海君主莫武，理由是太子被一个敌国细作迷住了，联合起来一起设计将老君主杀了。太子一死，排行老2的莫武迅速攻下皇宫，清理了太子一党，做到了君主之位。对，就是这样。没想到你一个婢女知道的倒是挺多。三舅母，您继续说。薰儿，你知道我新家在北海，不说富可敌国吧，但国库中有近1半的税收都是新家交上去的。我从小就有经商的天分，所以父亲平日里出门都会带着我。在嫁给你三舅舅前，我更是经营着新家1小半的产业。就在差不多6、7年前，也就是北海老君主驾崩的前1年，你三舅舅因为生意要去一趟北海，我就跟着一并回去了，顺便看看家里人。哪曾想，无意间在城外的路上看到了坏在半路上的太子府的马车，当时太子正扶着一个女子下马车，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脸，
就是现在的北海公主莫若。三舅母，您是说当时迷惑北海国太子被说成戏做的是现在的北海公主？对，就是她。我是个做生意的，有着见人不忘的本事，只要是同一张脸，再见到一次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回去给母亲过寿，在公主府门口一眼就将她给认了出来。莫若不是那君主的女儿吗？是女儿，但却是私生女，是现在北海君主的第一个通房丫头生的。通房丫头知道自己怀了身孕的时候，莫武的王妃才刚进门不满半月。那王妃是一品大臣家的嫡女，脾气是出了名的不好。如果让她知道通房有了身孕，一定会连孩子带人全都打死，然后扔去乱葬岗的。那丫头知道自己有了身孕，怕被刚进门的二皇子妃弄死，连夜就跑了，一直跑到一个很远的小村子隐姓埋名地住了下来。后来那个通房丫头为了养活孩子，什么苦活累活都做，一直将孩子养活到了10几岁才离开人世。说来这丫头啊，也是个聪明的。她在离开莫武的皇子府前偷走了他的贴身玉佩，就是为了将来能让自己的孩子回到皇族。可是谁曾想到，莫若虽是莫武的亲生女儿，却被当成一枚棋子，让他去勾引自己的亲皇叔。带人去灭门的是莫武，放过一个人容易的跟画个横一样。所以莫若在莫武当上了北海国君以后，成为了公主。可她也因此事不是清白之身，再不能怀有身孕了。这些消息都只有辛家人知道。辛家有的是赚钱的路子，但最怕的就是上面那位为了我们兜里这点银子谋财害命。就因为这几年已经有了迹象，我和你三舅舅才会暗中去查着公主的事情。只是希望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有些消息会有点用处，救我母族一命。莫若这次来，怕又是那北海君主想故技重施，控制摄政王。可是我们听到消息说，在年前的赏雪宴上，摄政王似乎对你另眼相看。你三舅舅这才让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你。薰儿，你一定要离那公主远一些，她的心机和手段绝不是姑娘家口角能比的。如果那公主找你麻烦，就将你外祖母搬出来，先将她震慑住，回来三舅母再给你出气。三舅母放心，薰儿知道了，定会一直跟在舅母身边，离那公主远远的。小姐，这简直太神奇了！明明画了半天，但这脸上却丝毫看不出痕迹，但是整个人又精致了很多。薰儿平日里是该好好打扮一下，这都已经到了可以议亲的年纪了，怎么也要相看个自己中意的。中意的好像有一个，但是好像不怎么中用啊。在快要到宫门口的时候，马车突然没有预兆的停了下来。出了什么事情啊？差点将小姐和三夫人从马车里摔出去。华善姑娘，有人拦咱们的马车，好像是那什么北海国的公主啊。本公主听说南境镇国公府的小小姐长得绝色，所以特地等在这里看看是她长得美，还是本公主长得美。薰儿，你别动，舅母出去看看。舅母不必惊慌，她不是想看看我吗？那就让她看看好了。如果看不到，怕是她不会死心的。镇国公府小小姐被寻，见过北海公主，不知公主在此处拦下臣女，有什么事情吗？哼，你就是被寻。听说你跟摄政王走得很近呢。本公主今日在此拦你，没有其他别的意思，就是特意来警告你，别打他的主意。摄政王妃的位置只能是本公主的，你最好给我放聪明一些。这北海的公主也真是太过分了，来咱们南境不住驿站不说，还非吵着要住在摄政王府。我也听说了，
好像是摄政王的父亲凤老将军曾经跟北海国的君主认识，这才念着一丝情分让他住了进去。切，不管是什么情分，那也是摄政王父子俩欠下的，跟人家小小姐有什么关系啊？就是的，一个别国公主而已，还真当自己是盘子菜了，居然在咱们南境的土地上给咱们的孩子为难，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哼，等明日早朝，我一定让夫君在朝上参这公主一本，最好能给这公主参回家，省得在这膈应人。公主怕是忘了这是在南境的土地上，您要是想发疯，请回北海。再说了，本小姐和摄政王怎么样是我跟他的事情，别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就算是有什么，也轮不到你一个别国公主来说三道四啊。毕竟您现在还不是摄政王妃呢，就连个未来的都不是。你一个官家小姐，竟然敢跟本公主这么说话？怎么，说不过就用公主的身份来压人？公主的身份是这么用的。本小姐虽说没正经的念过什么书，比不上朝堂上那些为国分忧的大臣们，但也知道从一个公主的做派能看出一个国家的素养。很显然，北海国的素养好像并不怎么好。被寻是吧？你很好，你好得很。刚才你羞辱本公主和北海国的话，本公主会一字不差地告诉摄政王，让摄政王来治你的罪。让摄政王治他家主子的罪？哼，要是摄政王知道自家主子是因为他才受了这无妄之灾的，他不马上来哄人替主子出气，都算他有骨气。见莫若气哼哼地坐上了马车走了之后，雪儿你放心，我们刚才都亲眼看见了，是那公主先对你出言不逊的。如果摄政王真的因为这个对你发难，我们都会出来为你作证的。对呀，荀丫头，你不用担心的。虽然老国公和老夫人不在京都，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看着你受委屈不管的。将刚才那几个夫人都记下，等回去后送点美颜丹过去。雪儿，你终于来了，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好久呢。是啊，我三哥也不放心，一直没有跟父亲进去，也在那边等着你呢。薰儿，怎么这么晚？是路上遇见什么事了吗？没什么，路上遇见北海的公主，说了几句话而已。雪儿你说的容易，那什么北海公主说的有一句是人话吗？我要是你啊，就直接抽她几巴掌，简直是太气人了。快让开，快点让开，马儿惊了，快闪开啊！失控的是兵部侍郎附上的马车，听声音车上坐的是韵儿。主子，要不要属下去救人啊？这边都是女眷，武官和大臣们离得远，怕是来不及。再看看吧，我相信他心中有数。谁竟然敢撞本公主的马车，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北巡几步上前，一把握住了想要打人的北海公主。又是你，你怎么处处都要跟本公主作对，还真是不将本公主放在眼里。北海公主在我南境的土地上张嘴就骂，动手就打，臣女眼睛小，装不下脸那么大的公主。再说了，马受惊本就是意外，一国公主连个容人之量都没有，还真是到处宣扬你们北海国良好的教养。公主还是赶紧进宫去整理一下吧，毕竟这宫宴可是为您准备的，可别将北海国的脸给彻底丢尽了。没将他撞死，真是可惜了。韵儿，你是故意的？我可不就是故意的吗？谁让他欺负寻儿的？就是没想到他命这么大。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你救回来，不是让你为我去死的。而且他那种人，就连让你受伤都不配。今晚的宫宴你别参加了，好好的一个姑娘，可不能留下一身的伤疤。小姐，请一步，王爷派了马车来接您。王爷听说了刚才的事情，这才急匆匆的出来接您，这会儿啊，也在马车上。
是王爷专用的马车，跟那公主的呀不是一回事儿。薰儿，既然摄政王来接了，你就去吧，舅母自己进宫。你跟那公主闹了不愉快，她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在摄政王身边也好，起码他能护着你的安全。但是薰儿，舅母有话要嘱咐你，你是女子，可千万别让她占了便宜，就算是摄政王也不行。拉着贝寻的手就进了空无一人的偏殿。薰儿，今天的事情很抱歉，本王并不知道莫若会在半路上拦你，找你的麻烦。没关系，反正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薰儿，帮本王一个忙可好？什么忙？等宫宴结束之后，你去跟米峰说，价格他会跟你谈的。这件事情米峰帮不了本王，只有薰儿可以。借银子可没有啊，要杀人的话也得看杀谁。本阁主说过，从来都不杀好人，只杀该杀之人。不借银子也不杀人，就是需要薰儿帮本王一个小忙就行，不会很麻烦的。展开说说。本王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是本王保证，这件事情对薰儿来说全是好处，绝对没有一点坏处。你若答应本王，等今日宫宴结束之后，本王会将摄政王府库房的钥匙给薰儿，喜欢什么随便拿。摄政王府的库房可不是那什么安王府、荣王府和太傅府的那些垃圾能比的。摄政王府的库房可不是那什么安王府、荣王府和太傅府那些垃圾能比的。不借银子不杀人，什么都不用做，还有银子可以拿，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当然了，本王什么时候骗过你？还有，只要薰儿答应了，本王保证帮你将那个北海公主气死。薰儿不是最喜欢别人看不惯你，又干不掉你的样子吗？这句话绝对是说到贝寻的心坎里去了。本来在路上看见莫若那嚣张的样子，心情就不怎么好，再加上昨晚叫了夜白一宿，到天亮了才睡着，这会儿被那公主和凤千珏闹得脑子昏昏沉沉的，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那薰儿先在这里休息，等宫宴快开始的时候，本王再来。这会儿你的三舅母应该跟你三舅舅在一起，本王会派人将平日里跟你玩得好的几个叫过来陪你。薰儿已经答应了，应该不会反悔吧？你将本阁主想成什么人了？只要是本阁主答应的，就绝对不会反悔，绝不会做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情。主子，您答应摄政王什么啦？啊？我也不知道啊。他让我答应帮他一个小小的忙，说不会很麻烦。不仅如此，还能气死那北海公主。不借银子不用杀人，事后还将摄政王府库房的钥匙给我，让我随便拿。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答应？没过多久，林家姐妹和季欢颜就来到了偏殿。薰儿，你什么时候跟摄政王走这么近的？刚才在长乐殿里有个人找我们，说是摄政王叫我们来这里陪你。本来我们还不相信，怕被人骗了，后来还是父亲认出那是一直跟在摄政王身边的侍卫，叫魏什么的，我们这才跟着过来。哎呀，你这里呀还真是好，不像在那长乐殿里，还得时刻注意着自己的形象，看谁都得笑不说，还得让人不停地打量，看我们是不是一世一家的女子。坐在那儿是腰也累，心也累，还是这里安逸？就你会享受啊？咱们这还不是托了玄儿的福吗？玄儿，你是不知道，刚才摄政王派人来叫我们的时候，坐在一旁其他大臣家的女儿羡慕的一口银牙都快要咬碎了。估计等宫宴过后，要跟你交好的人该多了起来了。若儿说的没错，就连我爹的头都仰得高高的。我娘说那嘚瑟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想抽。薰儿，我们跟你交好的时候，只觉得脾气性格都甚是相投，真的没想过占你的便宜。
就算以后你跟那摄政王不好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因此而疏远你的。到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们都能陪着你半夜爬墙出来，偷偷去摄政王府，给那摄政王一闷棍替你出气。我知道的，你们的心我都知道的。本来我们交好的时候也没那凤千诀什么事情，说起来那时我跟他还不熟呢。可不仅仅是不熟悉，还报复似的互相保媒拉线呢。几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一阵争执的声音。公主，这偏殿中有王爷的贵客，还望公主去别的地方休息。什么贵客还能有本公主尊贵？本公主今日还就要在这里休息，你们几个赶紧给我让开！别以为本公主不知道刚刚王爷出宫去接那小狐狸精了。这会儿在里面的，如果不是那什么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本公主就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当泡菜。这公主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这是南境，又不是他们北海，这底气到底是谁给她的？凤老将军曾经跟现在的北海君主认识，怪不得这北海公主这么嚣张啊，原来是有所倚仗。如果那公主在宫宴上找寻儿的麻烦，也不知道那摄政王会向着谁。不过没关系，等一会儿回去我就跟我娘说，如果那公主真的在宫宴上找你麻烦，就让她联合她那些平日里经常喝茶的夫人骂死她。你可不知道啊，我娘和那几个夫人虽说都是世家大族出来的，但这嘴上骂人的功夫可真是一点都不差，一句脏话都没有，字字都能见血。就那什么什么公主根本就不够看的。欢颜说的不错，等回去以后我也要跟我娘说，我娘骂人也很厉害的，那把我爹骂的屁都不敢放一个呢。就这脾气，就这说话没把门还不受气的样子，简直跟他家主子有的一拼，也难怪这几个人能玩到一起了。放心吧，就那什么公主我还不放在眼里，用不着凤千诀，我自己就能收拾她。咱们呀还是得自己有本事才行，不能总被困在深闺里。如果自己有了本事，就算将来嫁人，夫家的人也不敢随意给你脸色看，还得将你好好的供起来，不管对谁都得有所保留才行。其实这话魏巡早就想对三个人说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因为他虽然没有看见三人的命簿，但却可以感受到，如果他们三个人没有遇到自己的话，将来则是一片的黑暗。这样吧，等宫宴结束以后，咱们找个时间聚一聚，我有一些产业，你们可以试着接触一下，看看每个人都适合些什么。但我有个建议，这些事情咱们私下进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们不傻，知道备询的意思，也知道备询是真心的为了他们好，不让其他人知道是因为在将来的某一天，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退路。薰儿，时辰差不多到了，该过去了。说起来，臣女还没有给摄政王行礼呢。薰儿永远不用给本王行礼。寻儿，你是无城阁的阁主对不对？一定是这样，我就说呢，王爷怎么可能同时对两个女子这么上心？原来是这样。备询，如果本公主在宫宴上将你的身份揭穿，你说会如何？一个在四国经营着无数产业还有杀手组织的无城阁阁主，居然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你觉得南境可还能容得下你？跟在身后的林家姐妹还有季欢颜听见莫若的话，愣愣地站在原地。她在说什么呢？被气糊涂了？什么无城阁，什么杀手组织？是啊，又见面了呢，北海公主。不知道本阁主这张脸，公主看得可满意？本阁主不仅仅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本阁主的外祖母还姓司徒，你说好玩不？就算她是从小在山野间长大的，但并不代表她什么都不知道。有莫古国，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那还真不是自己能够得罪得起的。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公主尽管去说，看看究竟能有几个人相信。再看看，在这南境，谁能有本事能将本阁主给撵出去？你可别忘了，本阁主杀人可从来不眨眼。看你那紧张的样子，虽说摄政王平日里不苟言笑，但还不至于对寻儿做出什么不合礼法的事情来。你懂什么？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真出了什么事儿就晚了。三舅母，我是真的没事儿。摄政王让我在偏殿休息了一会儿，还将邻家姐妹几个叫过去陪着的。舅舅这次可是借了寻儿的光喽。从宫门口你被摄政王接走后，我们刚到长乐殿就不停地有人来套近乎。这不，见你来了，你舅舅我才有空喝口茶水润润嗓子。你舅母更是啊，被那些夫人缠的脸都要笑僵了。虽说你舅舅我也是镇国公府出身，但毕竟从商了。要知道那些大臣呢，平日里眼睛都长在头顶上，最不屑与我们这些商人来往，怕拉低了他们那高贵的身份。就你话多，我又没说错。你看看对面那兵部尚书，脑袋都快仰到房顶上去了。还有那刑部尚书，哎呦，你俩快看啊，那一嘴的大白牙，哼，这本来眼睛就不大，这下好了，笑得彻底看不见了。寻儿是不是给舅舅和舅母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这样的麻烦呢越多越好啊。你是不知道，平日里那些人仗着自己是官绅，得意的不得了，哪会将我们看在眼里呀？你舅母呢，更是明里暗里不知道受了多少的窝囊气，这下可好喽，翻身喽。别听你舅舅瞎说，哪有那么严重？平日里别说是我们这种商人会被瞧不起，就算是官位低一些的，哪个不是如此啊？那些高高在上的，不过就那几个人罢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那般模样，不然这京都的大街上还不得天天打架呀？皇上驾到，太后驾到，摄政王驾到，北海公主到。知道的是这北海来了个公主，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个娼妓呢。你这骂人的功夫可是见长啊。那是自然，跟在主子身边，总不能丢了主子脸。北海公主莫若见过南境皇帝。这公主怕是有什么大病吧？这可是在宫宴上，难不成她还想把当年对付北海太子那招用在这里？不过她的目标不是摄政王吗？这不对呀，莫若现在的状态跟前几次自己见到的不一样。前几次虽然说身段上也算是娇柔，声音也算好听，但绝对不是这种感觉，太不对劲儿了。皇上，这次本公主来是为了和亲的，我们北海愿意跟南境结百年之好，共同对抗外敌。本公主这次的和亲对象是摄政王，本公主已经跟摄政王相处了几日，很是愉快，所以还希望南境皇上和在座的大人们成全。莫若说话的速度特别的慢，随着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大殿中本来议论的声音渐渐变得安静下来，甚至连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从起初的不屑、看不上、做梦、赶紧滚，变成了爱慕、惊艳。女子则是心生亲近。发现这一现象之后，贝勋赶紧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坐在对面的林家三公子林安舒居然是清醒的。那货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中的戏谑却是被他看了一个一清二楚。皇上，本公主心仪摄政王，还请皇上成全。说到这儿，莫若转过头看了贝勋一眼，不可能，他的媚术可是自己的父皇请了高人亲自教的，就连当年的太子都没有办法
他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本王不同意。回皇上，臣听闻这北海的公主已经住在摄政王府有几日了，这不娶，怕是不好吧？对呀，皇上，北海国公主身份高贵，跟摄政王简直天作之合呀。贝勋回过头看向华善，发现他竟然没有完全被魅惑住，眼中不停地挣扎着，身体呈现出一种保护的姿势，想出手触碰自己。哎，主子，属下刚才好像被那什么给附身了。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儿，怎么可能有东西敢附你的身？我们不要魂了。是那北海公主。是公主，是会什么邪术吧？差不多吧，不过学的时间尚短，还没成气候。咱们就先当个乐儿看看，毕竟这种热闹可不是时时都有的。主子您说啊，这公主有这种本事，为什么不在摄政王府就用了，偏偏用在这大殿上？应该是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学得太扎实，怕魅惑不住凤千诀。在这大殿上用，虽然控制他们的时间不长，但也足够让这些大臣和那小皇上逼着凤千诀娶她了。还真是不要脸。不过这种邪术属下还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但是看这效果应该是属于媚术一类的。这世上真的有媚术这种东西吗？应该是有的，毕竟你主子我都能看见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媚术什么的也没什么不可能。而且我觉得不仅有媚术，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和东西出现。我们就等着看吧，我总觉得这片大陆要慢慢的乱起来了。说到这儿，贝寻的眼神突然空洞了起来，就连心里都不太舒服，压抑的喘不过气儿。主子你怎么了？我没事，就是本王不会娶北海公主，本王已经心有所属，就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贝勋。摄政王三思啊，北海公主是为了两国交好而来的，您要是喜欢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大可以等公主进门之后让她做个妾呀。还请摄政王为大局着想，为南境着想啊。贝勋本来不想理会凤千诀，转身就想要坐回去。阁主答应要帮本王一个忙的，而且阁主也说了，绝对不会反悔，绝对不会做出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情。薰儿，本王的心意你可真的不知。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薰儿，本王……闭嘴，有完没完了？北海公主这么好，你们自己娶回去供着多好啊。娶公主呢，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这要是让你们谁家的老祖宗知道了，半夜都得上来夸你们几句。我这就去给各位差爷们送你，半夜让他们送我上去，谁要是敢娶，我就带走他个不孝子孙。贝寻带着灵魂之力的一吼，瞬间将大殿里面所有人的心神都给喊得清明了，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根本不敢去回想自己刚刚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摄政王娶公主，他们是中邪了吗？不要命了？哎，不对，刚才摄政王说什么？他心仪谁？恭喜摄政王找到心仪之人，臣等祝摄政王早日抱得美人归。他在心里不停地安慰着自己，答应了就不能反悔，不能做丢人现眼的事情。今日本王就在此宣布，今生今世除了贝雪，绝不会娶任何女子。就算天地崩塌，河水倒流，都不能改变本王的心意。如果北海国因此事向南境发兵，本王会亲自率兵出战。突然间，贝寻的灵魂深处似乎响起了同样的声音。你们反对与我何干？只要他愿意，今日就是踏破这天门，我也要将他带走。薰儿你怎么了？薰儿，没关系，如果你不想答应，没人能够逼你，别这样。你究竟是谁？他是谁？凤千诀疑惑地看着贝寻，他还能是谁？或者
他透过自己在看谁？北雪，你不喜欢凤千诀，对不对？你说你不喜欢凤千诀。不，我喜欢。公主，我说我喜欢凤千诀，你听见了没？眼中满是欢喜。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只这一句我喜欢凤千诀就够了。怎么会这样？就你这点小伎俩，怎么可能控制得住我？你以为这大殿上只有我没被你控制住吗？我告诉你啊，只有我发现的就有3个人，本小姐、凤千诀，还有林家三哥。是本公主学艺不精了，不过没关系，我就不信不能让她爱上我。凤千诀，我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凤千诀，你说要娶我做王妃，凤千诀说你喜欢的是我。凤千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倒不是被他魅惑住，而是心底出现了一个景象。你用性命为我踏破天门，我以灵魂护你永生。等我。脏了。公主在宫宴上的所作所为，和对我南境大臣们所用邪术，本王会一一告知其他3国。明日，本王会派人送公主回北海，终生不得再踏进我南境一步。魏泽，这件事由你来办。如果活着的公主送不回北海，送个死的也行，所有的后果自由本王来承担。摄政王说，这北海公主会邪术，对咱们实在是一大威胁，不如请摄政王叔出手，废了她的邪术，这样也能确保在送她回去的路上不会再出现什么变故。魏巡听见小皇帝的话，拿起一个果子，冲着那莫若就扔了过去。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果子，轻轻地打在莫若的身上，但在那2个鬼差眼中却是一团金光。在金光打入莫若体内的同时，果子掉落在了地上，不停地捂着头满地翻滚，哪还有一国公主的样子？哎呀，别在这儿装了，人家小小姐就是扔了一个果子，这就开始赖上了。可不是嘛，估计一会儿啊就该让人家负责任了。哎呀，这种人呐，连邪术都能使得出来，还有什么使不出来的？要我说呀，就直接杀了这什么狗屁公主得了，居然敢在大殿上对着皇上和咱们用邪术，也不知道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就是的呀，咱们的皇上可才刚刚大病初愈，这要是有什么不是，把这公主杀100遍都赔不起啊！皇上，摄政王，不如就让老臣一刀结果了这北海公主，也可以震慑一下北海。臣父无意，不然其他2国看在眼里，也觉得我们南境太好欺负了。这件事本王心中有数。今日的宫宴就到这里吧。魏泽，将人带走，关入地牢，明日直接送走。好了，都散了吧。寻儿的鞋子没了，本王抱你出宫。本王会亲自将寻儿送回镇国公府，待本王准备几日，就找人去提亲。刚才我是不是听错了？摄政王说过几日要去镇国公府提亲。我也听见了，我不仅听见摄政王说要去提亲，还听见他说今生除了寻儿，绝对不会娶其他女子，就算天地崩塌，河水倒流，也不会改变心意。哎呀，真是羡慕死人了！要是我以后也能遇到这么对我的男子，我还犹豫什么呀？直接嫁就对了。喂，你清醒一点，忘了寻儿是怎么跟咱们说的了？就你这样的，将来怕是会被人骗得连性命都要丢掉呢。我就是说说嘛，那可是摄政王，这天下有几个摄政王那样的男子？不说权势，只那样貌就让万千少女失了心，也就寻儿还能那么淡定。
那个，本王在宫宴上说的，全都是真心话。本王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跟你解释一下。本王的父母很是恩爱，所以很早本王就决定，以后也要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相伴一生。这才在知道自己与你有婚约的时候，很是抗拒。但本王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不负责任。是，你的负责任就是给我选夫君吗？还一选就好几个，我知道的。那个，这件事确实是本王考虑不周，但也没想真的随便将你嫁给谁。那些人的世家和为人都是各中翘楚，不管是谁嫁过去都不会委屈，也不会有欺压正室嫡妻的可能。后面再有本王认你做妹妹，他们更是要敬你爱你。但如果你不愿意没看上，本王也定不会强求。所以我没嫁呀，是我不知好歹了呗。是本王不知好歹，幸亏你没有看上眼的。其实本王在京都郊外看见你第一眼的时候，你的身影就一直在本王心里挥之不去。京都郊外赏雪雁，是一道红色的身影。那我知道了，是在山洞那次。是本王中毒，你捏着本王的下巴，一脸心疼的往本王嘴里塞药那次。你就是那个雪夜戴着面具的那个男人。1年多前，身边的2个护卫是无赖的那个。那你的泪痣呢？我记得好像是红色的，还挺好看。本王也不知道。那泪痣时有时无。薰儿，你不知道，当本王知道你就是叶芝的时候，心里是欢喜的。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你说呢？话都让你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呀？那薰儿在宫宴上说喜欢本王，可是真的？你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那本王马上就找人去镇国公府提亲可好？等等吧，等初七我问问看。米峰和张子时站在院子中。老张头，你说主子这是不是好事将近了？我可没银子给那小祖宗随礼，不过给王爷炼点那方面的丹药还是可以的。老张头啊，你说这话的时候小点声，要不让主子听见了，你下个月银子就又没了。你们2个大晚上不睡觉是没事做了吗？米峰，去拿双鞋子给我送上来，我鞋子没了一只。还有老张头，你等我穿了鞋子下去再跟你算账。主子，虽然咱们都是江湖儿女，但您是不是也太不拘小节了呀？那种事情最好还是回房间里。哎呀，怎么就这么急，连鞋都给弄丢了？我让你江湖儿女，我让你不拘小节，我让你回房间。在你眼里，你主子我就是这么随便的人吗？我打死你！不，主子，你一点都不是随便的人。我的脚，如果错了，您随便行了，不是人。哎呦，主子，您慢点儿，我这伤还没好全呢。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快别砸了，再砸下去这房顶就要没了。小祖宗砸得好，使劲砸，叫他天天叫我陪他吃青菜，一点肉都不给。哎，砸准一点啊，瞄准脑袋，只要砸不死，我就能救回来，保证随便包一包就能干活，一点都不耽误事儿。此时的地府中，金池已经有反应了，这说明寻儿……今日这样的结果，咱们再送寻儿去人界的时候就知道了，不是吗？是，我是知道，可是，我突然后悔了。如果不送寻儿去人界，让她永远都待在地府，这金池会不会永远都不觉醒啊？不会，他只是灵魂受损，早晚都会想起来，到时万年前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难不成你还有第2条命，再救他一次？那人也是执着，万年了都不肯放下，依旧在等。
如果万年前的事情注定要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哪怕这次连一魂一魄都剩不下。说起来，我还从来都没有谢过你救我呢。都快万年了，你现在才想起来谢，会不会太晚了？这也是天道给你留下的一线生机，不然你现在就是这尘世间的一抹尘埃而已。薰儿啊，只有你们强大起来，才能冲破命运的桎梏，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放心，虽然不知道要多久，但大师兄会帮你的。出气这天很快就来了。大师兄，崔哥哥，你们今日不藏起来了吗？不藏了。薰儿，过来坐下。大师兄有话要跟你说。薰儿，你是不是有话想问大师兄？是，就那个凤千诀，我能不能跟他成亲啊？能。真的能？能，但是不能同房。大师兄，你说什么呢？我只是想跟他在一起而已，并没有想那么多。你不想，不代表那人不想啊。哎，千万记得你大师兄的话，我们不会害你的。虽然我们不能去人界参加你的婚礼，但是我们有礼物送给你。这几千年来，地府已经被我翻的都不能再翻了，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我可是你大师兄，藏个东西还不简单呢。大师兄，你可真是牛啊，居然不声不响的藏着女人的东西啊！你说，你是不是看上孟婆了？薰儿，快别乱猜了。你大师兄心里确实是有人，但绝对不是孟婆。大师兄，你到底喜欢谁啊？我见过没？说起来，这都几千年了，我还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居然有心仪的女子呢。你这好事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啊？好了，该问的都问了，礼物也拿了，还不赶紧回去？走，崔哥哥，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咱们才不理这冰块脸。伸出自己的左手，手心上赫然躺着一个绿色的玉镯。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你？飞旋拉着崔珏一直走到了地府门口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地方？就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问吧，只要我能说的，都会告诉你。我大师兄喜欢的是谁？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啊？你呀，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至于你为什么没听说过，因为你当时还只是个七彩的团子，当然没听说过喽。大师兄喜欢的女子现在在哪儿呢？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能不能去找她玩？我倒是希望你能找到她，跟她玩啊。其实这件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只是薰儿，尽量不要在你大师兄面前提起，免得他伤心。大约8000年前，他带着只是个七彩团子的你，避开所有耳目，保护你，就这么躲躲藏藏的一直过了3000年。这3000年中的艰辛，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在一次战斗之中，就在他马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个女子出现了，帮他清除了敌人之后，就一直陪在他身边。整整2000年，他们一直都在一起，只想着等你灵魂成型之后就结为伴侣。可是没想到啊，有一天，那女子在留下一个玉镯之后，突然就消失不见了。叶白带着你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找，最后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地的尸体，整整一片峡谷全都是。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敌人会找到你们的，但确实
是他保护了你们。后来是你爹娘找到了一直保护你的夜白，也是你爹发现了那玉镯里的一线生机，这才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可当时他们自己也受重伤，你爹将自己一身的修为都给了夜白，助他入了地府，从而更好地保护你们。而你娘呢，则是化作金光，永远地守护在你身边。我的爹娘……是啊，你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爹娘呢？薰儿，他们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那他们为什么会身受重伤？大师兄为什么会带着我到处躲藏？我大师兄跟我爹娘是什么关系啊？你大师兄是你爹娘的义子，至于你爹娘，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万年前曾有一场大战，持续了1000年，死伤无数。薰儿，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只要有了让这天地都惧怕的能力，天界、妖界、魔界又能奈你何呀？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变强了，能不能替我爹娘报仇？报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大师兄和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金簪收好，那是你娘留给你的。镇国公府的福院中，原来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原来我有爹娘，我的爹娘很爱我，原来娘一直都在我身边守护我。薰儿，别想那么多，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你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仅此而已。从前看着地府中那些小孩的父母为了他们不顾一切，我很羡慕。大师兄知道，我以为他们不要我了。没有，他们很爱你。大师兄，薰儿乖，我们一直都在，一直陪在你身边，从不曾离开。凤千觉站在不远处的树下，看着站在窗前的贝寻，深深地皱起眉头。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现在很不开心。薰儿，在看见凤千觉的时候，瞬间就从窗户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到了他的怀里。薰儿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你外祖父和外祖母不同意我们的婚事？不要紧，本王去说。不是，都同意了。那薰儿这是怎么了？是不愿意嫁给本王？不是，只是突然间很高兴，高兴我也是有爹娘爱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贝寻总觉得，虽然崔觉是说在他还是个气团的时候，他爹娘就不在了，可是他总觉得他见过爹娘，只不过被他忘记了。所以他究竟忘了什么？看着眼前的凤千觉，贝寻突然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他忘了问那个白发男子的事情了。算了，下次再问吧。我们王爷呀，真的不是舍不得杀那个莫若，实在是太爱有用啊。想要查那个部落，我知道，不必解释，只要主子没事就行。见花扇终于肯理自己了，魏泽高兴的都快要飞起来了，站在旁边不停的跟人家说话，终于将人给说急了，揍了他一顿。叔父，这揍一顿，整个人都觉得通透了。你这就是贱的。3日后，太后亲自带着懿旨到了摄政王府。哀家今日是受了摄政王所托，来替他提亲的。后面这些都是他准备的聘礼，哀家又往里面添了一些。阁主是好人啊，虽说那天有些不愉快，但后来却让人送来了一本书，就是因为这本书，让我一直没动的境界又进了一层。要知道，我的境界如果再不松动，不管是命数还是气数，就都要进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在到处游历，寻找机缘的原因。很显然，阁主正是因为看了出来，
所以才救了我一命。也正因为这样，我才隐约看出你们的将来。王爷，你们的姻缘确实是天定，但那是毁天灭地的孽缘呀。虽说是孽缘，但终究还是有一线希望。不过希望是什么，以我现在的本事还看不出来。王爷回去也不必问阁主，他自己应该也不知道。至于你们两个剩下的路怎么走，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其实自他在宫宴上脑海中出现那个景象的时候，心里就一直都在害怕，怕那个从雪山上跳下去的红衣女子就是备勋。不管是前世还是来世，他都不想让这种事情再一次发生。这晚他再次来到镇国公府，看着在院子中和华善还有米峰吵闹的女子，心中瞬间就清明了。孽缘又怎么样，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开他的手的。就像他说过的，就算是天崩地裂，河水倒流，都不可能改变他的心意。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主子，王爷来了。你怎么来了？是有事情找我吗？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说。说吧，是成亲的事情吗？不过2个月的时间也太紧了一些。是礼部算的时间吗？薰儿，如果你我在一起，注定是场孽缘，还有毁天灭地的那种，你会如何选择？孽缘？这话是从哪来的？风千却将国师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全部告诉了他。本王之所以将这件事说出来，是觉得这件事应该让薰儿知道，也想让薰儿知道，不管将来如何，本王都绝不会放弃。原来你今晚状态不好，就是因为这件事啊。站起身走到一旁空地上，随意的舞了起来。随着备询的动作，微风阵阵袭来，就像是仙女一样在院中不停的旋转，让人觉得连心都是跟着平静了下来。这王妃居然会跳舞啊，这也太好看了吧。别瞎叫，我们主子可还没嫁过去呢。再说了，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那是舞吗？这不就是舞吗？还是跳给王爷看的。你快闭嘴吧，别耽误我俩学习。我的王爷，您可看明白了？本王明白了。在回去的路上，王爷，为什么王妃给您跳了个舞以后，您就变得高兴了？那舞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还挺好看的。薰儿的意思是，如果这情是善缘，平淡一生他心生感激；若真是天地不公，非要说是孽缘，那毁天灭地又如何？备询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百味居。薰儿，我都听说了，昨日太后居然出宫去了镇国公府替摄政王提亲，现在整个京都都知道了。薰儿，你要做王妃了，我还从来都不知道，你竟然和摄政王走到了这一步，赶紧给我们说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哎，还有那什么无尘阁的阁主，真的是你吗？我们虽说长在闺阁，可还是听说过那阁主的，据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怎么看都跟薰儿不像啊。如果真是那阁主，你们不会怕我吗？毕竟我杀过人。那有什么可怕的？我相信薰儿杀的肯定都是该杀之人。他以为在4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之后，总是会对自己有一些疏远，可是没有想到居然一点都没有，他隐隐的有些自豪的意思。我们没有将你是阁主这件事情跟任何人说，就连爹娘都没有说。不过就是我三哥有些不太好，从那日宫宴之后，他就说要出去散心，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备询低头想了想，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却又想不起来，索性也就不想了。先吃饭，这百味居是无尘阁名下的产业，今天这顿我请。那旁边的千衣房也是我的。这要是让那贝梦香知道啊，怕是要气死了。
他费心费力想要得到的天丝云锦，居然都是寻儿你的，真是笑死我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呀，怕是这辈子都穿不上天丝云锦了。我发现，寻儿每次出来吃饭，都会给婢女再开一桌。华善和其他人不一样，她不是我的婢女，是亲人。在家里，我们都是一起吃的，不分什么你我。你们几个以后身边也要有自己人，或是培养，或者过些日子从无尘阁挑几个也行。那就麻烦寻儿给我们选人好了，省得我们自己麻烦。至于寻儿的顾虑，我们都知道。放心，寻儿，你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亲人。可是安王又来百味居。阁主，本王今日前来。安王殿下，想必我们阁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您的事情我们无尘阁不会插手，还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来纠缠。阁主，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不管什么条件，只要本王能做到的，本王绝不推辞。王爷可是觉得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是你一个王爷能做到的，我们阁主却做不到的吗？本王在跟阁主说话，哪有你一个婢女开口的份？还真是没有规矩。就这样随意插话的婢女，在安王府只有被乱棍打死的份。这是无尘阁的地盘，本阁主就是规矩。要是安王想要讲规矩，麻烦出门左转，回你的安王府去。阁主说的是，刚才是本王太激动了，还请阁主别见怪。本阁主今日来就是为了亲口告诉你，你的腿，本阁主不会出人去救，能不能好，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以后也不必再来了，每次来都占着一个房间，也是够烦人的。主子可是说完了，嘿，这王爷啊也真是执着，说若是见不到您就天天来，属下也是没有办法。下次再来就直接给本阁主扔出去。不知道本阁主最是讨厌被人威胁吗？本阁主记得上一个威胁本阁主的人，现在尸首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叶志，本王低声下气的来再三求你，是给你面子。要不是有那神医在，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你别忘了，这可是南境，本王是南境的王爷。南境的王爷，还真是怪珍贵的呢。也不知道南境对一个残废的王爷究竟会有多重视。蜜蜂，你说这南境会不会派兵打无尘阁呀？本阁主真是好害怕呢。我觉得不能，一个残废还有一心的王爷而已，别说得罪了，就是死了又能怎样？再说了，打咱们无尘阁，那也得先找着门才行啊。你这么求着本阁主，应该是已经知道了那神医出自何处啊。真是可惜了，那神医可是本阁主的人，本阁主不让，他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就更别说是治你的腿了。就你这种心性还妄想那个位置，真是可笑。蜜蜂，将人给本阁主丢出去，以后无尘阁的产业不许他再踏进一步，免得脏了本阁主的地。曹韵看着米蜂毫不犹豫地将人从窗户扔了下去，还没有等曹韵回过神，我跟你说啊，是你将人给扔出去的，可别让我去给他治啊，我不去。神医啊，是你啊，曹家姑娘，可是好全了。好了，多谢神医。老张头，你又不会武功，韵儿又易了容，你是怎么看出他是谁的？我是神医，神医，看个骨相还不简单？所谓骨相啊。那个，你再给韵儿把把脉，我还有事儿。主子，啊，那个，我觉得安王会报复您的，他刚才的眼神中很明显，而且应该就在这几日，他等不及了。你还真是擅长揣摩人心呢。以后有空就常来百味居吧，蜜蜂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在一旁看着。
真的可以吗？我有时间的，有的是时间。我娘怕我心情不好，巴不得我天天出来呢。魏巡刚出门口，就说魏泽在米峰的院子中等他。哎，你在小爷的院中丢了什么？要不要小爷亲自帮你找找啊？王妃，王爷刚才收到消息，说老国公和老夫人受了重伤，现在正在回京都的路上，特意让我来告诉您一声。王爷呢？王爷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独自一人快马迎出去了，怕您还没收到消息，特意让属下在此等您。这时候掌柜的拿着一张纸条快步的走了过来。主子，去把张子时抓过来，让他将保命的药都带上，马上备马，我们现在就走。终于在5日之后到了凤千诀传来的地址上。阁主怎么还没来？王爷就快坚持不下去了。你在这儿看着王爷和老国公他们，我去村口迎迎。王妃，王爷独自快马先行，只用了2日就找到了老国公和老夫人，但因为老夫人伤势太重，又有追兵，所以只能躲进这山里，暂时将人甩掉。老国公还好，这几天已经陆续能清醒几次，但是老夫人，王爷这2天不停地用内力给老夫人续命，如果王妃再不来，怕是王爷的内力就要枯竭了。王爷的内力的，他跟我们的不太一样，所以暂时只能替老夫人维持住，但想要治好就只能等您来了。还好赶上了，如果再晚一天，怕真的是要必须治好。赶忙坐到凤千诀刚才的椅子上开始把脉，一边把脉还一边回头看凤千诀，嘴里不停地啧啧。你信不信，但凡你敢再啧一声，主子绝对会把你的嘴给缝上。多亏了王爷啊，不然别说是我了，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没用。话音刚落，魏巡就看见他拿着金针的手顿在了那里，不可置信地看着司徒依云的脸。怎么了？是不是外祖母不好了？没事儿，老夫人一定能好。凤千诀，谢谢你啊。一家人，这都是本王应该做的，不必说谢。你去歇歇吧，这有我守着。薰儿，你要小心，那些人的功法不太寻常。薰儿，外祖父，您醒了。外祖父，您还不能动，放心，我带了神医来，外祖母已经没事了，但是得好好的休养很长一段时间。都怪我呀，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他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他这一辈子辛苦，都是因为我呀。外祖父，您跟外祖母离开京都的时候，身边不是有人保护吗？怎么还会受伤？那些追杀你们的到底是什么人？主子，外面有人，他们隐藏在对面的树林里，虽然不知道具体数量，但总不少于20人。这么快就找来了，也好，这样就不用我一个一个去寻了。外祖父，放心，玄儿给你们报仇，华善会留在这里守着你们。外祖父知道你是好孩子，也知道你是无尘阁的阁主，但你还是要小心些，因为那些人好像不是人。不是人？主子，老国公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放心吧，玄儿心里有数。再说了，王爷还在这儿呢。主子，活着的都不怕，你还怕死了的？放心吧，死了的我收拾，活着的交给你们，这样总行了吧？行了，有主子这句话，属下就放心了。您是不知道啊，我打小什么都不怕，我就怕那些，哎呀，我怕到都不能听的那种。怕什么呀？等咱们死了以后，也是那些东西，谁也逃不过。若是有一天啊，我死在你前面，我就天天跟着你，你看不见我，但是我能看见你，好不好玩？1个、2个、3个，25。主子，一共25人。怎么了？我数的不对吗？不是25个，是50个。50个？难道我瞎了？没关系，
反正看他们那样子，也没打算这会儿就攻过来。我再数一遍。别数了，那25个不是人，你就是数100遍也没有。主子，那个，我突然觉得，还是我进去守着老国公和老夫人，让华善出来比较好。您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你就给本阁主站在这里，要是敢退后一步，腿给你打折。你这样可不行，等回去之后，我给你找几个活儿玩玩，练练胆子。不用，主子放心，我绝不会往后退的。要是我今日退了一步，不用主子，我自己就把自己的腿打折。你腿要是折了，我保证，我是绝对不会管你的。我的要不要银子吗？我一天天都让你们欺负成什么样了，居然还自己把腿打断，让我医，什么人啊？这都是。不怕，怕什么？我主子在呢。那狗屁魏泽都不怕，你怕什么？蜜蜂，你要坚强，不救人，不救人一些那什么吗？不怕。那个主子，我想哭。那就哭吧，现在还有时间，你能哭到子时。主子，那个，您说过，我只管人就行，您不会反悔的，对吧？对啊，我是说过。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那些魂啊什么的特别喜欢你，偏要找你，那我就没办法了。如果我现在装死，还来得及吗？王爷，王妃，你们在看什么呢？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发现，他最怕的东西正跟自己脸对脸呢。主子，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不怕了。没有啊，谁拿这事儿开玩笑啊？主子，救命啊！他在哪儿？有没有追上我？主子，这会儿不是看热闹的时候。你要是想着看热闹，属下回去就将那个什么贝梦香给杀了。杀安王，杀荣王，杀谁都行。快啊！我腿软。哼，你这不行啊！才这么一会儿就腿软了。回头呀，我给你炼点丹药。年纪轻轻的就腿软，这哪行啊？要干什么？蜜蜂，快放我下来！你不是蜜蜂，你他娘的是蜜疯子吧？你自己跑就跑，拎着我干什么呀？小爷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那什么玩意儿吓唬小爷，小爷就吓唬你。怕高是不是？来，小爷带你飞一个。随后抬手向米蜂的后背一指，一道别人看不见的金色光球冲着他就砸了过去。怎么了？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一条金色的线，但是很浅，几乎透明的那种，从你手上飞出去了。主子，别喊了，已经没有了，下来吧。要不是怕你们两个声音太大，吵着我外祖父和外祖母，我非让你俩跑到天亮不可。这真的没有了？真没了，打死了。还好，差一点我就要被吓死了。没了一个，还有49个，其中你怕的那个还有24个。华善可不喜欢话多的啊。好了，现在不用等到子时了，他们已经马上就要过来了。应该是我刚才杀了一个魂儿，把他们给激怒了。王妃，那个，您不是能跟他们说话吗？可不可以跟那些看不见的打个商量啊？正常的可以，他们是不正常的。这些黑影我暂时还没弄明白，但是那些魂魄却是已经被人控制了。能控制住魂魄的人，我还真是好奇的很呢。你们只管你们能看见的，剩下的交给我好了。主子，这是想要用笑声吓死他们？你还是好好干活吧，不然王妃一定会剩几个给你玩玩的。太可怕了，他们都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难道你能看见那些东西了？看见什么看见？
要是能看见，我现在就不是站着，而是躺着了。我说的不是人，是那些黑影。他们身上穿着特制的铠甲，刀枪不入就算了，离近了还有一股臭味儿。我好像也闻见了，还真是挺臭的呀。记住，砍头，打别的地方没有用。狠狠地砍他们的头，他们早就已经死了，那臭味呀，是尸体才会有的。没关系，能动的死人而已，我不害怕，这好歹是能看见的呢。还好王爷他们找的这个村子的人都搬走了，不然这会儿呀，指不定得吓死多少个呢。风千觉一边对着黑影，一边分神地看向贝寻，就怕他遇到什么危险。不过他多心了，在贝寻知道那边有环儿的时候，就用神识找了附近所有的鬼差。这会儿他正在半空中看着鬼差们将环儿穿串呢。小祖宗，您回去后能不能跟大人说说，这真不是我们失职，我们只是普通的鬼差，这些魂魄不知道让谁给封印住了，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还是小祖宗您帮忙我们才能看见。我不是那么多嘴的人，你们做好自己的差事就行，我不会跟大师兄说的。至于背后的人，你们也不用在意，我会找出来亲自送他下去的。这些人里有好多都是从来没有做过坏事的，怕是受了无妄之灾。回去好好看看，能投胎的就送去投胎吧。就在这时，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低沉的声音传来，却是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我操，这些活死人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头都没了还能站起来？不是说头没了就不能动了吗？这诈尸了！寻儿，小心些，那个人太过诡异。全身金光大盛，狠狠地向四周扑了过去。一瞬间，那些没了脑袋的黑影又重新趴在了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贝寻，随后又开始不死心地继续念着：哼，本事还是有一些的，但还不够让本阁主看在眼里。风千诀，带着他们退到院子里去。魏泽，你和米峰退回去。你们都退回去，这已经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了。现在我可算是知道你那两个厚脸皮的侍卫随谁了。寻儿说的都对。贝寻没工夫理风千诀，站在原地双手结印。风千诀看着贝寻的动作，突然感觉特别的熟悉，就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一样。你这里为什么都没有星星啊？我给你变一个吧，可看好了。风千诀努力的想要看清女子的脸，却怎么都看不清，只能从那熟悉的声音听出这个女子就是贝寻没错。可是他们明明才认识1年多，没有经历过这些，那这些记忆是怎么在他脑海中出现的？快看，那是什么？魏泽，你快掐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王妃是仙女吧？吉祥物，那是我们无尘阁的吉祥物，只要有主子在，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那金色的翅膀是不是？闭嘴！记住啊，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金色翅膀是你看错了。对，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翅膀，什么翅膀都没有，是我看花眼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呢？咱们赶紧将这几个魂魄抓回去交差，别在这儿耽误小祖宗。站在树林边上的黑衣人在看见贝寻那对翅膀的时候，瞬间脸色大变，什么都顾不上，转身就跑。别追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在这儿，我不放心。他既然能出现一次，就会出现第二次，咱们等着就好。寻儿刚才的翅膀很好看。翅膀？什么翅膀？就是你刚才背后的翅膀，金色的，手掌大小。啊？现在已经没了，就刚才寻儿在那应该是在结印吧，那会儿有的，时间很短。主子，求您揍我一顿吧。那个王妃，能不能也顺便揍我一顿啊？这俩人有毛病吧？大晚上的在这里找揍。学着刚才被寻的样子，双手结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印。魏泽，快帮我看看，长出翅膀没啊？等回去以后，米峰玩魂儿，你上高。
我还就不信治不了你俩这破毛病了，两个大男人一天到晚的怕这怕那的。张子时，进来。那个，你不让我上高，我就进去。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扔到房顶上去啊？进去就进去嘛，那么凶干什么？我外祖母和外祖父什么时候能乘马车啊？最少也得3日。老国公问题不大，主要是老夫人伤得有些重。王爷，咱们的人说，那北海公主果然在半路被人劫走了。咱们的人按照王爷的命令在后面跟着，可是在快要到北海边境的时候，他们突然进入到了一片密林，里面全都是沼泽。咱们的人啊跟进去一半，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怕是凶多吉少了。他们是认识的？应该是认识的。那莫若并没有反抗，甚至还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据探子来报，那些人一路上呀对北海公主似乎非常的客气。北海那边有什么动静？回王爷，没有。北海应该比咱们更早收到消息，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啊。怎么没长出翅膀不高兴了？我又不是主子，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长出翅膀？我就是比划比划。那你还不回去休息，在这垮着个脸干嘛呀？主子，这是刚收到的消息，安王派人去百味居找事儿，将百味居给砸了。虽说那些人是乔装过的，但是掌柜的还是认出了其中一人。蜜蜂，传消息回去，将百味居重新装修，再派人去安王府，将安王的另一条腿也给打断，能住人的卧房全部都一把火给本阁主烧了。还得是主子，属下这就传消息回去。还想砸小爷的院子，真是给他脸了。放火的时候把这个撒进去，尤其是身上有伤的人，一定要离远一些。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哼，让他那破腿永远好不了的东西，敢砸本神医的住处，那就让他见识见识本神医的厉害。这东西混在火里，身上有骨伤的人闻了，会让他受伤的骨头更加脆弱。哼，我疼死他！你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我都是平日里防身用的，花不了多少银子。华善看着自家主子的眼神，就知道张子时放丹药的房间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要遭到一场洗劫。这时，司徒依云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外祖母，您醒了，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寻儿，你外祖父呢？他怎么样了？外祖父在那里，伤势不重，已经醒过几次了。外祖母别担心，等再过几日您身体好一些之后，寻儿就能带您回京都。摄政王，此次多谢您出手相救，不然这次出行，我们这2把老骨头8成就没命回去了。老夫人不必多礼，这都是本王应该做的。本王和寻儿……摄政王，老身已经知道了，这会儿想跟寻儿单独说一会儿话，不知道方不方便。等房间里的人都出去之后，外祖母，不管有什么事儿都不着急，等您身体好些再说。哎，外祖母已经老了，还是现在说吧，不然我怕以后来不及。外祖母，您别乱说，老张头已经说了，您不会有事儿的，只是这件事情过后需要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老张头，就是给你丹药的那个神医吧？姓张对不对呀？没错，是姓张，我半路上捡回来的。那你可知他出自何处啊？我问过，他说他出自西边，我查到的也是这样，再多的他就不肯说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路上捡的。这个张家呀，行事还是如此不羁。外祖母，您认识张子时？可是不应该啊，他才20几岁，而且我查过，
在我捡到他之前，他从来都没有来过京都。我不认识他，但我认识他的祖父。寻儿，你的无尘阁很好，外祖母为你骄傲。贝寻并不惊讶司徒依云知道自己的身份，毕竟他外祖母的身份也不简单。寻儿，你知道永墨古国吧？知道。张家是永墨古国的国医。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只是没有证据而已。我也知道外祖母的身份，她不是那么简单。司徒这个姓氏本来就不一般。是，我是永墨古国的女帝，而寻儿你，没有意外的话，则是下一任女帝。至于你口中的张神医，应该是故意接近你的。张家总是那么神神秘秘，但是寻儿你放心，那神医对你应该没有坏心，他们对古国有着绝对的忠诚，他们甚至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事情。只是有一点不好，张家的人呐，嘴太严。天地起惊雷，别的不说，只这女帝一句就将贝寻炸得外焦里嫩。看着贝寻有一些接受不良的样子，并不是让你现在就去永墨古国，这里面还有一些事情外祖母还没有弄清楚。等弄清楚之后，如果寻儿愿意，外祖母就带你去看看，或许寻儿会喜欢那里也说不定。外祖母，世人都说永墨古国神秘，几乎没有人出来过，也没人能进去，所以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永墨古国啊，永墨古国是什么时候存在的，至今都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永墨古国在等待一个人，确切地说，是等待它的主人。永墨古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王城内的天空永远都是黑色的，没有白天。没有白天，永夜？对，永夜。王城内的天从来都不会亮起，但只要离开王城的范围，便会有白天，但也只是短短的2个时辰而已。外面4国都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永墨古国1万人的军队就能抵抗4国的10万大军。寻儿，这不是传说，是真的。古国里的人呐，就算是个普通的百姓，放在4国都是绝世高手般的存在啊。外祖母，既然您是女帝，怎么可以离开这么长时间？不会有人篡位吗？不会，篡位这种事情在永墨古国啊，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在那里，女帝都是天选，在那里，女帝都是天选，所以绝对不会有血脉篡位的事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按照女帝去培养你娘，因为她不是下一任女帝的人选。所以我是那个天选的，怎么选的，什么时候选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说来复杂，
外祖母也没有弄清楚。本来这次回去啊，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事儿，但是没想到半路遇到了伏击，倒是连累你外祖父了。外祖母，我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是不是想说你跟摄政王的事情啊？无妨，就算你做了女帝，也是有自由婚配的权利，你想嫁给谁都行。如果寻儿你真心喜欢，外祖母不会反对，但只有一点，她是要真心疼爱你，且只能有你一人。做了女帝不用回去吗？可不可以就像外祖母一样在外面玩啊？哎呀，你这孩子呀，就喜欢热闹。这一点倒是跟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很像。要不是这性子啊，估计外祖母也不能遇上你外祖父。做了女帝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留在永默古国，安安稳稳的等着下一任女帝的降临。另一种则是像外祖母一样，出来尝试着找找永默古国真正的主人。古国的主人是谁？为什么一定非要找到他？没人知道主人是谁，因为传说中啊，只有找到古国的主人，永默古国的天才能真正的亮起来。外祖母，福接你们的是谁？那些人有些诡异，不像是四国的人。的确不是四国的人，就凭四国的人还没有本事能将外祖母伤成这样。寻儿如果看过地图就知道，永默古国在最西边，看上去是与世隔绝，单独一国，但实际上并不是。永默古国的这边出口连接着四国，另一边却是其他的2个国家和几个海岛。这么多年呐，如果不是永默古国一直屹立不倒，哪里还能有现在的四国？海岛上的人不能上陆地，所以这次伏击我们的人只能是其他2国的人。寻儿，他们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你们是怎么将他们击退的？看着被寻支支吾吾的样子，不说也无妨，只是那些人不好对付，外祖母啊，只是担心你受伤。不过外祖母已经派人回去报信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来。外祖母，您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情等您好了再说也不迟，左右不差这几天的。终究还是告诉寻儿了。哎呀，这些事儿啊，早晚他都是要知道的。至于剩下的，还是等查清楚了再说吧。被寻出了房间。你都听见了？听见了。从前只是猜测老夫人或许是永默古国的皇族亲眷，但没想到她居然是。寻儿，等我3年。3年后皇上长大些，能独当一面的时候，我就陪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可好？被寻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看着马上就要亮起的天空，感受着片刻的宁静。
这玩意儿到底是谁研究出来的？为什么一定要自己绣呢？还有，这俩鸟也不好看呢，为什么要绣它们呀？我画的花花草草不好看吗？主子，是鸳鸯，大婚的时候都要绣鸳鸯的。您呐，还是快绣吧，嫁衣都没让您动手，就让您绣个盖头。这都几日了，您手中盖头拿过来什么样，现在就还什么样。您可真是一针都不往上扎呀。我不会，你帮我绣。那个，我的好主子，我也不会呀。要不问问米凤？咱俩都不会，他能会个屁啊！还是让他继续跟魂儿玩吧。去通知牵衣坊，给我准备个盖头，我绣不出来。别说2个月了，就是给我2年我也绣不出来。谁愿意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你看，我就说他自己绣不出嫁衣的吧。还好领主早有准备，不然呢估计领主自己都想不到，自己女儿出嫁连个像样的嫁衣都绣不出来了。不是领主想不到，正是因为想到了，所以才早早就准备了这套嫁衣。织女莫若母呀。大师兄，崔哥哥，你们说的领主是我娘？是，你娘早就给你准备了嫁衣，只可惜她不能亲眼看见你穿上了。啊，这不光是你的，就连那人的也都准备了一套，是按照你们2个的身形特意做的。如果知道你们2个能有今日，想必他会很高兴的。娘不是在我还是气团的时候就不在了吗？怎么会知道身形？可能是预感到了吧。你那什么盖头啊，别绣了，就算绣了，估计也用不了。别出去平白惹人笑话了。话音刚落，旁边的床上青光一闪，2套婚服完完整整的摆在那里。虽说这都是你娘亲手绣的，你爹一直都是在旁边看着。你盖头上那黑色花朵的花蕊，和男子那套麒麟的眼睛，你爹也绣了几针。爹娘，虽然我不曾见过你们，但我会穿着你们为我准备的嫁衣出嫁。如果你们能看见，一定会高兴的吧？虽然大师兄不说，但女儿早晚会知道真相，替你们报仇。傻薰儿，你怎么会没有见过你爹娘啊？只不过你还没有想起来而已。也罢，这样也好，终究不会留下什么遗憾。薰儿，大婚之日穿它。好，薰儿说穿什么，咱们就穿什么。这是我爹娘为我准备的。他娘不是早就不在了吗？至于他爹，那贝承平活着的时候，怎么可能给薰儿准备嫁衣？有些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就当是我这灵魂的爹娘就好。贝寻刚才就在想，这套婚服的来历，他一定得让风前觉知道，这是他爹娘准备的，不能浪费了爹娘的心意。好，本王知道了。大婚之日，定会穿着岳父岳母准备的婚服来迎娶薰儿。跟刚才那套相比，本王这套着实就有些没眼看了。你怎么会准备这个？嫁衣不都是女子自己准备的吗？薰儿就是这么准备的。我这不是不会吗？嫁衣米峰早就准备好了，正经花了很大功夫呢。至于盖头，那个我已经让华善去牵衣坊递消息了。安院那里嬷嬷来了。哎，小姐，老夫人说只请摄政王一个人前去。您放心，您大婚在即，老夫人只是不放心，叫摄政王过去叮嘱几句罢了，不会有事的。哦，对了，老夫人还有一句话让老奴跟小姐说。啊，外祖母还有什么话？老夫人说让小姐不许去偷听。不听就不听嘛，反正风千珏回来也会告诉我的。安院，摄政王，那夜在小村子里的话，
想必您已经听到了吧？是，听到了。这不正是老夫人想做的吗？不错，老身确实是有意让你听到的。你要知道，寻儿不是寻常的女子。永墨古国虽说不像南境四国一样有皇位之争，但却有着更残酷、更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可能会颠覆你现在的一些认知，比如说，某些在人们心中本不该存在的东西，在永墨古国和另一边的国家还有海岛，确实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些东西的能力和魄力，或者以后会因为这些东西弃寻儿而不顾，老身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如果你现在退缩，我可以让你们的婚事就此作罢。寻儿那边，老身自会去说。老夫人不必如此试探，我对寻儿的心我自己很清楚。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丢下寻儿，今生也仅她一人。而且我们也已经说好了，3年后等南境稳定下来，不管寻儿想去哪儿，我都会陪着。就算要你陪他回到永墨古国做地夫，一个虚名罢了。只要是我跟寻儿2人在一起，地夫又如何？好了，我看这小子挺不错的，你该敲打的也敲打了，还不把东西拿出来给人家呀？明明是好心，可别真叫人给当了坏人去，那可就太冤了。这块令牌能调动驻守在永墨古国界碑处的1万士兵，就算是我送你们的新婚贺礼。不过，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有用到它的一天。谢过老夫人的好意，但是这个我不能要。我娶寻儿不是为了得到永墨古国的任何助力，也不希望寻儿误会什么。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护住寻儿，还请老夫人放心。哎，也罢，既然你们有信心，那我就不多事了。在寻儿回到古国之前，我希望她能过得舒心。老夫人上次应该是想要回永墨古国去的吧？是，但是路上出了些问题。等你们大婚之后，我会再离开，也会留下人保护寻儿。这一次你就不要拒绝了。那些人你也看到了，不是常人能应付的。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而是寻儿。我必须要弄清楚，在弄清楚之前，寻儿是不会回去的。所以你们就放心过好你们的小日子就好。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要求。老夫人请讲，只要我能办到，一定不会推辞。好了，还是让我跟这小子说吧，我们都是男人，说话方便些。你还是快回去休息吧，身体还没好全呢，就这么操心。好，你们说，我呀就不在这里碍眼了，我去看看寻儿。你别介意，他没有坏心，只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才让他有些紧张。他平日里还是很好相处的。本王知道，寻儿对老夫人来说就像命一样的疼爱她，她也是我的命。不管老国公信不信，
我跟寻儿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你们成亲可以，但是你得保证在3年之内不能跟寻儿同房。本王知道了，3年内定不会碰寻儿一下。你就不想问问原因，就这么答应了？事到如今，本王也就不瞒着了。不能同房这件事，国师已经跟本王说过了，而且寻儿也知道，所以还请老国公放心。虽然老夫不知道国师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我可以将我知道的告诉你。愿闻其详。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寻儿的外祖母一定要回一趟永墨古国的原因。前段时间古国那边派人来传信，说是天玄女帝已经现世，并且王城世代供奉的神台上已经出现了镜像。从里面拿出了3幅画像，将其中的一幅递给凤千诀。凤千诀接过画像展开，上面赫然画着一个红衣女子，背上有一对大大的金色翅膀，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中，头上的金钗在阳光下异常的耀眼。这是寻儿，就是曾经在他脑海中给他变星星，从雪山上跳下去的女子，他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就在他愣神的时候，老国公又将第2幅画递给了他。画中的红衣女子不知站在何处，身形虚幻，身后的金翅也不知去向，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眼角还有一滴金色的泪水，这滴泪就好像滴在了凤千诀的心上，烫得他几乎不能呼吸。当凤千诀将第3幅画打开的时候，整个人几乎都坐不稳。这幅画中，那红衣女子由金光组成，已经几乎看不清轮廓。画中的女子是寻儿。永墨古国的神台上出现的画面是会动的，每10日出现一次，每次出现的画面都不一样。他们把画面上重要的部分画了下来，快马送到我们的手上。第3幅，最后寻儿消散在天地间，只剩下一团金光。这也是为什么他外祖母着急一定要回去一趟的原因嘛。寻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若画中的景象真有一天会变为现实，本王绝不独活。很快就到了大婚那日，接亲的队伍就快要到了，新娘子准备出门了。这也太美了吧！寻儿，下辈子我当男子，你嫁我可好？你们几个啊，快，口水擦一擦，都要流到地上了。我真的是好羡慕摄政王啊！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寻儿，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美，真的。我觉得自己平日里的学识已经很好了，但就是找不出词儿来形容你此时的美。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可能就得骂人了。等你们出嫁的时候，我也给你们好好打扮一下，如何？快将盖头盖上，摄政王已经到门口了。熏儿没有兄弟，不然就能。今日让属下来背主子出门，可好？这是摄政王让来的吧？也好也好，还是王爷想得周全。可别把我摔着了。放心，属下绝对不会摔着你，摔着您，您扒我的皮。贝寻是真的将米峰和华山当成自己的家人，但贝寻是个心大的，根本就将出嫁要人背的这件事情给忘了。本来风千诀是想要自己亲自进来将人背出去的，可米峰特意递了消息去摄政王府，说自己要来背这一趟。风千诀知道贝寻跟几个人的关系，也就欣然同意了，坚定自己这一辈子都是跟着贝寻，绝不背叛，哪怕是要了自己的性命。他从小就没有亲人，没想到居然还能有背主子出嫁的一天。晚上你拎着张子时去摄政王府我的院中喝喜酒，翻墙就行。我已经跟凤千诀说好了，今晚咱们不醉不归。主子，我出嫁，自然所有亲人都要在身边。至于其他不方便来的人，就给他们在百味居摆上几桌，
也一起热闹热闹，沾沾喜气。好，主子，属下知道了。等今夜的事情结束之后，属下马上就去。主子可得给属下留一坛好酒啊！还是你小子好命，要不是你抢着背，我就来了。不过估计要是我背的话，华山那姑奶奶也不能干，怕我摔着那小祖宗。你呀，行了，那小祖宗是出嫁了，又不是丢了，你这是干嘛呀？你可别哭啊，我跟你说，你一哭，我好像也有点想哭了。太后和小皇上都出了宫，坐镇摄政王府。哎呀，快看呐，快看外面的天空！哎呦，天哪，这是怎么了？是要下暴雨了吗？哎呀，看来今日的亲怕是结不成了吧？这老天爷明摆着就不想让两人成婚嘛。若是真的强行成婚，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南境带来什么天灾呢？要是再让哀家听到你说这不吉利的话，那就别怪哀家叫人将你的嘴给缝起来。此时的凤千诀也发现了天空中的异样，难道他跟寻儿真的是孽缘吗？今日是摄政王和镇国公府小小姐大婚的日子，可是看着像……是不是老天都不看好这门婚事啊？这怕不是孽缘呐！快别瞎说，没看见摄政王的脸都黑了吗？谁不知道摄政王喜欢这小小姐入骨？这话要是让摄政王听见，这大喜的日子，你这条命还要不要了？喂，这怕是要下雨了，是不是先停下啊？不停，继续走。华山，外面怎么回事啊？主子，外面突然乌云密布，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好像下暴雨了。国师站在京都郊外一个山顶上，看着整个京都都被乌云笼罩，口中念念有词。他想用自己的修为替凤千诀和贝寻与天命抗衡，助他们一臂之力，帮他们顺利成婚。他知道当初是自己的清高和看不起人的态度得罪了贝寻，可贝寻却不计前嫌给他送来那本书，让自己可以突破，让自己的寿命得以延长，眼界和心境更是上了一层楼。这份恩情他记下了。薰儿，没事。不管怎么样，本王一定顺利将你娶进府中。就算一会儿天上下刀子，都不能阻挡本王的心意。停轿！快看啊，停了，喜轿停了！看来今日这亲呐是成不了了。其实我还挺看好摄政王和这小小姐的。可不是嘛，别的不说，就只这二人的长相就是绝配。哎，主子，您先等一下。你是女子啊，这种事情啊，让我来就好。多谢。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王妃想做什么尽管去做，有王爷在，不会有事的。哎，快看，小小姐下喜轿了，新娘子在进门前脚是不能落地的。我看呐，这门亲事是真的要黄了。闭上你的嘴巴，胡说什么呢？你瞎呀？看不见人家小小姐脚下有块破布吗？人家的脚没落地。我他妈谢谢你的破布啊！可就在手牵在一起的时候，天命终不可违呀！天命？什么破天？也敢定本姑奶奶的命？哼，小小年纪就口出狂言，就算你是领主的女儿，也不能逃出天命。如果你们二人强行结合，只会让这三界的生灵全部为你们陪葬。我知道，这不会是你想看到的，不然现在的三界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三界？哼，与我何干？老头儿，你有功夫在这跟我啰嗦，不如想想一会儿我们成婚了，你该如何阻挡这三界的覆灭？雪儿，不可，他不知道你们不会同房。快看呐，摄政王和小小姐的身上发光了。这是神仙？是不是神仙都看不得老天爷如此为难这对有情人？而贝寻头上的金簪更是金光大盛，那光芒化成一柄剑的模样，直冲着天上的乌云而去。只一下，天上瞬间恢复了明朗。领主？可领主不是已经……
天命已经束缚本领主的女儿一次，如果你们再用那什么狗屁天命为难她，那就毁灭吧。话音刚落，一阵古老的吟唱声响起。这次不只是凤千诀和贝寻能听见，而是整个京都的人都能听见。而是这古老的吟唱声，让人从心底想要臣服，仿佛世间所有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仆从，让人生不出反抗之心，就好像是他们的信仰，心甘情愿的追随。城外的国师也是虔诚的跪在地上。等回去后啊，我一定要拜那小祖宗为师，奉那小祖宗为主，死缠烂打也得让他收下我。吟唱声越来越大。不，还请领主住手。此事是我们没有想周全，还望领主息怒。我马上就回去跟众神商议，马上就回去。天哪，这破差事为什么是他来啊？真是要了他的老命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明明已经消散千万年的领主，竟然，这到底是没有消散，还是神魂留下的最后一丝神力，只为了护女？娘是你吗？娘，你没有消散对不对？娘，薰儿，领主已经消散了，这是领主留在魂符和金簪中的最后一丝神力。不，大师兄，虽然我不知道千万年前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有感觉，我爹娘的神魂并没有完全消散，只是不知道在何处而已。薰儿，你好好成婚，这件事大师兄去查。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他甚至还有一种感觉，现在安稳都只是暂时的，将来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够强大，那什么狗屁的天命还会再次束缚自己。他本就不是服输的性子，自然不可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想让自己听什么狗屁的天命，做梦去吧。况且风千诀似乎并不简单，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日子还长，慢慢的就会水落石出的。大师兄，你给我的3本书我会好好看的。终于要看书了，这小祖宗终于要学习了，真是太好了。大师兄，我是说我会看完你给我的那3本，不是让你将整个地府的藏书阁都搬到我神识中。没关系没关系，那3本看完呀，你再看这些，不着急不着急。你确定寻儿会看书，而不是一时兴起？我指的是你最开始送去的3本基础知识。没关系，看一行也是好的，多看1个字都行。你这要求还真不是一般的低呀。如果领主真的没有消散，等回来之后知道自己女儿被你养成这样，呵呵，你猜领主会不会让你重新教他一遍？薰儿，你说会看书，就一定会看的，对吧？会的，大师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看的。大师兄说的是看完，起码将那3本书都看完，不是像以前那样看一半就丢一边的那种。这个吧。哎呀，总之大师兄你放心，我肯定会看的，而且会看完的，我保证。但是我没说多久会看完，1天2天也是他，3年5年也是他，嘿嘿。叶白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保证之后就不说话了，但心里还是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先不管了，等他大婚之后，每隔几日来考考他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如果贝寻母女当初没有被赶出家门，今日依旧是太傅府的嫡孙女儿，那太傅府是不是又会是另外一番光景？不，回不去了。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要为儿子报仇，一定要护住贝家的100年基业。我去你娘的基业！你这个不孝子孙，本来老子再过个100年就能去投胎了，这下好了，被你个蠢货和你那个缺德儿子拖累的又要多待几十年。差爷，您行行好，让我去给那个蠢货托个梦，我让他将我从贝家的族谱中除名，我不想当他们祖宗了，求求您了，差爷。要不您让我上去一趟，
让我上去将那个蠢货给带下来也行啊。鬼差此时也是挺同情贝家老祖宗的，虽然说贝家祖上从前是海盗，但从不打劫过路的民船和官船，只打劫其他那些不做好事的丧尽天良的海盗。可是没想到，哎呀，这被后世子孙拖累的呀。贝寻和凤千诀拜完堂之后，就被送到了后院的喜房中去了。王爷从婚期定下后呀，就开始让人修缮摄政王府。因不知王妃的喜好，特意让属下去找了米蜂。王爷拿了米蜂给的图纸和画轴后，找了懂机关术的人，将这水榭给还原了。摄政王府不靠山，也没有水源，王爷就让人在府中挖了一条暗道，直接通向京都北边的温泉，硬是将水给引了过来。喜欢吗？要是有哪里不同，本王再让人改。很好了，简直是一模一样，就连屋里的摆设都大致相同。谢谢，让你费心了。不必谢，能为你做些事，本王高兴。这时管家来提醒凤千诀该去前厅了，让华善帮你将钗环卸下来吧。一会儿本王让他们送些吃的过来，吃完后好好休息。晚上咱们还有事情要做。等贝寻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主子您醒了，要不要吃点东西？不吃了，一会儿还要打架，吃多了容易吐。米蜂他们怎么样了？米蜂这会儿就在外面呢，藏在城外的人已经全部解决，现在呀就等城内的了。王爷呢？还没回来吗？王爷早就回来了，这会儿正在隔壁沐浴，说怕身上的酒气熏着主子。惠子还说，王爷为了能早点回来陪主子，在外面陪那些大臣的时候，全程冷着一张脸，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急着回房。甚至有几个喝多的大臣说王爷是个怕媳妇儿的，可王爷却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他们说的对，还让他们向自己学习。主子来了，将廊桥降下，让他们方便过来，别把人掉下去，将水弄脏了。这时一声不男不女的笑声响起。那个谁，我上次有没有说过，如果你再这么笑，小心本阁主将你的嘴给缝上。此时的贝寻并不怕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些人都不是南境的人，而且江湖中的人说的话，别人也未必会信。再说了，自己已经嫁给凤千诀，就算别人知道他就是无尘阁的阁主，又能怎么样呢？难不成还有谁有本事能让凤千诀休了自己不成？想来聂某来的不是时候啊，坏了摄政王和阁主的新婚之夜了。你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还来，是不是上次挨打没挨够啊？其实本阁主倒是很好奇，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的？主子，传说的半男半女。放你娘的屁，老子是男的。要不阁主亲自来验验？还是不了，本阁主对你这种东西过敏。我这种东西过敏？这等小事怎用王妃出手？本王去验验就好。你这不是内力。确实不是，不过是不是内力跟本王揍你没有任何关系。王爷别忘了验身。我还是觉得王妃来验比较好，毕竟男人和女人才更有意思，不是吗？本王觉得你还是不男不女的比较好。原来摄政王还有这种爱好啊！也不知道王妃知不知道你和那荣王一样是个好男色的。我家王爷喜不喜欢男色，我还能不知道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家王爷喜欢男色，也肯定看不上你这种不男不女的。本王只喜欢寻儿。突然间，从墙外跃进10个黑衣人，真是没新意，每次都穿黑衣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来刺杀的一样。好，我记住了，下次一定让他们换衣服。既然王妃觉得没新意，那我就给王妃看点有意思的，就当是给王妃的新婚贺礼吧。
动手，记住，别伤着王妃。请开始你的表演。喂，捏什么玩意儿的那个？你的功夫是跟王八学的吗？打个架还缩脑袋？人家这不是还得留着命，将来跟王妃共度余生呢吗？王妃要不要考虑？主子，您看什么呢？天上有东西，听着像是鸟，好多鸟啊！主子，密密麻麻的一群，冲着咱们这儿过来了。魏泽听见米冯的叫声，马上从战斗中抽身，从怀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哨子吹了起来。别睡了，赶紧的，干完活啊，给你吃鱼，好多鱼。费银子，费银子，出来干活了！费银子，费银子！王妃，你看这摄政王府穷的，打个架还不停地喊费银子。我看不如你就跟我走吧，我保证带你到处吃香的喝辣的。怎么，你的盟友都跑了，你还想留下来喝杯喜酒吗？费银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给我装死，明天我就把府上的鱼全都炖了，保证一条活着的都没有。你听见没有？费银子，费银子！这时一声极其不满的鸣叫声从王府中不知道哪个院子传来，一个翅膀扇下去，就将天上的鸟儿扇下来一大片。这鸟骂得挺脏啊。主子，您还能听懂他在骂人呢？听不懂啊？不过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肯定是在骂魏泽了，而且骂得还挺难听。那些鸟儿身上也不知道有毒没毒，我先点个驱毒药，以防万一嘛。老张头，其实你还是挺厉害的。那是，我可是神医呢。那神医不知道你有没有驱虫的药呢？驱虫？驱什么虫啊？那就是你脚底下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虫子。蜜蜂快领我，领着我和我的药箱去放掉，有病了，要死人啦！华善站在贝寻的身边，看着满院子不知名的虫子，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10步之内居然连一只都没有。睁眼！这要是撞主子身上，你信不信主子能把你丢下去喂虫子？为什么这些虫子不过来啊？怎么的？难道你还想让他们过来咬我不成？不是，我就是想知道原因，看看能不能研究一下。一般的药只能驱赶同类的虫子，现在这么多，居然一个都不敢过来。你能不能闻到主子身上的香气？能啊，不是一直都有吗？哎，你别说啊，还挺好闻的。要不是香粉是女人用的，我都想用用了，闻着心情多好。主子从来都不用香粉，而且这会儿身上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别问我呀，我不知道。要不您下去飞几圈？回来吧，小祖宗，快回来吧，虫子过来了呀！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快回来啊！哎呀，快回来啊！你让本阁主出来飞一圈，本阁主就得出来飞一圈啊！你让本阁主飞回去，本阁主就得飞回去，本阁主不要面子的呀！我错了，小祖宗，你快回来吧！我最近又研究出了好多有意思的丹药，让人跳舞的，让人唱歌的，还有让人不睡觉的，总之就是好多，都给你，全都给你！小祖宗，求求你快回来吧！要爬上来了呀！说吧，怎么驱虫？快，将这小祖宗身上的香气扇过去！你们两个还傻乎乎的站在那儿干嘛呀？快过来一起扇呀！快点儿！别扇了，把你那破袖子放下，上一边站好。不行啊，小祖宗，得将你身上的香气扇过去才行，不然……话还没有说完，身上的衣裙无风自动，一阵阵风从他的身上发出，冲着摄政王府的四面八方吹了过去。原来还能这样啊！有武功了不起啊？不就是我不会武功，本能的用了自己的方法吗？哼，笑吧！现在你们谁在笑，我都记在本本上。这么爱笑，等我研究出来笑药，一人给你们喂力，笑死你！你这女娃娃有些意思啊！如果能给族长带回去，族长一定会很喜欢的。夫君，
他说话的声音让我想吐。随即掏出一把匕首，冲着那黑衣人扔了过去，直直地插在那人的脖子上。凤千诀，快躲开！同一时间，那黑衣人全身炸开，无数黑色的虫子瞬间飞了出来。居然，惠泽，快点火把，烧死他们！那些飞虫身上都有尸毒，千万不用手碰。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养虫子，真是恶心死了。凤千诀不是杀不了聂宁，而是他觉得这个人身上有古怪，故意留着他的。今夜打扰了，王妃，我们来日再见。抓起张子时头上的簪子就扔了出去。我的簪子，赔你一根更好的。那我要2根。行，2根就2根。这水蟹叫什么名字啊？还没取名字，不如寻儿想一个可好？取名字啊，让我想想啊。小黑，快回来，别在那捣乱。小黑？谁是小黑？回王爷，那个就是小黑，主子取的名字。这水蟹不如就叫朝夕水蟹吧。本王与寻儿在此度过每一个朝夕。好听，比我想的名字好听。寻儿想的名字是什么？朝夕水蟹是不是也很好听啊？毕竟是喜房嘛。哎，魏泽，这水蟹的名字已经定下来了，叫朝夕水蟹。明日记得让人做个牌匾过来。嫌弃就嫌弃，不用表达的那么婉转。话音刚落，就看见一个大鸟从天上俯冲而下。哎，我知道了，马上就让人去给你准备鱼，不会让你白干活的。哎呀，快停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管家，嘿，怎么了？是不是有哪儿没打扫干净啊？让厨房准备3桶鱼。哎，不，5桶，为费银子，速度要快。说你能听懂吧？那会儿叫你半天你也不来。说你听不懂吧？我一说鱼你就来了。王爷，王妃，可以用膳了。这夜，几个人不分主仆，在院中一直喝到了深夜。第二日，魏巡睁开眼睛的时候，想着昨夜发生的事情，昨夜2人都喝多了，又是情到深处，虽然没到最后一步，但除了那一步，该做的也都差不多做全了。寻儿可是在回味。你先出去，我沐浴呢，马上就好。寻儿昨晚还真是主动啊，本王几乎招架不住。那个，昨晚上我喝多了，下次不会了。这样也好，下次换本王来。毕竟这种事情，怎好每次都让寻儿主动呢？看着被寻娇羞的样子，凤千诀第一次觉得这什么狗屁的天命真是烦人。不仅是凤千诀，被寻也是这样想的。回门的次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本王查到了那个部落在何处，据说他们最近有一个盛大的祭祀。去，我要去看看。快点儿，晚了他们都该走了。听说那个什么部落有好多珍稀的药材，我可不能错过，全给他拔回来。还不是你，昨晚上就告诉你了，结果今日一早又是忘这个又是忘那个的。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脑子不够使了？我还比你小1岁，我比你小。小又怎样？还不是有个不怎么好使的脑袋啊？想去就去吧，看好老张头。我就知道主子一定不会丢下我的，放心，我一定会看好老张头的，毕竟就他不会武功。蜜蜂，你过来，去帮我找点东西。华善，你来赶车。魏泽，你去跟张子时坐到后面蜜蜂赶着的马车里。魏泽一脸不舍地看着华善，委屈的都想哭。好不容易这几天跟华善走得近了，王妃我给你跟老张头在马车里准备了东西，对你们很有好处。再说了，我怎么舍得我的华善一直赶车呀？每隔1个时辰你就来换华善。可抱好了啊，主子说了，要是瓶子摔碎了，将这些小可爱摔掉出来，你们2个啊得一个一个给它捡回去。张子时和魏泽对视了一眼，同时发出了尖锐的报鸣声。快上车，还赶路呢。对了啊，主子还说了，
不许闭眼睛，不许装死，不然要你们好看。看着面前的密林，见过王爷，见过王妃。怎么样了？进去探查的人回来了吗？回王爷，已经回来了，但是，脚印到后来跟丢了，并没有找到他们的具体地点。据抓住的人交代，他们每次都是有一个带路的，而且祭祀的时间就在3日后。一直没有说话的米峰看着面前的密林，皱了皱眉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你来过这里？无城阁里有一张地图，上面记载着这片密林在几百年前曾是前朝的皇陵，所以属下想啊，这部落和祭祀会不会跟前朝有关啊？这确实是前朝的皇陵，至于这部落是不是前朝留下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本王查到了，荣王和贝太傅跟这些人有密切的来往，那聂宁的身份也不简单。就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还能真是前朝的遗孤不成？哎，别说，这还真没准，不然为什么天天藏着个脸，就连声音都不一样？主子，您说这里不会有那个吧？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还是你聪明啊！不，主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口乱说的。可贝寻看都没有看米峰一眼，就开始用神识搜寻着附近的鬼差。怎么这么多啊？什么这么多？鬼差啊！我本以为就几个呢，这1、2、3，数不清，但20几个总是有的。27个。你能看见？看不太清，只是轮廓而已。不知道为什么，在咱们大婚之后，我好像能看到一点你说的那些了。他的神魂不完整，那日领主的神力将他的神魂重新召回了一丝，但也只是一丝而已。大师兄，你是说神魂？神魂不是修炼者才有的吗？他一个普通人哪来的神魂啊？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寻儿居然真的看书了。叶白也是一阵无语，没想到贝寻说看书，他还真去看了。虽说书上讲神魂的地方就在前几页，但这也能证明他真的认真看了。就是神魂，多余的大师兄不能说，但是你们这一趟对他有好处，必要的时候寻儿你可以帮帮他。怎么帮？大师兄你倒是说话呀，我要怎么帮他啊？怎么说话就说一半啊，真是的。说说吧，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鬼差在这里？那个回小祖宗，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等着拘魂。拘魂？拘什么魂？需要这么多鬼差？拘李家的魂。李家？李家是谁家？前朝皇室，姓李。很好，我要去玩玩，让他们都该干嘛干嘛去吧。你在这儿给我带路，顺便说说这哪有好玩的。我听说他们这几天有个祭祀。小祖宗，最左边这条路呀，是通往李氏皇陵的，中间这条是李氏后人居住的地方，最右边这条我们也不知道，那片密林里面有禁制，我们进不去。咱们先去哪儿啊？寻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最后肯定是都要去的。还是王爷等我，那就先去有禁制的密林看看吧。这里就是那个有禁制的地方，看着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呀。米峰看着前面竹子搭成的小院子，伸手摸了摸那竹门，手刚摸到的时候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弹开了。寻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除了风声和那几个货说话的声音，没再听到别的声音了。真的没有吗？可是我好像听到了，说的什么听不真切，好像是从那个竹屋里传出来的。真的没有？那个小祖宗，这里面好像关着不知道谁的一部分神魂，这禁制
就是为了封印那神魂的。他好像知道什么了。按照大师兄说的话，这里面关着的应该就是凤千诀的神魂。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神魂？本王的脸上可是有什么东西？凤千诀，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要老实回答我。你问。那个，你是你自己吗？我是说灵魂。我应该是我自己吧。那你有时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啊？总能看到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画面，算不算？什么画面啊？小祖宗，里面的神魂有反应了，仿佛试图冲破禁制。我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每天都会来一趟，但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你们几个都让开，禁制破了，我们进去。你们是什么人啊？居然敢擅闯我族禁地！长老，什么是大惊小怪的？禁制没了。这怎么可能？老祖宗明明说过，这禁制是绝对不可能有人破除的。你再说我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这几个人，一个都不能留。你说不留就不留啊？啊，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们穿的那么奇怪呢？他们穿的好像是校服。主子，您跟王爷进去看热闹吧，这3个人交给我们就好。你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跟我们一起进去，省得一会儿打起来，一不小心再给你踹飞了，我还得去捡你呢。你们不能进去，那里面是我们祖先世代供奉的神灵，你们绝不可以进去打扰。我新婚之夜去刺杀的就是你们吧？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绝对不能让你们进去，不然神灵将不会再保佑我们。神灵那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管你们的闲事儿啊？这里面怕不是你们的老祖宗干了什么缺德事儿，禁锢了谁的神魂吧？所以你们确定这样的神魂会保佑你们？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神魂？我们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神魂的正主来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里面禁锢的神魂就是我男人的。这怎么可能？那神灵不是在万年前就已经消散了吗？米峰的武功毕竟高过几个人，很快就将3人制住，绑在树上等着被寻出来。一边等一边听着领头的人不停絮絮叨叨地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房子里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黑色的盒子。让我来。盒子突然就安静下来，十分的温顺。被寻全身一震，这感觉怎么会如此熟悉？凤千诀刚接过盒子，上面的盖子瞬间崩裂，一道银色光芒冲着他的眉心就飞了进去。本尊终于回来了，这次本尊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此时的凤千诀脑海中十分的混乱，许多画面不停的交织出现，一幕幕一张张，这些画面让他既熟悉又陌生。他究竟是谁？为什么这些画面里会有寻儿？为什么他会感到那么难过？是，他想起来了，想起了他是谁，想起了寻儿是谁，一切的一切他都想起来了。此时他只想将怀中的女子融入骨血，再不分开。我在这里，好了，没事了。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不放手的话，我就要被你勒死了。老张头，给他把个脉，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哎呀，哎，这脉怎么了？快说啊，不然送你出去喂虫子啊！哎，说，马上就说。王爷的脉好像多了一条，虽然我能感觉到，但是不能准确的找到，他似乎会自己动。不过目前看来，问题不大。多了一条脉，魏寻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见到过，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地府中，但凡寻儿看到神魂内液的时候，多往下看几行，这会儿也不至于站那儿发呆。他现在已经找到自己一半的神魂了，想必
已经恢复了记忆，这样会不会对寻儿有危险呢？不会，当年他能为寻儿做到那种地步，所以在他有完全的把握之前，是绝对不会让寻儿再次陷入危险之中的。真不敢想象啊，如果有一天寻儿想起了一切，以他的脾气，会不会将天给捅个窟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寻儿，别再离开我。如果再有一次，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寻儿，你就是我的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没有。寻儿别乱想，我只是找回了一些记忆而已。等以后你就会知道。又是以后，你们一个个的绝对是有事情瞒着我。看，前面啊就是前朝李氏的皇陵了。就这，前朝皇陵这么寒酸？小祖宗，您别看它的大门小，但里面可是很大的。这整个密林的地下几乎有1/3都是皇陵。这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吗？如果有很多源源不断的魂魄算好玩的话，那里面可好玩了。如果小祖宗指的是金银财宝，那就没有了。这李氏皇陵啊，是我做鬼差以来见过最穷的皇陵。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好玩的，这个部落倒是有一个七彩的球，手掌大，甚是好看，是他们世代供奉的神物，每7年大祭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而今年正好是第7年。那个球我要了。您那是要球吗？您那是要命啊！为什么这皇陵会有这么多的魂魄？李氏都没了几百年了，魂魄不是早就应该去地府了吗？这李氏后裔啊，不知道从哪一代认识了一个部族的人，然后将那部族收于麾下，说若有一日李氏复国，就封他们为国师。那部族别的本事没有，召唤东西倒是个好手，什么飞鸟、虫子，甚至是灵魂都可以。这不，再过2日啊，他们又该祭祀召唤魂魄了。这些魂魄被召唤出来之后，就会出去吸收有福之人的气运，再将这些气运放在李氏后人的身上。大人发现之后，就让我们守在这里，说绝不能让那些魂魄去扰了这人间的秩序。他们居然会吸取气运，看来这李氏一族留不得了。魏巡转过头，见凤千诀的视线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看向前方，而是实时的、精准的落在那鬼差的身上。不仅这样，竟然还能听到鬼差的话。凤千诀，你是。从那竹屋出来之后，我就能看见，也能听见了，也知道寻儿的灵魂不寻常。这些等回去后，我再慢慢解释给你听，好不好？寻儿不必如此看着我，我还是我，对寻儿的心从来都不曾变过。一个银色的光球瞬间在手中升起，在被寻震惊的目光下，冲着李氏那平平无奇的小坟包袭去，将整个坟包都包裹在其中。这样，那些魂魄应该就出不来了吧？出不来了，多谢啊。小祖宗，祭祀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前开始了。走吧，去看看。那个王爷，你学不会，天生的。你啊，修炼这种事儿，这辈子就别想了。你一个肉体凡胎，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王爷不也是肉体凡胎吗？就是主子偏心，教王爷不教我们。明明在成婚之前，王爷也是不会的，这突然就会了，肯定是主子教的。还什么天生的，骗人！本王的灵魂和寻儿一样，只不过修的不是一种道而已。如果你真的想学，不如这样吧，你死一下，让寻儿的师兄帮你投个灵胎或者魔胎、妖胎，这样你就可以修炼了。我死一下？王爷说的对，如果你特别想学的话，真的可以考虑死一下。你从小就是做杀手的，我估计在地府待个几百年就差不多够了。到时候我让大师兄给你开个后门，投胎去其他界。您大师兄是？阎王啊，地府的阎王。
贝寻这是第一次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不是一开始不愿意说，而是怕他们不相信，把自己当成精神病，也是怕吓坏了他们。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他们对自己身上的事情也知道的差不多了。再说了，这里都是忠心之人，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了。那主子，您是？那是我们地府的小祖宗，就连阎王大人都不敢惹的小祖宗。我呀，阎王是我师兄，我自然是他的师妹了。啊，凤千诀，你是怎么知道我有个师兄的？还知道我师兄是谁的？薰儿快看，前面的祭祀已经开始了，有魂魄企图冲出本王的禁制。啊？就这几个人蹦蹦跳跳就能招魂啊？然后你们就等在这儿拘他们？就这样，还有很多漏网之鱼呢。这些被招回来的魂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成精了似的，一点都不好拘。李氏皇族在位的时候，身上是有一些功德的。之所以在几百年前改朝换代，是因为妖女横行，所以这李氏的后代身上有一些妖族气息，用他的血召唤出来的魂魄自然会强大一些。妖女？妖界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空间有个缺口，所以你大师兄才能将你送到这里来。这是真的。无尘阁里有一本讲述李氏皇族的野记，上面写着李氏皇族当年灭族是因为一个妖女变成了人，迷惑了当时的太子。太子在妖女的迷惑下弑父篡位，行暴政，百姓苦不堪言，慢慢失了民心，才有了现在南宫一族。记载的虽然有些夸大，但是也差不多吧。当年那妖女产下一子，最后在被天道诛灭的时候，拼尽全力将她藏了起来。所以现在的李氏后人，应该也有那妖女的一丝血脉。小祖宗，就是那个，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好玩的球。那七彩球突然颤动，仿佛感受到了什么一样，突然腾空而起。不好了，这神物好像不受控制了，快来人，去将族长请出来。既然来了，就出来吧。都已经去了我族禁地，拿了我族世代供奉的神魂，就不要再躲躲藏藏了。在贝寻出现的一瞬间，那高台上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七彩球又开始颤抖起来，甚至隐隐的有着要飞过来的样子。那族长一伸手，一把将那彩球抓到手中。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你们祖先世世代代供奉的神魂，居然不知道是谁的？如今人家正主在这站着，你们不仅不来叩拜，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要是让你们那什么老祖宗知道，估计那棺材板啊按都按不住了，非得半夜起来抽死你们这群不孝子孙不可。你这个黄毛丫头在胡说些什么？那神魂的本体早就已经消散了，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我们的先祖用了特殊的办法，才将这部分神魂引来此处，世代供奉，以保佑我族平安。岂是你们说拿走就拿走的？识相的就赶紧将神魂交出来，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要不是你们先祖用邪术压制了本尊一部分受损的神魂，本尊早就冲破禁制跟寻儿团聚了。保佑你们，本尊不宰了你们就不错了。别说，这部落还真是有点真本事，居然能招天雷。挑宠小气而已，妖族的后代多多少少都会一些。天雷助我，天雷助我，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是你啊，这么快又见面了，有没有想我啊？你这什么狗屁部落，是让老子来送死的吗？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劈不劈啊？不劈就滚。您可是答应我们先祖会保佑我丧尸一族的，难道您要食言吗？我他妈忽悠个屁呀！老子是答应你们先祖忽悠你们，
可没准备为了忽悠你们，让自己老命给搭上。违背诺言是要遭天谴的，纵使您是天雷，也一样逃不过天道的惩罚。我他妈的，你他娘的！喂，反正待着也是待着，要不咱来一下？我觉得我最近有长进了呢，咱们练练手。谁他妈想跟你练手啊？你就是个小恶魔！最终天雷下定决心，一道紫色天雷骤然亮起，竟然在乌云中不停地劈了起来。他在跟那部族强行切断联系。哼，算他是失误。我的修为啊1/3没有了！你这该死的部落！等老子自罚之后，看老子不劈死你们这一群王八蛋！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人？是你们得罪不起的人。停下来了，那漂亮的球还在那什么狗屁族长手里呢。别急，那球本身就是你的，而且天雷也并没有结束，他是在蓄力。几息之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碗口粗的天雷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但却很好地避开了被寻的周围。那丧事的族长被劈得直冒烟，手中的7色球找准机会瞬间脱手而出，冲着被寻就飞了过来。在被寻接住他的一瞬间，7色的光芒再次亮起，似有破空之势。凤千诀伸出手，在那圆球上轻轻地点了一下。现在还不是时候，稍安勿躁。那圆球似乎是听懂了一般，乖乖地躺在被寻的手中不停地翻滚，好像在表达着自己的喜悦之情。他去哪儿？劈几下就出完气了？不应该啊，他是个挺记仇的东西啊。如果本王猜的没错，他应该是去劈李氏皇陵去了。走走走，去看看。我还没见过炸祖坟呢。当初我想炸贝家的祖坟，将他们都杀光，让他们受到报应。但是大师兄不让，说这样我会遭反噬，所以这心愿一直都没了。没成想，在这儿看见了。哎，又不是炸贝家的祖坟，你这么高兴干什么？无所谓，只要炸的是祖坟就行。反正李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从前就算了，可这些年他们的后代坏事做尽，竟然还能做出让魂魄夺人气运的事儿。祖坟劈100遍都不够。再说了，就那贝家的祖坟，就算我不去炸，那贝太傅那个做法，早晚的事儿啊。贝家老祖宗表示：啊，对，早点炸了吧，炸了我好去投胎。没过多久，整个李氏皇陵面目全非，就连陪葬品都飞出来了。而李氏被召唤出来的魂魄，因为凤千诀下了禁止的原因，不能出来，直接被劈得魂飞魄散。被寻本以为这就结束了，可没成想，李氏皇陵的上方突然飞出来一个妖魂。没错，就是妖魂，是那个让李氏皇陵覆灭的女妖。哎，不是说女妖被天道诛灭了吗？原来竟然逃走躲在这里，李氏皇陵还是有一丝功德的，这才能让这女妖几百年都不曾被发现啊！还有，长得还挺漂亮的，怪不得能迷得那李氏太子为了她将整个江山都葬送了。你个女娃娃懂什么？我跟李青是真心相爱的，他救过我，我怎么会恩将仇报呢？你不是恩将仇报是什么？你明知道自己是妖，长期下去会影响他的心智，将心中的恶念无限放大，却还要留在他身边。他走上弑君弑父这条路，完全都是因为你，所以寻儿并没有说错。我只是想永远的留在他身边而已，为什么你们全都不让？我是妖族又怎么了？难道妖族就不能有心爱的人了吗？这天道本来就不公，为什么就不能成全我们呢？如果你真的爱他，为什么不去雪山之巅的幽潭洗去一身妖骨，这样还有几率化为凡人跟他在一起？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啊？又想要一身的妖力，还想要人间的爱情，你想的倒是挺美。你说
说的倒是简单，雪山之巅的幽潭，那是一般族类能够去的地方吗？别说是妖族了，就连万年前那神族的女子跳下去都万劫不复，这种几率简直就是送死。说起来，那神族女子也是个傻的，我要是她呀，当年就跟魔尊走了，什么三界生灵与我何干？可惜了，堂堂神灵之女，最后竟然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再想到风千绝刚才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可灵魂深处就好像有什么东西镇压着一样，又是这种憋闷的感觉。魏巡不死心，定定地看着凤千绝的眼睛，向他求证。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凤千绝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但能看到鬼差，还知道大师兄抬手间就能画出禁制，肯定不一般。刚才倒是没有发现，你这个女娃娃好像有些不一样啊，就连你身边的男人的气息都有些熟悉，到底是什么呢？让他说下去。就连天雷和米风几人也是一动不动。突然，怎么会这样？原来幽潭真的可以，到底还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我到底是谁？是谁重要吗？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在身边，这就够了，又何必执着从前呢？我终是不如你，确实是我胆小又自私，不想受那幽潭之苦，所以才会自食恶果。也不知等我死后还会不会遇到他，应该不会了吧。我应该是魂飞魄散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该谢谢你，如果不是您当初的抉择，三界早已，我还哪能有幸遇见他。只见女妖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双手突然抬起，一道黑色漩涡在她的身后慢慢形成，那黑色漩涡竟然还有着某种红色的古老印记。本妖王以全身血脉向各界生灵祈祷，愿灵女和魔尊万事修好，永远同心，愿他们不再受天命之困，再度分离，愿他们情系万物，天地共鸣。本妖王命妖族众生，若有一日灵女遭难，就算倾尽全族之力，也要护佑灵女平安。不知为什么，此时看着面前的女妖，他甚至能有一种感同身受。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醒后心中有愧，帮助李氏后人夺人气运，想让他原谅我，是我不对。如今知道自己大错特错，想留个善念，而且算了，不说也罢，你终会知道的。如果他是你的执念，我送你去找他，可好？不必了，我害他全族如此下场，想必他不会再愿意见到我了。我是妖王，以妖灵祭苍生，不会再入轮回，我跟他再也见不到了。什么天道，什么天命，总要有一对可以在一起。只希望我这微末的妖魂能够帮上一些。虽然我不知道野史上记载的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想应该让你知道，当年的太子李清继位之后，在得知自己的皇后是妖族，儿子是妖族血脉，被天道追杀消失后，将朝政
交于心腹大臣出宫四下寻找。因李氏皇族有一丝功德光，所以李青很快便恢复了神智。清醒后的李青来到李氏皇陵，将皇后的凤袍，也就是你的凤袍，葬入皇陵，然后他自己也躺了进去，再也没有出来。你是说他是神智清醒之后才？是，野史上是这么记载的，就在你消失1年后。1年？那时候我被天道重伤，肉体消失，只剩下魂魄躲藏在这皇陵，毫无意识，直到几十年前才醒来。原来他一直跟我在一起。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让我知道他并没有因为我是妖族就放弃我。我送你去找他。不，你现在还是人，这么做是会遭天谴的。况且以你现在的修为，根本就抢不过天道。你这个老头儿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儿啊？给我一魂一魄怎么了？我将他的魂魄养好，再送他去投胎，又不影响你什么，怎么那么小气啊？1万年了，他是第2个敢跟自己抢魂魄的。没错，北巡是第2个，第1个是他娘。天道一想起来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当年他娘堂堂神界领主，愣是拼尽全力强行将自己的女儿的残魂送到地府。这还不算，最后还将被压在神山下受罚的魔尊的魂魄也抽出了一部分出来，送到了人间，让自己无可奈何。最可恨的是，这夫妻2人还嫌不解气，用一丝神力将3界给毁得体无完肤，导致3界整整休整了几千年。现在可好，他的女儿居然跟他娘一个德行，也跟自己抢魂魄。天道这一走神儿不要紧，还真就让贝巡将一魂一魄给抢了去。风千决见天道要发怒，一道银色光芒冲天而起，朝着无尽的天空逆行而上。看见没有，这就是你们俩的宝贝女儿、宝贝女婿。你们2个什么德行，他们2个就什么德行，简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天道老头肩膀上站着的2只鸟儿突然飞到他的脑袋上，不停地啄着他的头发。老头气得一把将他们抓在手里，口中不停地说着造孽，然后转身消失不见了。小祖宗，装这里能养魂魄。等我回去让大师兄给你升官，让你多管几个鬼差。哎，不，小的就是个小木。小祖宗您不必硬调，我这样就挺好，挺好的。开玩笑，这要是让大人知道他帮小祖宗干这事儿，别说升官了，他这活儿能保住就不错了。天雷出完气儿，见这会儿也没自己什么事儿了，飘散开去，并在心中不停地祈祷，以后可别再见着这个小祖宗了。敢跟天道抢魂魄的人，他可是一点都不想得罪。南宫童，本王倒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是李氏后裔。南宫童，荣王。所以你跟安王那个废物不同，他抢皇位是单纯的想当皇帝，而你是为了复兴李氏皇族。就这破玩意儿也好意思说是易容啊？你好歹也是一个王爷，怎么就不能多花点银子用点好东西呢？这样吧，如果你下次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来找我买易容丹好了，保证便宜实惠，好用不贵。如果你能少买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也不能缺银子缺成这样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刚买的装药的小柜子。不买，丹药往哪儿放啊？你以前都放哪儿了？怎么现在就突然没地方放了？你放个丹药而已，那架子不能放，你非得花那么多银子买个花花绿绿的琉璃小柜子放在床头啊？还说什么这样就能天天一睁眼就看到你的宝贝丹药了？你要是真这么喜欢那些丹药，你串成串挂脖子上多好啊，一低头就能看见。张子时间被寻看向自己的眼神，生怕他一张嘴就让自己的银子又减半，一声不吭。李氏后裔，本王该怎么对你才好呢？你不能杀我，
当年本就是他们南宫家夺了我们李氏一族的皇位，难不成你现在还想赶尽杀绝吗？如果你能帮我们李氏复国，我保证，只要我李氏皇族再为一天，就绝对会保你凤家荣华富贵。我们王爷现在啊，本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如今皇上对王爷尊敬有加，太后更是对王爷视如己出，还用得着帮你李氏复国才能保荣华富贵？这大概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我永默古国下一任女帝，我夫君的荣华富贵还用得着你呀？如果他愿意，可以去当永默古国的皇帝，我反正是没有什么意见啊。本来我也不想当什么女帝的。凤千雀挑眉，你倒是没有意见，估计你外祖母有意见。怪不得贝承平的死果然是你们做的，我还纳闷呢，贝承平一个芝麻大小的官儿，怎么就能得罪到永默古国？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杀了我吧。杀了你，那倒不至于。凤千雀决定留南宫同一命，虽说早已经不知道过了几代，但他身上毕竟还有那一丝妖王的血脉，妖王不惜用妖灵为自己和玄儿祈福，这情他领。只是在凤千雀正想怎么办的时候，让他浑浑噩噩过一生吧，总比没了性命要好。他身上有你的血脉，血脉一旦激发，虽然不能变成妖，但心性会大变。我是谁？你们是谁？我这是在哪儿？荣王在外出打猎的过程中，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脑袋受到重创，失去了记忆。送回荣王府去吧。可是，荣王的身上和脑袋上并没有伤痕，这样，怕是骗不过京都里的那群老家伙呀。你这个人怎么不懂变通呢？就你这样的脑子，也不知道怎么能在王爷身边一待就是这么多年，还没有被嫌弃的。本王嫌弃，但本王没说。这样不就得了吗？真是的。老张头，去给他包扎一下，可别让人死了。这样也行啊？哎呀，这有什么不行的？记得送回去的时候给他换件衣服，别让人看出来他是被踹的就行。哎，老张头啊，你怎么还在这瞪眼睛呢？还不赶紧去！马车上，薰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你这么看着本王，本王害怕。说吧，神魂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好像还自称是本尊。你的法力是银色的，所以银色的是什么族？薰儿，大师兄，我在逼问犯人呢，你有什么事情啊？薰儿，灵力的基本法则，你可真是一点都不看。灵力的基本法则，这跟我问凤千诀有什么关系？薰儿，灵力的基本法则第9页第2行，神族灵力为金色，魔族银色，妖族则是黑色。灵力越强，光芒越耀眼，反之则是暗淡无光。所以薰儿啊，这本书你都没看超过9页。我看了。神识的基础知识，第5页，第1行，只有神灵、魔尊、妖王这一修为等级才会有神魂。所以，薰儿，你是不是只看前3页？谁说的？我3本书一起看的，加起来好几页呢。叶白在神识中叹息了一声之后，退出了神识。他想静一静，他怕被气死。凤千诀看贝寻气鼓鼓的样子，原来薰儿还是那么不爱看书，不然当初也不能跑出来跟自己相识。他的薰儿从来都没有变。你笑什么笑啊？不许笑！贝寻伸出手，不停地揉搓着凤千诀那邪魅的俊脸，一边揉还一边在心里不停地感叹：哎，这手感还真是好啊！还有这长相，自己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薰儿不爱看书，回去以后，本王陪你看可好？你能听见？能。所以薰儿，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知道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嘛，一想到魔尊这2个字啊，心里就憋闷。那寻儿就想些别的，想想回去之后怎么看那贝梦香的笑话。有八卦，说来听听。咱们出来之前，盯着荣王府的暗卫说，看见贝梦香私会男子，而且好像还有了身孕。此时京都的太傅府，你说什么？祖父，我有身孕了。说，这孩子是谁的？你可千万别告诉我是荣王的，这种话就算你说出去都没人会信。祖父，我这可是为了咱们太傅府好啊，不管我这孩子是谁的，只要荣王认定是他的就行。我这身孕刚满1个月，王爷现在不在府中，等王爷回来，我设计让他进我房里过1夜，说是个男孩，将来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孩子的。祖父不想为爹报仇吗？那贝寻现在可是摄政王妃，只要小皇上1日在位，咱们就永远不可能给爹报仇。孙女可是知道，那贝寻的外祖母就是永莫古国的人，要说爹的死跟他们2人一点关系没有，你信吗？所以祖父，你一定要帮帮我。他怎么可能不想为儿子报仇啊？他3个儿子，只有大儿子贝承平跟自己像，也最有出息，从小就跟着自己在书房看书练字，一点都不像另外2个儿子，成天除了玩就是玩。你先回去吧，等荣王回府后，我会过去帮你的。这些日子你自己也要小心，千万不能让荣王府中的人看出蹊跷，不然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做美梦准备拉进房间的王爷已经是个傻子了，就只有3岁的智商。贝寻看着越来越近的城门，突然激动了起来，也不知道贝梦香在知道荣王傻了以后是个什么样子。荣王已经被送回去了吗？大概今晚荣王府的侍卫就能在城门附近发现他，将他带回去了。晚上本王带你夜探荣王府。嘿嘿，主子，带属下一个可好？属下可有用了，还能给您放风。哼，主子就带他一个吧，他为了看热闹，晚饭没吃就等在这儿了，就怕把他落下。虽然我也想去，但是我不会武功，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但是，蜜蜂，你回来以后能不能给我讲讲？毕竟我也挺好奇的。去吧去吧，一起去，让蜜蜂拎着你。但你得把嘴给我闭严实了，别到时候你嚎一嗓子将人给引来，谁都看不成。知道，我一定将嘴给封起来，保证一声都不吭。那个我自己会飞。本王不累，本王就喜欢抱着你。蜜蜂，你能不能也像王爷抱小祖宗那样，或者背着我也行。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能不能别每次都拎后脖颈子呀？其实拎着也挺舒服的啊，挺舒服的。华山和魏泽在后面看着2个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们2个要笑的话，能不能小点声？我不要脸的吗？很快，几个人就到了贝梦香的房顶上。荣王府现在的护卫和太医都在荣王的院子里，这里倒是没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我不是说让你没事别再来找我了吗？这是荣王府管家的儿子，是京都出了名的混子。长得真难看，连我家王爷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多谢王妃夸奖，本王就是长得再好看，也只是王妃一人的。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就来看看你。我跟你的交易已经结束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你这女人啊，当真是狠心呐！想当初在床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你胡说什么？
别看了，不会有人来这儿的。荣王受伤了，此时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去了王爷的院子，没有人会想起你这个不受宠的侧妃，更不会有人来。怎么样？要不要？你放开我！让我放开你？你确定吗？我已经有身孕了，你不能再碰我了，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说的是真的？等那荣王死后，我的儿子就能接下这荣王府。我和我爹在这荣王府当了一辈子的下人，这下终于可以翻身做主人了。香儿，你可真厉害！你呀，还是在床上的时候比较可爱。别脏了眼睛，咱们去荣王的房顶上看看。荣王的院中，哟呵，这几个男人哭得挺惨啊。米峰见其中一个男子一直拉着荣王的手，不停地低声地哭着。主子，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看贝梦香吧。这个属下实在有些恶心想吐了。我保证，我是个正常的男人。谁管你正不正常？不过你要是不正常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米峰。虽然他不能跟王爷比，但也算是还不错，你们可以试试。华山，你闭嘴，我不想听。我好惨啊！你活该。也不知道这群太医还在看什么。荣王已经傻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哎，不应该啊，他这会儿不应该疼得死去活来的吗？怎么还能出门？米峰去安王府放火的时候，我不是给了他一颗丹药，让他放在火里吗？他这会儿的骨头呀，应该脆弱的一碰就断，所以我就好奇，他怎么可能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府里疼得嗷嗷叫？王妃身边的人都乃是神人也，但要整起人来，不死也得要你半条命。他暗下决心，就算是以后得罪王爷，也不能得罪王妃。毕竟要是得罪了王爷，最多也就是几十军棍，可要是得罪了王妃，王爷的军棍逃不掉不说，还得被这几个人折腾。太可怕了，王妃太可怕了。明明那么绝美的脸，为什么灵魂这么可怕？许太医，去看一下荣王。回安王，荣王如今的模样，应该是因为头部遭到撞击引起的。那可还能治好？许太医，你一定要尽力，他可是本王的四弟。老臣不敢保证，只能跟众位太医一同商量，看看开些药，让荣王养上一养，过段时间再看看有没有好转。那就劳烦许太医了，你就暂且留在这里，跟众位太医商议一下吧。本王身子不适，就先回安王府了。我是谁？我在哪儿？你们都是谁？给我出去！出去！母妃，你在哪儿？童儿好想你。母妃，这里好可怕。南宫童的母妃是先帝的柔嫔，已经离世许多年。她如今的记忆应该停留在幼时，在宫中跟着柔嫔的时候。只见荣王冲着安王猛扑了过去。你带我去找我母妃好不好？我就觉得你眼熟，你带我去好不好？你们是死人吗？还不赶紧将他拉开！你们先送安王回府吧，我们王爷现在这个样子，怕是不能好好招待。他俩是不是有一腿？嘿，王妃慧眼，他俩呀，确实是从小就有一腿。其实这个贴身侍卫才是荣王的最爱，荣王呀，怕有一日东窗事发连累那侍卫，所以才找了其他男子。现在那屋里哭咧咧的呀，没一个是荣王放在心上的，就只是满足需要而已。就你话多，也不怕污了王妃的耳朵。
以后要是再说这些废话，小心本王叫张神医把你的嘴给缝上。哎呀，这差事是越来越不好干了。就在备询几人以为今天也就到此为止的时候，去将侧妃找来，照顾王爷。这是侍卫想了很久之后的结果。王爷这样用不了几天肯定就会传出去，如果自己一直在身边照顾，必然会落人口舌，对王爷的名声有所影响。虽然太医已经给王爷判了死刑，但他依旧坚信王爷有一天一定会好起来的。呀，又有好戏看了，咱们快回贝墨香的院子。等备询几人回到贝墨香房顶的时候，屋内的两人正好结束。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别再来找我了。你还真是狠心啊！刚才明明还求我不要走的，怎么这会儿穿上了衣服就不认人了？你想死我不拦着，但是别拉着我。你以为要是让王爷知道这件事情，咱们俩谁能活？你说那个断袖王爷呀，你担心的事儿不会发生的。现在就算是咱们在他面前做，他也只会认为咱们在打架。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那好王爷已经变成傻子了，智商只有3岁。你以为他还能懂这床地之事？怎么吓傻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以后这王府就是咱们儿子的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种事儿我骗你干什么？王爷出去狩猎，从马上摔下来了。我之前特意偷偷的去主院看了一下，我爹说治不好了，就连宫里的太医都没办法。你说呀，这是不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呀？这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这是怎么了？高兴疯了？我不信，这不可能！我不信老天爷会这么对我。我是要做皇后的，我的儿子将来是要做皇上的。你在说什么呀？究竟是怎么了？你懂什么？王爷要是傻了，我就完蛋了。什么完蛋了？你，我，咱们俩都会完蛋。你以为我如今有了身孕就万事大吉了吗？王爷自进府之后就从来都没有进过我的屋子，更没有碰过我。这件事情整个荣王府都知道，管事嬷嬷那里也有存档。我本想着等王爷回来之后设计让他进我的房间，现在你告诉我王爷傻了，他傻了，那我这身孕要怎么解释？我忙的时候就去花天酒地，根本就不知道荣王压根就没有进过这个侧妃的房间。当初他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被他稍微一勾搭，就跟他成了好事。爹，你们两个真是好日子过够了，要死啊！爹，你救救我！对了，有了，让这女人将腹中的孩子偷偷打掉就行，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回来找她了。爹，求求您了，您就帮我这一次吧，我以后肯定听你的话，好好的在花房做工，再也不出去惹事儿了。你有身孕了？是这孽障的？是。多久了？刚满1个月。以王爷现在的心智，已经不可能行房事了。就算你设计将王爷留在房中也是无用，况且府中暗卫众多，难保不被发现。为今之计，只有2种选择，要么将你腹中的孩子打掉。不，我不能将这个孩子打掉。就算王爷做不到那个位置，好歹也是王爷。这个孩子是我在这荣王府立足的根本。如果王爷好不了了，
就算是个女孩，也是王爷唯一的血脉，足够我在这荣王府立足，也不会有人再看轻我。唉，那只有第二种方法了。等太医走后，我会打点好府医，说你腹中的孩子已经2月有余，是进府前跟王爷那一次有的。现在这种情况，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在王爷身上，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到你这里。你只需要安心养胎，到生产前1个月，让府医用催生的药将这个孩子催下来。但这样一来，你和这孩子的生死便不能保证。所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要不要用命搏富贵？我愿意。滚出去，以后不许再来。主子啊，这孩子他命里无子。晚上回到摄政王府，雪儿在想什么？没想什么，就是觉得那个孩子挺可惜的。雪儿以后一定是个好母亲。别，我知道的，我有分寸。在解了那天命之前，不会破了雪儿的身。第2日，你们来蹭早饭的吧？坐下一起。正好，我跟华山也刚吃。老张头，记得给主子和王爷配点丹药啊，不然我怕他俩吃不消。配什么的丹药配丹药啊？身子都没破，用哪门子的丹药啊？那个主子，别气别气，这有病就要治嘛，有老张头在，什么病治不好啊？主子要是不好说，一会儿我去找王爷，咱们也不能讳疾忌医，不是吗？不是他不行，是我俩不行。啊，没事没事，您不行，老张头应该也能看。您可千万别有心理负担啊，得保持心情。老张头，你不是我俩身体不行，是还不到时候，不然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王爷还真是挺厉害的。一阵嗷嗷声传来，华善抬手无言。这米凤真的是没有一顿揍是白挨的。唉，外祖父和外祖母已经走了3个多月了，也不知道怎么样。老国公和老夫人已经进入永默谷过1个月了，这会儿没什么消息传来，想来是无事，不必担忧。雪儿要是无聊，不如看看书可好。你怎么跟大师兄一样啊？他每隔几日就要来考一考我，然后还怪我把他气得要死。他堂堂一个阎王，哪就那么容易被我气死啊？整得我好像是个罪人一样。明日是初7，今晚子时，本王跟你一起回去可好？你可以去地府啊？可以。最近本王的神识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虽然不能每次都陪薰儿回去，但偶尔1、2次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心情好，要回去看书了，你晚上早点回房哦。还有这种福利？他要求真的不高，不求华善亲他一口，只要给自己一个好脸就行。不过他也算是有进步了，这不，今天送给华善的簪子就没有被他丢掉，甚至还瞪了自己一眼呢。就是没出息的样子，真想给你一闷棍。我知道你们是羡慕的，不要不承认。子时，你去过地府吗？没有，不过丢不了。雪儿放心吧。你怎么比我还快？难不成有捷径？雪儿，多读书吧，多读几页，你也能这么快。又见面了，好久不见。你们2个认识啊？2人谁都不知道怎么说，最后还是崔珏过来解的围。雪儿，有个小鬼差求我来找你，说锅漏了，怕被大人责罚，让我偷偷来将你带过去，想想办法。啊，就是上次你藏剪刀，偷偷给你放风的那个小鬼差。哎，对，就是那个脑袋上有根呆毛那个，
咱们赶紧过去，不然一会儿让你大师兄发现了，那小鬼差该受罚了，怪可怜的。哼，我知道你这次来是来干什么的。走吧，我带你过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谢意。几万年的兄弟了，还用说这些？再说了，领主将我养大，照顾寻儿，是我的责任。就算没有你，我也会护他周全。只是没想到，最后你们两个居然会认识，还走到了这一步，只能说天意弄人。崔珏怕是还在怪我吧？他呀，你别放在心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别别扭扭的。当初要不是他拼死将薰儿最后一丝魂魄从幽潭中带回来，等我到的时候估计就来不及了。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从薰儿跳下幽潭那一刻，他就已经明白了，感情这种事强求不来。这几千年来，他是真心的将薰儿当成妹妹，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这地府不是你的吗？怎么还有地方给藏起来了？哼，这地府不是我的，是那小祖宗的。他这性子都是从前让你给惯的，天不怕地不怕。这几千年来，地府里哪有个洞都让他知道的清清楚楚。我跟崔珏两个人还霍霍的是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现在好了，这个作精啊终于物归原主了，我们也轻松轻松。七拐八拐之后，叶白推开面前的门，方谦觉得呼吸在那一刻几乎快要停滞。当年他为了我断了神翅，你不是也为了他踏破天门，神魂俱灭吗？虽然被领主救了，但你至今还有一部分的神魂被压在神山下日日受罚，想来每时每刻都很痛苦吧？其实我很好奇，万年了，你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叶白从看到凤千诀的时候就知道，自从他找回了一半神魂恢复记忆之后，另外一半神魂就会有所感应，所以神山下的神魂遭受的神罚，凤千诀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神魂受神罚，他连想都不敢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痛。就这样，他在贝寻面前也没有露出过半分破绽。寻儿跳下幽潭的那一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千里传音，让我等他。万年来，这是我唯一坚持下去的理由。你，唉，我们都会想办法将你另一半神魂救出来。在此之前，你也只能暂且先忍忍。无妨，只要他还在，什么都没关系。金翅当年也是受了重创，这几千年来一直被我放在这里养着。就在前段时间，已经有了些许反应。等他彻底被养好的时候，也就是寻儿恢复记忆的时候，到时候你一定要拦着他一些。如果他知道当年天界答应放过你，结果最后却趁你重伤将你的神魂压在神山下受罚，就他那脾气，还不得将天给捅个窟窿？你们在没有完全的把握之前，不要轻举妄动，好好在人间待着。这一世也算是给你们的补偿。等你们这一世的寿命结束后，自会重新回到三界，到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万万不要心急。至于你们的天命，这几千年来我跟崔珏也查了不少资料，虽然有些眉目，但还不确定，等回头再说吧。你们二人……两人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话，刚出门口就听见一阵惊呼声从头顶炸响。凤千诀眼疾手快地将那一抹红色身影接过，抱在怀中。你就只接这小祖宗，都不知道扶我一把吗？抱歉。无妨，原谅你了。你们两个怎么会从上面掉下来？就这小祖宗去修锅，锅越修越漏不说，最后还好奇那漏锅底下是什么地方。
然后身子越探越往前，越探越往前，脚一滑，我想抓他没抓住，最后啊就跟着他一起从上边掉下来了，没想到竟然掉到了这里。你赶紧带他离开这儿，以后你俩就在上面好好过你们的小日子，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别回来了。大师兄，你这是嫌弃我了？你大师兄哪敢嫌弃你呀？他是怕你再回来几次，将这地府给炸了。雪儿，时间差不多到了，咱们就回去吧。你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我教你，我再带你去看看别的地方。这里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位面，咱们不在地府折腾，给你大师兄留点面子，好不好？听见凤千诀的话，魏巡也没有心思理论，拉着凤千诀转身就走。走之前还冲着叶白两个人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都是他惯的。万年前他就是这样，给这小祖宗惯得无法无天，什么都敢干。只要玄儿说要去哪儿，想干什么，不管好的坏的，这家伙连个不字都没有。当年玄儿被领主罚禁闭，随口说了一句想看看妖界的妖花长什么样子，结果这货将整个妖界的妖花都给摘了。妖花可是妖界修炼的根本，他这一摘，让当时的妖王直接元气大伤。要不是打不过这货，妖王都恨不得拆他的骨头喝他的血。当年这三界除了那几个老家伙，谁看见他不绕着走？他现在啊比以前更过分，惯着吧，反正受罪的也不是我。哎，他们两个这几千年不容易啊。寻儿还好，咱们都宠着，但他却是在神山下受了万年神法，如今重新跟寻儿在一起，难免会小心翼翼顺着的。哎，就这样吧，咱俩有空担心这些，还不如想想怎么解了寻儿的天命，将那家伙的另一半神魂从深山下边救回来。唉，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要带我去哪玩啊？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保证你肯定会喜欢。到了。你带我来看黑洞？这是哪里啊？好漂亮啊！这里是你给我的。魏巡看着天上的星星，有种熟悉的感觉，那不是自己的灵魂之力吗？恍惚间，女子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你这里为什么都没有星星啊？我给你变一个吧，可好看了。寻儿，你说什么？啊？我说什么了？我刚才脑袋中好像出现了一些画面，那画面里跟这里特别像。想不起来就别想了。寻儿喜不喜欢这里啊？以后每月初七我都带你来，好不好？那银河的另一边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魔界的入口，银河的另一边是魔界。魔界？那不就是你的地盘了吗？不回去看看？不了，现在还不是时候回去。寻儿，等咱们过完这一世之后，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人间的一世好像还挺快的，可是我舍不得华山蜜蜂，还有那烦人的老张头。如果他们愿意，等他们过完这一世，我帮他们重塑灵魂。我大师兄能同意吗？会的，你大师兄会同意的。你们都已经决定了，才想起我，真虚伪。两人一直睡到中午才起。主子，这都日上三竿了，好歹节制一些。哼，主子，3日后是侯府的老夫人80大寿，今早给您递了帖子。属下还听说，这老夫人也是想借着80大寿，给自己最疼的小孙子相看相看。到时候邻家姐妹也会去，所以主子要不要去凑凑热闹？去，反正待着也是待着。
侯府的小孙子多大了？18，上个月刚过完生辰。哦，对了，还有10日就是主子您的16岁生辰了，属下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保证您喜欢。我也准备了。王爷，是不是在为王妃的生辰礼物发愁啊？要不要属下去问问华善，看王妃平日里喜欢些什么，咱们呀也好做准备啊。你要是想找华善就去，别总拿本王当借口。璇儿的生辰礼，本王已经想好送什么了。明日本王要出门2日，你们好好看护王妃，别让人欺负了去。还有，让你挑几个保护王妃的女暗卫，你挑好了吗？王妃被人欺负，王妃不欺负别人就行了。王爷放心，属下绝对不会让王妃有一丝损伤，不然啊，您回来了剥了属下的皮啊。女暗卫也挑好了，等王爷您跟王妃说好，属下就将人送过去，不然王妃不点头，属下可不敢。不管是王妃还是华善，发起火来都很可怕。你没事的时候去水榭找王妃说吧，别说本王没给你机会。属下没事儿，现在就去，马上去。王妃的事情永远排在第一，永远顶顶重要。天命嘛，本魔尊早晚有一天要冲上九霄，将那什么狗屁天命轮盘给摔碎。不过既然现在还不能去，那就收点利息吧。华善，这侯府有什么八卦吗？说来听听，反正还得有一会儿才能的。晋安侯府的老夫人一共1子1女，女儿跟夫君上任去了其他地方，目前不在京都。儿子娶的媳妇儿是户部尚书的嫡女，也就是太傅府贝承平姨娘金陵的嫡妾金薇。那就是说，今日要相看的侯府小孙子是金陵嫡姐的儿子？不是，那金薇自进侯府以来只生了一个女孩，如今19，还没有嫁人。侯府大老爷除了正室以外，还有一个妾室，是侯府老夫人族里的人，要相看的就是这妾室的儿子。据说这妾室的儿子从小被养在侯府老夫人身边，受尽宠爱，无法无天，在外面不是调戏女子就是霸占良田，只不过都被那老夫人给了银子将事情抹平了。不过高门大户多少都知道他什么样子，所以没有人愿意将自家女儿嫁给他，这才让侯府老夫人着急的想要相看。这就到了晋安侯府的门口。摄政王妃到。老身见过摄政王妃，今日王妃能来，实在是我们晋安侯府的荣幸。薇儿，好好的招待王妃，莫要怠慢了。妾身带您进去。刚才兵部尚书的夫人问起您，这不您就来了。今日人多，想必夫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就不必特意陪着我了，找个引路的就行。就在这时，魏巡突然感觉到有一道视线，自从他进来就开始一直盯着自己，让自己想忽略都忽略不掉的那种。主子，那就是方才属下说的金薇的女儿夏宁，年方19，爱慕王爷。爱慕王爷？是，据说在王爷15岁那年回京都的时候，他在街上远远的见过一面，然后一门心思的爱慕王爷，以至于现在都还没有出嫁，便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跟凤千爵之间的事情，虽然所有人都瞒着自己，但是他有感觉，他们2人之间，怕不是只有这一世这么简单，所以他并不担心凤千爵会看上其他的女子。薰儿，你是不知道，我们店铺最近的生意可是好得不得了，多亏了你。如果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将借你的银子还清了。用不着还，我又不缺那点儿。如果你们过意不去，那就全当以后你们大婚的时候，我给你们随的礼好了。薰儿，你是不是也听说今天这大寿是想给那夏天华相看？那个混子，京都的正经女子就没有一个想要嫁给他的。来之前
我爹娘已经拎过我俩的耳朵说过了，让我们两个少出风头，可千万别被人家给看上。欢颜就好命了，这几天染了风寒，压根就没有过来，也算是逃过了一劫。王爷上次还说好像有谁家的公子不错，脾气性格倒是跟你我两个合适。这不来之前还让我问问夫人和你们两个，如果可以的话，过几天找个时间咱们可以相看相看。娘，您听见没有？薰儿说王爷要给我俩保媒了，所以您别再担心我们两个嫁不出去，将来赖在家里了。多谢摄政王和王妃想着我这两个捣乱的女儿，这两个孩子呀，着实让我很头疼。夫人不必谢，我跟然儿还有若儿本就是密友，他们的终身大事自然会记在心上，这件事就交给我和王爷就好，定会给他俩找个好人家。说完还不经意地看向坐在上方的侯府老夫人，别以为他没有看见，那侯府老夫人看了半天，落在这俩双胞胎身上的眼神最多，明摆着就是想在二人之间挑一个出来当自己的孙媳妇儿。兵部尚书的女儿果然很抢手啊。尚书夫人又怎么会感受不到呢？所以她是真心的感激备询。刚才她在这里坐着想了无数种可能，想着怎么拒绝才不会将人给得罪了。呀，侧妃您这肚子得有6、7个月了吧？出门可得注意些。已经7个月了，平日里我也是很小心的，基本不出门。但侯府的夫人是我娘的嫡姐，我娘最近身子不好，就让我来替她将礼送过来。金薇自小就看不上她那淑妹，这杯墨香也不是什么好物件，跟她那个娘一样，一肚子心眼儿。但如今人家嫁给了荣王，自己也只能陪着笑脸。侧妃这怀相啊，一看就是个男孩，侧妃有福气呀。哼，压我娘一头又怎么样？我嫁给了荣王，你女儿都19了，还在家里待着呢。薰儿，你看她那得意的样子，真是要气死人了。你看她还时不时的看你，那不是炫耀是什么？哼，真想过去吹爆她的狗头。她那肚子实际上也就将6个月。我听说荣王傻的时候正好是半年前，智商只有几岁的话，那贝梦香怎么会有身孕呢？除非……确实跟你们想的一样。主子，这就是夏天华，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这摄政王妃还真是个有趣的人，让自己这2个女儿多跟王妃在一起待的也好，省得一天到晚不省心。见过祖母母亲啊，寿宴已经备好，父亲来让孙儿请各位移步花亭。还请各位夫人小姐移步。薰儿，那孙子为什么总回头看你啊？可能是那孙子看上咱们王妃了吧。不过据属下看，那孙子现在还未必知道王妃的身份，只是看王妃容貌绝色起了歹心。我看他这是想死想疯了，这要是让王爷那个护妻狂魔知道，还不得将他一顿好揍。王爷不会的，他们出门办事去了，还没回来，所以揍人的事情可能得本王妃亲自来了。这种事情怎么好劳烦主子，交给属下就行。如果他真的对主子起了歹心，属下保证将他揍得身上连1块好肉都没有。王妃今日就跟臣妇坐在一起可好？这样也好有个照应，你也能跟这2个皮猴好好说话。天色渐暗，主子，时辰也差不多了，咱们一会儿先走吧。我跟尚书夫人说一声，咱们就走。嫡姐，别，皇上可是下了圣旨的，未出嫁之前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如今是摄政王妃，跟太傅府没有半点关系。侧妃可别叫错了。
落入皇上耳中，再治你个藐视皇权。王妃说的是切身唐突了。今日找王妃，是因为在来之前，我娘特意让我见到了您的话，跟您说一声，说从前夫人有东西落在了太傅府，让您有空去取一趟。他娘有没有东西落在太傅府，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就算是有，也被水仙那一把火给烧得干干净净了。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别在这拐弯抹角的。本王妃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你身上，况且有那时间，你还是好好给你腹中的孩子多积点福气吧。就在贝寻想走的时候，向旁边侍女的方向倒去，本以为贝寻离他近，定会本能地扶他一把，可是并没有，伸出手狠狠地向贝寻抓去。侧妃，您没事吧？怎么好好的就摔倒了呢？可能是今天有些累了，一时有些头晕，还好王妃扶了我一把。本王妃可没那么好心，是你自己抓的本王妃，还将本王妃的手给抓破了。王妃啊，您怎么能这样呢？就算您再看不上侧妃，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侧妃还怀有身孕呢。她摔跤是本王妃推的？不是。她怀的是本王妃的孩子？也不是。那王妃也该发发好心，看在侧妃有孕的份上扶她一把，万一将人摔着了呢？毕竟这可能是荣王唯一的子嗣了。哼，好心，这种东西本王妃从来都没有。更何况侧妃也是，头晕嘛，不好好坐着，还到处溜达，哪都不倒，正好往旁边婢女的位置上倒。本王妃倒不知，一个人晕倒的瞬间还能长后眼，算准位置，实在是佩服佩服。刚才我就在旁边，看见那婢女已经将侧妃扶住，侧妃还故意伸手抓王妃，这才将王妃的手抓破了。从始至终，王妃从来都没有碰侧妃一下。没错，我也看见了，就是这样的。不过我在前面还看见侧妃在晕倒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在抓到王妃的时候嘴角还翘起来，似乎在笑呢。侧妃身子不适，你们这些人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呐？都是官眷，怎么一点善心都没有？既然你这么有善心的话，华善传话出去，这位王妃，这位是礼部侍郎的夫人。他想起了什么，突然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针对自己。他的女儿裴颖不就是因为自己在去年的赏雪宴上揭穿了他未婚先孕，然后被送去了庄子上，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吗？传话出去，礼部侍郎的夫人人美心善，富有同情心，所以决定从明日开始，在城门口施粥和包子，全城的穷苦百姓和乞讨者均可去领，一日三餐一顿不少，为期1月。明日王爷回来就会将此事上报给皇上。当然了，起因是什么呢？我也会如实说的。王妃，臣妇不是那个意思。原来夫人嫌少啊，倒是本王妃考虑不周了。夫人大意，本王妃佩服。那就为期3月吧，本王妃替那些吃不上饭的百姓多谢夫人了。听见贝寻的话，那胖夫人直接就晕了过去。喂，等她醒了别忘了提醒她明早不失啊，本王妃可是会派人去检查的。这下完了，夫人这下可是完蛋了，得罪了摄政王妃不说，还要施粥和包子3个月，1天3顿，这下府中肯定是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不知道老爷知道会不会打死了夫人。皇妃不必强人所难吧，不是3月还是包子，这不是要让礼部侍郎府上倾家荡产吗？倾家荡产？这么严重？本王妃看着那夫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定是有些家底，不然也不会有那么丰盈的体态。
你看看那穷苦人家的，有哪一个像他一样，走起路来那肚子都能抽成嘴巴子了。他低头弯腰的话，还能看见鞋面吗？裙摆都够呛。至于倾家荡产，不然本王妃让王爷禀了皇上，查查那礼部侍郎的家产吧，可别真的让人家府上活不起了。那倒也不用，是妾身多虑了。王妃，您的手伤了，跟臣女去一旁的屋子，让府医给您看看吧。这白嫩的手，万一留疤就不好了。演得可真好。还是让臣妇陪王妃去吧。娘，这里还有人要招待呢，女儿去就行。臣妇跟王妃一起去。薰儿，哪伤着了？他刚进城就收到消息说王妃在靖安侯府受了伤，天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被木香的指甲里面有什么。刚才被寻的手只是有些许的红，但这会儿已经开始肿了起来，甚至开始隐隐流血。见过摄政王。是你将本王的王妃抓伤的。妾身不是故意抓王妃的，是刚才头晕不小心的。是不是不小心，一会儿就知道了。魏泽，将人带进来。王爷，人在这儿呢。属下过去的时候呀，这人就在不远处一个拐角的房间里，面色潮红，衣衫不整，似乎是提前服用了某种药物。夏宁，你不是答应将王妃带过来吗？都多久了，怎么还没过来？这怎么这么多人？你这逆子，我打死你！哎呀，别打，别打，快出手！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说两句就行，说两句就行。况且王妃这不是没事儿吗？摄政王，今日是老妇80大寿，就给老妇的面子，放过他吧。老妇这就让他给王妃道歉，这就道歉。疼死我了！疼死我！祖母，疼死我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再不说实话的话，你这东西可就未必能保住了。我说，是我见王妃容貌绝色，我竟起了私心，然后让夏宁串通荣王侧妃，借着抓伤手臂的理由，将他带去旁边的房间。那药也是我让夏宁给侧妃的。魏梦香指甲里的药是什么？是助兴。王爷啊，是小儿一时贪慕王妃，色迷了心窍，这才酿成大祸。可老臣就这一个儿子呀，还请王爷和王妃留小儿一命。老臣保证以后严加看管，绝不会再发生此类事情。荣王侧妃，这件事，本王暂且记着。等你生产完，本王会亲自去取你狗命。但是王爷今晚应该是要先去收点利息，祝你好运。夏宁，此女心思恶劣，将来不管嫁入谁家都是个祸害。送去城外30里的尼姑庵剃发修行。至于夏天华，既然你管不住自己，那本王就替你好好管一管。魏泽，将人拉出去废了，别在这里脏了王妃的眼睛。王爷，您不能这么对臣女啊！臣女如今已经19岁都没有嫁人，就是因为心悦王爷。就算不能嫁给王爷做正妃，做个侧妃，哪怕是妾室都行。您不能让臣女绞了头发去做姑子呀！一个女子，心思居然如何恶毒！你的心悦，让本王觉得恶心。
还有，本王早就说过，此生仅寻儿一人，断不会有什么侧妃妾室。所以在座的不管是谁，有想将女儿送进摄政王府的，最好都给本王歇了这种心思，不然夏宁就是他们的下场。花儿，我的花儿啊！没关系，我还有生育能力，还可以再生一个。这个儿子废了，还可以有下一个。金薇听着门外的动静，心里也真是舒服极了。这些年因为老夫人偏疼这个孙子，和那妾室明里暗里的给自己不少欺受，这下好了，他们唯一的指望没了，真是大快人心。至于自己的女儿夏宁，又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去尼姑庵，过几年想个办法接回来就是了。到时候自己给她找个普通人家，也能过得挺好。王妃，这件事不管怎么样，都是小女的不对。臣妇带您去让府医看一下手吧，毕竟侧妃的指甲里是带了药的，如果不及时清理出去，怕是对王妃的身体有所影响啊。魏梦香听着金薇的话，低头盘算，还有3个月，这个孩子就得出生了。以摄政王说到做到的性格，不行，等回去之后一定要找祖父和管家想想办法，自己绝对不能就这么死了。王妃呢？我叫王妃呢。哎，魏泽，你在这儿，快带我去找王妃。王爷派人传话回来，说王妃受伤了。我这紧赶慢赶的，这才赶过来，快点带我进去看看。我的小祖宗哎，快给我看看，伤着哪儿了啊？你说你好好的来参加个寿宴，怎么还能受伤呢？以后你去哪儿，还是带着我吧，有个磕碰呀，也好及时处理。这京都里的庸医，我可不放心他们。哪儿伤着了？严不严重？疼不疼？赶紧给我看看呀！那给你看吧。这伤口里有毒，不过不是致命的，而是助兴的。那人这会儿挺惨的吧？王爷已经下令将人给废了。哎呀，说话就说话，别乱看啊！我这不是怕你不明白吗？您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是比如说全身燥热，或者想……没有，本王妃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只是伤口疼而已。贝兄红着脸危险地看向张子时，大有一副你再敢乱说话就扣你银子的架势。这时侯府的老夫人悠悠转醒，快，你快跟我出去，给我孙子治治啊！您那宝贝孙子我可看不了，但这辈子呀肯定是子嗣无望了。哎呀，谁让他管不住自己的东西呢？真是活该。您还是找府医来看看吧。我是说给你看看，早点医治的话，说不定还有半个身子能动。求王爷，让神医给我母亲看看吧。他哼，本王没治他一个包庇之罪，已经很给你们靖安侯府面子了。你母亲将你儿子惯得胆大包天，居然敢对本王的王妃下手，可见在外面也不是个省事儿的。神医医治肯定是不可能的了，看在老侯爷的面子上，本王也不予追究他，就看他的造化吧。今日就散了吧。对了，有跟礼部侍郎交好的人家，别忘了去提醒一声。明日本王会亲自去检查布施的情况，要是全都是清汤寡水，包子没馅儿，可别怪本王翻脸。一出花厅，我伤的是手又不是脚，自己能走。不行，伤的手也是伤。真没事儿，毒已经被我压下去了，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皮外伤也不行。好吧好吧，你说了算，你说不行就不行，好了吧，别生气了。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怪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你。不怪你，当时是离得太近了，谁知道他会那么不要脸的伸手抓我呀。明日是鬼市开张的日子，本王带你去看看可好？那个主子，
张家的那些东西，如果能碰上了，我攒的那些丹药可能不够啊。没关系，我不嫌少，有多少算多少，不够的用你每月的银子慢慢还。其实，那些东西也不是非要不可。不要啊？那也行，回头买回来我留着自己用。也不知道到时候你张家的祖宗知道会怎么样。哎，我记得当时可是有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我说，那些东西要是找不回来，将来就算死了都不好意思埋到祖坟里。哎呀，我还不够的，我用银子还，这下行了吧？您可千万别去麻烦我祖宗。瞟了那个笑个不停的女子一眼。你男人受伤了，你就笑吧。哎，我还在马车里呢，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啊？你别摸了，王爷受的不是皮外伤，跟你那手不是一回事儿。你回去啊，用你那亮闪闪的金光给他修复一下神魂就好了。他神魂只有一半。你说王爷的神魂只有一半，是什么意思啊？见张子时就跟个去了嘴的葫芦似的，一言不发。张子时，我问你话呢，你哑巴了？张子时此时在心里疯狂地抽自己的大嘴巴子，让你多嘴，让你多嘴，这下好了吧？将炮仗给点了，而且还是冲着自己。雪儿，这件事回去我慢慢跟你说。我没事，真的没事。就算你逼死他，他也没办法。对，还是王爷讲道理。这是本王给你准备的生辰礼，本想着在你生辰那日给你的。哎，谁让本王的王妃不高兴了呢？就先给你吧。悲君满脑子都是凤千诀只有一半神魂的事情，兴致缺缺的打开了盒子。他为什么不亮了？融入你的神魂了。薰儿，答应本王一直带着他，这样在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本王会第一个知道。那红色的火焰跟自己的胎记几乎一模一样，里面似乎还有什么在流动。张子时愣愣地看着被寻的手腕，眼中尽是难以置信，看向凤千诀的眼神也充满了佩服。我怎么觉得这手链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呀？那种感觉却好像它原本就是我的，只不过被我不小心弄丢了，现在又找回来了一样。麻烦张神医晚上跟本王出去一趟。行，去哪儿？只要别让我跟这小魔头在一起就行，不然啊，我怕我会成为第二个侯府老太太。你不能祸害1000年。带你们两个去看热闹，你们不是最喜欢看热闹吗？一会儿让米芬和华善都去，这段时间都把薰儿憋坏了。是，这些日子我都快闲得长毛了，不然不能连一个侯府老夫人的寿宴也去参加。气得差点没有吐血3声，用自己去除恶霸，亏他想得出来。他就不信了，皮裙儿那机灵的脑瓜子能看不出那孙子对他有想法，所以他就是故意的。薰儿还真是人善心美。我可没有，人美心善的明明是那个胖夫人，我可不善良，我是个恶霸。这晚，凤千诀带着几个人去了礼部侍郎的房顶上。呀，打得挺激烈啊！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非得帮那荣王侧妃干什么？你那嘴怎么那么欠？就算是颖儿从前跟他交好，那又有什么用啊？颖儿受罪的时候，他出来说过一句话吗？去看过他一次吗？那贝梦香啊，跟那贝承平一样，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个的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了。我本想再过几年，等这件事淡了之后，将颖儿接回来。你这下倒好，我打死你个没脑子的！你就会拿我出气？我不过就是帮荣王侧妃说了几句话而已，是那摄政王妃小肚鸡肠，出了个馊主意，放咱们府上去布施。我才不去呢，看他能怎么样。你听听你在说什么？好歹也是大门大户出来的，就算是个庶女，我也不曾嫌弃你。
可没想到过门还没几年，你就原形毕露了。看看女儿都让你养成什么样子了，还不布施，看她能怎么样？她是谁？她是摄政王妃。就这么说吧，她的话基本就等于摄政王的话，你敢不布施？你脑袋要是不想要了，那是你的事儿，别连累我裴家的九族。你今晚就去厨房跟大家一起包包子，你闯的祸，没理由你呼呼睡着，让全府的人跟着受罪。我也不会呀。不会就学，这3个月你就给我住到厨房里，白天施粥，晚上包包子。要是食材不够，就将你这一身肥肉也给包进去，这样还能省点银子。你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滚到厨房去！我马上就去，我去包包子。老爷，您这是要去书房吗？去什么书房？去书房啊，不，去厨房。你也跟着一起去，一起包包子。摄政王说了，明日会去看。这要是少一个人没吃饱，老爷我这侍郎也就不用做了，直接回家种地吧。还不快走啊！在这傻站着干什么？不会干活还不会搬东西吗？开库房，将府里的存粮全都拿过去，不够的明天去买。3个月，真是要了老命了。那臭婆娘，早晚有一天得休了她，一天到晚的净给老子惹事。那胖夫人是个伏地魔，平日在府中对下人也是非打即骂，作威作福。这裴侍郎怕是现在还不知道，他家账面上的银子已经不上几个了吧。明晚去鬼市之前，我一定要再来看看，看看他是怎么第2次被胖揍的。走吧，我的小祖宗，咱们现在就去第2家。不过这次可不是看热闹，本王给你出气去。出气？他那爪子既然挠了薰儿，也就别要了。荣王府贝梦香的房中，管家，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摄政王绝对会说到做到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母亲，你帮帮我。管家知道了静安侯府发生的事情之后，也是一阵的无语，一点都不想管他。可一想，他现在怀的可是自己那不孝子的骨肉，将来霸占王府还得靠这女人呢。两人坐在那儿大眼瞪小眼，一时间也想不出办法。不如王妃明日去太傅府走一趟吧，或许贝太傅会有办法也说不定啊。我就是个管家，肯定是没有太傅见多识广呀。他说的对，一个管家怎么能和他祖父比？就算祖父现在被父亲的死冲昏了头脑，但怎么说那也是个太傅。贝梦香刚洗漱完，就听见开门的声音。盼春，我今日累了，就不用伺候了，你去歇着吧，有事我会叫你的。哎，真是可惜了，没跟了个好主子。你来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怀着身孕，你可不能像上次一样踢我了。要是踢出什么事，你可没有办法跟荣王交代。你想让我跟那个傻子交代什么？交代你的腹中的孩子是管家之子的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哼，当时你跟那管家的儿子在屋里颠鸾倒凤的时候，我们就在你屋顶。不过你放心啊，在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走了，那太辣眼睛了，王爷怕把王妃给教坏。放心，我们不会多嘴的，反正这孩子跟你啊也是没缘分。哦对了，今日啊我不是来踢你的，是王爷找你说是有事情，还特意带了神医过来。不知王爷来找妾身有什么事情？如果本王将他的食指折断，你能否保他腹中胎儿不死？他腹中的孩子已经只有一口气了，再过不了1个月便会胎死腹中。不过有本神医在，别说王爷您将他食指折断，就算您将他双腿打折，本神医也能保他和他腹中的孩子无恙。拖着他俩一口气撑到生产绝对没有问题。不过
这孩子就算能生出来，也绝对不可能活。不，你们不能折断我的食指，北巡，我可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会遭报应的。不会的，弑父弑母掘坟墓才会有报应。你跟我这关系，天道犯不上，跟我过不去。再说了，我最多只能算是个旁观者，见死不救罢了，能有什么事儿啊？王爷，这种事儿就不劳烦您亲自动手了，还是交给属下吧。你给我闪一边去，男女授受不亲，你知道吗？嘿嘿，华善吃醋喽。你想多了，我只是单纯的想给主子出气而已。咔嚓一声，一只手五指筋断。张子时眼疾手快，拿着银针冲着贝梦香就扎，咔嚓又是一声，另一只手依旧没有逃过他应有的命运。哈哈，放心吧，扎你这几针会让你就这样一直清醒到明天早上的。不过你放100个心，就算你疼死了，也绝对不会对你腹中的孩子有任何影响。其实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要是没有本神医的妙手回春，你腹中的孩子再过1个月便会胎死腹中。本神医这也算是延长了他几个月的寿命，虽然无力回天，但也算是给这孩子留一点福报吧。希望他以后投胎的时候可得长点眼睛，这胎是能随便乱投的吗？他要将他们的脸一个个全部都记在脑海中，将来若是他有朝一日能够翻身，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看看吧，本王妃这张绝色的脸，你可千万别忘了。不过就算你记住也没什么用，下辈子也不可能跟本王妃一样投个这么好的胎。哼，你的胎岂是那么好投的？母亲是神灵，那是投胎的事情吗？就算你现在这身体，也是你大师兄千挑万选过的，这本该就是你的一世。这具身体里原来残缺的魂魄，也早已被你大师兄补好，重新送去别的位面投胎了。这次你应该感谢腹中的孩子，要不是本王从来不杀幼子，不对怀有身孕的妇人出手，你这会儿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现在只是收点利息，你这条命，本王早晚会来取走。侧妃，你这是怎么了？手，我的手，不要声张，悄悄的去找管家，让他带府医过来。外面应该有暗卫吧？没有，王府的暗卫都被调去看着王爷了。你放心去就好，要快。谁呀？是我，盼春。侧妃情况不太好，让奴婢来找您带着府医过去。哎呦，知道了，你先回去照顾侧妃，我马上就带府医过去。哎呀，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堂堂的荣王侧妃不好好当，非得做。要不是看在那腹中的孩子是那逆子的份上，我管你去死啊！不一会儿就带着府医到了贝梦香的房中。这是怎么了？是摄政王和北巡干的，他们俩来将我的双手食指全部折断了，还带了个神医，不许我晕过去。回管家，虽说侧妃的手全部被斩断，但腹中的孩子却是有了些许生机，说不定可以撑到生产之日。至于侧妃的手，我只能尽力接上，但就算接上，以后也不能再拿重物了。你是说，摄政王将侧妃的手折断，但却保护了腹中的孩子？你是说，摄政王将侧妃的手折断，但却保护了腹中的孩子？是，就是这样。这种手法我从没见过。都说十指连心，如果平时怀有身孕的人被折断食指，只怕早就晕过去，或者胎儿不保了。但侧妃现在非但没晕过去，腹中的孩子都强壮了一些，
想必是他们带来的神医保护了这个孩子。摄政王和王妃还真是个好人啊！快给我止疼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我都觉得自己要死了。我要是死了，这个孩子也活不了了。不会的，您放心就好。虽然我不知道那神医是谁，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侧妃您再疼个几天，也不会死，孩子也会没事儿。先给我止疼。那个，老奴的医术虽说跟太医也能比一比，但在那神医面前实在是……老奴只能先给您将手指接上，但止疼或者让您晕过去，老奴做不到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神医的医术真是没得说，都吐血了还能不死，对胎儿也没任何影响，真是绝了。如果我有幸能见到他，我跪下拜他为师，叫他祖宗都行。哼，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先将手指给接上吧。侧妃这几天也别出门了，王爷那里你暂时先不用去伺候了，明日一早我自会去说。北巡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腹中的孩子是谁的，所以此事不能声张。万一将他们惹急了，将事情捅出去，大家就都不用活了。管家心中第10000次骂贝梦香不长脑子，惹谁不行，偏偏惹摄政王那两口子，那两人一看就是个有仇必报的。没看吗？你才抓伤了人家王妃的手，晚上人家摄政王就将你的手指全部都给掰断了。侧妃以后见着摄政王妃，还是绕着点走吧。万一你哪天踩了他一脚，摄政王不得来将你腿给打断呀？多保重吧。侧妃，老奴多句嘴。您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保重自己和腹中的胎儿。如果这个孩子能生下来，您也算是后半辈子有个指望。如果生不下来，或者将来这件事被捅了出去，您也得提前给自己找个退路，不是？所以呀，您别再去招惹摄政王妃了，那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人呢。贝梦香没有说话，咬着下唇一言不发的任由府医给接骨，就好似感受不到疼一般。若被寻看到，一定会知道，这货要作死，他是活不久了。第二日刚吃过早饭，贝寻就拉着风千决去了城门口。要我说呀，还是摄政王妃心善，还想着咱们这群手脚不好，连饭都吃不上的人。可不是嘛，看着粥里这么多米，还有这包子，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虽说是素的，但也很好了，都快能比得上济食堂的啦。我也听说了，这次要连续布施3个月，是王妃亲口说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说什么呢你？肯定能啊！那摄政王和王妃是什么人呢？你们快看，那是不是王爷和王妃啊？见过摄政王爷，见过摄政王妃，多谢王爷和王妃还想着我们。快起来吧，打了饭赶紧回济安堂吧。王妃人美心善，是王妃建立积善学堂不收费，让我们这种贫苦人家的孩子和乞丐也能学知识。你怎么知道是我？虽然您每次来都戴着面纱，但我能认出您的眼睛。您的眼睛可真好看。芝儿，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娘不是让你在一旁等着呢吗？你上哪儿去了？早上明明给你洗干净才出来的，怎么又弄得这么脏啊？这衣服又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刮坏了？虽说济善堂会按时发衣服，但是咱们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知道吗？娘，我不是故意的。早上我看见几个有钱的少爷在欺负二狗子，还让他从胯下钻过去，我才过去帮忙的。
这都是命啊！也罢，你们都没事就行。娘，快看，这是摄政王妃。妇女看见被寻裙角的脏污，一看就是自己女儿的脏手印，刚想跪在地上，就被被寻给拖了起来。无妨，只是脏了一点而已，回去洗洗就好了。哪就有那么严重？果然，主子的洁癖是分人的。王妃，你真是个好人呐！你是好人。快带着孩子回去吧，您这孩子聪明，一定要好好培养，说不定啊，将来还能来我身边。我一定听王妃的，好好培养，将来培养好了，就将他送到王妃的身边。臣妇见过王爷、王妃，不知王爷和王妃对这布施可满意？不错，这3个月就按照这样的来就行，本王妃会不定时的来检查。胖夫人听见这话，差点没吐血。本想头几天好好弄，后面3个月糊弄糊弄就行了，没想到还要不定时检查。是，臣妇知道了，一定每天都按照这个标准。夫人晚上回府，一顿揍是逃不掉了。安王府，启禀王爷，咱们的人已经在永墨古国的边界守了半个月了，怎么也找不到进去的方法。但安卫却在那附近找到一个神医，据说是很多年前从永墨古国出来的神医世家，姓胡。我们快马加鞭，一路将人带过来，现在就在外面候着呢。王爷要不要见见？南宫和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这段时间他都快被这2条腿给折磨疯了。快将人带进来，如果他真能治好本王的双腿，本王绝不会亏待你们。神医，麻烦您了，只要您能治好本王的双腿，您要什么，本王都答应你。我叫胡杰，你的双腿我能治好，但我有一个要求。好，只要您能将本王治好，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我要张子时的命。张子时？张子时是谁？张子时是永墨古国张家的人，是我胡家的死对头。要不是张家，女帝也不能将我胡家全族给灭了，只剩下我一个逃了出来。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南宫恒听见张子时跟永墨古国有关系，有点犹豫。你这腿的骨头一碰就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边就有张子时的功劳。毕竟他最喜欢的就是研究那些没用的东西。那张子时现在在何处啊？你求而不得的神医啊，就是张子时，现在住在摄政王府。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想往京都而来，恰巧碰到你们的人，就搭了个顺风车。那神医不是无尘阁的吗？怎么会在摄政王府？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你要去做的事情。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将你的双腿给治好，然后我们一起杀了张子时。那么我们的合作这就达成了。好，本王答应你，等本王的双腿好了，一定想办法将张子时杀了，然后将他的人头送给你。张子时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捣鼓着他那些宝贝丹药。老张头，你在不在啊？主子让咱们过去用晚膳，你赶紧的。哎，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就过去。哎，就不能小点声吗？真是的。来啦，快坐下吃吧，王爷有事，今晚不给我们吃，晚一点会来接我们。啊？接我们？接我们去哪里啊？又揍谁啊？今晚咱们去鬼市。他可太了解贝寻了，他就说呢，怎么好好的叫自己来吃饭，还这么丰盛，原来在这儿等着呢。不管了，先吃，怎么也是亏，能吃回来多少就吃多少。这晚，凤千爵带着贝寻几个人到了一座高高的山上。你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难不成这鬼市是王爷您的？所以
那会儿有人来传话，说主子救了鬼市的主子还没有收报酬，这是真的？是真的。只不过那会儿，本王不知道玄儿就是叶芝，他也不知道本王的身份。哎，不算，老天爷没听见啊，那话可不能算数啊！是我一时嘴贱，我开玩笑的啊，我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能当真啊！老天爷，您就当我是个屁，把我给放了就行了。王妃，您可不知道，当时我们王爷让属下以鬼市的身份去找这位副阁主，想求见您的时候，您猜他说什么呀？他说呀，是咱们认错人了，他们阁主是个见死不救的性子，不杀人就不错了，救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私下绝对还说了别的，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大反应。来，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我还说，如果这件事儿是真的，就让我这辈子都找不着媳妇儿。主子，咱就是说，你平时那么小气个人，怎么可能在外面给人家丹药还没有报酬啊？所以这件事儿真不能怪属下呀，实在是您不按常理出牌呀。哼，真是活该呀！你这辈子注定找不到媳妇儿喽。魏泽一脸谄媚地凑到华山身边，还没开口就收获了一个滚字。哎，我看最后要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凑合凑合吧，也不一定非要女人不是？哎呀，你就死了心吧，我就是一辈子打光棍，也不可能跟你凑合。你发誓了，我可没发誓啊，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有无限可能。老张头，如果看见你们张家的宝贝了，尽管开口，本阁主还是很大方的，不管多少银子，本阁主都给你出。是，现在你出，回去拿丹药抵，不够的还要扣月银。玄儿有看上的吗？本王买来送给玄儿。贝寻刚想说没有，就看见一旁的张子时透过墙上的洞看着下面，身上还在不停的颤抖。老张头，你怎么啦？你是看见你家东西啦？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只要把丹药给我就好了，不会扣你银子的。不是，主子，我看见胡家的人了。胡家人？就是一直追你踪迹、追杀你的人。没想到他居然能追到这儿来，我都藏了这么久，他也能找到，真是冤家路窄。明明我都已经放出那么多障眼法了，哎，可能是命中注定吧。你这没出息的东西，你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你还能怕了他？别说一个，就是一堆一群，一个势力，又能怎样？还是你觉得本阁主没那能耐，保不下你啊？对啊，他怎么忘了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且还找到了贝寻。贝寻的身影他可是一清二楚，那是永墨古国未来的女帝呀。魏泽，你下去看看有没有张家的东西，有的话就全数买回来。今晚张神医怕是不方便下去了。说吧，老张头，这都是怎么回事啊？这1年多来，我一直都知道你有秘密，但你不想说，我也从来都没有问过。不过你已经认出了外祖母，知道我是谁，所以有些话咱们是不是能好好的展开说说了？毕竟你要是不说，我们怎么保护你啊？我张家是永墨古国世代忠于女帝的神医氏族，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古国外面的岛上来了一批人，姓胡，在古国里行医济世，慢慢的收了很多的门徒，势力也越来越大。当时谁也没在意，只当是个医学世家。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救人用的是毒。其实原本用毒救人也挺多见的，毕竟以毒攻毒的方法也不少。可慢慢的一切就变了，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不管是谁都会救治。等时间长了，势力大了，渐渐就不管那些普通人，就只针对那些非富即贵的富商和权臣。我们张家老祖宗在一次意外的情况下，发现被他们救治的人时间一长，就会以他们马首是瞻，隐隐有拥他们为王的意思，而且发展的速度极快。那些人的意识都已经开始模糊，就像是傀儡，只听那些人的调遣。我们张家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你外祖母，可那时他人并不在古城。等回去的时候，有好多百姓已经中毒。因为事关百姓，军队不敢大肆屠杀，只能等女帝回来。算算时辰，那时候应该正是你母亲出嫁后的那一段时间。你们张家是神医，难道研究不出解药吗？主子，我们是神医没错，但不是神啊。那毒霸道之极，他们一开始还会有所收敛，到后来已经是直接投毒了，人数众多。我们就算是能配出解药，也没那么多现成的药材啊。后来还是你外祖母回来之后，从王城里拿出了唯一的一颗避毒丹。据说那避毒丹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留在那里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那时候我还小，只有几岁，我看见你外祖母亲手将那颗避毒丹放在了每天太阳升起第一缕阳光照的祭台上。说出来啊，你们可能都不信。整个永墨古国那么大，只那一瞬间，空气里全是浓郁的清香之气，扑向所有有阳光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恢复了清醒。也就是从那以后，我便立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研制出来那避毒丹，那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你早说嘛，以后每月的月银给你涨到500两，尽管拿去研究。那哪是什么避毒丹啊，那是你曾经还在神位的时候留下的一滴血啊。每个月给张子时500两让他研究，就是每个月给他5000两，他都不可能研究出来。但是这话他不能说。主子放心，我保证能研究出来。我们张家的老祖宗说了，我是我们这一辈最有悟性的。好，最有悟性的张神医，请你继续说下去。当时胡家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虽然百姓们恢复了神智，不再攻打王城，也不再互相残杀，但身体却好像被一下掏空了，倒下了不少人。女帝和我们张家用了好几年才将这毒完全的清除，而且还要清除胡家的势力。主子，您不知道啊，当年的胡家有多大胆，他们居然在夜里用毒训练死士。古国里有阳光的时间本来就短，他们就让那些死士藏在深山老林里，一直到没有阳光的时候才出来。所以这场战役打得异常艰苦。我知道你的意思啊，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外祖母。每个人的命生来就是有定数的，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但是想要凭自己改命很难。风千觉心里沉甸甸的，凡人改命都尚且不易，更何况玄儿身上的天命呢？那胡家被清剿过后，他们的一个中仆护着他们当时的小主子逃出去了，也就是下面的胡杰。那胡杰啊，比我还大几岁，现在应该30左右，但保养的极好。他们觉得是因为张家看出了他们做下的事，才让他们夺古城的计划失败了。所以在逃出去之前，趁我们在研究丹药救治百姓的时候，带着最后一批死士，将我张家祖宅洗劫一空。你父母呢？我好像从来没听到你提起过他们啊。从我出生起，他们就将我给了老祖宗，两人一起找主人去了。他们可不是在这4国，而是去了永墨古国另一边的一些国家和海岛。一直到我几年前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没回来。那你为什么不在永墨古国待着？出来干什么？终于问到了。我们张家之所以能够在古国的王城有一席之地，并不只是因为医术高超，我这也是在老祖宗离世前才告诉我的，也是老祖宗让我出来的。张家就连老祖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只知道几千年前第一个建立张家的人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保护永墨古国的女帝，并且找到她真正的主人。张家祖训永远忠诚于女帝，忠于永墨古国的主人，
他说，没有主人，就没有生灵，没有阳光，是主人牺牲了自己，才换来了这一切。老祖宗说，建立张家的是个高人，曾经断言在我这一代，主人就会出现，所以我和我的父母才会极力寻找和保护。我们张家的人，除了能看病以外，还能看见神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治我的头疼，能看见王爷只有一半神魂的原因。是，只有我们张家的血脉才可以，那胡家的什么玩意儿可不行。那位建立张家的高人还说呀，将来有人会害主人，万年前的事情，跟他们也逃不脱干系。但具体是什么事情，确实没有只字片语。但就目前来看，说不定跟那胡家的人有什么关系也说不定。万年前吗？他本以为当年之事只是因为天命使然，虽然领主他们几个也有怀疑过，但当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谁都没有机会去查。看来里面还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千年来，叶白和崔珏看护寻儿，还要管理地府，自然是没有心力。从他找回一半神魂之后，无数次盘复当年的事情，可都找不到蛛丝马迹。但他总觉得后面有一只黑手在无形地推动着一切。是了，就是你想的那样。当时我遇见你并不是意外，不，也不能说不是意外。其实我早就见过你，就在京都城外的小村中。那时你跟华山两人深夜从外面回来，我就看出了你有神识，但是我不能直接冲上去找你，怕你们不信，就只能在附近摘摘草药，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套套近乎。谁知道差点被棕熊给吃了。还好啊，一定是我张家的祖宗保佑我，最后呀还让主子您救了我。所以当初你才那么快就将自己卖给我？是，如果再晚几天啊，我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出来找你这几年，我过得也挺艰难。王爷，按您的吩咐，这些应该都是张家的东西。而且啊，刚才属下还发现，下面那个姓胡的似乎也想买，还对这些东西异常的熟悉，甚至还想买走。还是属下拿出了鬼市主子的身份，先下手一步。那姓胡的怎么可能不熟悉呢？就是他们偷走的呀！我张家的宝贝啊，这下可一个都不差了，全回来了。老祖宗还活着的时候呀，派人出来追查，后来发现，因为胡家当时被清剿的厉害，银钱也不剩多少，不够养人，所以啊，就将东西全都给卖了。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也才找回了一半。老祖宗，这下你可以安心了，都找回来了。以后等我死了呀，我也有脸能埋进张家的祖坟了。主子，属下发现那胡杰似乎在找什么珍稀的药材，叫什么紫什么草？紫什么草？紫环草？哎，对，就是这个。我听见他问了，不过一直到他走都没有找到。他一定是跟那个断腿的王爷接触上了。紫环草是唯一能治那傻子腿的药引子。这件事交给本王可好？当然了，如果有热闹，一定带寻儿去看。好呀，不过那胡结记得留给我啊，我还没见过那么厉害的毒呢。毒有什么好看的？臭烘烘的。战乱那年啊，虽然我还小，但是那股气味我至今都忘不掉，直冲天灵盖。主子，是您说的不扣我月银的啊，还每个月给我涨到500两。对，是我说的，但是你得保证别买那些没用的东西，不然500变50。我保证，宝贝都找回来了，也就不用找东西代替了。这些东西够用了，绝对够用了。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主子，您可千万不能让胡杰将那王爷的腿给治好。那胡杰啊，肯定已经知道是我将那王爷的腿给弄成这样的。等那废物王爷好了，第一个就得联合胡杰杀了我。你还挺有自知之明，还知道他们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这件事情解决之前，你就好好待在摄政王府。如果要出门，就让米峰陪你，我也会在你身边安排人保护。3个月后，荣王府。真的要这样吗？可是他还没有足月呀。
不能再拖下去了。在外人看来，这几天就该到日子了，你就按我说的，让王爷不小心碰你一下，别出岔子。稳婆是贝太傅送来的，是太傅府当年给你接生的老嬷嬷了，不会有事的。当天下午，侧妃，虽说王爷这些日子情绪还算稳定，但您现在有身孕，还是避着点吧，万一冲撞了可怎么好？那侍卫自从荣王傻了以后就一直陪护在左右，一天都不曾离开。虽然两人之间的感情有些，但王爷这种情况能留下个子嗣，他从心里也是很高兴的，所以对贝梦香自然就有了些许好脸。宫侍卫，我这马上就要到日子了，想来看看王爷，这样我也好安心一些啊。毕竟王爷他……你是谁？是母妃让你来接我的吗？我好想母妃啊，你现在就带我去好不好？哎，你怎么还怀了小宝宝呀？这宝宝是谁的？王爷，你慢着点，别摔着了。妾身怀的自然是王爷的孩子了。明明他已经拦住了王爷，这侧妃怎么还能撞上来呢？我的肚子，好痛！我的肚子！我没有碰到他，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要打我，真的不是我！哎，侧妃这是怎么了？怎么就……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将侧妃扶回去啊！侧妃怕是要生了，老奴去找府医，正好呀，前几日贝太傅府上送来了接生嬷嬷。宫侍卫，您就好好看着王爷就好，那边有老奴，有什么情况，保证第一个就来回禀王爷。魏巡是在第二天吃过晚膳的时候知道的消息。你是说贝梦香从昨天早上折腾到现在，那孩子也没生下来？是，现在整个京都都知道是荣王一时失控，将侧妃推倒在地。可是老张头不是说这孩子生不下来吗？难道出了变故？华善，你去将张子时找来。王爷，你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这还不是怕你等不及，带你去看热闹吗？本王查到，贝梦香的这胎似乎有些不同。有什么不同的？不就是生个孩子吗？他生不下来的。那孩子虽说我能保他到现在，可他毕竟是心肺有问题，是胎里带的。那女人啊，又整日多思多想，这孩子怎么也不能好，除非胡家插手这件事啊。你都治不了的病，他能治？他治不好，但是却能将这孩子变成活死人，就像当年永莫古国那样。捏住了这个孩子的命脉，就等于捏住了荣王府。现在荣王已经傻了，还是王爷亲自动的手，想必啊，他已经找机会看过了，治不好，这才打上了这个孩子的主意。如果这个孩子只有依靠他才能活，那他不就等于是整个荣王府的恩人了吗？这对于他想做的事情就又多了一个筹码。主子，这几个月我想了很多，我总觉得他杀我是肯定要杀的，但绝对还有别的事情。这件事我会让米峰去查的。现在咱们去一趟荣王府，看看那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真的能活命，我指的是正常的好好的活着，那咱们也没必要去跟一个孩子过不去。但如果这孩子命数已定，那我就送他一程，也希望他下次能投个好胎。1个时辰之后，几人在远处的房顶上，听这声音，应该被人强行保胎了。什么意思？保胎还能强行啊？能，用毒，将大人身体里的精血全都用来保这个孩子。不过这样一来，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大人也就完了。主子，要不要？不用，那都是他的命数，他的灵魂早就已经黑透了。如果今日救他一命，将来还指不定有多少人要遭他毒手。他这个人野心太大，虽说现在只是想在荣王府安身立命，但一旦给他个突破口，他绝不会安于现状。没错，
魏巡就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一个主宰者绝不能圣母，更何况他们将来的路并不好走。哎，老张头，那个穿的跟乌鸦一样的那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胡杰啊？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啊！那么远，我又不像你们有武功和内力那种东西，怎么可能看得清啊？你都能看得清神魂，你现在说你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骗谁呢你？自从上次在鬼市被他知道自己能看见神魂以后，这小子就天天缠着自己要学。后来的1个月，在知道是真的学不会以后，他就开始跟心里不平衡似的，处处跟自己作对。如果你真的想学，倒也不是没办法，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不光是你，包括华山也可以。可是主子，你不是说这是天生的，学不会吗？小点声，反正这会儿也没事儿，跟你们说说也无妨。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心思，但这件事还是要尊重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我是阎王的师妹，所以你们如果想一直跟着我，只能重塑灵魂，到时候王爷会帮你们的。塑，怎么塑都行，只要能永远陪着主子就行。但是那个，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塑完之后，我还是人的样子吗？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癖好，本王也可以满足你。哎，不，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只要是人的形状就行，就这一个要求，就这一个。王爷，您什么时候能帮我们塑灵魂啊？等你身死以后。您这不是等于没说吗？要不这几天我准备准备，先死一个，好像也不是不行啊。不管主子去哪儿，我都愿意跟着。你方先死，属下紧随其后。那个，能不能带我一个呀？你们的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呀？我跟王爷不管怎么样，也都会过完这一世，所以你也不用那么急着去死。反正以后不管去哪儿，都带着你们不就行了吗？行，这个行，总之别丢下我就行。其实贝巡心里是疼惜米峰的，华善从小就被他母亲明子婉给捡回来养在身边，张子时也有家人，但米峰则是从小就生活在江湖中，身边没有一个能信任的人，也没有一个亲人，直到遇见了贝巡，才让他有了家的感觉。所以在知道贝巡和王爷甚至张子时都有着别人没有的能力时，他就开始恐慌了，怕自己被丢下，怕他们将来去的地方自己去不了，怕以后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这会儿说到这儿，贝巡才准备给米峰吃个定心丸。主子，您快看，贝太傅将那院中的人全都清了出去。那正好，咱们过去看看。这胡家人还真是有些本事，居然能调动邪气。邪气又是什么？邪气就是人的怨念、贪念、执念。他这是想用邪气将这未出生的孩子变成邪灵。邪灵一旦长大，放在3界也是一个很棘手的存在。雪儿又读书了，现在都知道邪灵了，真是太感动了。瞅瞅你那点出息。哎，你们2个怎么在这儿啊？主子，您这话应该不是在问我吧？不是啊，问你身边那2个呢。回小祖宗，我们俩在这儿等着拘魂呢，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的。可现在这院中却出现了邪气，求小祖宗出手，如果这孩子以邪灵之体出生的话，将来可就不好收拾了。雪儿，用你的神识试着跟贝梦香腹中的孩子沟通一下，本王会护你。我不会。雪儿，你是灵主的女儿，你能感受到天地万物所有的生灵，他们也能感受得到你。换句话说，你是他们的主人。集中精神，将你的神识放出去，好好感受。好吧，我试试看，但是我没做过，要是感受不出来，你们可别说我。让雪儿学习和锻炼真是
有些难。你惯的，活该。祖父，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还想给爹报仇呢。祖父，你一定会救我的，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从祖父带着这个黑衣人进来之后，他心中就隐隐的有不好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要被放弃了一样。贝太傅，你可想好了，这邪气一旦入体，你这孙女的命可就真保不住了。现在停手失了孩子，他还能尚且留一口气。没错，他是要杀了张子时没错，但是家族世代的任务是要除了女帝和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只有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死了，那位才能复生。从古国里面传来的画像他看过，下一任女帝就是备询无疑，所以他在进京都的时候就第一时间了解了备询的事情，这才找上了贝太傅。动手吧，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是我做的决定，不管结果如何都不会怪先生。祖父，不是我想的那样，对不对？你这么做，我娘知道吗？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荣王侧妃，我娘也是户部尚书的女儿，你不能就让我这么死，我还有价值呢。放心吧，你就算死了也是荣王侧妃，你的孩子不管是谁的，都是荣王府将来的主子。你不是要为你爹报仇吗？现在就是报仇的时候。这位先生会帮你将孩子保下来，将来你的孩子会很了不得，祖父会努力让他坐上那个位置。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溥仪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你腹中是个男孩。我不想死，祖父，你救我好不好？先别放弃我，我保证，我绝对会再想办法怀一个孩子的。请先生开始吧，务必保孩子无恙。薰儿，就是现在，我将邪气挡在外面。魏巡听见凤千诀的话，将神识慢慢的靠近贝梦香的肚子。原本全身冰冷面如死灰的贝梦香突然感觉到腹部暖暖的，她费力的抬起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没有，什么都没有。北雪，是你吗？那个小家伙，你能感觉到我吗？你说话呀。不对，你不会说话，那你怎么才能给我一点反应呢？我是阎王的师妹，现在有人要对你做不好的事情，你能感觉到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送你走。其实我要是直接将你送走也可以，可是大师兄说什么那样对你不好，非让我来感受你的意愿。不过你放心，就算是你愿意留在这里当邪灵，我也不会同意的，我就只是来例行个公事而已。你要知道，小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呀。王千珏和叶白听见贝巡在神识中的沟通一头的黑线，两人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们是不是对玄儿的要求太高了？贝巡，是不是你？我好像能够感觉到你。如果是你，你救救我好不好？我保证以后都在荣王府里，我再也不出门，再也不跟你作对了。我信你个鬼！你都快死了，还叫他干什么？是他将你爹害死的，你忘了吗？说起来，其实爹的死，祖父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爹当年将北巡母女俩送走，难道祖父你不知道？不，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知道，你甚至默认他的做法，因为你也觉得他们母女俩不能成为你的助力，
甚至会给太傅府抹黑。你一边自我安慰，是因为太忙，所以才对你那3个儿子疏于管教，一边不闻不问，自私自利。太傅府如今的光景，都是你害的。你的学识足以教太子，但你的心却极其的自私。还好小皇上才6岁，在摄政王回来之后，就将你给换掉了，不然说不定又要跟你的儿子一样，不是个好东西。贝太傅啊，贝太傅，你说如果京都里的其他人都知道贝承平是你和外面的女人生的，会不会很好玩？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贝太傅。小时候你跟爹都忙，只有我跟娘在府里，你从来都不让人进你的寝室。那时候我特别的好奇你的寝室里有什么。祖凤，你记不记得10岁那年的除夕夜，你喝多了，早早的回了房，我半夜睡不着，偷偷的出来溜达，正好到了您的院门口，鬼使神差的，我偷偷的溜了进去。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你抱着一块牌位，哭得毫无形象，可是那并不是祖母的牌位啊。你说我爹有出息了，是工部侍郎了，以后会更好的，将来这太傅府就是他的，还说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儿子。是又怎么样？当初我跟静儿青梅竹马，要不是他家后来犯了事，她就是太傅府的当家主母。所以当你偷梁换柱，将我爹抱回来养大之后，被祖母发现，就将人给杀了。那是他自己找死。你个臭丫头知道什么呀？他跟静儿同时有孕，可那个孩子是个短命的，生下来没几天就高热不退。我带着那个孩子进宫求太医医治，最终无力回天，这才将你爹给抱了回来，养在身边。没想到他知道后，居然悄悄地找到了静儿住的地方，让人将她给糟蹋了。等我到的时候，这种女人，我怎能留着她？所以在我爹死后，你就彻底的疯了，因为他是你跟你最爱的女人生的孩子。如果换成你另外2个儿子呢？如果是他们俩死了，估计你连个反应都不会有吧。你们都是一样的冷血，就连我也是。就算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反正现在你也要死了，这个秘密没人会知道。这不对呀。先生，怎么了？这邪气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愿意进来，就在院中徘徊。我再试试。小不点儿，你好歹给点反应啊，行不行？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给我点反应，我可就不管你了。你要当邪灵就去当，反正总有办法灭了你，无非就是费点事儿罢了。等你出来，我一个金光打你身上，给你打得魂飞魄散，一点投胎的几率都不给你留。就你这小家伙还想为祸人间，你在想屁吃啊？轩儿，咱就是说……大师兄，说什么？我都说了半天了，他也不给个反应。要不我直接就收了他算了。唉，
雪儿，还是再试试吧。就算今日不行，回去也要练习，一直到你练会为止。为什么一定要会？我觉得我就当个文盲，当个混子就挺好的。寻儿，你要是学会能感受万物，就能呼风唤雨。我现在也能，我刮风刮得可好了，想刮谁就刮谁，想往哪刮就往哪刮。你能种花开花，给万物生灵提供生机呀。万物自有定数，用不着我给生机。能。崔哥哥，没话说了吧？或许能找到你爹娘，也能帮凤千诀找回另一半的神魂。雪儿，如果你今日实在不想练习，没关系，以后还会有机会，不着急。至于邪灵，你大师兄会处理。你大师兄堂堂阎王，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的，不用担心。上次说好的，只要一有机会就让他学习了。是谁信誓旦旦的保证，一定要让雪儿的实力回到在神位时的巅峰时期的？虽说他现在不爱学习和懒散和之前被宠有关系，可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部分的神魂受阻还没有恢复，在揪出幕后黑手之前，必须让寻儿有自保的能力。他说他不想死，可也不想做邪灵，想让我们帮他。准确的讲，不是他说的，他不会说，是我感受到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想表达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要怎么做？你告诉他，让他不要反抗，你会帮他。我告诉不了，我不会。那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刚才啊，我也不知道，就那样就感受到了。哼，没想到除了我胡家，居然还有这等高人，不知能不能给个面子，出来一见，咱们有话好商量吗？我商量你。凤千诀也趁机联系神识，狠狠地用神识压制着邪气，让他们不能进屋，也不能出这个院子。胡姐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从身上冒出黑气，跟凤千诀对抗着。你这个小东西，我会帮你，但你不能反抗我，不然我会生气的。我要是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不信，等你跟我回去，你问问看，整个地府就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没有我没霍霍过的魂儿。如果你不听话，等一会儿我把你送下去之后，一定让他们好好的招待招待你。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我好疼，他是不是要出来了？我快不行了，快来人帮帮我！稳婆呢？稳婆在哪儿？终于快成了，一定会成功的。没办法，孩子已经出生，他只能用自己身上原有的邪气去施法，不然就来不及了。可就在他的双手碰到孩子的一瞬间，就像被烫到了一样，迅速地缩了回来。再看那孩子，已经没了气息。放心吧，我会送你去投胎的。下面这一家人不是好东西，咱们不当他家的孩子哈，乖。一会儿我让鬼差将你送去我大师兄那里，你好好跟他笑笑，讨好讨好他，说不定他还能给你开个后门呢。魏梦香躺在床上，感觉到慢慢变凉的身体，不由得悲从中来。他从小就知道祖父不喜欢自己，努力的想要得到祖父的认可。他喜欢凤千诀，可凤千诀的眼里都是被寻。镇国公府可以为了被寻，公然的跟太傅府作对，可他的外祖父却总跟他和娘说忍一忍。魏梦香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一定不会活成这样。嘿，终于死了，等大半晌了都。哎呀，闭嘴，别叫了，吵死人了。早就该死了，一直磨叽到现在，
本来这一晚上呀，应该聚4个花的，结果光等你就等半天。赶紧起来，快点走，别让我们动手啊！虽然你是小祖宗那身体同父异母的妹妹啊，但要是认真起来说，你跟那小祖宗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们认识备询是不是？就那小祖宗，整个地府谁不认识啊？我要见他，你们让我见见他行不行？我不想死。你不想死啊？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就算小祖宗当年不也是……哎，跟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哎，赶紧走吧。薰儿，在想什么？在想，在死亡面前，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恐惧？那得看为什么死。如果因为苍生，为了亲人、爱人，就算是知道会消散在这天地间，也不会有所畏惧吧？我累了，想回家了，你抱我。好好好，本王抱你回家。你呀你。那个，华山，你累不累啊？什么意思啊？是嫌我身材不好，怕我抱不动，还是其他的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被鄙视了，还被嫌弃了呢？不行，等回去以后呀，我得去找张神医，让他好好的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再让他告诉华山，我没问题。第二日，备询一觉睡到快用午膳才起来。主子，刚才米峰说武王爷回来了，今早刚进京都。武王爷，就南宫川的那个，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吧？是，自从去年年节以后，这位武王爷就出去游玩了，就连给他封贤王的时候都没有回来。王爷那边应该也得到消息了，而且据说这次武王爷是跟林安叔一起回来的，还带回了一个女子。女子？主子啊，您不用去夜探，3日后贤王会在王府举办宴会，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要向众人介绍她。这女子就是未来的贤王妃。就知道你听到了消息，特意拿来给你。这武王爷还挺着急，今早刚进京，这会儿居然连请帖都准备好了。也不知道那女子长得怎么样，突然有些好奇了。反正没你好看就是了。今日一早，贤王回来后就直接进了宫，请皇上赐婚，估计明日赐婚的圣旨就能下来了。我怎么觉得这女子的身份不一般呢？这是外祖母让人快马送回来的，也是今早才到，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下可有意思了，你们两个怎么成天跟吃不饱似的，这还端着碗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主子当得有多恶毒呢，连饭都不给吃。本王吃过了，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你们吃吧。3日后我跟薰儿一起去。刚才一进来就听到主子说有意思，什么事情有意思？是不是贤王带回来那个女子啊？哎，说起来那个女子我也挺好奇的，其实几日前我就收到消息了，可打探的人说那女子一直戴着面纱，看不见长什么样啊。我外祖母说有木古国那边有一些事情，暂时回不来，但这段时间却有人找到了古国另一个出口，跑出来了几个人，目前还在追查。如果我猜的不错，贤王带回来的女子应该跟永木古国有关，就是不知道他们出来要干什么了。这些日子你们都警醒着点，有什么事情及时要告诉我。我不行还有王爷，王爷不行还有我大师兄，将我惹急了，让我大师兄把他们全部收走。哎，老张头，你怎么不吃了？才吃这么点就饱了？没有，我没吃饱，我是想到了一些事儿，然后再纠结是先说还是先吃。吃吧吃吧，反正今日也没事儿，吃完了坐下一边嗑瓜子一边说，这种日子简直是太享受了。吃完饭之后，华山让府中的小丫鬟在外室摆了一桌的瓜果还有花生瓜子，几人围在桌前就开始聊八卦。
如果我跟王爷说我想到王妃身边当跑腿儿，我会不会被打死呀？华山，给魏泽拿个果子吧，你看他眼巴巴的站那儿，怪可怜的。赶紧走，我们还要说话呢。王爷那边不忙啊，你到处跑。魏泽接过果子，笑眯眯的将一个镯子快速的塞到华山的手里，转身就跑了，生怕他不要。华山看着几个人调侃的眼神，脸色微红，心里却是暖暖的。一开始他讨厌魏泽，是因为他帮王爷给主子添堵，后来缠着自己，但是缠着缠着，好像也就习惯了。看着我干什么？说啊，主子还等着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女子八成是永墨古国邹家的人。邹家大概在7、800年前出过一位女帝，哎呀，别提当时有多嘚瑟了。7、800年前啊，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嘚瑟的？我张家是干什么的？我张家呀，是世代守护女帝的。自从有张家开始，每一任女帝出自何处，有何作为，在位期间有什么大事，都会被记载在张家的古籍里，世代传下去。每一任张家的家主都会牢记，张家这一任的家主就是我。哈哈哈，张家家主啊，麻烦你继续往下说啊。别让我想踹你啊。哎呀，说就说嘛，这么凶干什么？那邹家呀，在7、800年前出了一任女帝，也是在祭坛上出现的画像，不过呀，就只是画像，并不是像主子的图像那样会动。被选中的是邹家最小的女儿，9岁。当时呀，邹家高兴坏了，马不停蹄地将女儿送到了王城。当时那邹家的女儿在王城接受教导的时候，特别的温良谦顺，简直呀就是女帝的模板。可没过几年，女帝离世，邹家的女儿继位后，这一切都慢慢的变了。邹家觉得呀，自己的女儿是女帝还不够，还想将以后的每一任女帝都出自邹家。于是他们的掌家之人在听说古国最西边有一个海岛，里面满是异能者的时候，就带着一个中仆找去了。别说呀，那邹家的运气还真是好，还真让他们在重重迷雾中找到了。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没人知道，只知道那掌家人去的时候已经年过50，回来的时候呀，看上去就只有20几岁。这件事情啊，当时闹得很大，让很多人恐慌。就在这时，突然传来那掌家人离世的消息，这才让这件事啊慢慢淡了下去。可从掌家人离世后，邹家就开始在私下里大量敛财，到处建陵墓，就连祖坟都迁了好几次。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当时有人提出过质疑，但全都被女帝给搪塞过去，说邹家呀只是想在离世后住得好一些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就这样，5年后，祭坛上再次出现了下一任女帝的画像。女帝在位都这么短吗？不是，恰好相反，自从有了永墨古国，几乎每一任女帝的寿命都大概在80、90岁左右，甚至呀还有近100岁的，算是相当的高龄了。可这邹家下一任女帝出现的时候，现任女帝还不满20。或许永墨古国的女帝是天选，但如果德不配位的话，也会被收回去啊。应该是这样，很多人都研究过，但始终也没人能研究出来什么。那祭坛呀甚是奇特，也不知道是什么打造的，搬不动扛不走，甚至刀剑砍上去都不会留下一点印记。平日看着呀就是一根黑色羽毛样子的大石头，平平无奇，但在女帝现世的时候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直冲天际，整个古国的人都能看见。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回永墨古国，一定会带着你，让你去看看，也会带着你还有魏泽。叔子，您说什么呢？听到好好的故事，提他做什么？人呐，要珍惜当下。我在地府几千年，看过太多的魂魄，因为在人世的种种错过和过错，而不愿走奈何桥，不想喝孟婆汤，只为了再看谁一眼。但是就算是孟婆，也没有后悔药啊。张子时看了出神的华山一眼，有些羡慕，
转头看着米峰的眼神意味深长。你看小爷干什么？那是什么眼神啊？我记得你发过誓，也不知道这辈子呀还能不能娶上媳妇儿。哎呀，还是人家魏泽有福气哟。没关系，到时候你七老八十孤家寡人的时候呀，就来找我，我会陪你聊天解闷的。好了，老张头，你继续讲。啊，对，我讲到哪儿来着了？啊，想起来了，邹家在知道下一任女帝出现的时候，整个邹家都慌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新任女帝的主意啊。曾经就有不知死活的半路截杀女帝，结果一夜之间，整个家族全部消失，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女帝啊，却安然无恙地到了皇城。邹家的女帝按规矩将人接进宫，不情不愿地教导着，想着怎么能继续做女帝，因为没人想要死，更何况啊，她还不满20。3个月后的一天，在太阳刚升起来的一瞬间，一道天雷直直地劈在了正在早朝的女帝身上，全身焦黑，就连容貌都看不出来。次日，新任女帝继位后，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肃清邹家。这时候，所有人才发现，几年过去了，邹家所有人似乎都没有变老的迹象，而且一举一动都有些不像人，而像神仙。那时候呀，就有风言风语传出来，说邹家的人是神仙转世，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啊。当然了，谣言的源头呀，肯定是邹家。邹家也派了个女子出来，说此人啊，就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当时闹得特别大，女帝一怒之下呀，将所有人都抓进了天牢。永墨古国的百姓不相信吗？只有特别小的一部分人啊，才相信。你们呀，不要小看古国的人，古国的大部分百姓对女帝和祭坛很是敬畏。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想听得下次。那你怎么就那么断定，贤王带回来的女子就是邹家的人？我闻出来了呀。张家古籍上记载，当年去肃清邹家的时候，那个被传称是古国女帝的女子，全身散发着奇特的香气。然后，今早啊，我突然就特别想吃隔壁街的那个小摊的馄饨，正好碰上贤王府的马车经过，那股香气我形容不上来，但绝对不是正常女子的香粉或者衣物上的熏香一类。你们也知道啊，我是神医，对这种奇怪的气味尤其敏感。但跟小祖宗身上的香气比啊，那可真是差远了，一点都比不上。终于等到了3日后，魏巡和风千绝坐上了去贤王府的马车。赐婚的圣旨昨日已经下了，贤王说这女子是他在游历的时候遇到的，两人日久生情，家中就只剩下他自己，所以就将人给带了回来，求皇上给了正妃的位置，而且保证以后再不纳妾。今日主持女方宴会的是贤王的亲姨母舒太妃，昨日特意求了皇上，跟着圣旨一起来的。华善坐在一旁听着风千绝的话，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似乎被忽略掉了。贤王府门口，见过摄政王，见过摄政王妃。都起来吧，今日是贤王的宴会，本王只是来陪王妃参加而已，都随意些吧。你随他们去，有事就来找本王，本王就跟他们在前面。万事小心，不必委屈自己。就算你将这贤王府给掀了，都还有本王在。还有那舒太妃，你要多注意些。那位以前还是妃子的时候，就不是个省心的。魏巡看着风千绝突然娇笑起来，这一笑，这摄政王妃也太好看了吧？哎，不对，好看都形容不出这种美。你跟人家摄政王妃学着点儿。哎呀，你呀，赶紧把你的大嘴合上，不是让你学人家笑，你学不会，长得不如人家怎么笑也没用。我是让你学学人家的一举一动，那浑然天成的气质。哎呀，同样都是女子，怎么就差那么多呢？好啦，我知道了，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不委屈别人就不错了，谁还能委屈得了我呀？王爷，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寻儿，寻儿，等等我们！哎，你们两个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啊，臣妇见过摄政王妃。见过摄政王妃。夫人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咱们之间不必如此。从前我去府上玩，也没见您有那么多规矩啊。这是王妃您心善，不跟他们两个计较。要是换成别人呢，指不定会怎么编排呢。王妃今日要小心一些。来的时候，我家老爷特意嘱咐我，让我告诉您，贤王这时候回来还带个女子，怕是来者不善。如今安王残废，荣王又傻了，贤王是唯一还有能力争那个位置的人啊。还有舒太妃，如果能当太后，谁还想当太妃呀？几人走到花厅，见过舒太妃。贝寻跟着尚书夫人一起行礼，但舒太妃怎么敢真的受贝寻这一礼？她是先皇的妃子没错，但论品级，舒太妃只是从3品，但摄政王妃却是正1品。贝寻给自己行礼是按照辈分出于礼数，但要是自己真的受了，那传出去就是不知好歹了。要知道，就连当今太后都免了贝寻的礼。哎呀，王妃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贝寻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是真的想行礼，所以在舒太妃出生的一瞬间就站起来了。王妃坐，快给王妃上茶。所以贤王一旦上位，那舒太妃必定是太后无疑。舒太妃，贝寻倒是不好奇，让他好奇的是一直站在他身边戴着面纱的红衣女子。而华善在看见这女子的第一眼，就知道他觉得不对劲儿的地方在哪儿了。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当初王爷也是在宫宴上说此生只娶主子一人，绝不填房纳妾，而主子最喜欢的就是红衣，但他们应该不知道主子就是叶芝才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落下了什么他没有想起来？这就是昨日下旨赐婚未来的贤王妃周玉。红衣女子朝众人行礼，却并没有说话。贝寻脑袋里面冒出了100个问号。这是高岭之花？我以前就是这样一副欠揍的样子。不是，主子平时，属下形容不上来，但绝对不是他这样。这人呐，真是学都学不像。不过我倒是好奇，他应该不知道主子是谁呀？为什么会穿红衣戴面纱呢？这点华善不知道，但贝寻知道。风前觉在成婚的第2天就将老国公给他看的画像的事情跟自家王妃说了。永墨古国中有下一任女帝的画像，戴面纱穿红衣。这件事看样子贤王和这女子也知道，但至于贤王知不知道这是个冒牌货就不清楚了。哀家真是岁数大了，这么一会儿就累了。玉儿，你就陪着众位夫人和小姐去园子里赏赏花吧。你们可是不知道，贤王那小子呀，从小就喜欢鼓捣这些个花花草草，像个女孩子一样。周玉在前面领着众人往外走，其他夫人跟在后面，无一不夸赞她的身姿体态、礼仪教养，还有人时不时的回头看向贝寻，比较一番。王妃，夫人叫我寻儿就好，别走王妃王妃的，太生分了。好，寻儿，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娘，我们又不瞎，熟悉寻儿的人怎么会看不出来嘛？别看寻儿今日一身紫色衣裙，但寻儿最喜欢的是红衣，而且这女子一举一动都在模仿寻儿，就连走路都是，真是有心机，不要脸。不管怎么模仿，不是就是不是，变也变不成。玄儿骨子里的东西他学不会的，而且他这个样子看着虽然挺像的，但是实际上应该也学了没有多久，只要稍稍用点心思，应该就破防了吧。
这是贤王府，你别轻举妄动，你娘还在呢。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要动手也得我来，我是摄政王妃，正一品，就是跟舒太妃也是可以拼一拼的。王妃心中有数，你们两个别跟着添乱。其实尚书夫人不是怕事儿，她是真的怕自己的2个女儿给大家添乱。自己的2个女儿什么德行，她自己是知道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唯一做的一件好事就是跟贝寻当了闺中密友。夫人，我听说林三哥这次是跟着贤王他们2人一起回来的。是一起回来的，但安叔说是在回来路上的一个城镇碰上的，叫开北镇。据说这镇不大，整个镇上只有1家客栈，这才在住宿的时候碰上。事后我也问了我家老爷，他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镇，人口极少，是从前在乡下住的一个村落，为了避免泥石流迁居过去的。夫人不必担心，我也只是听王爷说了一嘴，顺便问一下而已，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多心。我总觉得这次舒儿回来后有哪里不一样了，但是我说不上来。寻儿，我是说如果舒儿以后真的，你能不能看在我跟我家老爷还有这2个丫头的份上，饶她一命啊？知道你们俩是个待不住的，你们去玩吧，我在这儿陪夫人说说话。但是你们2个别惹事儿了。华山，你还是跟在他们2个身边吧，今天人多，别让人给欺负了。夫人，我这人说话直，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我就直说了。我就喜欢寻儿你这种性子，现在这里就咱们2个，有什么话你直说就好。林家三哥小时候是不是丢过一回？对，是丢过一回。舒儿从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所以我就时常带着她去寺庙里上香，希望能保佑她平安健康。在她6岁那年，我像平日里一样早起带她去寺庙，可是没想到在路上遇见流匪。那些流匪个个拿着刀，蒙着面，见银子就抢，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因为舒儿比正常的孩子要瘦小一些，我就将她藏在座位的下面。可是没想到马惊了，直接将我甩了出去，将舒儿给带跑了。那些流匪应该是经常做这些事情，见有人来很快就跑了。可是舒儿也不见了。当时我抬腿就冲着马车驶离的方向追去，可这人哪能追得上受惊的马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晕过去的，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府上。老爷说他后来带着人朝马车留下的痕迹追过去了，追到一处断崖就不见了踪影。我知道老爷想说马车掉下去了，可我接受不了啊。夫人，如果不想说，不说也可以。不，既然您问了，那就一定有问的道理。我求您保舒儿一命，就应该将知道的都告诉您。不管现在的舒儿是不是我的孩子，可我毕竟将她养到这么大，怎么会没有感情啊？夫人，您是说……我不确定。如果说她就是我的舒儿，可当时隔3个月将她找回来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一点喜悦的感觉，反而感觉到悲伤？可如果说她不是，除了稍微瘦一些，其他身高长相都一样，这又让我觉得她就是我的舒儿。做娘的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或许我一直都在自欺欺人而已。舒儿被找回来的时候骨瘦嶙峋，6岁的她已经记事了。她说她跟着马车掉落山崖下，被
被一个树挡住了，下面又是一个湖，这才没让他摔死。后来被一个去砍柴的年轻人救了回去，昏迷了3个月，一直到醒来之后说出自己身份，这才将人送了回来。几日后，我们亲自带着舒儿去了他说的那个地方，确实是有一个砍柴的人，不到30岁，家中有1儿1女。我想带他们一家人回府，给他们谋个差事，谢谢人家，可被拒绝了。他说习惯了在山里生活，只能作罢。老爷过意不去，给了重金酬谢，这件事才算结束。这件事当时闹得挺大，就连先皇都知道了，还派了摄政王的父亲凤老将军帮忙找。可刘肥找到了，却怎么也找不到舒儿。一直到3个月后，舒儿才被送回来。寻儿，夫人请说。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啊？这些年我一直不敢想这件事情，可舒儿这次回来确实有些奇怪，我怕她会做出什么，影响到老爷和然儿他们。怎么奇怪了？就是前几日然儿贪凉，夜里发热了，我去看她回来的路上，路过舒儿的院子，听见里面有声音。舒儿长这么大，几次给她说婚事，她都不愿意。夫人，林三哥会武功吗？舒儿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不喜欢老爷那种打打杀杀的，平日里也安静得很呢。至于武功，如果是皮毛，他确实是会一些。不过舒儿会，就是然儿2人也是会一点的。我家老爷从小就让他们跟着一起锻炼身体，尤其是舒儿找回来以后，更是每天早早就起来。但如果说是像摄政王和华善那种武功，那他们不会。他们的功夫最多也就是爬个墙，还是不能太高的那种。魏巡想起去年正月15那天，在客栈林家三哥扶住自己的速度，心中隐隐有了猜想。夫人，王妃不好了！夫人，王妃，这是然儿身边的丫头。夫人，王妃，你们快去看看吧，华善姐姐跟人打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会打起来了？刚才大小姐不知道听谁说，旁边的小院子里有一朵紫色的花，特别的少见，就决定去看看。要去那个院子，就得从大院子里穿过去。我们正走着呢，在路过那未来贤王妃身边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华善姐姐突然出手，跟未来贤王妃身边的婢女打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直接打起来了？是，一句话没说，奴婢保证连个眼神都没有跟那边对视过，就这么直接打起来的。这毕竟是贤王府，大小姐怕华善姐姐吃亏，就让奴婢偷偷回来报信了。华善不会轻易跟人动手的，但如果动手，那一定是那个人该走。我过去看看。夫人别担心，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因为什么，兵部尚书府也不是能任人搓圆揉扁了的。王妃不方便做的事，就让臣妇去做。我这个人呢，最不在乎的就是名声了。跟吃亏比起来，名声就是狗屁。王爷在进门的时候跟我说，让我不要受委屈，就是我将贤王府给掀了，他都给我顶着。这话呀，怕是要成真喽。夫人，您说我要不要将城外庙里的老头给拽下来，让王爷上去坐坐？你呀，是个有福气的，能让王爷将你当成眼珠子似的疼。魏巡一晃神儿，顿了一下。你呀，也就爹娘这么惯着你了。那树上的果子，你崔伯伯一天得过去看3回，愣是没防住你。
也罢，一会儿让你爹拎坛子酒过去把人灌醉，就说是他喝多了自己吃的。就这么决定了，走，娘带你找你爹去。娘，今天树上一共只有2个果子，薰儿吃了1个，给娘留了1个。真是娘的好女儿，咱们偷偷藏好，可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不然他会吃醋的。娘，好呀，别闹薰儿了，不然薰儿下次不给你留果子了。薰儿，你怎么了？没事儿，有娘疼，真好。我是叶家女，如果薰儿不介意，以后就叫我青姨吧。你跟然儿2人一样，都是我的女儿。如果你不是摄政王妃，我恨不得将你认作干女儿。好，青姨。魏勋敢保证，如果他再晚一会儿来，这园子里的花一盆也剩不下。林若眼尖，看见贝勋和他娘过来，拉着林然就想往这边跑，可却被另外一个婢女拦住了去路。薰儿，青爷，您身上可带了碎银子？这是2000两，不够的话，老爷那儿还有。青爷，碎银子就行，越小越好。有，这里面都是碎银子，平日里用来打赏的，也不知道够不够。拉着林然就冲贝勋跑了过来。尚书夫人愣愣地看着握着手哀嚎、鲜血直流的婢女，半天缓不过神来。1两银子呢？记得还给本王妃个干净的。华山，你的功夫退步了啊，伺候人的时间都够吃顿饭了。奴婢这就结束，让王妃久等了。见过摄政王妃。起来吧。摄政王妃，您的婢女出手就打人，是不是该给贤王妃一个交代？林竹，快闭嘴！摄政王妃，小女心直口快，您别放在心上。他可没有忘记礼部侍郎家的胖夫人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城门口布施的。华山，说说吧。回王妃，奴婢跟着林家2位小姐去旁边的小园子看花，还没到这里的时候，就听见这个婢女在未来贤王妃身边跟一群小姐们说王妃的坏话。可王妃说今日是荣王府的宴会，叮嘱过奴婢不要惹事，所以奴婢什么都没有说。可就在我们路过的时候，这2个银针突然冲着林家2位小姐射过来，所以奴婢就出手了，还请王妃责罚。他们刚才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甚至不知道华山为什么跟那婢女打起来。如果不是寻儿让华山跟着自己，那这2根银针岂不是会扎到自己的身上？除了摄政王妃身边的婢女，还有谁看见这银针了？夫人小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了摇头。结果并不意外，这么细的银针，普通人确实不可能发现。摄政王妃，您看，除了您的婢女之外，并没有人能够证明，所以不能听她的一面之词。至于说您坏话，就是姐妹之间的玩笑罢了，何必认真呢？况且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清者自清，就算了吧。太可怕了，幸亏刚才自己道歉速度快，摄政王妃也没有计较，不然一会儿倒霉的怕是也有自己一份儿。这神情，这笑容，分明就跟让礼部侍郎夫人去布施的时候一模一样。你叫周玉是吧？是。华山，传话出去，未来的贤王妃周玉，水性杨花，舞得了戏台，住得了花楼，不知用什么法子勾引了贤王，这才毅然得道，连身边的婢女都跟着鸡犬升天，嚣张至极。还未嫁进贤王府就一副女主人的样子，纵容身边婢女以下犯上，说闲话侮辱摄政王妃，还出手伤人，这样的女子，闭嘴！哎呀，生气了？别这么小气嘛，都是姐妹之间的玩笑，何必认真呢？
况且本王妃又没说什么，清者自清嘛。记得将话传出去，明日一早，本王妃要让京都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摄政王妃，你别欺人太甚了。他太明白在这个地方名声意味着什么了。如果他的名声坏了，那对于他以后要做的事情将是非常大的阻碍。被寻不要脸，他还得要呢。本王妃就是欺负你了，怎样？说完就看向一旁的青衣婢女，华山立刻明白过来，一把将那女子薅过来，翻她的袖子。这银针一定是临时起意射出来的，那就说明银针她一直带在身上。如果带，那就一定不会只有2根。青衣婢女看向周玉，可周玉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自己。她想反抗，可华山看似轻轻地抓着她，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就这轻轻一抓，让她全身都使不上力气。王妃，您看。别看你家主子了，没见他连看都没看你一眼吗？所以你还在期待什么？期待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是他指使你做的？不可能的，你就别傻了。他不可能为了你放弃他的名声，是不是啊？未来的贤王妃。本王妃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听摄政王妃这意思，难不成还要让本王妃认下这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成？本王妃？你自称本王妃？周小姐，你现在只是有赐婚的圣旨而已，还没有大婚呢，居然现在就自称本王妃，你这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既然你说这婢女做下的事情不是你指使的，那我可就发落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吗？你家主子说不是他指使的，那就是你自己的意思了呗。对，跟小姐没关系，是我看不惯摄政王妃的样子，才会说你的坏话。林家2姐妹与你交好，我自然要给她们2个一点颜色瞧瞧。这针上有毒吧？还挺有意思，是吧，贤王妃？啊不，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眼神就开始变得朦胧，慢慢的脸色潮红，不停的挣扎，仿佛没了理智，不停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尚书夫人和林家2姐妹看着眼前的景象，脸色瞬间惨白。差一点，如果不是寻儿让华善跟着自己，那现在地上挣扎的可就是她们姐妹俩了。那婢女哼唧的声音越来越大，周围的夫人和小姐们听得脸都红了。华善，杀了吧，就在这儿。夫人和小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吓了一跳，他们本想着被寻只是简单教训一下就完了，可没想到他居然当着他们的面将人给杀了。他就不怕落个狠毒的名声吗？周玉也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这婢女从小陪着自己长大，本想着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再想办法将人给救出来，可没想到被寻居然将人给杀了。好了，现在周小姐，你的婢女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你这下可以放心了，她不会出卖你的。我早就说过了，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最是护短，而且半点亏也吃不得。所以谁要是得罪了我，感动我身边的人，我可不管你是极品什么级别，这婢女就是下场。摄政王妃，她只是一时想差了，就算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惩戒一下就是了。没想到你居然将人给杀了，你就不怕摄政王觉得你狠毒吗？你这样的脾性，怎么能够配做摄政王妃呢？我不配，难道你配？至于王爷，如果现在要是王爷在这儿，他怕是连个全尸都留不住。哀家就休息了一会儿，这是发生了什么？呀，这怎么还死了一个？这是谁家的小姐呀？啊，这可怎么好呀？参见舒太妃。起来吧，谁来跟哀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众人的目光都落在被寻的身上，毕竟人是他杀的，
如今太妃问起来，自然也是他回话。谁都知道贤王有多重视未来的贤王妃，不然也不可能一回京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宫去请了赐婚的圣旨，还请了京都所有大臣和家眷来参加宴会，就是为了给这未来的贤王妃长脸。舒太妃看见贝寻这次并没有给自己行礼问好，心中一跳，这事不会跟他有关系吧？舒太妃甚至还私底下叮嘱过周瑜，要跟这些夫人和小姐们打好关系，能结交就结交，结交不了就留下个好印象。关键时刻，这些夫人和小姐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人是本王妃杀的。众人哗然，谁也没有想到魏巡在舒太妃主持的宴会上杀人，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他家主子理直气壮，他家主子就算是理不直，他气也壮啊。本王妃跟林家两姐妹要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们两个性子跳脱，本王妃特意让身边的丫头跟着，生怕她们冲撞了未来的贤王妃。可本王妃身边的丫头却听见这个婢女站在未来贤王妃的身边，跟其他小姐说本王妃的坏话，而贤王妃也并未阻止。本王妃身边的丫头本不想理，可没想到未来贤王妃身边的婢女突然向林家两姐妹射出有毒的银针。我身边的丫头会武，结下银针后就跟她打了起来，所以本王妃就把她杀了，就是这么个事情。是这丫头亲口承认的？哎呀，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回舒太妃，刚才这婢女已经亲口承认是她做下的了。要不是摄政王妃身边的婢女将毒针截下来，刚才在此身败名裂失了清白的人就是臣妇的两个女儿了。这婢女是未来贤王妃身边的人，所以还希望她能给臣妇一个交代。我兵部尚书府的女儿不是谁想射两针就能射两针的。不是我做的，刚才这婢女也说了，不是我指使的。好，就算不是你指使的，可人毕竟是你身边的。未来贤王妃身边的婢女在宴会上携带有毒银针，还射向官家小姐。今日的宴会，京都几乎有头脸的都来了，这毒针到底是想射谁，可就不好说了。这件事儿确实我也是有责任的，是我没有看好身边的婢女，才会出现这种事情。真是对不住各位夫人和小姐了，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周小姐，你该道歉的是林家姐妹，并不是众位夫人。那根银针射的可是那姐妹俩。摄政王妃，咱们也别这么得理不饶人吧。本王妃没理都得缴3分，那就更别提本王妃现在有理了。要是谁看不惯本王妃，就对本王妃身边的人下手，那以后谁还敢跟本王妃一起玩？如果没人跟本王妃玩了，那本王妃就只能经常进宫跟太妃您玩了。想必您应该会很高兴的吧？摄政王到，贤王到。他可没有错过周瑜刚才看见凤千诀的时候眼中闪过的一抹惊艳，虽然只有一下，但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随即眼睛一亮。王爷，我在。我杀人了。杀了便杀了。未来贤王妃说你会觉得我狠毒。不会，能被玄儿杀是他的福气。我舒太妃说我得理不饶人。欺负了玄儿，就算咱们没理，也不能饶了他们。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夫人和小姐直接看直了眼，这还是刚才那个下令杀人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的摄政王妃吗？莫不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吧？刚才不是还对天对地的吗？就连舒太妃都被他给对得没话说了。这些人里面最不委屈的应该就是他了吧？就贝寻现在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别说凤千诀了，就连他们这些女子看了都心有不忍，恨不得将让他受委屈的人碎尸万段。
跟着过来的大臣看见凤千爵哄娇妻，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还是那个打得别的国家节节败退、从无败绩的将军吗？这还是那个在朝堂上一怒之下下令砍了大大小小贪官污吏20余人的摄政王吗？这还是那个从来都没个笑脸、遇事从来不慌、看不出喜怒哀乐的战神吗？玉儿，就按摄政王妃说的，给林家姐妹俩道个歉。今日之事，不能全怪玉儿，本王也有过失。是本王没有查清楚这婢女的底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本王替玉儿给林家姐妹道个歉，还望夫人和2位小姐原谅。待明日，本王定送上厚礼，给2位小姐压惊，这样，摄政王妃可满意？贤王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家王爷来了，一切都听王爷的。这摄政王妃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都被欺负哭了。只有凤千爵知道，他这哪是哭呀，他这是实在是演不下去了，也忍不下去了，这不笑得都快出声了。既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宴会已经准备好了，本王还请了好几个会做特色菜的厨子，咱们一起去尝一尝。这里很快就只剩下凤千爵和贤王几个人。贤王刚想跟凤千爵说什么，就看见贝寻的脸转了过来，那绝美的脸上哪有一滴眼泪。王爷，咱们过去吧，让客人久等了不好。本王和王妃就不去了，王妃今日心情不好，等10日后你大婚的时候，本王定会带着王妃来喝喜酒。王爷，您今日看见林安叔了吗？看见了，不过他好像有事提前走了。当着本王的面想另一个心悦你的男人，你就不怕本王吃醋？王爷，您的王妃是个看脸的人，您应该对自己的样貌有着绝对的信心。这天下就没有比你再好看的人了，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够。看不够吗？凤千爵不仅想起万年前2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哇，好漂亮的小哥哥呀！小哥哥，怎么睡在这里啊？这里可不能睡，这里是魔族的地盘。你还是快点走吧，这魔族里有个大魔头，会吃小孩的。小哥哥，不要在这里睡觉，我娘跟我说，最近魔族不是很太平，里面好像在打架，所以你还是赶紧走吧。小哥哥，你快起来呀！你怎么这么重啊？这一笑让小姑娘忘了用力。小哥哥，你笑起来可真好看呢。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看的人呢。我原本以为大师兄和崔哥哥已经很好看了，可跟你比起来，哎呀。你是谁？声音也这么好听，这是不是就是我娘说的秀色可餐？刚才还饿呢，现在好像确实不怎么饿了，原来娘没有骗我。突然凤千爵的眼睛眯起来，将小小的贝寻抱起，几个闪身就不见了。明明就是在这里啊，怎么突然就不见了？过了桥就是魔族，寻儿不会进去了吧？不会，领主跟寻儿说过不让他进去，所以他应该不会。哼，领主还说不让他偷偷跑出来呢，结果呢？哎，算了，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寻儿不喜欢黑乎乎的地方，应该不会去魔族。小哥哥，你好厉害啊，连大师兄和崔哥哥都没有发现我们。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呀？这样以后我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了。听着他咕咕叫的肚子，抿了抿嘴。你在这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小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呀，我还没看够呢。没看够？看你没看够。吃吧。这是红莲果，你从哪弄来的呀？崔伯伯的树上一年也只长2个，还宝贝的跟什么似的，你居然有这么多，真好吃，
我都1天没吃饭了，可饿死我了。要不是碰见小哥哥，再有一会儿都不用他们找我，我自己就先被饿回去了。你是谁家的呀？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是我爹娘家的。昨天我听见有人说魔族的门口有一条河，可好看了，所以我就偷偷来看看。可是这里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一定是他们说错了。我要回去告诉他们，这里没有漂亮的河。小哥哥，你是哪一族的呀？我是魔族的，不过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小哥哥，你是魔族的呀？怎么会呢？魔族的人不都长得很可怕吗？哼，是很可怕，不过可怕的不是长相，而是人心。你还小，不用知道这些，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吧，这里没有好看的河。小哥哥，虽然我小，但是我不傻哦，我看得出来你不太开心。我吃了你的果子，不会白吃的。你这里怎么黑漆漆的呀？我给你变个星星吧，可好看了。怎么样，好看吧？只有我会变哦，其他人都不会呢。小哥哥，这星星能维持5天，以后你都要开开心心的哦。这么多果子，这样吧，我每5天就偷偷溜出来给小哥哥点一次星星，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贝寻，你可以叫我寻儿。好，寻儿，我记住了。不过以后你还是不要来了，这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寻儿说话算数，娘说在外面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一定会来的。小哥哥，我一定会来的。啊，大师兄，你怎么又回来了？啊，我错了吗？啊，严令，快把我放下来！凤千诀，回神了。你在想什么呢？看着眼前放大的绝色容颜，凤千诀一把将人拉到怀里，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寻儿刚才说什么？我说林安叔可能有问题，他可能是个假的，不过我还不能确定，明天咱们一起去城外看看吧。第2日中午，喂，王妃，前面有一辆马车停下了，好像是贤王府的，看样子应该是在等我们。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见过摄政王，见过王妃。有事？本王听闻国师大人回来了，现在就在城外的万福寺，所以想带着玉儿过去拜见一下。不知王爷和王妃是不是同路，所以问一下。如果是同路的话，正好可以一起结伴。王爷，就去看看吧，反正去哪玩都是玩。好，寻儿想去，那就去看看吧。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同行啊？咱们自己去不行吗？那国师，咱们说是去拜见，可哪有那么容易能够见到？但我听闻，那国师跟摄政王关系很好，如果能同去，能见着的可能性很大。月儿，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见国师呢？周瑜眼中闪过一抹阴霾，没有回答。2个时辰之后，寻儿，醒醒，咱们到了。啊，不想起啊。贤王2人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看见贝寻下马车。刚想问魏泽，就看见马车的帘子突然飞起，一道身影冲着山上快速地飞了上去。王爷这时，我们王妃闹觉呢，王爷抱上去了，说让贤王自便。玉儿，咱们也上去吧，今夜就在这儿住一宿，明日一早咱们再去拜见国师。这晚，早知道就不睡那么久了，现在好了，一点睡意都没有。也不知道贤王和那周玉是不是住在一个厢房了。
这还没成婚呢。唉，素斋一点都不好吃，没吃饱。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好像是烧鸡的味道。是谁这么没公德啊？居然在寺庙里偷吃烤鸡。那个，要不属下扔了？哎，别！有烧鸡吃，谁还要什么公德心啊？赶紧给本王妃拿进来，可饿死我了。这烧鸡啊，是那会儿吃完晚膳以后，王爷看王妃没吃几口，命属下特意去附近的镇上买的。行了，本王妃知道了。我早就让华善去休息了，就在隔壁。你赶紧给他送去吧，烧鸡凉了可不好吃。凤千诀，你真好，居然在寺庙里给我买烧鸡吃，你也不怕佛祖怪罪？玄儿第一，佛祖嘛，心里有就好了。来，陪我一起吃。慢点吃，少吃点，不然一会儿该不好消化了。没关系，反正我也睡不着，一会儿吃完了正好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正在两人吃了一半的时候，敲门声响起。你这小油手，本王去开门就好。那王爷去吧。国师，见过摄政王妃。那个要不要一起吃点啊？我猜想王妃可能吃不惯寺中的斋饭，特意去后山打了点野味做好送来，还望王妃不要嫌弃。国师真是客气了，快来坐下一起吃。国师只是住在这里，但严格来说并不算出家，所以也就没有忌口。说起来啊，还要多谢王妃命人送来的书，不然我现在可能已经埋土里了。没想到你悟性还挺好的，就连心性都更进一步，还不错。说起来，本王妃还得多谢国师在我们大婚之日的帮忙。其实我也没帮上多大的忙啊。那天我本想以自己的修为助王爷和王妃对抗天命，可我的修为还是太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虽说是这样没错，但你的心意我收到了。就算你有机遇让你得以窥探一部分天机，但你的肉体和灵魂也都只是普通人而已，对抗天命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以你的修为能冲上天际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啊，多看书还是有好处的。看书这么好，那你怎么不看啊？魏巡想了想，看了凤千诀一眼，只见他冲自己点了点头，便伸出手隔空点向国师的眉心。国师只觉得脑海中渐渐清晰，一个金色光点悬停在他的脑海中，隐隐发光。这是算是谢谢你的，至于能不能炼化出识海，那就要看你自己了。识海，那可是识海，一旦有了识海，那他岂不是……想到这儿，他定定地看着贝巡，希望他想的都是真的。你想的不错，如果你能炼化出识海，确实是有飞升的可能。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就算我给了你机会，你也并不一定能够炼化出来。要知道，在神界、魔界和妖界，识海是天生的。可对于普通人来说，想修炼出识海，比登天还难。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不太愉快，可不能否认的是，你确实是个好人，而且有天赋，也有机缘。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就要看你自己的了。多谢王妃点化，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做王妃的弟子，还望王妃收下我，您就当多个跑腿的就行。别，你快起来！我教不了你，我真的教不了，我自己还不会呢。哼，没想到玄儿还挺有自知之明啊。我再怎么样也比国师强一点吧？这倒是，你的神魂是这天地中最强的。你要是非用自己跟这什么国师比，那他确实是比不了你。凤千诀听着两人在神识中的对话，憋笑憋得辛苦，可还是被贝巡给发现了。
看见贝寻危险的眼神，凤千觉马上正了正神色。寻儿最厉害，比本王都厉害，比你师兄也厉害。我就不该说话。寻儿，你这么做是对的，多留些善缘。当然了，如果你能多看些书，那就更好了。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看了，可看了就想睡觉，我也没办法呀。我当文盲，我骄傲。再见。寻儿确实只能帮你到这儿，至于收徒就不必了。有些事情他自己都不太能搞清楚，你还是自己悟吧，没准比跟着他还能快一点。国师从一进门，视线就集中在贝寻的身上，直到现在才发现凤千觉的不同。王爷，您……王爷怎么了？你看出什么来了？王爷，居然是银色的。没想到你居然连这个都能看见。那一会儿我再给你一本书，回去看，你肯定能比我学得快。你看得不错，本王无意间找回了神魂。自从上次开悟了之后，我确实能看到更多。可就在大婚前，咱们见面那次，您并没有神魂呀。虽然现在我还看不太清楚，但却能看见王妃的神魂是金色的，王爷您是银色的。所以，王妃是神灵，王爷您是……没想到你都能看见这么多了。除了这些，你还能看见什么？王妃的神魂目前看来问题不大，可王爷却只有一半的神魂，那岂不是……本王知道。你知道，可我不知道。你继续说，不用怕他。摄政王府我说了算，就连他也得听我的。王妃，您自己看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难为我呀？他针对我藏的，我上哪看去啊？还是本王来说吧。薰儿，我确实是只有一半的神魂，就是那次找回来的。至于另一半神魂，在神山下。薰儿，没关系的，能找回一半神魂认出你，我已经很满足了。至于那一半神魂，早晚都会找回来，所以你别担心，好不好？魏寻心里闷闷的，半晌都没有说话。他是不想看书，是想做个文盲没错，但这并不代表他连最基础的都不知道。神山，那是3界生灵犯了大错受罚的地方，不能进出，日日受雷刑。突然间，魏寻想起那次的赏雪宴，他在山洞中踹凤千诀时脑海中出现的场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一个看不清长相的白发男子不停地受着雷刑。越来越清楚的记忆让两人的身影慢慢融合。果然，他看见的就是凤千诀受罚的另外一半神魂。薰儿，我真的没事，真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习惯就好了。大师兄，别再压制我的记忆了，该想起来的我早晚都会想起来的。前段时间我已经想起了我娘，我小时候的事。虽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我绝对不只活了这一世。我一直都知道我的神魂受过伤，但你们不想说，我也不曾问。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忘记了上一世的所有人，我爹娘、大师兄、崔哥哥，还有凤千诀。魏寻怒吼，他是不爱学习，但他不傻。在第一次脑海中出现一些片段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人压制了他的记忆。上一世我们是相识的，对不对？上一世我们也是相爱的，对不对？100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好不好？我不想什么都不记得，我想记起你们所有人，所有的事情。薰儿，不告诉你，是因为你的神魂现在还不稳定。等你稳定了，我一定将什么都告诉你，好不好？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上一世，我们也很相爱，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也都没有放弃彼此。
国师看着两人的样子，暗道完蛋了，他好像闯祸了。但这也不能怪他呀，他怎么会知道王妃不知道王爷神魂的事？他还以为王妃什么都知道呢。但是他们二人，一个神魂受损，另一个神魂只有一半，那是多强大的力量和信念才能坚持到现在啊！没有放弃彼此吗？你为我踏破天门，我用灵魂护你永生，所以凤千诀，那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是不是？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是不是？是，我听见了。一直以来支撑着我的就是这句话，你让我等你，我就不会放弃，不管怎样都会一直等你。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遇见的，哪怕千年万年，天命又如何？谁都不能将我们分开。薰儿，你都想起来了？没有，只是有些片段。我让大师兄别再压制我的记忆，然后他在那儿装不在呢。别怪你大师兄，这万年他为了找你也很不容易，他也是为了你好。我知道，我就是发发牢骚嘛。如果我脑海里的片段没有出错的话，当年我以灵魂护你永生，那你的另一半神魄为什么还会被压在神山下？薰儿，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可好？他是被骗的，他们说你的神魂被压在神山下，所以他才会去神山。可他不知道啊，当时你已经站在雪山之巅了，他们设计趁着他重伤，将他的神魂压在神山下。他感觉到给你的手链碎了，就一心想随你去，但就是因为听见了你的话，他等了你万年。叶白，你不该告诉薰儿的。如果这件事不让他知道，他怎么会努力？难道万年前的事情你们两个还要再重来一次吗？你还想让他再跳一次幽潭？魏巡听见叶白的话，闭上眼睛，大脑一片空白，无数片段袭来，可怎么也看不清。薰儿。一面镜子里，风千诀站在天门前，一步一个血脚印，坚定地往前走，看着神剑一次又一次无情地砍在凤千诀的身上。不！魏巡突然睁开眼睛，眼里全是惊恐和恨意。他挣开凤千诀的怀抱，飞身冲了出去。凤千诀看着失控的魏巡，赶忙紧随其后。国师也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他就好好的来送个饭，这是怎么了？隔壁的华善和魏泽听见声音，还以为有刺客，急忙走了出来。哎，这儿怎么了？怎么全都出来了？难道是欢迎我啊？不用啊，我就是听说你们来万福寺了，来凑凑热闹。主要是想拜拜佛祖，毕竟我不是发誓了吗？华善没空理他，转身就追着魏巡的方向而去。米峰这才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也紧紧地跟在后面。魏巡站在后山的一块空地上，眼中满是杀意。慢慢的，一个小小的金色的翅膀在身后显现，并且越来越大。快阻止他！密室中的金翅有反应了。已经来不及了，金翅的身体已经在他身上。本体，可能这就是命吧。叶白没有说话，几息之后便出现在几人身前。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不能来人间吗？今夜是初七，出来一会儿没关系。王爷，这位是薰儿的大师兄。啊，那是自己人啊。嗨，等等，主子的大师兄不是阎王吗？魏巡身后的金翅隐隐颤动，就好像在召唤什么一样。叶白叹息一声，一个被青光包裹着的金翅感受到召唤，快速地冲着魏巡而去。金翅感受到魏巡的愤怒，不停地扇动翅膀，将他带到半空。众人看着这一幕，差点没跪下来拜一拜。
凤千诀，快阻止他！金枝已经认主了，他神魂受损，还不能完全的控制得了自己。他现在是无意识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杀本神父母，欺本神爱人，逼本神跳幽潭，利用本神的善心吗？你们好得很。天命，如果天都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天命了？薰儿，薰儿，你看看我，我就在这儿，在你身边。薰儿，薰儿，大师兄已经查到了些许线索。你说的对，或许领主并没有消散在这天地间。薰儿变的星星真好看。如果薰儿喜欢吃这果子，每次薰儿来，我都给薰儿带可好。薰儿，其实我可能不如你想的那么好。薰儿每次都看我的脸，如果有一天看够了，那我该怎么办？看不够，等回去啊，我就在裙子上缝一个大兜兜，将你装进去。想你啦，我就拿出来看看。魏巡转过头，看见凤千诀放大的侧脸，一闭眼晕了过去。华山和米峰几人守在房间门口。主子刚才……闭嘴！主子的大师兄是来收谁的？说话多的人。叶白和凤千诀站在床前。刚才薰儿说的话，三界应该都听到了。无妨，我们两个现在毕竟是在人间，按照规矩，只要我们二人没有为祸人间，就算是三界，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崔珏在薰儿刚到人间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探查薰儿的命簿，所以他将薰儿的命簿给撕下来了。至于你本就是魔尊，一切之主，就算只有半个神魂，他们也不敢轻易动你。万年前的事情，我会加紧查。你现在只要好好守着薰儿就行了。他可是这天地间唯一一个真正的神，天界那些所谓的众神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毕竟没有谁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无端地握在别人手里。当初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才向天地求得了真神。是真神让万物生灵和他们的神位得以延续，结果日子好了，这次又受不了真神的存在了，生怕世代转世的真神将他们给灭了，用完就扔，真是可笑。就算是给狗扔块骨头，狗都知道摇摇尾巴。等知道背后这人是谁，我一定会亲手将他拉下神坛。还有那个将薰儿身份透露出去的人，本尊绝对不会放过他。主子怎么样了？他没事，睡一觉就好了。还有今夜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在他面前提起。第二日，主子，您醒了？醒了。王爷呢？王爷知道你吃不惯这的饭菜，说这附近有个地方的包子特别好吃，一早就下山去给您买了。这会儿应该快回来了。我昨晚是怎么睡着的？我记得昨晚我们和国师在聊天，说到凤千诀。薰儿，你醒了，看来本王回来的正好。昨晚你知道我另一半神魂在神山的时候突然晕了过去，现在感觉怎么样？可还好？晕过去了？对，就是晕过去了。国师说是因为太激动了，休息休息就好。凤千诀，昨晚我做梦了，我梦见在天门前你全身是血。凤千诀，虽然上一世的事情我想不起来，可凤千诀，你告诉我，那不是真的，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对不对？对，那都不是真的。薰儿不要再想了。看着被寻的样子，凤千诀的眼神坚定，有些事情似乎该去做了。他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那不是梦，
那就是上一世发生的事情。要是这样能让他安心一些，那自己就当作不知道好了。神山嘛，闯一闯又何妨呢？王爷、王妃，贤王和周小姐来了，让他们进来。见过摄政王，见过摄政王妃。贤王不是要去拜见国师吗？怎么有空到本王这里来？这不是刚要去吗？顺便来问问王爷，要不要一起同行？薰儿，你的意思呢？你们先去吧，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对了，魏泽，一会儿走的时候别忘了再去买2只烧鸡，就昨晚那样的。米峰和老张头还没吃过呢。贤王见此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跟周玉先行。魏巡喝了杯茶，在屋里晃悠了一圈，这才拉着凤千诀向国师的禅房走去。啊，贤王、周小姐，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哈，摄政王和王妃来了，国师今天早起就在等着了，这都问了好多遍了。贤王也一起吧，来都来了，总得见一面不是？哼，想借着自己的事，也得看自己愿不愿意呀。可算是来了，我正想着，你们怎么来了？本王这次来，是想请国师给月儿看看。周玉看着面前的国师，眼中有着一丝谨慎。其实他是害怕的，怕自己不是女帝的命。可，万一是呢？本国师早已不给人看命了，贤王还是请回吧。这人都来了，你就顺便给看一眼吧。你怎么不自己看呀？我不会，我只能看见灵魂和一些简单的，其他的偶尔能看见，时灵时不灵。既然摄政王妃开口了，那本国师就给你看看。将面纱拿下来吧。能不能让其他人避一避呀？本来就是因为王妃开口才勉强给你看看，你这还挑上了。贤王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袖子，示意他将面纱摘下。那一张脸竟然跟备询有着8分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周瑜想让国师帮自己看命的原因。当年邹家被清剿，剩下的人藏匿起来，小心翼翼地活着。但在女帝画像出现的时候，这张与备询8分相似的脸，让族里唯一剩下的几个人再次燃起了希望。在知道画中的女子就是女帝外孙女的时候，就费力地将周瑜送了出来，希望她能有机会将备询杀了，成为下一任女帝。这让周瑜感觉到很挫败，他死死地看到备询，试图从他的脸上找到一丝不安，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连凤千诀都没有再多给自己一个眼神，就算跟自己长得很像又如何？假的就是假的。在他外祖母跟自己说起永墨古国的时候，他就知道那是他将来必须要去的地方。他有种感觉，自己跟古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贤王，本国师奉劝你们2人，还是歇了不该有的心思，尤其是这位周小姐。如果你一意孤行，将来的结果定会是万劫不复。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强求也无用。更何况，周小姐，你觉得一个契约了灵魂的人会认错自己的主人吗？古国的画像他也看过，一直以来在家人的灌输下，他一直都认为下一任女帝就是自己。可前几个月，女帝突然回来，并声明自己已经找到了下一任女帝，而且这一任女帝或许就是古国真正的主人。贤王怔怔地看着周瑜，为什么会这样？他之所以会同意带周瑜来见国师，也是为了想要确定这周瑜的身份是不是真像自己想象的那般尊贵。如果是，那将来对自己坐上那个位置将会是极大的助力。既然看完了，那就走吧。国师的话，你们2人好好记在心上，不要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到时候追悔莫及。仙王只觉得现在脑子里乱乱的，起身走了出去，就连身边的周瑜都顾不上了，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那个人就一定是你呢？咱们俩长得有8分相似，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一定是你们串通了国师，在这里危言耸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不是吗？不然为什么还会来找国师看命？而且你不知道看命是不能说假话的吗？用自己的天赋和机缘撒谎是会遭报应的。我不信，上天给了我这副容貌，绝对是有原因的。咱们走着瞧。你的容貌真的一开始就是这样吗？自欺欺人挺没意思的，有时候假话说多了，甚至连自己都相信了，真是可悲。国师见碍事儿的不在了，颠颠的走了过来，一脸殷勤的看着贝寻。拿去吧，如果今日再不给你，怕是你都要跟我们走了。行了，你该闭关了，我们也该走了。国师看着贝寻和凤千诀走出去，默默地跪在地上，冲着两人消失的位置磕了3个头。寻儿，我今日有些事想要处理，咱们再住一晚，明日再离开可好？其实就算凤千诀不说，他也打算再住一晚的，毕竟有些事情已经知道了，如果不去做，他怕是要憋死。寻儿乖，明日一早我就回来，你晚上乖乖睡觉，不必等我。我知道了，又不是小孩子，还能丢了不成？晚上后，这个手链你帮我拿着，明日一早再给我。今夜你和米峰两人换着守在门口，不管任何人都不能放进来，就算是王爷回来了也不行。主子，您放心吧，我只是去看看，什么都不会做的，不会有危险。明日一早我就回来，这件事不要告诉王爷，你和米峰知道就行了。华善知道自家主子的性格，只能点头。华善，你叫我有事啊？华善将贝寻嘱咐的话说了一遍。主子他干什么去了？米峰心里的感觉和华善一样，都不怎么好。唉，主子，让他去吧。以主子的性格，能忍1天，等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万年了，你还在这里，真好。随即一挥手，将天宫点亮，转身消失不见。魏寻不知道，他才刚离开不久，风千诀就到了。他怔在原地，看着满天星空，捂着胸口，痛到无法呼吸。在确定贝寻确实已经走了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连接魔界的桥梁。果然不是初期，有些费神魂啊。神山到底在什么位置啊？那破书上不能写明白吗？这天都快亮了，我就不信我找不到。最后一个，如果这个再不是，就只能下次再来了。贝寻在穿过这个位面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就是这里。看着这禁制，贝寻都要气笑了。要知道，他身上的金光是可以破了所有的禁制的，面前的这个禁制破不了，那只能说明这禁制是专门为他而设计的。召唤出金翅，带着自己直直飞起。在与山顶平齐的位置，他终于看见了一个白发男子，被重重铁链绑在山顶，不停地受着雷击。白发男子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一样，费力地抬起头，却无法透过结界看到外面。没错，这白发男子就是凤千诀的另外一半神魂，跟他脑海中在天门前看到的一模一样。魏寻深呼吸，运起身上所有的金光，冲着那禁制狠狠地击过去。可就算是这样，那禁制也只是轻轻地闪了闪，连个裂痕都没有。别怕，终有一天我会打破这禁制，将你救出来。地府，我感觉不到玄儿的神识，他干什么去了？你就不能坐一会儿？你这么转，难道就能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是不是知道玄儿去哪儿了？其实你也知道他去哪儿了，不是吗？让他去吧，不然他不会安心的。这样也挺好啊，
那小子不能去神山，不然那天雷劈了他所有的神魂，会灰飞烟灭的。不然当初领主也不会费力的去抢他那一半神魂。神山的天雷那可不是一般的天雷，跟上次劈你那个是两回事儿，那是雷罚。寻儿去了，这未必不是一个突破口。寻儿为他去了神山，可不管是万年前还是现在，他也为寻儿做到了极致。你总是觉得寻儿如今都是他造成的，可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没有他，寻儿的将来会如何？不懂情爱，神魂一次次的转世，受到天界众神的排挤，那样的寻儿就算永生又如何？他会快乐吗？那小子现在在魔族。此时的凤千诀站在魔界的入口，看着这已经万年不曾踏入的地方，眼底一片阴暗。当初他在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了寻儿，寻儿就是他无趣生命里的那道光，照亮了他的心。可天生魔骨，这就注定他的路会比同族其他的人更难走。魔界一旦发现天生魔骨，所有人都将联合起来将其绞杀，想重回魔尊之位，除了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再次将魔剑拔出，别无他法。而凤千诀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魔尊，您终于回来了。自从您出事之后，魔界再度陷入混乱，青衣费尽心力也只收复了1/3。如今魔尊回来，青衣愿意将手中所有人交到魔尊的手中，但青衣有一个要求。魔尊，青衣爱慕你。不可以！魔尊，你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如果这样贸然将魔剑拔出来，您的神魂会受不住的。而且其他各势力的人想必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本尊已经成婚了，而且本尊不需要任何人的助力。如果你愿意归顺，自然好；如果不愿意，本尊不介意将你送去跟反叛者团圆。凤千诀，你以为现在的你还是当初的实力吗？你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根本就不可能将这魔戒重新握在手中。只有我能帮你。瞬间三界所有的生灵都能看见魔界银光乍现，就连在地府中的崔珏都为之一震。他快速地找到叶白。你看见银光了吗？看见了。你也不劝劝他，他这样他不要命了吗？要是能劝得动，万年前他就不会凭借一己之力去踏天门了。崔珏看着魔界方向那冲天而起的银光，心中为凤千诀紧紧地捏了一把汗。魏巡的神识正要回去，看见魔界上空的一片银色光芒，脸色惨白。凤千诀，你真的不愿意接受我，那就别怪我了。继续攻，他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我就不信他能坚持到将魔剑拔出来。趁着他现在不能松手，赶紧上！难道你们希望魔界有人统治，掌握着咱们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不成？本来还在犹豫的魔族人再次冲了上去，不知道挡了几回，凤千诀的嘴角慢慢的溢出血迹，却依然没有放手。他唯一的信念就是要保护备巡。天界、魔界、妖界都已经知道了备巡的存在，妖界尚不知道如何，但天界肯定是要将备巡诛杀的。现在唯有他将魔界收服，才能让备巡少一份危险。只差一点了。凤千诀，金光，这怎么可能？寻儿，你怎么来了？泪水顺着凤千诀的手渗透进了魔剑里，全身漆黑的魔剑竟然隐隐地发出金银两色光芒，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魔剑全部拔出。本尊就算只剩下半个神魂，也依旧是这魔界的主宰。魔界，叛乱之人，
全部诛杀，一个不留。魔尊终于回来了！是啊，只有魔尊在的时候，魔界才是公平的。当年魔尊出世，魔界就跟以前一样，再也没有咱们的立足之地。魔尊再不回来，我马上就要被那些人打压的坚持不下去了。魔尊！眼看天就要亮了，风清觉只能快速的安排好魔族的事情，带着备询走了。薰儿，风清觉，我懂，我都懂，我懂你的冷漠无情，懂你的杀伐果断，懂你从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不易。我会努力，不会让你孤军奋战。虽然我不太能想起从前的事情，但脑海中时不时出现的片段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风清觉，谢谢你，谢谢千万年来你从不曾放弃过。应该是我谢谢薰儿，如果不是薰儿，万年前我不会去争夺魔尊之位，今日也不会有勇气再次去将魔剑拔出来。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可能至今都是一滩烂泥，随波逐流，最终消散在天地间。薰儿对我来说是永远都不能触碰的底线。天马上都要亮了，主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要不你进去看看吧，我怕主子出什么事儿，我是男子，不方便进去。华山，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没有？你能不能闭嘴？主人说不许任何人进去，你是不是听不懂啊？主子的大师兄走的时候，怎么就没把你这个话痨一起带走？王爷，主子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包括王爷。我知道，他已经醒了，我进去看看。不行，主子说了，没有他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如果王爷要硬闯，属下只能得罪了。哎，姑奶奶，我的姑奶奶呀，快放下，有话好好说，这是干什么呀？你又打不过王爷，快放下呀！打不过也要打，主子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主子说谁都不能进去，那就连只苍蝇都不能飞进去。华山，是王爷来了吗？是王爷来了。我睡醒了，让王爷进来吧。昨晚你干什么去了？我就去魔界门口看了看，然后随便逛了逛，哪都没去啊。后来看见荧光后就去找你了。我就是出去转转，这都不行吗？你不是也背着我回魔族了吗？风千觉理亏，只能小声的哄着。你的神魂没关系，休养一段时间就好。魔剑也能助我，不要紧。但是薰儿，你的神魂之力怎么会有枯竭的现象？昨晚上迷路了，找不到位面的入口，就将位面给撕了几个口子，然后再给补上，耗费了一些神魂。天一亮，一行人就坐上了马车，往兵部尚书夫人说的那处悬崖驶去。魏巡想去看看当初救下了林安舒的那家人还在不在。主子，前面没路了。尚书夫人说的应该就是前面那座山，那户人家就住在那座山的半山腰。这种地方，真的还有人愿意住在这里不想出去吗？就算不为了自己，也不为了孩子想想。回王爷，王妃，这屋子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住了，也可能是就没住过人。会不会是尚书夫人一家给了银子以后，他们搬走了？不会，当初尚书夫人要将人接到京都，他们都没去，又怎么会拿了银子自己搬走？跟着兵部尚书一家，不是比他们自己谋生要好得多？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家人根本就是假的。那现在的林安舒，也根本就不是当初从悬崖上掉下来的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让大师兄查一查？不让雷劈死我，你是不是哪哪都难受？这件事情等回去以后，还是让人查一查吧，先不要声张出去。就算现在的林安舒是假的，
但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危害林家的事情。在有结果之前，咱们派人盯着点就是了。谢鸟，哎，费点也来了，估计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王爷、王妃，南疆突然联合北海，一起攻打我国边境。边境突发瘟疫，死了不少人，到现在无药可医。这瘟疫，怕是南疆的手笔。看来，本王要亲自去一趟了。你别阻止我，反正我肯定是要跟你一起去的。就算你不让我去，等你走了之后，我也会偷偷去。所以，你还不如就让我跟着。罢了，玄儿想去，那就一起去吧。皇上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本王现在尽管安排一下，明日一早，咱们就先行出发，凤家军紧随其后。好，那王爷快去吧，我去找老张头，这不知道是瘟疫还是毒的，估计就只有他有办法了。啊，对了，这是大婚前一日外祖母给我的，说是能调遣永莫古国外部的1万兵力，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本王有凤家军，所以这块令牌还是寻儿拿着，本王也安心一些。啊？你说什么？要去南疆和南境的边境打仗？哎，不，我可不去啊！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去了也是个累赘。南境边境出现瘟疫，已经有很多百姓因为这瘟疫丧生，军医至今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才会带上你。哎呀，这好日子才过几天呀！南疆就又开始做药，估计那不是什么瘟疫，是毒吧？用毒对付无辜的百姓，真是不要脸，丧尽天良。哎，小祖宗，咱们会在路上走多久啊？咱们不跟着大军走，到南境边界应该半个月就能到。够了，这半个月啊，我也研究点毒药，毒死南疆那群不干人事的小矮子。明日一早咱们就出发，今日你准备一下，需要什么东西或者药材就跟米峰说，银子从乌城阁出，没有上限。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再给你1万两红包，算是你这一趟的辛苦费。张子时激动地看着备询，差点没给他跪下磕俩头。1年多了，他终于见着回钱了。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天知道他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每天的1日3餐都得算计着花。对了，你那个小徒弟就别带着了，留在摄政王府吧，毕竟那边有战事，他太小，别再给伤着了。安王府。先生，本王的腿什么时候能站起来？再有10日就可以了。先生说的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但是王爷也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情。我听说张子时和摄政王还有摄政王妃去了南境边境，这个是个好机会。张子时？他去边境干什么？他去当然是因为边境有了瘟疫，救人去。难不成那瘟疫是？不错，那不是瘟疫，是我胡家的毒。张子时不是一直都藏在摄政王府里不出来吗？我让在边境的胡家人联合南疆，将毒投到了南境边境的几个城镇中。这样一来，张子时就算不想去也得去。王爷，机会给你了，这次我一定要看到张子时的人头，不然王爷的腿我能治也能毁。本王知道了，这次一定会让张子时有去无回。老张头，你是不是拉马车上了？怎么这么臭啊？要熏死人了！老张头，你不会是把自己熏晕过去了吧？喂，你好歹出个声啊！难不成还真能把自己给熏晕了？哎呀，你这么大个人了，连个五谷轮回都解决不了，真是的，臭死人了！
你才拉马车上了，你才解决不了自己的五谷轮回，你才把自己熏晕过去了。我在研究毒药，知不知道啊？你那毒药的作用，是不是就想把南疆的人全部都熏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也不是不行，但你不能拿咱们自己人做实验啊！把我们都熏死了，你就不怕成为孤家寡人啊？这已经8天了，你没看到从咱们旁边路过的人和马看咱们的眼神有多嫌弃吗？小祖宗，您给评评理啊！我在研究毒药，蜜蜂非得说我拉车上了，还说呀我要把你们都给熏死。这件事啊，您必须得管管，太打击人家的自尊心了。那个老张头啊，虽然我挺想给你做主的，但是你这还不如就拉马车上了呢。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可是在研究能对付南疆的毒药啊！我这都是为了谁啊？我好可怜啊！你是失去嗅觉了吗？这么臭你闻不到啊？这几天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我就是好奇，你是怎么做到没把自己熏晕的？那个，我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呀，觉得有些药的配比不太对，有一点臭味儿，然后就想改良一下。改良之前，我用银针封了自己的嗅觉，所以我……如果我现在给他一脚，能不能把他踹死啊？本王觉得，张神医还是赶紧将药给改良好，顺便将自己的嗅觉恢复一下。哦，对了，本王还有一个建议，为了神医你的小命着想，接下来几天，你最好弄点香香的东西出来，不然……如果你再不弄点香味出来，估计这一脚你是逃不过去的。张子时看着被寻那不太好的脸色，马上像是小鸡啄米似的点头，拿起银针将自己的嗅觉恢复。这怎么这么臭啊？这也太臭了，不行了，我要被臭死了！他还有用，不能踹死啊，暂时不能踹死，等以后留着再踹。正在几人吃着干粮的时候，信鸟飞了过来，在头顶不停地盘旋尖叫。信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叫，这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吃完马上启程，下面的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停了，吃住接在马车上。魏泽中了瘟疫，我们日夜赶路，再有3天就能到。张子时一定会有办法救魏泽的。竹子，您不用安慰我，我知道南境边境的瘟疫，或者说是毒有多么厉害。消息上说，这毒军医暂时也只能缓解，如果中毒，最多只能撑10天，如果找不到解药的话，就只能等死。主子，别忘了你主子我是谁，就算魏泽真的死了，还有我在。你是不是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了？我要是不想让谁死，就是阎王都不敢收。王爷，王妃，开城门。回王爷，城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感染了。魏泽在最后时刻将属下给赶了出来，将自己留在里面。张军医也在，但还是没能研究出解药。老张头儿，到地方了。来，一人一粒，虽不能治啊，但保证能预防，时效1个月。啊，对了，这种预防的，我们马车上还有个100多粒，时间太短，暂时呀只能做出这么多。不过没关系，王爷，你让人将这丹药化水，喂给没中毒的人喝下去，也能预防，就是时效短了一些，只有半月，不过也足够了。张神医，这真的能预防？这平谷镇目前已经全部沦陷，如果这丹药真的能预防，那后面和旁边的几个城镇里的百姓就有救了。放心吧，这老张头啊最是惜命，如果他没有确信的把握，这城门他是一步都不会踏入的。净说什么大实话呀，我不要面子的嘛。这个预防的丹药方子能不能？我知道这很冒昧，如果不行也没关系，我就是问问。不是我不愿意给，而是就算给了你们也没用。这预防的丹药对火候和配比十分的苛刻，
甚至就连下药的时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果错了一步，那就不是解药，而是毒药了。还请摄政王和王妃止步。城内的所有百姓已经全部感染了瘟疫，还请王爷和王妃保重身体，不要进来。魏大人已经染了瘟疫，王爷和王妃断不可以再有事啊！王爷和王妃还是不要进来了。我们这些人如果能救，那是大幸；如果治不好，也绝对不可以连累了王爷王妃。如今南疆和北海犯我边境，王爷和王妃绝对不可以有事儿。本王和王妃这次带了神医来，已经研制出可以预防的丹药，相信不出几日就可以彻底将你们治好。你们放心吧，本王和王妃会一直陪着你们。至于边关的战事，凤家军已经前去，待这里的事情结束，本王就会过去。不管是你们还是边疆，本王都不会放弃。直接到了知县衙门。回王爷，自从下官知道了有人染上瘟疫，就第一时间封锁了城门，不许任何人进出。可那瘟疫传播得太快了，仅仅几日就从3人变成10人，后来就愈发的不可控制。下官觉得不对劲，一边往京都传信，一边让还没染上瘟疫的人去边城找军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来的军医说，不仅是这里，其他城镇里也零星有几个染上瘟疫的人了。目前除了延长染上瘟疫之人的寿命以外，也没什么办法能治好。你也染上那所谓的瘟疫了吧？现在什么感觉啊？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突然体温升高，然后降低，反反复复，再就是咳嗽，后来咳血，最后染上瘟疫的人慢慢呼吸困难，最后活活被憋死。唉，主子，确实不是瘟疫，是毒。这毒很是霸道，就算是短期能解，后面也需要好好的调养一段时间。你确定能解？能，但我需要一点一点试，才能配出解药，大概需要3日的时间。而且主子，这毒应该是胡家的。胡家？胡家应该是跟南疆合作了，不然不可能在这毒发的时候，南疆和北海一同进攻边境。南疆留不得了。华山，你怎么来了？你别过来啊，快出去，这个会传染的。王妃，你们怎么也来了？按照路程，你们应该还要几日才到呀？这不是有人着急吗？主子怕把人急坏了，在收到你中毒的消息后，我们这一路几乎就没停几回。马车跑得飞快，几次都差点把老张头给颠飞了出去。你们有武功，你们了不起，就欺负我一个。其实我觉得自己还能再活几天呢，可以等到你们来救我，不用那么着急，路上找个客栈洗个澡的时间还是有的啊。当然了，华山，我不是嫌弃你身上的味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算是臭死我也喜欢。这一路他究竟在担心什么呀？他这种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了？你呀，快别笑了。如果老张头最后研制不出解药，你就去地府跟我大师兄笑吧，看他能不能看在你笑得像个白痴的份上，让你投个好胎。张神医，张大仙儿，我祝你长命百岁，永葆青春，一辈子银子多的花不完。我保证，等回摄政王府后，您的1日3餐就包在我身上，保证餐餐吃饱，顿顿有肉。所以您一定能研制出解药的，对吧？华山还没答应嫁给我呢，还没给过我好脸色呢，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啊。你说话算数吗？别本神医将你治好以后，你翻脸就不认账了。认，不就是吃饭吗？只要我活着，我说的话呀就算数。3天，给我3天时间，本神医绝对让你比以前更生龙活虎，而且看在吃饭的份上，我再送你一瓶保肾丸，
保证你和华善成亲之后甜甜蜜蜜，他呀天天给你好脸色。这保肾丸呀可是当初我给王爷研制的，可惜啊他俩用不上，倒是便宜你了。哎，王爷，您怎么过来了？本王来找寻儿还有张神医说点事情。魏泽，你感觉怎么样？属下还好，除了有些发热咳嗽以外，暂时还没有任何不适，好像比其他中毒的百姓症状要轻上一些。能不轻吗？在王府的时候呀，你这3天2头的，就算破了点皮啊，都得上我这儿蹭几个丹药吃吃，难不成那些丹药都白吃了？虽不能让你不中毒，但起码呀，你的体质要比一般人强上不少。就中这点小毒啊，你要是等不到我们来就死了，我还是个屁的神医啊，神官还差不多。我保证等这边战事结束之后回到王府，每日呀再给您加个夜宵，我自己掏腰包的那种。张神医，不知道在路上您研制的毒药怎么样了？本王说的不是那个臭死人的毒药。已经改良好了，一点都不臭，无色无味，保证呀比胡家这破毒强100倍。若是用在南疆军中，嘿嘿，您就等着瞧好吧。王爷，您让人啊站在上风口，将丹药捏碎，让风吹到南疆大营中就行。你确定这无色无味？确定。如果有一点味道，回来啊您将我脑袋拧下来。你们留在这里，这一趟本王亲自去。我也去，我可以放风，你就带我去吧，反正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他们在这里保护老张头就行。你呀，真是哪儿都落不下你。华善，华善你在哪儿啊？主子，您叫我。我和王爷要出去一阵，你留在这里照顾魏泽。蜜蜂和魏海贴身保护老张头，估计这几天会有人对老张头下手，我们会尽快回来。咱们是在这里还是再更近一些？不着急，咱们等晚上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再放。就在天快要黑的时候，从南疆军营中突然出现一个身影，朝着2人所在的位置骑马而来。被发现了。齐将军，又见面了。这位是？这是本王的王妃，神灵之女，永墨古国的主人，真神。大师兄，大师兄快出来啊！人呢？大师兄，我有正经事找你。崔哥哥，你在不在啊？快点说话呀，真是急死人了。你说说你们2个，不用你们的时候哪都是你俩，有正经事的时候一个都找不到。你们2个到底上哪儿去了？快出来呀，有坏蛋！大师兄，他是谁啊？救命啊，要死人了！萱儿，杀了他，他是天上的众神之一，主战。万年前就是他带着一众小神将凤千诀拦在天门外，他此次下来就是为了你。除了他，应该还有其他人下来，但目前还不知道在哪儿，我会抓紧去查的。原来是你，怪不得身上的气息如此熟悉。当年本王征战南疆的时候，祁同可没有这股气势。本神这次前来是为了什么？想必你们应该知道。杀了你，我也好早日回去交差。身为神位，却在人间占着凡人的肉身，夺取凡人的灵魂。就算你回去，也会受到天罚。你们2人不也一样吗？要死，一起死。你想的倒是挺美，谁要跟你一起死？你自己死就好了。我们2个可跟你不一样。凤千诀自出生就在这里，肉身本来就是他的，只不过神魂才被找回来而已。而我，我大师兄说了，这具身体本就是我的，而原来的魂魄也早就送去投胎了。跟我们2个比，你比不起。那又如何？只要本神杀了你们2个，就算回去接受天罚，又如何？凤千诀，薰儿，你站着就好，我不会再让他们伤你分毫。
万年前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允许它再发生一次。神斧和魔剑剧烈碰撞，一个神器，一个魔器，在半空中较量着，仿佛要将天给撕开一个口子。魏巡见状，双手掐诀，将这一方天地单独分离出来，免得伤了附近的人。真是，还是那么泯然众人。如果当初你毫不在乎这世间的生灵，又怎会落到如今的地步？如果薰儿心狠一些，你以为以他真神的身份，你们还有机会如此对他？1万年前是他的出现，才得以让你们不至于消散在这天地间。可你们是如何回报他的？你们真的该死！这仇，就先从你开始清算吧。不可能！你现在只有1半的神魂，怎么可能跟魔剑合二为一？你以为魔界的魔尊是谁都可以做的吗？你以为为什么在本尊前，魔界没有出现过一个魔尊？本尊天生魔骨，别说只剩下半个神魂，就算没有神魂，本尊一样可以杀了你。当初在天门前，要不是顾忌寻儿，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本尊叫嚣？慌忙举起手中的神器抵挡，可就算他再强，也终究没有凤千诀的魔骨强。齐瞳消失了。凤千诀，寻儿，你就是你，你想做什么都行。就如万年前一样，本王依旧希望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那个喜欢吃果子变星星的小姑娘。本王无数次的想，如果当年你没有遇到我是真神，对不对？我有1万年的生命，我是永生的。如果不是因为遇见你，那我这1万年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不断的轮回，不断的重生，该是多么的无趣啊！遇见你，是上天对我最好的补偿。此时，我还真是好奇，老张头这药到底是什么作用？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这是各类蚊虫，马蜂、蚊子，地上那是蛇虫鼠蚁。是时候了。开门，王爷来了。见过王妃。王爷，将本王的盔甲拿来，让所有将领准备，半个时辰后开始攻打南疆大营，然后一路推进。这场战事过后，版图上将再无南疆。给我也准备一套盔甲，我也要上战场。嘴角含笑没有说话。魏深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哼，小心我把他卷到天上，让他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硬。王爷，这是魏深大人让送过来的。凤千诀，我也要上战场。对待寻儿的事情上，我一直都这么小气。手链戴着吗？戴着呢，从来都没摘下来过。话说回来，我去战场，你那些将领和士兵不会有异议吗？毕竟我是女子。不会，在凤家军，本王的话就是军令。而且这一战过后，所有人都不会再对寻儿有任何异议。寻儿可有信心？那群小矮子，哼，一见一个。啊，凤千诀，我没有见。寻儿还记不记得，在万无山庄的时候，本王说要送你一把剑，就是这把。寻儿看看可喜欢？这是。不错，这跟本王的剑乃是一对，是700年前一个世外高人留下的，本王无意间寻得。原来当初在万无山庄，你还没有找回神魄的时候，就对本阁主起了贼心。这怎么会是贼心呢？这明明就是万年的情缘。众将士听令，一会儿对战的时候，尽量避开各种蚊虫鼠疫，就算被咬了也不必惊慌。刚才你们喝的药可以预防各种毒素，不用担心。这次本王就带你们将整个南疆彻底铲平，永绝后患。冲啊！要是寻儿万年前也能这样，如今这天下会不会将是另一番景象？哼，不会。万年前，寻儿不会置天地万物生灵而不顾，
那是他身为真神保护万物的本能。但如今那本能已经被众神的无情给消磨得所剩无几。当玄儿想起一切的时候，怕是这天地间将会有一场大战。真希望万年前那群高高在上的众神在见到玄儿恢复真神之力的时候，不会后悔他们当初和今日的所作所为。不过到时候不管他们怎么求，玄儿应该都不会手下留情了吧？不会。万年前玄儿为了天地万物牺牲了自己，但却没想过会害得凤千诀在神山上受罚万年，也没想过领主会为了他至今下落不明。就连你我二人也身受重伤，躲躲藏藏。等玄儿想起一切，只会恨不得将这一切都毁灭。他来了，你我二人也该去见见了。至于玄儿，有凤千诀在，不会有事。是啊，万年了，是该见见了。我爹的仇，到今日，也是时候先收点利息。叶白、崔珏，你们二人果然没死。吴琛，又见面了。我们没死，真是让你失望了。不过，就算是你死了，我们两个也不会死，因为你注定要死在我们的手中。想当初你爹死在我手中，你恨我入骨吧？当年没找到你，我本就怀疑你还活着。果然呢，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跟叶白在地府躲藏了这么多年，也忍了这么多年。我躲藏万年，就是为了今日。如果我爹知道我为他报了仇，他也会很欣慰的。我本来是杀贝寻那丫头的，没想到竟然将你们二人给引了出来。想来也是，只有贝寻才能让你们二人如此失控，居然能让你们二人在这个时候不顾自己的元神受伤，强行出了地府。还真是感人呢。这件事你不要插手，这是我崔家和他之间的恩怨，这仇在我心里憋了万年，今日终于能亲手手刃了他。崔珏，你崔家一族因为贝寻而覆灭，你不应该恨贝寻吗？你爹就是因为他才会死，为什么万年前在他跳进幽潭的时候，你还会舍命去救他？如果不是因为他，你和父亲至今还是神位，过着无忧的生活。你应该庆幸你吴家没有祖坟，不然今日就是你死之期，你吴家祖坟炸裂之时。玄清剑居然在你的手里，怪不得当初我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群儿只是个由头而已，今日你是第一个，下一个就是你背后之人。凤千诀，我总感觉大师兄他们有事儿。玄儿专心一些，你大师兄他们不会有事的。崔珏，这一切都是因为贝寻，你爹，你大伯，你那才几岁的堂妹，虽然全都死在我的刀下不假，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贝寻。这一切都不是寻儿的错，是你们的错。寻儿本就是真神，对世间有着大爱，他爱众生，爱我们每一个人。是你们将他逼到如此境界，是你们和你们背后的主子心生贪念，想将寻儿的真神之力据为己有，才会有崔氏一族的灭门惨祸。这一切跟寻儿有什么关系？跟寻儿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死的。主人答应我，只要我杀了贝寻，就会将真神之力给我一份。我还没杀了贝寻，我不能死在这儿。所以叶白和崔珏看见的
他站在角落也看见了一切。崔哥哥，崔伯伯，还有崔家，都是因为我才覆灭的，对吗？你崔伯伯和我，还有崔家所有人，从来都不曾后悔保护薰儿。薰儿不必自责，这都不是薰儿的错，所有的一切全都是那背后之人的错，跟薰儿没有关系。我也从来都没有怪过薰儿。能保护薰儿，崔哥哥很高兴。薰儿，我们出来的时间太久了，该回去了。你也快点回去吧，你的神魂本就没有恢复，不能离开本体太长时间。这些事情你不要多想，任何事情都有大师兄和崔哥哥在。薰儿，你只记住，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做的所有事情没有一刻曾后悔过。你们放心，总有一日，我定会让背后之人付出代价。到那时候，所有为了薰儿失去生命的人也都将会回来，薰儿不会让他们就这么消散的。被寻神魂归位，凤千诀，我在。如果有一日，我是说如果，我终究会消散在这天地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不管薰儿去哪儿，我都会陪着。如果没有我陪着，薰儿无聊的时候谁陪你说话？薰儿怕黑，有我在身边会好一些。张神医，已经7日了，现在平谷镇的百姓已经都好的差不多了，我准备去找主子，你是留在这里还是跟我一起去？这么多人刺杀我，我跟着你去，生命有保障吗？我怎么知道？所以我才问你，你要是不走，米凤会留下来保护你，他可是江湖第一杀手。哎，我也要去找主子，在这里天天跟老张头守夜，我都快长毛了。看看小爷这张俊脸都熬成什么样子了，还不如就带着老张头去找主子。在军营里，那些杀手也没本事进去。那我要跟着去，我要去军营，军营多安全啊！主子，主子，我们来了，你有没有很想我们啊？老张头，你快点，怎么这么慢啊？这一路上就属你最耽误功夫，早知道不带着你了，就把你放在平谷镇得了。要不是你这一路又坐马车又遇刺杀的，我们2日前就到了。米峰，你还好意思说呢？如果不是你，我脑袋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包啊？就算我是神医，药膏再好用，也得几天才能消下去。哎，别碰，把你爪子拿开啊！不知道很疼吗？一会儿见着主子呀，非得让主子揍你一顿不可。哎，华山，这么半天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哎，要不我给你看看，赶了这一路可别再生病了啊。我没事，只是祝你们好运。姑奶奶，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时辰主子还没起床。你们几个给我进来。哎，王妃叫咱们呢，你们2个上哪儿去啊？我们好像有东西落在马车上了，我们回去拿一下啊。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还不赶紧进来？要我出去请你们吗？哎呦，主子啊，我好想你啊，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那个老张头啊，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招人恨呢。那杀手一波一波的来，连觉都不让人睡了。哎，你看看我这俊脸，都没眼看了。您跟王爷走了之后，我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那么多人追杀我，我这命啊，差一点就要没了。我死了没关系，可万一主子以后有个头疼脑热的，让那群庸医耽误了怎么办呀？我不敢死啊，我得保护主子呀。这一路上我是拼命的护着那些丹药啊，生怕被马车给颠飞出去。研制丹药我费再多心神也没关系，可万一要是弄丢了，主子得少赚多少银子呀？我这脑袋被马车撞的几个包也不疼，真的不疼。比起丹药，这几个大包算什么呀？本王去给你们准备早膳，
你们先聊吧。你还不走，在这站着等着发赏银吗？魏巡也不说话，从简易的妆台上拿了一个发簪戴在华善的头上。华善都有发簪，他们俩是不是也有点什么？呵呵，有顿奏。闭嘴。蜜蜂，这些日子你确实是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为了主子都是应该的。你保护老张头有功，本阁主一直记在心上。本阁主，蜜蜂听见备询的自称，突然觉得事情好像不是向自己想象的方向发展。本阁主最近不是跟王爷在攻打南疆吗？战事过后，这的亡魂实在是有些多了。从今夜开始，你每晚去帮着附近的鬼差收收那些魂魄。不过你放心，不用你亲自动手，只要你过去，那些魂魄自然会追着你杀。你只要将他们带去鬼差那里就好，鬼差自然会将他们串成串的。这样既能锻炼你的胆量，还能锻炼你的反应能力。怎么样？这个奖励好不好？别人都没有这个待遇呢。在这人间能看见魂魄和鬼差的人没几个，你就偷着乐吧你。蜜蜂只觉得自己的眼睛一热，可又没有什么变化。没事儿，晚上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主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想要奖励，我只是单纯的想主子了而已。对，就是这样，只是单纯的想主子，怕主子出危险，想保护主子。哎，魏泽幸灾乐祸地看着蜜蜂，那眼神中赤裸裸地写着“活该”2个字。雪儿，让这小子跟蜜蜂一起吧，省得在这里惹本王心烦。活该，让你笑话我，这下好了吧？乐极生悲了吧？王爷，属下什么也没干啊。你差事办得不错，这是本王给你的奖励。怎么，你不喜欢？喜欢，属下谢过王爷。你们2个都下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干活呢。对了，你们俩晚上喊得小声一点，要是吵得我跟王爷睡不好觉，从明晚开始就去跟着鬼差一起抓魂吧。那个小祖宗，你快别笑了，我害怕。啊，老张头，你这次研制出的解药确实是不容易啊，有功了。我应该奖励你点什么呢？哎，不要，什么奖励都不要，这是我应该做的，能为百姓研制解药是我的荣幸啊，对，我的荣幸。要说不容易啊，主子才不容易，陪着王爷啊打南疆上战场，主子才有功。哎呀，我做的这点算什么呀？那个我有些累啊，就不打扰您和王爷用膳了，我这就出去啊。别啊，有功就得赏。那就奖励你今晚跟米峰和魏泽2人一起吧。不过你不用去引魂，你跑得没他们俩快。你的任务就是在他俩没力气的时候，或者要吓晕过去的时候，帮他俩一把。吃丹药也行，扎针也行，看你喜欢。让他俩状态满满的过完这几天，一直到外面没有亡魂为止。对了，看着他俩的时候也别闲着啊，过不了多久就要攻进南疆的腹地了，你抓紧研制点能对付野兽的毒药，没问题吧？没问题。我的华善姐姐，这些天跟魏泽的相处还愉快吗？以后啊，还是不要相处比较好，不然他容易早死。华善啊，我觉得其实魏泽这个人挺好的，对你一心一意。那么抠的一个人哎，他居然舍得花那么多银子给你买首饰。虽说都不怎么好看吧，但毕竟心意在了，是不是？主子，我这辈子只想陪在您身边，照顾您，其他的事情没有想过。那嫁给魏泽不是正好？你嫁给别人，我还得担心你在婆家会不会受委屈，被立规矩。夫君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对你好，会不会填房纳妾？但是要是嫁给魏泽，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魏泽是王爷身边的人，你就算是嫁给他，也可以一直留在我的身边，我们依旧不会分开。
只不过是换了个房间睡觉而已。而且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不会担心魏泽是不是会欺负你。如果有一日他对你不好，移情别恋负了你，我就直接让他下去找我大师兄报道。去而复返的魏泽手中拿着密报站在门口，听见被询的话，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好感动啊！不去给王妃当跑腿的行不行啊？王妃，属下拿命起誓，以后保证对华善一心一意，绝对不会辜负他。就像王爷对您一样，将华善当眼珠子似的疼爱，这辈子呀，绝不添房纳妾，不然就让属下死无全尸，让您把大师兄把属下带走，下辈子当猪狗。胡说什么呢你不知道主子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吗？你如今这么说，如果有一日你怕是真的连轮回都入不了了。我这一世啊，如果不能娶到你，还不如就死了。没有你，当不当人又有什么关系？把你手中的密报留下再去，滚吧。王爷，是不是从前就算你要死了，魏泽都没有跑过这么快吧？看密报，少来打趣本王。都说女大不中留，这魏泽赔钱货。这南疆有很多人都会御兽吗？并不是，只有南疆皇族会。而且在南疆，没有被驯化过的野兽是不允许进入城池的。从前南疆的军营中，也不是没有野兽出现在战场上进行辅助，可以野兽为军队，这倒是从来都不曾出现过。会不会跟那些家伙有关系？不会，虽说天上那些人多得数不过来，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冒着魂飞魄散的危险来人间诛杀你。那些人呢，自私得很。野兽大军不是还有2日才到吗？到时候就知道了。这也别说，这2人的体力还真是挺好的，不愧是小祖宗身边的人。哎，就是的，别说我活着的时候，就是现在我已经是鬼差了，可能也没他俩跑得快啊。呦，快看呢，前面那个都跑出残影来了。哎，两位大爷，你们能不能快点穿，找一个长一点的锁链，这个太短了。哎呦，我真的快跑不动了。如果今天我累死在这儿，能不能麻烦你们一会儿穿我的时候轻一点，尽量保全我这张脸啊！喏，给你们续命的来了。蜜蜂，过来，吃药了啊！蜜蜂先来，魏泽一会儿来啊。你们2个的丹药不一样，别吃错了。啊，对了，你们2个别离我太近了，我给你们扔过去就好。虽然我看不见，但还是觉得挺害怕的。你以为就你害怕吗？小爷都快被吓死了好吗？你看看身后这一群，追上来了！老张头，你在跑什么？快给我丹药，我快累死了！实在不行，你给我扎几针也行。站住，别跑了！你大爷的！我扔给你，你可接住了啊！你别追我了，我害怕呀我。魏泽的我也一起扔给你了，瓶子上带花纹的是你的，不带花纹的是他的，你帮我给他吧，我就不去找他了啊，太吓人了。你听见没有？我让你别追我了，你怎么还追啊？哎呀，小祖宗救命啊！你呀，嘴上说来看热闹，其实明明就是不放心。这可不是我不放心，我是怕我家的华善不放心，这才带他出来看看的。是你非要跟着一起来的？主子就别拿属下打趣了。不过属下觉得他们这种训练方式特别好，应该长期坚持下去。一直这么下去，蜜蜂是肯定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你家那个能不能坚持住。不过这几日老张头应该会给他调理调理身子，锻炼锻炼也好。毕竟等回王府之后，本王妃就要开始筹备你们2个成亲的事情了。到时候魏泽要是不行，打的可是老张头的脸。你没听见刚才老张头说这2人的丹药都不一样吗？谁说要嫁给他了？蜜蜂说的，他跟魏泽一个营帐，说魏泽回去的时候可嘚瑟了，这一路上逮谁跟谁说，恨不得全军营都知道，还特意写了密信回去，告诉那些跟他交好的暗卫们。主子，
能不能让追魏泽的魂儿多一些？累死那个王八蛋！人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哭的时候可别来找本王。哎，我怎么突然觉得追我的少了呢？米凤，是不是你？啊？什么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把追你的魂都引到我这儿来了？明明我这儿刚才没有这么多的。怎么可能是我？我要是有这本事，早就让他们去追老张头了。不过话说回来了，好像真的追你的多了一些。主子还是心疼我的。啊，对，都去追魏泽那个王八蛋，累死他！在第6天的清晨，不好了，主子，王爷，快醒醒！你们几个是不是不长记性啊？晚上不够你们折腾的，是不是？不是，主子，这次是真的有正经事儿。出什么事了？难道是魏泽或者老张头累死了？不是，他们俩好着呢，在后边。又没死人，你这一大清早的在这乱叫什么啊？主子，是这样的，昨晚我和魏泽吃了老张头给我们改良的丹药，一直到今早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就决定教老张头骑马，省得以后有急事的时候还得每次给他备马车，慢悠悠的。你们教老张头骑马？那个，就是将老张头绑起来，扔到一匹小马上。我们是觉得先让他适应一下嘛。小马？不会马厩里那匹纯黑色，脑袋上有一朵白毛的吧？对对对，就是那匹。魏泽绑老张头的时候，我亲自去挑的，就那匹最小。那匹马怎么了？那匹马还未驯化。哎，米凤，你过夜的是不是？不就是我觉得一晚上得给你们喂好几次丹药太麻烦，加大药量让你们俩流鼻血了吗？就这么点小事儿，你们两个至于合起伙来要我命吗？那可是还没驯化的马呀，就算小，那也是还未驯化的呀。你们两个呀，都说最毒妇人心，你们两个呀，简直比妇人还恶毒。现在不是说你这事儿的时候，我事先也不知道那匹马还没有被驯服，就把老张头给扔了上去。结果刚扔上去，那匹马就跟疯了似的跑了。我跟魏泽追出去好几十里，最后在一个山坡上看见被扔在地上的老张头。但是话说回来，就算那匹马没被驯服，也不可能跑那么快呀。我袖子里有银针，本来啊想给那马一针，让它安静下来，结果扎歪了。就在我们将老张头扶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匹马冲着旁边的树林去了。我跟魏泽拎着老张头就想把马给追回来，可没想到看见了一群野兽。那群野兽就好像咱们的军队一样，特别有灵性，狼一堆熊一堆的，什么都有，互相也不打架。我们在后边跟了一段，发现他们是冲着咱们军营来的，所以赶紧回来报信。按照他们的速度，今日午时就能到军营外边了。这些天对付野兽的毒药，你研制出来了吗？研究出来了，可是那群野兽太多了，我存的那些不够，估计啊只能放倒一半，另一半野兽怕是要将士们抵挡了。我这就回去多做一些，能做多少是多少。用丹药总比用人命去填好。米峰和魏泽连忙表示他们也可以去帮忙。丹药是谁都能炼的吗？哎呀，你们两个还是离我远点，别给我添乱的比较好，不然啊我真怕自己一个没忍住，先把你俩给齐齐毒死。从吴成阁拿1万两银票，一会儿给老张头送过去，不然估计他几个月都不能理你。对对对，一会儿我就给老张头送银子去。老张头见着银子肯定什么都不计较了。这银子不用从吴成阁出，这是我的过失，我自己出。我可没银子啊，我的银子全都在我家华善那里，现在我全身上下就只有10两，你要不要？还没等米峰说什么，军营的不远处传来一阵野兽的怒吼声。这要是没有老张头的毒药，怎么打得过这些啊？如果真的打起来，就算有张神医的毒药，也是场硬仗。我们曾经跟野兽对战过，那些野兽只听驯服者的号令，没有自己的意识，
就算在死之前，也要咬下最后一个人的脑袋。主子，这2只老虎我见过，就是他们在带领这群野兽。如果要杀的话，先杀他们。不过，我怎么觉得他们现在一点都没有早上我看见的带领野兽的气势呢？反而有一些讨好。是你们2个啊？你们2个居然还活着，还成了万兽之王，真是让我意外啊！戒备，全员戒备，保护王爷王妃。没事没事，收起来，别将他们2个吓得不敢过来了。王爷快将王妃带回来吧，跟野兽距离那么近，万一受伤可怎么好？无妨，王妃心中有数，让他们将兵器收起来吧。这场仗应该不用打了。那2只老虎突然呜咽了一声，齐齐趴在备询的脚边不停地蹭着，那讨好的样子分明就跟王府里的那只小奶狗如出一辙。这2只老虎啊，就是当初在宫宴上南疆带回来的那2只，后来在正月15那日被人设计喂了药放了出来。主子觉得这2只老虎有灵性，就让王爷将这2只老虎放回了南疆的边境，没想到居然让他们混成了野兽的统领。那他们是怎么找来这里的？应该是本王带着玄儿去附近的城中暗访，在附近玩的时候留下了气息，这才让他们找了过来。这2只老虎已经开了心智，此次带野兽群来，应该是来认玄儿为主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这次带来的这群野兽群是来归顺我们打南疆的。虽说我不能听懂他们说什么，但我大概能感受出来，他们的亲人乃至孩子应该都死在南疆那些驯服野兽之人的手里了。他们想要报仇，他们不会跟我们为敌，只是想要报仇而已。好，那我们就带着他们攻打南疆，将他们的亲人救出来，然后放他们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2只老虎高兴了，冲着身后的野兽群吼了几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野兽群慢慢后退，四散开去，有组织有纪律，就好像从来不曾来过一样。没想到他们2个居然一左一右的守在营帐门口。咱俩这个月的月银不会直接发给他俩了吧？说不好啊。那可不行啊，我回去还要成亲呢，得多攒一些银子。王妃，那2只老虎抢了我的差事，守在营帐外面说什么也不肯走。你去给他们2个弄点吃的，至于月银还是你的，毕竟我也不能让华山以后跟着你吃苦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华山的银子可比你多多了，你这算不算是吃软饭啊？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本王，王府的银子一直都是你在管，月银也是你自己发的，如今怎么就怪到本王头上了？不过看在你就要成亲的份上，回王府之后去账上支2万两银子，就当本王给你随的份子了。多谢王妃，多谢王妃。华山，我又有银子了，等回去之后呀，全都给你。你当初对我夫君的父亲下蛊，是因为你们南疆的上一任王上留下的密旨吧？如果本阁主的消息没错，密旨上写的这一任南疆的王上应该是我的公公凤战，而不是你。是，你说的没错，凤战是我的六皇帝，是南疆的皇祖，是我父皇最喜欢的儿子。当年凤战不学无术，专门惹是生非，可父皇就是喜欢他。为了让父皇多看我一眼，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所有皇子中我的才学是最好的。可是没想到父皇早早的就有意将凤战立为太子。南疆有老祖宗立下的规矩，皇子年满15才可以被立为太子，可当时凤战才8岁啊，我比凤战大3岁。有一次出去历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隐士家族，是他们给了我蛊虫。那隐士家族姓胡吧？不错，是姓胡。没想到你连这个也知道。本来我还没下定决心要给凤战下蛊，想着以后时间长了，也许父皇就能看见我的好了。可没想到几年后，
我发现我心心念念的女人，居然喜欢凤战。没想到，你居然能活到今日，这真是天要亡我南疆啊！我该叫你王上，还是该叫你皇叔啊？你是该叫我一声皇叔的。当初我就不该下什么蛊虫，就该直接杀了凤战。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凤战能坚持那么多年，最后居然是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死在蛊虫身上，真是让我诧异的很呀。至于你，终究是本王大意了，居然让你活了这么多年。能活这么多年，是我的本事，也是你的无能。毕竟这么多年来，你派了多少人刺杀本王，都没成功过。上次就差那么一点，你派的人就能将本王毒死。还好你碰上了本阁主，不然你现在还指不定在哪投胎呢。你自称本阁主，你是叶芝？对啊，我是叶芝，无城阁的阁主。不仅如此，我还是凤千爵的王妃。嘿，气人不？就因为他救了你一次，你就喜欢上他了。可是那又怎么样？你喜欢他，可他却不喜欢你，到最后你还不是嫁给了我。恐怕凤战到死的时候都记不起有你这么个人吧。我查到我父亲被凤家捡回去的时候已经10岁，从前的记忆已经完全没有了，应该是蛊虫造成的。当时我父亲中了蛊虫，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居然走到了南境的边界。外出的祖父看见我父亲在跟野兽打斗中突然晕倒，就将人救了回去。可能是缘分吧，我祖父一生没有娶妻，最后就将父亲当亲儿子在养，并对外说这是他的私生子，并取名凤战。一直到最后，我父亲虽然知道他可能出自南疆，却并没有来得及细查，就死在了战场上。原来他真的不记得我。你长得很像你父亲。这么多年，你的心里居然还在想着他。当年是我做的不对，我为了得到你，不惜强占了你的身子，逼得你和你的家族不得不将你嫁给我。可在我坐上南疆王位之后，对你是有求必应啊，有什么好东西都第一个送到你的宫里。你身体有缺陷，不能给我生下子嗣，可我依旧封你为皇后，而且一做就是这么多年。你知道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吗？凤战他有什么好？他到底有什么好？你说啊，你说啊！凤战哪儿都好，起码他不会像你一样，做任何事情都这么的不择手段。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甚至可以泯灭人性。你当真以为我身体是天生的缺陷，不能给你怀有身孕，给你诞下子嗣吗？那是我在得知自己被你玷污，必须要嫁给你之后，让身边的丫头去买了药。别说，那药可是真好啊，只一副就能让我这辈子都不能怀上你的孩子。你不知道，从嫁给你开始，我每见你一次，我都恨不得杀了你。每次被你触碰过后，我都想杀了我自己。可是我不能，我还有母族，还有父母，还有兄姐，所以我只能忍着。我每天都在祈祷，老天什么时候能够开眼，让你和南疆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今日终于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老天真是有眼，这都是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你睁开眼睛看清楚，这是凤战跟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他不喜欢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那又如何？
喜欢他，从来都是我一厢情愿的，他也从未说过对我有信。以你父亲的性情，能让他娶的，一定是他挚爱之人吧？是，父亲和母亲感情很好，我母亲之所以离世，也是因为接受不了父亲的早逝。那就好，那就好。没想到吧，我居然会武功，是不是很意外？这都是凤战小时候教给我的。我小时候，我父亲还不是一品大臣，官位低微，所以总是被其他官家女欺负。是凤战无意间遇见为我出头，后面更是偷偷教我武功。今日我就用他教给我的，亲手杀了你。就算死，你也要跟我死在一起，到死我也不会放开你。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你都休想逃离我的身边。是啊，我是你的皇后，怎么能逃得开呢？你放心，虽然你的这辈子我已经无能为力，但我保证，下辈子、下下辈子，你都不会再遇见他。你会遇见一个与你相爱之人，宠你入骨，你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很多年之后，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安稳、幸福，无病无灾地过完一生。我真的可以吗？可以，我保证。不，你不能这么做，把它还给我，还给我，它只能是我的。是你大爷的！你这种人，就算是死了也没有好下场。你就好好的在地府享受你的百年孤独吧，还想拉着人家皇后下水，你想的倒是挺美。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你祖宗。我代表南疆所有宫内的侍卫，愿归顺南境。愿归顺南境。我们也愿意归顺南境。等这边结束后，就是北海和东洋。安稳下来之后，我就陪你回永墨谷过。不着急，反正外祖母也已经回去了。等南境的事情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去也不迟。京都里还有几个小猫小狗没收拾呢。魏泽和华善也还没有成亲。蜜蜂，最近千衣坊有没有新的天丝云锦，红色的？有，我早就让人留意着呢。大红色的、暗红色的、红色带暗花的，我全都收回来了。那就好，等回去之后让华善挑一挑，再给他们挑个好日子，把亲成了。主子，您说什么呢？谁说要嫁人了？我说的，华善，你不是已经答应嫁给我了吗？我只说考虑考虑，谁知道你那么不要脸，到处跟别人说自己要成亲了。好啦，人这一辈子可别让自己留下遗憾。要是哪一天魏泽突然就死了，你会不会后悔现在没答应嫁给他？话是好话，但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儿呢？真是便宜他了。是王爷回来了，停车。雪儿，我回来了。我身上脏，先换个衣服再抱雪儿。我不嫌弃你。天快黑了，今晚就在这休息。你们各自去准备吧。我知道你们两个就要大婚了，这不，我呀来提前给你们送新婚贺礼了。哎呀，是真的，真的是给你们的新婚贺礼。什么新婚贺礼？我也来瞅瞅。要是好东西的话，哈哈，等我以后成婚，老张头，你也照这样给我准备一份。好，只要你们喜欢呀，以后我每人给你们准备一份。张神医给的新婚贺礼，他能有这么好心啊？这明摆着就是不想给份子钱，拿其他东西凑凑数呢。华山，你看啊，这个让魏泽吃了，能增进夫妻感情，你懂哈？这个跟那个相反啊，
是让他吃了，他就不行了。这2瓶可千万别弄混了啊！瓶子上我都贴好纸条了，你们吃之前先看看，别到时候适得其反，再怪起我来了。这个是给魏泽调理身体的，这个是给你调理身体的，这个是容易有孕的，这个呢是暂时不能有孕的，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哈，这个最绝，是我刚研制出来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啊，吃了能让他闭嘴，一粒管1天，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神奇啊？哎，华山你快拿着啊，这些都是给你的，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保证对身体没有一点副作用。张子时，你是不是在报复我啊？这1万两银票你拿去给张神医，就说是本王给他，让他随份子的银子。你身边这几个人呢，可真是难缠。本王要是再不出手，估计魏泽这货到新婚之日，怕是连洞房都进不去。哎，华山、魏泽，你俩等等啊！刚才啊，我是跟你俩开玩笑的。这8000两银票啊，是我给你俩成婚的份子钱，说好了发，多好的寓意啊！不用谢，不用谢啊！8000两，老张头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这银票是王爷刚才让我给他，让他给你俩的礼钱。不过王爷给的是1万两银票。给多了吧，不过这也不能怪你，就算你只给1000两，老张头也能扣下200两。毕竟张子时对银子的执着，比之前的魏泽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别说银票了，就是路上看见一个铜板，他要是没捡起来，那都得算丢，还得后悔好几天都不能睡着觉的那种。这次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都不给张子时那么多银票了吧？因为给多少都不够他花的。他呀，这辈子最看重的2样东西，一是他的小命，另一个就是银子。张子时在自己的马车里，哎呀，果然啊，银票就得随身带着，不然我哪能眯下这2000两啊？加上这2000，刚好2万两，够我买。张神医，王妃让我来跟您说，上次在鬼市买的东西不用你的丹药抵债了。哈，太好了，我就知道主子那么大方的一个人，怎么会跟我计较那么点丹药呢？那小祖宗大方，你这脑子怕不是有点什么大病？王妃说呀，丹药就不要你的了，让你给他2万两银子就行。鬼市上的那些东西啊，可是一共花了大几10万两。王妃说1两银子都不让你出，怕你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啊，我好意思啊，我特别好意思呀。王妃还说这2万两她知道你有，给，哎呀，都给你，正正好好2万两，拿去给他。你还在这儿数？哎，不用数了，我刚数完。哎，快走，拿着快走，不然啊，我怕我马上就要上手抢回来了。这夫妻俩绝对是故意的，这绝对是他俩给我下的圈套，先给我银票，让我给魏泽他俩随礼，然后再把银子要回去。我好不容易才攒下的呀，我看上的那套琉璃瓶子，还有那座漂亮的柜子，哎呀，我不想活了。张神医，这是主子让我给你的，说是答应给你的辛苦费。不要。要。自己看了无数遍的银票，怎么可能认不出来？这分明就是他刚给出去的呀。你可做个人吧，我求求你了，你可做个人吧，行不行啊？你说给我1万两的，我给你了呀。可你跟我要了2万两啊。对啊，那是你欠我的呀。你1万两的银票，随礼只给了8000两。张神医貌似还欠本王2000两。回马车上以后，自己找点丹药吃，别回头把自己气死了，没命恢复。要知道啊，如果你真的死在路上了，主子是绝对不会费力把你拉回去，再给你找个风水宝地的。估计啊，也就找个他看着顺眼的土坡，就地把你给埋了啊，再随便找个破木头，上面写着老张头之墓。我可真是谢谢你的好心了啊！不过放心，我保证活得比你们都长。这时，在那里，王爷和王妃在那里。
这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侍卫统领赵向明见过摄政王、摄政王妃。起吧，你不在京都保护皇上，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回王爷，京都出事了。起来吧。京都出了何事？为什么本王没有收到消息？王爷，您快回去吧。这京都里出现了一些怪人。也不是，就是明明是正常的普通百姓，突然就变得不正常了。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脾气暴躁，见人就打杀，而且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抓了几个带回宫里，可太医们也只能看出他们的脉搏比普通人强上几分，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异样。我们不是没有派人给您传达消息，而是从宫里派出传递消息的人，这出了城就不见了踪影，根本就没有到达下一个驿站，应该是在半路被高手截杀了。不仅这样，就连宫中的信鸽只要飞到半空中就莫名其妙的掉下来死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去了摄政王府找管家，希望能让费银子和费一点给送消息。可费银子和费一点就缩在王府，不管怎么样，拿什么诱惑，他们就是一动不动，不肯出来。管家说呀，他们从我们去的前几日就开始这样了，不仅不飞，还从最喜欢的大园子里搬到魏泽的房间里去住了，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出来了，就连每日的食物都要给送进去，连房门都不肯出一步。还有那只叫做小黑的小奶狗也被费银子给叼进去了，不许它出门。没办法，我只能将宫里部署好之后亲自出来寻王爷，这一路上不知道遭到多少暗杀。属下一共带出来20人，现在包括属下在内，就只剩下7人了。你说的突然就不正常的那些人，是不是一到晚上天黑之后就特别兴奋？对，白天的时候零星的胡乱打杂，就像疯了一样，但是一到太阳落下就会整齐划一，就像受过训练的军队一般。对，没错，张神医，您说的都对。这是胡家的毒，跟当年永墨古国胡家下的毒一样，只不过没想到这种毒他们居然还有，并且用在了京都。要知道永墨古国是有明文规定的，古国里的东西比外面太过强大，毒和武器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允许用到古国之外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古国和四国的边境常年有军队镇守。但要是胡家，他也能理解吧，毕竟他们已经可以算是叛出古国了。张神医既然认识此毒，是不是可以研制出解药？当年永墨古国之所以能够解了这毒，是因为避毒丹。那避毒丹是永墨古国珍藏了千百年的，而且只有1颗。这些年我每日都会试着做出第2颗避毒丹，但始终都没有成功过。至于解药，当年我张家也只是研制出在百姓恢复正常后去除体内余毒的药物，可那并不是解药啊。如果连张神医都没有办法的话，那这世上估计就没人有办法了。你们今晚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一晚，明日一早我们就赶回去。本王知道下毒之人是谁，他们会有解药也说不定。是属下焦虑了。这晚，王爷，我知道您叫我来干什么，但是我真的研制不出解药。本王知道，本王是想问问你，你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还是缺点什么东西？王爷怎么知道缺一样东西？古国的避毒丹确实是我张家祖上炼制的，就是那位创立张家的神秘人将避毒丹研制出来，是我从小的信念。为此我几乎将所有的张家祖籍都翻烂了，这才从其中找到一丝蛛丝马迹。我从在创立张家的那位神秘人留下的手札中找到了大概的药方，可上面很多药材都已经绝迹了，就算是有，也是特别珍贵，可遇不可求的那种。这些年我几乎将药材全部找齐，就算是已经绝迹的也找到了可以替补的，但只有一味药材我哪儿也找不到，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药材。是什么？我看看我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让米峰去查查哪儿有。
我花高价给你买回来。如果对方不卖的话，我就给你偷。金血，金子的金，鲜血的血。金血？怎么这么耳熟啊？我好像听说过，或者从哪本书上看见过。容我想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这种表情，我怎么觉得你想将本王妃的脑袋掰开，自己进去找找呢？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哎，谁不知道一提到书啊，你这脑袋就不怎么好使。如果可以的话，我巴不得自己找呢，不然等你找到了，京都里的人啊，也死得差不多了。哎，别打扰我，你越催我就越想不起来。金血2个字，他肯定是近期看的，如果是以前看的，他早就忘了。金血，散落人间的真神之血，他妈的，费了这么大的劲儿，那不就是自己的血吗？凤千诀啊，你是不是知道？啊？知道什么？知道金血是什么？算是知道，不过不能确定。正好玄儿听过，让玄儿去查查也好。哎呦，我的姑奶奶，快别生气了！哎，赶紧告诉我，金血是什么呀？哪里可以找到金血？或者哪里有卖的？长在哪里？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找到。金血是真神之血。真神？这是人间，能有什么真神啊？南境出了这么个小祖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完了，这辈子呀，我应该是跟碧都丹无缘了。真神了，巧了不是？你面前的小祖宗就是惊不惊喜啊？意不意外？金血这件事我得想想，你先回去等消息吧。雨凤，我需要你帮个忙。如果你帮了我这个忙，以后你要什么丹药，我绝对没有二话，并且双手奉上。就算我没有，也一定给你研制出来。总之啊，除了银子和我这条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也没发热呀，怎么还说胡话了呢？你先说说，让我帮什么忙？我偷你大爷！你居然让我去偷那小祖宗的血，我是活够了吗？我那小祖宗那么怕疼，我让他流血，他不得宰了我呢？当初被孟香抓了那小祖宗的手，那还没流血呢，王爷都要了他的命。我可不想被那夫妻俩在这附近找个顺眼的土坡给埋了，还给我丹药。你就是给我金山银山，再把你这条命给我，我也不敢啊！你可给我滚远点吧你！你别再跟我说话了，别人找我帮忙只是费事儿，你找我帮忙那是费命。我是绝对不可能帮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张子时又把目光看向看热闹的魏泽和魏海，可没等他说话，两人就同时转开了视线。你们哼，我想办法自己偷还不行吗？我现在体内的血虽然能辟邪，也有些神力，但终究不是金血。如果想让你的血变成金血，你必须在神位才可以。我是魔尊，对天界这种细节的事情不是很了解，或许可以问问你大师兄。大师兄你在吗？找你有事啊，大师兄。这大师兄要是跟小黑一样叫一声就过来，那多好啊！我每次叫小黑，小黑都是第一时间应我，还冲我摇尾巴呢。算了，还是叫崔哥哥吧。薰儿，你大师兄查到人间还有其他小神下来，去追查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崔哥哥说。看吧，还是崔哥哥跟小黑比较像，每次都能及时回我。要不我走？崔哥哥，我想问你啊，我能回神位吗？能啊，你本就是真神，怎么会回不了神位呢？等你神魂恢复，所有事情解决后，你就能回神位了。哦不，我是说现在，或者说最近几天我要回神位。玄儿，你多看看书行吗？如果只是要金血的话，也不是非要回神位才可以。只要将你的神魂和现在的身体融合，
你的血就是金血了。可就算这本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神魂也只在身体中不到2年，强行融合怕会很痛苦啊！啊，这中间还得让那小子帮你。很疼？有多疼？哼，反正总不会有你跳幽潭疼就是了。雪儿，咱们不要金血了，我会想其他办法。既然老张头说没办法，那就真的没办法了。胡家的背后如果真的是当初害我的人，那胡杰就绝对不会将解药交出来。更何况我觉得胡家也不一定会有解药。小祖宗，粥熬好了，我给您端上来啊！我的手！不，你扎我麻筋上了，小姑奶奶，你扎我麻筋上了谁让你不安好心的？下次再敢用你那破银针暗算我，我非把你扎成刺猬不可。银针是你这么扎的吗？你好歹扎个穴位啊！我又不知道穴位在哪儿，只是本能的反应而已啊。你看看，都流血了。切，我又不会扎针，银针那么软，我将银粒注到银针上，这才扎进去。哎呦，好像是扎的有点深啊，我下次注意。你赶紧找个瓶子，把你这血装进去，别浪费了。没准你的血也能让你炼个避毒丹出来呢。我还是回去抹点药吧。不过呀，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张神医这是怎么了？他给自己放血呢，准备看看自己的血能不能炼出避毒丹。张神医为百姓们做的一切，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我们替南境的百姓多谢张神医大恩。今日再在这里停1日，明日再出发。神花？这是神花？凤千诀，你告诉我，昨晚你是不是去了冥界？说话呀，告诉我，你是不是去了冥界？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要这神花。这神花本就是伴你而生，里面曾吸收过你的神力。天黑后，我陪你回地府，让叶白将这神花打入你眉间，这样能减轻你融合的痛苦，对你神魂的恢复也有好处。熊儿，这神花天地间只有这一朵，别任性。凤千诀，你告诉我上哪儿了，让我看看好不好？我可是魔尊啊，怎么会有事？你未免也太小看你夫君了，只是体内的灵力耗费的多了些，有些累。等我洗个脸，在马车上休息一会儿就好了。这一天，凤千诀睡得极沉，就连饭都没有吃。他是这天地间唯一的真神，所以这神花也只有这一朵。他不知道凤千诀用了什么办法，付出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才将神花从4大守护兽眼皮子下拿了出来。月上中天，有粥吗？饿了。雪儿，这粥是用什么熬的呀？软软糯糯的，真香。药炉。张神医居然舍得将那药炉借你熬粥，真不容易啊。不舍得。那抢的。这粥里怎么还有淡淡的药香啊？我下药了。什么药啊？吃着还挺甜的。毒药。寻儿，我真的没事，不信你看，睡一觉我都觉得自己好多了。是啊，挺好的。你这脸色再白一些，我就可以召鬼差过来了，直接将你带走投胎了。别说鬼差了，就算是叶白，也不能轻易将本尊拘走。这天地间能拘走本尊的，就只有你。答应我，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了，别再为我冒险，算我求你了。凤千诀，你知道吗？当我在神山上看见你另一半的神魄日日受着雷罚，在知道你每日要忍受着无尽痛苦的时候，我心疼的都要疯了。好，我答应你，我保证，以后我去哪儿都会告诉你，绝对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好好保重自己，不会让你担心的。所以，这次就饶了我，好不好？快走吧，还要找大师兄去呢。我白天问过崔哥哥了，大师兄已经回来了。
地府中，凤千诀，你去冥界了？对。胡闹！你想用神花帮薰儿，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你取。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出了事，薰儿怎么办？融合的事情可以慢慢来，但冥界岂是那么好闯的？那里不仅有4大守护兽，还有专门对付有灵力者的毒物，你是怎么拿到这种神花的？你们与其在这里训我，还不如抓紧时间将这神花打入薰儿的额间。你们2个出去吧，薰儿留在这里，我帮他将神花打进去。你们2个在这儿会打扰我们。大师兄，凤千诀是不是受伤了？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就连嘴唇都白得可怕，还睡了整整1天。薰儿，冥界不只有守护神兽和毒物，还有神皇。想要到达神花所在的位置，就必须要穿过神火之路。说是路，但其实那就是一片火海。神火？魏巡震惊地看着叶白。神火是魔族的克星，冥界不能使用灵力，只能用神魂生生地扛过去。凤千诀他，薰儿，既然他不想让你知道，那你就装作不知道，别让他担心。这神花你千万不要浪费了。大师兄，我知道了，他用命换来的，我怎么可能舍得浪费？我们开始吧。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闯冥界？别说你现在只有半个神魂，就是你现在有全部的神魂，且在巅峰时期，那冥界都不是你能去的地方。如果你死了，我绝对会让薰儿再重新转世一次，将你忘得干干净净，然后嫁给别人。我只是不想让薰儿疼而已，她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你，她的生命将毫无意义。天帝在创造真神的时候，本就是让他大爱3界，所以根本就没有给他情缘。你是说薰儿没有情缘？是，真神是没有情缘的。天帝怕真神因情爱误了3界，所以只教他大爱3界，根本就没有情缘。这件事就连叶白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崔氏一族本就是世代守护真神的氏族。在薰儿初次化形的时候，我父亲曾去探查过，那时候的薰儿是没有情缘的。可随着薰儿慢慢长大，我却无意中发现了他神魂中的情丝，那是在他遇见你之后才有的。所以凤千诀，你就是薰儿的天命。或许这场情缘对薰儿来说是场劫难，不管是薰儿的劫难还是你的劫难，已经走到现在了，难道你还要放弃不成？要是让薰儿看见你这身上，指不定又要想些什么。你这一身的伤，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不，就算是劫难，我也不会放弃。我会用命护他周全。至于这身伤，不是还有你在呢吗？我真是欠你们2个的。薰儿，今日咱们就出发回京都，你在路上融合，我会在一旁护着你。其他人倒是不敢干什么，你只要看好老张头就行。前几日我听见他跟米峰说他不会武功，觉得没有安全感，想让米峰去给他弄一只驯服过的野兽来保护他，所以我才告诉他我是真神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不然我真怕米峰禁不住他魔道同意了，然后找个不靠谱的野兽回来把老张头给吃了。主子，早上吃一个果子呀，对身体有好处，我来给您削个果子吃。上来吧，
我跟王爷已经起了。嘿嘿，主子您看啊，这果子呀又大又圆。老张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拿匕首在我跟前比比划划的，下次我就将匕首直接插你身上，在你身上扎100个窟窿，看你还敢不敢动这歪心思。还有，这一路上我要练功，你可千万别过来找死啊！万一一个不小心把你给伤了，那我也就只能就近找个土坡把你给埋了。啊，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拿针扎你，也不拿匕首刺你了。松手！哎，你快松手啊，小祖宗！金血我到京都的时候我会给你的，你准备炼制避毒丹的其他药材吧。姑奶奶，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的给我金血啊？真的，但是这几天别打扰我，我要练功才能有金血。哎，不打扰，我保证这一路安安静静的，绝不会大声说一句话。只要能让我练出避毒丹，就是做鬼我也乐意。避毒丹，那可是避毒丹啊，我一辈子的心愿。那个小姑奶奶，到时候那个金血能不能多给我一些啊？我想多练几颗，我也不多要，把这个装满就行。那么大的瓷瓶，你可真是敢呐！你那是要金血吗？你那是想要老娘的命吧？张子时，我告诉你啊，就1滴，多了没有？要不是时间紧，暂时没有其他办法，1滴我都不给你。那这么大的行不行？张子时，你给我滚！好嘞。我怎么觉得老张头离主子的大师兄越来越近了呢？哎，其实这样也好，让老张头先给咱们探探路。你没听见刚才主子说要练功吗？这几天咱们多注意点，加强巡逻，尽量安静一些。10日后，这里一般不会有人来，咱们今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吧。明日下午应该就可以到京都了。明日就到了，也不知道主子怎么样。王妃这是要修炼完了？练完了会不会变漂亮？不会失败了吧？如果失败，会不会变成老妖精啊？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主子是不会失败的。王爷，主子他……寻儿晋升为半神了。这真神？不是半神。寻儿的神魂还没有恢复，要不是凤千诀找来神花，寻儿根本就受不了这神光。没想到呀，融合神魂居然直接让他晋升为半神。真神果然不是天上那群废物可比的。照你这么说的话，咱们3个应该都是废物。不，咱们是有用的废物，不是天上那群狼心狗肺能比的。寻儿，恭喜，你不仅成功了，还晋升为半神。半神？那我们能报仇了？如果说京都里的仇，那肯定可以。如果是天上那群混蛋，还得再等等。行吧，先收点利息。啊，你们怎么都跪在这儿啊？虽然我们也去寺庙里拜过，但从来都没有见过真正的佛祖。可主子，您是半神啊，还是活着的半神？趁着金光还未消散，你们几个赶紧去练练内力。就算是魏泽这种有些那个什么的，都会有很大收获的。直接说我笨就好，我不介意的啊。他们都有内力，那我呢？这金光对他们有用，对我没用啊。哼，这金光修你最占便宜，慢慢感受去吧。到时候控制着点儿，别乐死了就行。对了，我的马车坏了，将你的马车收拾出来，我要用。你就在后面装行李的马车上凑合凑合吧，反正明天也就到了。自己的马车坏了就来抢我的马车，还让我自己收拾东西，这叫什么事儿啊？从前我张家的永茂古城的时候，谁见着不礼让3分，全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们。这倒好，出来之后啊，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还有没有天理了。我还乐死，我哭死还差不多。半神了不起啊，半神就能随便欺负人啊？哎，我就摸了这药材一下，怎么会这样？
这本是中等药材，这怎么就变成高等的了？这半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半神了不起呀！半神真的了不起，半神最了不起。我这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啊？华善他们将内力提升后就是自己的了，金光赋予你的天赋自然也是长久的。你哭什么？不许哭，憋回去。我只是太激动了，啊！小祖宗，你不知道啊，对我们医者来说，药材的好坏简直太重要了。这下好了，以后呀，我就不用花那么多银子买极品药材了，我买低品的，自己回来摸一摸，实在不行啊，我就搂着他们睡觉啊。赶紧的将你的马车腾出来，然后赶紧去后面的车上炼药。对了，给我找个瓷瓶，我给你煎血。明日能炼出避毒丹吗？明日炼出来？就算我现在药材齐全，可最少也得7天才能炼出来。你现在用不了7天，3天就够了。最晚后天我就要看见避毒丹。伸手。我可不用你，瓷瓶给我，我自己来。在张子时的注视下，魏巡接过银针，伸出手，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了，也没有扎下去。哎呀，你可是半神，就一滴血而已，至于跟要你命似的吗？你来，我自己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我就能下得去手吗？扎你，还不如扎我自己呢。可是王爷，你的血也没用啊。薰儿，睁开眼睛。怎么？这还有人？你别……给你，赶紧拿走啊！就这一次。就一滴血，真的不至于，不会死人的。哎，也不是多给2滴，简直抠死了。天快亮的时候，好了，赶紧出发回京都吧。现在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林家姐妹欢颜还有韵儿都在京都，我怕他们有危险。将城门打开！快开城门！摄政王和王妃回来了，我们有救了！京都的百姓终于有救了！快，赶紧去通知赵大人，说摄政王回来了。几人回到王府，我进宫看看皇上，你先休息一下，注意安全。我也要去看看林家姐妹和欢颜他们。安王和胡杰很快就会知道咱们回来了，所以今晚一定会有动作。哎呀，多亏呀，多亏路上带的药炉多，不然照这么个扎法，都坚持不到回府啊。张子时，我告诉你，明日一早，我必须要看见避毒丹。哎呀，知道了，我今晚不睡了。这药材的配比啊，我一定能研究出来。这张家的老祖宗也是，药方都记下来了，怎么就不能多写几笔，把配比也写上？多写几个字能累死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张家的祖宗根本就没想到，这世间居然还有奸邪？那米峰也是啊，我还想找他帮忙呢，结果一回来他人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儿，真是的。娘，这可怎么办啊？总不能这么一直绑着若儿，这都好几天了，他再这么不吃不喝，就算能救回来，人也废了。都怪我，要不是我不小心，若儿也不会为了救我被那些人抓破了手臂。三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从那天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连个消息都没有。现在这种情况，全城戒严，就连出去找他都不能。娘，我们进宫去请太医好不好？你爹一直在宫里保护皇上，昨日刚传来消息回来，说宫里的太医也还在研究这毒，目前还并没有解毒的办法。现在城中都在到处抓中毒之人，若儿之所以到现在还能留在府里，还是他们看在摄政王妃的面子上。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给王妃添麻烦了。等等吧，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若儿染上毒了。星儿，你终于回来了。4天前，有一批染了毒的人，一到晚上就开始攻击大臣的府邸。若儿当时为了救我，
不小心被抓伤了手臂，好在府中的人都会一些拳脚功夫，这才没让他们冲进来。可若儿，雪儿，你有没有办法？能不能救救若儿？你府中不是有神医吗？他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然儿不得无礼，还不快将王妃松开！我不松，我知道雪儿一定可以救妹妹的。你就这么抱着我不松手，我还怎么给若儿解毒？王妃，您是说您有办法救若儿？有，不过得先让我身上这个挂件下来。我下来，我马上就下来。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一个不留，一个都不能留！全都去死！全都去死！王妃，若儿，看着我的眼睛，我命令你，看着我的眼睛。寻儿，真神，真神，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能听见，你现在已经能说话了。能了，1天前刚刚可以。因为您晋升半神，所以连我也得了您的恩赐。真神，我感觉到这小姑娘身上有我妖族的妖气。妖气？对，是一种迷惑心智的妖气，很轻微，跟毒混在一起，并不容易发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万千年的事情，怕是妖族也有人参与在其中。万年前，我明明发过禁令，任何人都不许做出危害真神的事情。我虽是妖族不假，但是我也是有良心的。您降临的时候，我已经是妖王，当时3界濒临崩坏，其他2界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就我妖界已经出现了地狱之火。那些刚出生的小妖被自己的亲人护在怀里，所有人都满眼惊恐地站在妖族最大的空地上，无处可逃。我费力支撑着将要消失的界面，想着能拖一时是一时，可最终依然逃不过。地上的裂缝越来越多，地狱之火也不停地吞噬着，天越来越黑，眼看着就要塌下来了。您不知道，当时我真的已经绝望了。可就在这时，一道金光霸道地将原本要塌下来的天给撑了起来，就连地也在慢慢地合上。本来已经失去生命的小妖们，甚至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妖族之所以能够活，全都是因为您呐！真神降临，金光是神的恩赐，给了万物无限的生机。在陈家皇陵，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只看出了您是领主的女儿，可没有想到您竟然是真神。我知道了，我现在已是半神，你好好休养，等恢复之后，我就送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我一定会将当年害您的人找出来，不管是谁，绝不姑息。将若儿解开吧，她已经没事了，吃点好的，多补补就行。臣妇多谢王妃救我女儿性命。虽然王妃没有说，但臣妇看得出来，王妃定是今日刚回来就来看我这2个女儿了。我们何德何能，能让王妃这样惦念呢？青姨，您这是做什么？不是您说要将我当亲生女儿对待吗？怎么现在一口一个王妃的，如此生疏起来？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您就该像那2个丫头一样，在我面前什么规矩都不要才好。对了，我刚才在门口无意间听到你们说话，知道尚书大人现在在宫里保护皇上。青姨且宽心，王爷已经进宫去了，不会有事的。尚书大人应该最迟明日就能回来。是，雪儿说的是青姨想多了。娘，你怎么知道雪儿是刚回来就来看我们的呀？就你这样，将来要嫁到谁家去做主母啊？要是那家人没有小妾还好，不然就你这观察力，不出2月就得让人给害死了。你看，寻儿的鞋面上有少量泥土，
就连衣裙上也有些许褶皱。要知道，薰儿可是很爱干净的，如果不是刚进城就赶过来，她身上绝不会这样。薰儿，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青姨，您说，咱们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那个，就是几日前咱们府上被攻击的时候，我在人群中好像看见了贝太傅，他似乎不太好，应该也是染了毒。贝太傅啊，不必去管，生死自有天命。那狗屁太傅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天道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跟个神经病似的。虐待女儿和孙女，只要没死就不受罚，但如果一旦反击，不小心把他们弄死了，就有报应。哼，死了知道是血亲了，他们虐待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是血亲呢？死天道，早晚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哼，我都不用下去看就知道，一定是你俩那宝贝女儿在骂我了。当年要不是我护着你们护着她，她现在还能在那儿跳脚骂人吗？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给予那点功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护她晚年。你俩看看她给我那天雷下的，天天躺那装死。再说了，我只是个执行者，那规则又不是我定的，骂我干什么呀？我也很委屈的好不好？就直接去了曹运的府上。多谢公子特意来这一趟，我没事，我家人也没事，多谢公子惦念。哟，居然有戏看。那个，你不用客气，是主子不放心，这才让我跑了一趟。既然你没事儿，那我……这米夫原来还有这心思，不过这方面他跟魏泽比起来，可真就差远了。原来你这一路上将马车赶得飞快，一进城就消失，是急着赶着来看韵儿啊。早知道你来我就不来了，害得我紧赶慢赶的，差点没累死。那个，这不是主子路上说不放心这些姐妹们吗？我这是帮主子分忧。本阁主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去看邻家姐妹和欢颜，偏偏来看韵儿啊？要知道韵儿这里距离王府可是最远的。曹韵看着米峰的侧颜，脸上一红，这么好的男子，是他不配。韵儿，看见你没事就好，展儿和若儿还有欢颜都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今日很忙，有些话跟你长话短说。韵儿，你不比任何人差，甚至心智比常人要坚定许多，将来一定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我知道，主子不必多说，您担心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我配不上他，所以不会生出非分之想的。我现在只想成就一番事业，不再成为爹娘的累赘。您放心，以后我再也不会见米公子了。韵儿，你在说什么呢？我哪是那个意思呀？我是想说，韵儿，你不比任何人差，甚至比其他人要强上几分。你在某些事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天赋，你不必觉得自己因为那件事就低人一等。那件事不是你想发生的，你只是受害者。我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改变不了，你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如今荣王已经疯了，这次的毒他怕是逃不掉。至于安王，今晚过后，这南境就再没有安王。韵儿，你的仇马上就要报了，放下吧。米峰常说，江湖儿女不拘小节，你的事儿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会在意的。他应该是最近才发现对你有心，如果你心里也有他，就不要错过。我该回去了，今晚你们守好门户，不要出来。明日一早，所有事情都会过去，京都的毒会消失。韵儿，你也该有自己的幸福了。勇敢一些，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是很美好的。这边，
老张头，你要死啊！我也没怎么你啊！哎，快把你手里的凶器给放下啊！不然我可真的要动手了啊！啊，主子，正好你来了，你赶紧看看这老张头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上身了？我这一回来就过来找他，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毕竟咱们时间紧，任务重嘛。结果我刚一进屋，他看见我就拿着刀冲过来，追得我满屋子跑。百姓们都等着他炼的避毒丹解毒呢，我也不敢对他动手，生怕一个不小心把他给打残废了。这还是亏了他腿脚不怎么灵活，不然估计我现在都已经下地府去了。主子，你快看看，这周围是不是有什么鬼差等着收我魂呢？那个我觉得研究的差不多了，就只有2种药材的配比还没弄清楚，精血就1滴，又不能随便渗，所以我就想借蜜蜂几滴血。他的血又不是金血，滴进去有什么用啊？再说了，你要跟他借血，直接告诉他就是了，他还能不给啊？哎，你自己不是有血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别人的？我看你那样子，就觉得扎一下肯定很疼，而且啊，我还得研究避毒丹呢，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再说，蜜蜂，他一直说不是正常的血不能流，不然不吉利，所以我才会。你还信这个？他可信了，他不是发誓说主子是要做赔本的买卖，他就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吗？就您白给了王爷丹药那次，自打知道了您真的做了赔本的买卖之后呀，他隔三差五的就去各种寺庙里，每一个佛祖都拜，虔诚的不得了。我拜怎么了？这不佛祖显灵了，我马上就要有媳妇儿了，就要入冬了，我努力努力，争取在年前将媳妇儿娶进门。到时候我跟魏泽就都有媳妇儿了，就你没有。切，你说气人不？哎，你都去哪个寺庙了？回头给我列个单子，我也去拜拜。你先别想着媳妇儿的事儿，赶紧将避毒丹给我研究出来才是正经的。不然蜜蜂的媳妇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未来的媳妇儿可就不好说了。我这不是一直在研究吗？要不你就别做梦了，我是绝对不可能再给你金血的。也不是我不给你，因为就算我给了你也没用啊，这毕竟是在人间，我晋升半神已经是个意外，而且金血只有最初的那滴功效才最强，后面的都只是普通血而已。不然我全身就是金血，一旦被别人知道了，都不用别人，就你一个都已经够我受的了。那你不早说。一开始我是不想多放血，被针扎多疼啊！可昨晚我怕你失败，想着再给你几滴，结果放出来的全都是普通的血，还让我白白的扎了自己一下。你知道就那一针，我给自己下了多久的决心吗？你现在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赶紧滚回去研究。安王和胡杰知道咱们回来了，怕你研制出解药，所以今夜一定会来取你狗命。不，王爷，您还是饶了我吧。我这人自由惯了，除了主子，受不得任何人的管制。要是让我每天像其他大臣一样，天没亮就得起床去上朝，那还不如杀了我呢。啊，让主子认我做哥哥也不必啊。我胡闹惯了，别连累了主子的好名声。如果韵儿的父母真的不同意，我就学魏泽，死缠烂打，天天去曹府献殷勤。就是的，向我学，我骄傲，我自豪。大可不必担心我的名声，毕竟你主子我在外面，怕是也没什么好名声。对了，我这就去看看我这些年都攒下了什么好东西，等这件事情结束了，我就给韵儿送过去。再给韵儿的父母也挑几样，可好的挑，绝对不能差了。怎么说这将近2年，我也攒下了不少银子。魏泽送给华善那些东西，切，也不知道他都是从哪儿淘换来的。虽说每样都价格不菲，但那样式，也不知道华善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收下的。他不想揍人嘛？尤其是那什么白菜玉簪、元宝型的坠子，还有那个上好的翡翠，那么好的一块翡翠啊，偏偏雕刻成铜钱的样式，简直了，没眼看。你礼貌吗？好，反正现在天也没黑，
他们也不会这会儿来。你就先去挑挑，挑好了再过来，我在这儿就行。为了以防万一，今晚我跟米峰就在这儿保护你，所以今晚咱们3个谁也别睡了。哼，什么保护我？监视我还差不多。其实根本就不用，我是绝对不会偷懒的。虽然避毒丹一旦被研制出来，马上就会被用掉，可我在乎的是研制的过程，根本就不是结果。主子，您看我什么时候去提亲合适啊？也不知道韵儿会不会答应我。韵儿好歹是官宦人家，我现在无官无职，也不知道他爹娘会不会同意她嫁给我这样的人。官宦人家又怎么样？阿王和荣王还是王爷呢，结果呢，没一个好东西。想必韵儿的爹娘是不会在乎你家世的，对父母而言，只要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就好。当然了，不包括贝成平那个混蛋，死了还得坑我一把。你如果这么在乎自己的家世或者有没有官位，不如就让玄儿认你做哥哥，本王再给你封个官当当。以你的实力和心性，绝对比那些只吃饭不干活的大臣们强多了，本王也能少费点心。这样一来，你就家世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主子，您看看我整理出来的单子，这份是给韵儿的，另外一份是给他父母的，您帮我看看还要不要再添点什么？这不马上要成亲的人了，在这儿呢，让他也看看吧，顺便让他学学，免得给华善聘礼的时候闹笑话，再让人家给抽出来。那给你看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不过啊，估计你看不上我挑的，毕竟我这里没有你那些独特的造型。哎，魏泽，要不这样，你找点药材来，我给你摸摸，顺便给你做成极品丹药，这样以后挨揍或者被华善套麻袋的时候，还有个救命的，就不用每次都来找我了。不用你俩在这儿假好心，华善说了，我俩都没有父母，所以啊，就不用另外买什么了。我以前给他的那些银票，就当做聘礼，我将全部身家都已经给了华善，现在全身上下就10两银子，还是应急的，不能乱花。华善是怕你再买那些造型的东西，你怎么就不明白呢？除了在平谷镇那次，你见华善带过你送的东西吗？我觉得啊，他不是不喜欢带，而是带不出门儿。反正要是我呀，我也不带。知道的是别人好心送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爱财呢。王妃，外边的街上开始有动静了，今日出来中毒的人比前几日生生的多了几倍，也不知道王府的大门还能不能守住。据探子来报，他们去的方向有2个，一个是王府，另一个就是皇宫，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会武功的，那些人看着不像是中毒的样子。王爷走之前已经将府中每个角落都布置好了人，除了大门，其他地方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听林家姐妹说，他们前几日还去攻击一些大臣家，今日去了吗？没有，外边就只有2批人，一波在去皇宫的路上，另一波在来这边的路上。前几日攻击的那些大臣家，今日倒是连看都没看一眼。我看了吴成阁的报告，之前受到攻击的那些大臣家，全都是拥护皇上和贤王的，攻击咱们王府的人倒是没有多少。今夜来攻击王府，应该就是怕咱们府里去援助皇宫，另一个就是来杀碍事的某人。王妃不好了，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弄了辆工程车，这会儿停在咱们府门口一辆。如果他们真的用工程车的话，咱们府上的门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工程车？你收到消息了吗？没有，看来他们藏得挺深啊，显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有预谋的。就连这次南疆边境的战乱，怕是都有他们的手笔。工程车肯定不止1辆，
那剩下的必然是去了皇宫，也不知道王爷那里啊能不能撑到天亮。还有张神医这避毒丹，马上了，现在就只剩下1味药材的配比还没研究出来，我保证天亮之前避毒丹必定能完成，让外面那群无辜的百姓都恢复正常。然后呀，咱们就去杀了胡杰，那个王八蛋居然对百姓动手，简直是畜生不如。他那个再炸几炉肯定就能研究出来了。毕竟啊，避毒丹不是寻常丹药，炸炉很正常，真的很正常。你们要相信我啊！天亮之前，如果我研制不出避毒丹，主子，你就把我炼成避毒丹。你们几个坐下，都站在那里干什么？他们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攻进来呢。陪我吃点果子，嗑瓜子。咱们几个有多久都没坐在一起聊天了？明日一早，就算老张头没有将避毒丹研制出来，咱们也要进宫去找王爷。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张子时，你炉子多是不是啊？这是一次练了多少？我告诉你啊，要是再让我听见你炸炉，买这些药材的银子就全都从你的月银里出。可不是用你银子买的药材，这浪费起来可真是一点都不心疼。而且炸掉的药炉，我也绝对不会让米峰给你买新的，就连最差最小的都不给你买。要是你今日将药炉都炸光了，以后再炼丹，你就去厨房用大锅吧。启禀王爷，荣王已经死了，不仅是荣王，整个荣王府都已经被这些毒人杀得一干二净，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只是贤王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当属下带人过去的时候，贤王府已经成了一座空府。属下怀疑贤王府中有密室，但是来不及搜查。不妨等明日一早，本王坐上那个位置，还怕找不到贤王一家人？反正都是要死的，只是早晚而已。对了，胡先生已经去了摄政王府了吗？是，已经带人去了，想必现在已经攻进去了。王爷，有句话属下不知道该不该说。说吧。你是本王的贴身侍卫，从小跟着本王，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王爷，这胡杰有些邪门啊，而且这些毒人都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刚才属下看见他带去摄政王府的那些毒人跟留给咱们的并不一样，杀伤力要强上不止1倍。等王爷事成之后，这人怕是留不得。你说的事情本王知道了，一切且等明日再说。摄政王府的门终于是倒下了。你怎么跟那个念宁一样看着本王妃啊？眼珠子不想要了？还是差一点。已经很好了，这要是魏泽，怕是连一个人都射不穿。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敢对我出手，那你就先死吧。小心。天亮了，不能啊！哼，我小祖宗在外面呢，那姓胡的死定了，还想取我的狗命，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啊，呸！我才不是狗！站在皇宫城墙上的凤千珏，胡杰带去王府的人不少，王妃能挡得住吗？也不知道张神医什么时候才能将避毒丹研制出来。张神医不是说了吗？就算研制出来，也得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下的时候才能起效。况且，我们应该相信王妃，毕竟，王妃不是一般人。要不，属下回府去看看。不必，我相信薰儿。他刚晋升为半神，需要历练才能将神力和身体完美的融合，这正是个好机会。王爷，这些人好像是附近城镇的驻军呢。驻军？可王爷怕调动军队来，反倒被都控制，所以根本就没有调军队，还让赵向明将京都所有的城门都关了。那这些驻军，安王可真是好样的，这绝对不是一日之功。你们几个小心些，将人逼退就行，
尽量别要了他们的命。这些百姓和驻军都是受到了毒素的影响，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王爷，女帝知道了这边的事情，特意派我们过来援助。因为路途较远，现在才赶到，还不得已拆了京都的城门。等这边结束后，我会命人修好，请王爷见谅。有劳了，等事情结束后，本王一定带玄儿回去，亲自谢谢女帝。玄儿在府里，不知道你们有派人过去吗？未来女帝没跟王爷在一起吗？没有，玄儿在王府陪着张神医在练避毒丹。这是古城令牌，能统领古城的士兵，他们就交给王爷了。我去看看未来女帝。玄儿就在金光那里。这速度比米峰还快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快的速度。这要是让魏泽看见，怕是得咬舌自尽了。贝寻用金光将所有中毒的人控制在原地。没想到那人说的果然是真的，永墨古国的主人居然是真神。不过看你现在这费力的样子，应该还没有晋升到神位吧？真是可惜了，这么绝色的容颜，今日就要死在这里。如果你不是真神，或许我还能留你一命，让你做我的田房。这货到底还行不行？哼，田房？那如果小爷把你废了，你的房是不是就塌了？蜜蜂，我的，你竟然废了我！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真是恶心死了！就你这，还想要田房？我家的小黑看见你都要嫌弃。属下是。我知道，是我外祖母派你来的吧？是，您放心，军队已经到了宫中，那边的情况也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属下留在这里保护你。老张头，天马上就要亮了，如果你再练不出避毒丹，我就把胡杰送到你的房间里，你们俩过日子。主子这个主意好啊，反正胡杰现在已经废了，也不知道这样他能不能打得过。没关系，把胡杰扒光了就行，这样他身上应该就没有毒了。扒衣服这件事啊，我可以来。那，给，避毒丹练出来了，我练出来了。哎，你们可千万别把他跟我放在一个房间里，我不要跟他过日子啊！我是喜欢女子的，只要主子你不让我跟他在一起，炸了的药炉我不买了。从明日起啊，我就去厨房用大锅，只是会多费点柴火，您别介意啊。你们守在这里，我去宫里找凤千诀。就这么走了？不会真让我用大锅炼丹吧？我就是说说而已，他可千万别当真啊！属下见过张家神医。不必多礼。凤千诀站在皇宫最高的观景台上，看着远处被寻飞过来的身影，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天知道，从今晚他跟被寻分开以后，他有多担心。寻儿，你脸色怎么这么白？胡杰带了不少人去了府里，那毒性居然比外面的还要强上不少，还说要抓我去给他做田房。不过米峰已经将人给废了，是真的废了那种。米峰做得不错，等回去后，本王亲自去曹府给他提亲，聘礼本王出。你这个人呢，还真是个醋坛子。前世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啊？前世那些众神都恨不得你离远远的，除了本王和叶白几人，谁还敢不要命的往你身边凑啊？只是没想到现在到了人间，出了那么多情敌。那些也能叫情敌？你可真是。太阳升起来了，将它扔到半空后，用灵力稳住。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过来的时候，那避毒丹瞬间发出了阵阵幽香，四散开来。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皇宫？我的老天爷呀！我居然在皇宫里！我这几辈子都没出过一个做官的。爹呀，娘呀，我出息了，我又出息了，我进皇宫了。你看看旁边的侍卫，再看看这一地血，你就不想想咱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吗？不仅如此，咱们在这里都做了些什么，你也不想想吗？哎，你们快看，
那个最高的台子上好像有人，天上还有个小小的圆球。那好像是摄政王还有王妃啊。哎，对，就是摄政王和王妃。我在街上见过王妃几次，虽说这会儿看不清脸，但那通身的气质绝对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所以是摄政王和王妃救了咱们。摄政王府，张大神医，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怕这个胡杰啊？我不是怕他，我怎么会怕他呢？我是恶心。你们不知道呀，胡家的毒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他们用自己的亲人甚至孩子制毒，有些人啊，甚至将自己都制成毒药，方法我就不说了。总之啊，是既残忍又恶心。这个胡杰啊，就将自己制成了毒药，而且毒素呀，已经深入骨血，和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你们就算把它全扒光了，放开水里烫一遍都没用。你事先吃了我预防奇毒的丹药，碰了它是不会中毒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回去好好洗一洗。那个，反正现在都已经没事了，剩下的事情你们也能解决。我就先回房了，我也得去淋个开水浴。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去看看主子。行吧，媳妇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薰儿的神魂，这次会被修复好吧？是啊，我原本还以为要等到他这一世结束后回到神位，他的神魂才能被修复好，没想到在人间他居然会有这种机缘啊！这下等薰儿再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不用嗷嗷跑了。你可不知道薰儿那速度呀，我要是不用尽全力，估计后果比那些鬼差们还惨。原来你还知道我们惨呢，那你每次还故意将那小祖宗往我们这儿引。哼，薰儿现在的性格跟前世一样，但又不一样。前世薰儿大爱天下万物所有生灵，可最终却落得了那样的下场。这一世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前一世里的影响，他从小就一点委屈都不受，睚眦必报。谁要是惹了他或者他在意的人，他当场就会报复回去。如果当场不行，也绝不会超过3日。神魂恢复之时，薰儿的记忆也会恢复，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受得住。当年你还在养伤，薰儿化形，2、3岁的时候呀，就能将地府里所有的鬼差折磨得见他就跑。为了帮我出气，他甚至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起来偷偷找那些不服我的鬼差给我出气。我突然有些期待薰儿回到神位去复仇的那天了，一定会很热闹。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找领主夫妻俩的下落吧。如果我猜的没错，他明晚就会回来。天色大亮，魏巡睁开双眼，定定地看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久久没有动一下。薰儿，这摄政王和王妃，他不是一般人吧？王爷和王妃就是一般人，是普通人，有血有肉的正常人。方才的事情我们谁都没看见。今日是摄政王府中的神医研制出了避毒丹，这才将毒给解了。哎，没错，是神医研制出了避毒丹，王妃及时给送了过来。对，就是这样。刚才的一切都是我们在解毒的时候出现的幻觉。母后，其实我觉得摄政王才适合当这南境的皇上。如果是摄政王，南境一定会更好，百姓们也会更好。母后，皇儿其实并不贪恋这个位置的。他不会要这个皇位的，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风千诀，我在。我想起来了。薰儿想起什么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想起我的爹娘，想起大师兄崔伯伯、崔哥哥，还想起咱俩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分开的，一切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薰儿，别想那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报仇就是。但是薰儿，
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许再跳进幽潭。你就忍心为了天上那些自私的混蛋，将我们全都丢下吗？这次我不仅不会跳幽潭，还会将万年前逼迫和诓骗我的人全都从幽潭上扔下去，尤其是那个背后主使一切的人，我会将他的神魂打入冥界，直至神火将其烧成灰烬。可是凤千诀，就算是这样，我都觉得便宜了他们，我这口气都出不去。如果当年不是我受了诓骗，一意孤行，爹和娘都会好好的，说不定我们早就在天界成亲。不管是我去魔族，还是你来天界，怎样都好，我娘那么喜欢你，一定会对你很好很好的。还有崔伯伯，现在估计已经可以抱孙子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薰儿，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你是真神，本就是为了保护着天地万物才降临。上一世你心中大爱，又被保护得太好，而那背后之人正是看清了你的本性，才会去算计你，造成最后的结果。可这一世你感受到了人间冷暖，看尽了那些为了达到目的机关算尽的人，这才让你慢慢成长起来。这也是叶白将你送到人间的原因之一。薰儿，你已经一宿都没休息了，现在听话，好好睡一觉，有什么事情等咱们醒了再说可好？魏泽一直等在门口。王爷，安王和胡杰已经被抓了起来，我们还派人去了贤王府和荣王府。贤王他们在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就藏进了密室，下人们也都藏到了教中，躲过了这一劫。而荣王府等属下到了的时候已无活口，荣王的贴身侍卫紧紧地护着荣王，直到最后一刻都是保护的姿态，也算是没有辜负荣王这些年对他的偏爱和保护。府中的人怎么样？可有人受伤？王爷放心，我们都没事儿，没人受伤，是什么？就是张神医和米峰两人还在沐浴。打了一夜沐个浴有什么好奇怪的？王爷，他们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开始沐浴了，一直到现在，而且沐的是开水浴。随他们去吧，烫够了自然就出来了。吴杰现在在哪儿？在地牢，跟安王关在一起。走，去看看。就是你，昨晚让本王的王妃跟你做填房。是又怎么样？那绝色的容颜，那身段，那气质，就算是现在想起来我都流口水。况且她可是真神，让真神当我的女人，我做梦都会笑醒。她当初差一点就要跟魔尊成婚了，要不是主人，现在的天界怕都是他们的了。这样的女人，谁看了不会动心？原来你还知道她是本尊的女人，敢觊觎本尊的女人，并当着本尊的面说出口的。如果你将你背后之人说出来，或许本尊还能少抽你几鞭子。你竟然是魔尊！魔尊不是已经被压在神山下了吗？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可是人间，就算是主人也不能轻易下来。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还知道本尊被压在神山下，你的主人不能下来，那必然就是天界之人了，而且还是个极其惜命的。你不用套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主人是谁的。就你们几个，永远都斗不过主人。要不是真神只能自愿散尽修为，消散在天地间，你以为他还能活到现在？现在可，他神魂重组后被送到人间，这简直就是送死。虽然主人不能下来，但我这样的人在这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不仅仅是我，还有其他源源不断的众神下来。你们最好能永远护住他，但只要有一丝机会，就是他的死期。
真神本就不该存在于天地间，凭什么他能掌握众神的生杀大权？在他降临救世之后，本就应该自觉了断消散，就不应该活下来。这就是你主人跟你说的吗？他就是这么跟你们讲的。那当初真神降临救下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说不用？怎么不让他在救世之前就消散在这天地间？真神降临，不是他们自己求来的吗？你主子这么有本事，当年他怎么不出来拯救万物？人间又怎么样？不管是妖族、天界还是魔界，都是因为真神的降临才得以存活至今。玄儿当初就不该救下你们，就该让你们去死。既然你不想说，本尊也不勉强，你就好好在这里受完10000鞭再去死吧。凤千诀转身去了另外一个牢房。安王，本王现在心情不好，所以不想跟你废话。明日本王就会把你带进宫里，交由皇上和百官处置。虽然你是皇族，但就你做下的事情，死后连皇陵都进不了。凤千诀，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那小皇上才6岁多，他能管理好南京吗？我看你就是怕我以后坐上皇位之后，再也用不上你这个摄政王了。我知道了，你是想当一辈子的摄政王，将南京牢牢地控制在你的手中。宫里的那个小皇上和太后居然还以为你是好人，处处为你着想。你根本就是想让他们做你的傀儡。这是我南宫家的天下，不是你凤家的。你其心可诛。本王对南境没兴趣，更是对你们南宫家的皇位没兴趣。本王之所以会扶持当今皇上，一是受了先帝的嘱托，二是虽然他现在年纪小，但他的心是你们几个皇子之中最纯善的。如果你们今日换个位置，他也定不会做出用百姓当毒人来帮自己谋取大业的事情。他就是个好皇帝。至于本王，皇上现在对朝政处理得很好，已经用不着本王了。等其他3国使臣送来降书离开后，本王就会提出辞去摄政王一职，并将凤家军的军权交给皇上。凤千诀，你是不是被毒傻了？这南境是你跟你父亲费了多大力气，打了多少场仗才换回来的？凤家军更是父皇亲口允诺给你，并承诺永不收回兵权，这等于就是你的私兵，是你的底气。现在其他3国已经自愿成为附属国，你现在放下这唾手可得的一切，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本王想要的从来都只是一人而已，其他一切本就是浮云。千诀，你知道哀家一直把你当作亲儿子，不管外面怎么说，哀家和皇儿都不会对你存有疑心的。就算是这皇位给你来做都可以，对哀家来说，你和皇儿都是一样的。虽然我知道你志不在此，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急着？镇国将军的老夫人是永墨古国的女帝，而寻儿是永墨古国未来的女帝。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呀！哀家就说，永墨古国怎么会突然来人杀了贝承平呢？千诀，凤家军的兵权你自己留着，不必交还回来。你的王妃是女帝，你跟她一起过去，哀家怕。太后放心吧，玄儿不是那种人。太后放心，我们不会马上就走，京都里面还有一些人没有收拾。魏巡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主子您醒啦，正好到了用晚膳的时候。王爷带着魏泽出去办事了，说会晚些回来，让您不用等。这样啊，那让他们多拿些饭菜过来，叫上米峰和老张头，咱们一起吃。我有话要说。你们2个这是怎么了？中毒了？怎么白了这么多？看着还有些胖了。
主子，他俩不是胖了，是泡芙囊了。啊？他们两个从您走就开始去沐开水浴了，一直沐到刚才属下去叫他们吃饭。沐浴，沐开水浴。那个华善，将这饭菜分一半到旁边的小桌子上，今日他俩在那儿吃。我洗干净了，真的洗干净了。我也是，我洗了一天呢，皮都快搓掉一层。洗干净了也离我远点儿，我心里膈应。等过些天我把这事忘了就好了。今日叫你们过来是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反正不管主子您去哪儿，我都是要跟着的。至于魏泽，如果他想要留在这里，我也不强求。别想丢下我，我也去，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们了。至于韵儿，主子也不用担心。从前他在无城阁的时候就说过，如果有一天主子要去别的地方，他也希望可以跟着。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要去哪儿啊？没什么，你们心中有数就好。我跟王爷已经商量过了，最迟2个月后入冬的时候，咱们就会离开。去哪儿啊？怎么没人回答我？哎，你们都知道，就不告诉我一个，是不是歧视我呀？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是研制出避毒丹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啊！去哪儿？去哪儿？去你家。啊？去我家？主子啊，你要回古国呀？那我能不跟着一起回去吗？我就留在无城阁，其实挺好的呀。不是，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我不想回家还不行吗？我从小是被老祖宗养大的，我父母这么多年，就像是没我这个人一样。至于我祖父，将掌家权交给我之后呀，就一心研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毒药。不过他跟胡家人不同，他从来都不用人或者小动物试药，只用他自己，和我。小时候我不懂啊，觉得祖父研制的那些毒特别好玩，总能把自己毒得花花绿绿的，没事啊就会去偷看。直到有一次，我祖父意外发现我的身体被老祖宗养得能解百毒，就开始各种引诱我给他试药。虽然死不了，但是真难受啊。从那以后，老祖宗就要让我躲着祖父走，可我总能被他抓住。偏偏啊，我又是个经不住诱惑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老祖宗离世后，我出来找主子，这才好了一点。您现在要带我回家，虽说我不会被毒死，但一定会被折磨死的。啊？既然你的身体能自动解毒，那为什么我们在吃解毒丹预防的时候，你还要跟着我们一起吃啊？我又不是神仙，我老祖宗也不是。虽说能解毒，但不包括吃了碰了马上就死的那种。吃解毒丹是防患于未然，万一碰上那种我身体解不了的，把我毒死了呢？要说保命，你绝对是第一。不，我可不是第一，我老祖宗才是。我老祖宗那人呢，怎么说呢，就是出门下雨都怕把自己砸死的那种，绝对活得小心翼翼。不然啊，他也不能用药把我喂得能自动解毒。跟他比起来，我可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起码呀，下雨的时候我敢出门，他就不敢。那您家老祖宗应该活了个大岁数吧？不是，老祖宗没有活到寿终正寝。按理说，以他的身体状态，应该还能活个10几20年的。可没想到呀，不知道是不是平时太小心，就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喝了口茶水，就把自己给呛死了，而且还没救回来。那个主子啊，所以我能不能不跟你回去啊？老祖宗没了，就没人能管住我祖父了，我回去啊就等于送死。我就在京都生活，等您这一世结束的时候来接我就行，到时候呀我跟您走。也行吧，毕竟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不是？你就留在京都好了。不过从我们走了以后，你的月银就没有了，你得出去找个活计，自力更生。到时候你这脾气啊就得收敛一下了，毕竟哪个药铺也不会要个祖宗。哎，就某人啊这么能霍银子，到时候别说研究丹药了，就连活着都是个问题。如果自己开个药铺的话，没有咱们的保护，他又没个武功，说不定哪天横死街头都不好说。还等着主子您来接他，我觉得啊他等不到。哎，主子，我有一个想法，要不咱们先找个风水宝地，把老张头的墓给修了吧。
好歹相识一场，总不能让他报失荒也不是。咱们啊，就当做了个善事儿。主子，您挑地方，银子我来出。我真是谢谢你们啊！哎，你们赢了，我跟着还不行吗？我回古国还不行吗？我就知道，你们嘴上说着让我留在这里，还什么为我着想，不强人所难，实际上呀，根本就没想把我留下。这会儿你就不提你的张家祖训了。你张家祖训就是让我回古国，然后放你在外面逍遥自在。要不这样吧，我把你张家的老祖宗叫上来，看看是怎么个说法。哎呀，我错了，主子，我错了，真的错了，我就是说说而已。我怎么会让您自己回古国呢？我肯定是要随时保护您的。虽说您现在是半神，但毕竟在人间，您就是个肉体凡胎。要是没了我的保护，你有个头疼脑热可怎么办啊？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您去哪儿啊，我都跟着。所以啊，这事儿就不用麻烦我祖宗了啊。王爷也问过魏泽了，他说他要跟着你，所以你不必担心。就他那样，估计就算到时候你不带他去，他也会抱着你的大腿不撒手的。我跟王爷已经看过了，下月初8是个好日子。都听主子的。这一晚，嘿，我就知道你今夜定会回去一趟。地府中，雪儿，欢迎回来。大师兄，辛苦你了。虽然我当时神魂消散，但仅有的一魂一魄，还是记下了那几千年你护着我躲躲藏藏、颠沛流离的日子。还有那女子，大师兄，你放心，我定会找到她，让你们团聚。雪儿长大了。崔哥哥，是你当年跳下幽潭才保下我的一魂一魄，不然我现在也不能站在这里。该说的他早就已经说过了，他们为了寻儿做的一切，从来没有一个人后悔过。雪儿，如果我查的没错，领主夫妻俩并没有死，他们当年跟你一样，在即将消散的时候被一个高人救了一魂一魄，现在怕不是在哪里养呢，所以都会好的，我们所有人都会团聚，别伤怀。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将当初背后的人揪出来。玄儿在人间成为半神，那是不是说明他的另外一半神力也被封在这人间？所以叶白你当初送玄儿到这个位面，一是为了让我们相遇，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想让他早日回到神位吧。不错，我也是依天地而生，跟雪儿算是同源。我感受到这个位面有一股神秘和熟悉的力量，而且又得知你也在，这才将雪儿给送了上去。只不过我以为他在得到那神秘的力量后才会是半神，却没想到你居然不要命的去给他找来了神花。所以雪儿如果能得到那神秘的力量，他就能回归神位，晋升真神。那神秘的力量是什么？不知道，也许是你降世时遗留下来的，也许是你跳幽潭时消散的神力，也或许是领主留下来的，这都说不好。但我能感觉到那熟悉的力量一直都在等着你。3日之后，备询带着华善去了千衣房挑衣料。你俩的速度还挺快啊。韵儿既然来了，那正好，赶紧一起挑一挑做嫁衣的衣料。等华善大婚后，我跟王爷就给你俩也挑个日子。嘿，这2个月怕是有的忙喽。主子，不着急，我只是先跟韵儿表明了心意，还没有去见韵儿的父母呢，也不知道。王爷说了，他会亲自去曹府替你提亲，聘礼他给你出，这是你废了胡杰的奖励。我已经和我爹娘说过了，他们都同意，只等他上门提亲了。同意了，真的同意了。他们不嫌弃我不是世家子弟，也不嫌弃我没有父母。这有什么好嫌弃的？我爹娘说，遇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比什么家世都重要。来来来，先挑嫁衣的料子，然后一会儿咱们再去挑挑首饰和香料，所有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们不用管价钱，尽管选自己喜欢的就好。
那个，主子，我能不能挑好料子让绣娘做啊？您也知道，让属下亲手绣嫁衣，还不如您当时绣的盖头呢。可以啊，等你挑好了之后，我给你找最好的绣娘做，只要魏泽没意见就行。魏泽，就他还敢有意见？只要华善愿意，就算他成婚之日穿个红麻袋，那小子都不敢说什么。怎么样，你的嫁衣是要自己绣呢，还是找绣娘啊？这么好的料子，我从没想过能够穿到自己的身上。至于这嫁衣，我想自己绣。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嫁给我以后，应该是别人羡慕你才对。虽然天丝云锦是专供主子的，但是没有天丝云锦，还有蚕丝锦缎，总不会亏了你就是。小爷可跟魏泽那小子不一样啊，小爷有的是银子，你不用省着，随便花。就你有银子啊？我也有，我的银子全都给华善了，华善自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你会疼媳妇儿，我也会。这是我刚从工匠那里取回来的，戴上看看合不合适。这水晶啊，可是我让人从沿海一个游商那里高价买来的，数量极少，只剩那么一块，拿回来啊就赶紧找工匠赶制出来了。魏子，我承认，你这簪子的材质确实是没得挑，整个南境怕只有主子那里有几块。但你这个簪子上雕个蛤蟆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想让华善在脑袋上顶个癞蛤蟆吗？不过你这寓意也没错啊，我们华善嫁给你啊，确实是等于嫁了个癞蛤蟆。你懂个屁呀！这是黄水晶，上面这是金蟾蜍，金蟾蜍懂吗？招财的，好歹是他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等回去之后，我去库房给你和韵儿挑几个好的，咱们一起画个喜欢的样子，找工匠雕出来。你手中这个跟以前那些放一起吧，万一哪天穷了还能卖点银子。留着传世也行，毕竟这种造型的首饰全天下也只有你手中有了。你们说我送白菜啊、元宝呀、铜钱那些造型太俗气，我就做了个金蟾蜍，怎么还被嫌弃啊？华山，真的就那么难看吗？这个挺有新意，我从没见过这种造型的簪子，你有心了。可不是有新意嘛，这玩意儿除了他，谁还能想得出来？你也是难为人家工匠了。这天丝云锦可真是不错呀，再配上华山的手艺，嘿，我很期待大婚那日，你穿上嫁衣的样子。如果是华善亲手绣的嫁衣，那我也挺期待的。贝太傅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凤千杰说这些事交给他去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有问。啊，主子，这件事儿我还真知道。不过就算现在您不问我，晚上王爷回去应该也会跟您说的。死了？那倒没有，贝太傅他丢了。你说什么？丢了？我那个便宜祖父那么大个人丢了？确实是丢了。据情报上说，贝太傅在毒素蔓延的第5天就中毒了，然后跟着那群毒人到处游走。逼宫那天他都还在人群里呢，但天亮解毒之后，人却突然间不见了。魏深和魏海几人到处找都没有找到，这会儿正在太傅府里掀地皮呢。啊，我们也问了不少人，可就连太傅府的下人都说，从那晚出去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回府。哎，我觉得您那个祖父啊，虽说脑子有些不好使，还有些偏激，但除了这些，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我那便宜祖父应该没有太多银子去别处才对，毕竟他的老底儿都被我给偷光了。就我库房那些水晶，都是从他那儿偷来的。哦，我知道。主子，你还记不记得王爷曾经说过，贝家从前是干什么的？哎呀，海盗啊！这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些水晶不就是证据吗？海盗？
你是说贝太傅还保留着老本行，回去当海盗去了？可四国境内并没有海盗和海岛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那贝太傅一定是看清了现实，知道现在不能跟您硬碰硬，也知道毒人事件过后王爷一定会清算他，所以就先逃走，找个地方想休养生息，然后再给您致命一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知道了主子的身份，或者那些人找到了他，跟他不谋而合，毕竟他们要做的都是要主子的命。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4个人成亲的事情。至于贝太傅那老嘚儿，哼，只要我不死，他早晚会主动来找我的。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只要他敢露头，凤千诀马上就能将他弄死。主子一直都这样直呼王爷的大名吗？对啊，不然叫什么？我觉得叫夫君、官人、郎君什么的也挺好呀。哼，魏泽，你给我死远一些，少在这恶心我。渊儿，以后你还是少跟主子他们2个在一起吧，毕竟跟什么样的人学什么样的事儿。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温温柔柔的就挺好的。我和华善这样怎么了？我俩怎么了？你是觉得我俩不像大家闺秀啊？我觉得主子这样就很好，是真性情。你看看楼下那群，哪个不是娇柔造作、心口不一的？米风，你可不能胡说。看见没有，这就学会了。今早明明还叫我米公子的，这会儿就米风的了。你们4个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就不用陪着薰儿了，我带她去个地方。你带我去哪儿啊？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玩的地方。确实是个好玩的地方，不过也有些麻烦。太傅府？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贝太傅如今不知所踪，金陵因为贝梦香的死已经疯了。这里的下人见没人发月银，便都纷纷离开了，只有那些签了死契的人还留在这里。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吗？凤千诀没有说话。这是地道。是。想不想进去看看啊？魏深已经进去过了，里面没有危险。大约走了小半个时辰，看见前面光亮之处，这是传送结界。不错，确实是传送结界，只不过才形成没多久。没多久？这个暗道已经有年头了，应该不是贝太傅建造的。本王派人去查了查，当年贝太傅被封为太子太傅的时候，先皇本想重新赐他个宅子，可却被贝太傅以念旧为由拒绝了，想必就是因为这个暗道吧。这里应该是贝家祖上给自家后世子孙留下的逃生之路，却没想到被人利用了。至于那贝太傅，应该就是从这里走的，能开传送结界的必不是一般人。这传送结界的另一边咱们尚不知道是什么，等咱们要离开的时候倒是可以走这里。那好吧，不过要离开还得2个月呢。华善和米风都要成亲，在他们成亲之后还得去给魏泽那家伙看祖坟，真的是要忙死了。反正他们成亲还有1个月，嫁衣也是让绣娘绣。魏泽那边本王也早就准备好了，等明日本王替米风去曹家提了亲之后，咱们倒是可以先去看看魏泽家的祖坟。这一去一回正好半个多月，误不了成亲的日子。这倒是可以，但是你能离得开吗？其他3国的使臣什么时候到？南疆基本已经没了，现在属于南境。至于其他2国，应该是在商量点什么吧。算算时间，应该在魏泽他们成婚之后才会到。主大，开门，我腾不出手敲门，快给我开开，烫死我了！哎呀，烫死我了，可烫死我了！我院中的托盘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竟然1个也找不到。我怕这养生汤凉了，只能这么给端过来。要不是就住在主子旁边的院中啊，我这手怕是得烫伤啊。你今日怎么想起给我做养生汤了？是王爷早上离开前交代的，说主子您昨夜累着了，怕是得中午才起，让我呀给您补补。
就您俩这情况呀，看得见吃不着，王爷最多呀也就占占便宜。其实啊，根本就用不着补。所以呢，我就给你做了个养生汤，快点啊，趁热喝了，这可都是好药材，我搂着睡过的。睡过的？您那是什么眼神啊？我可是沐过开水浴的人，干净着呢。王妃，王爷让我告诉你，哎，这什么汤啊？看着黑乎乎的，但是好香啊。香吧？这是老张头特意做的养生汤，刚送过来。不过我用不着，你下个月就要成亲了，还是你喝了吧，这里可都是好药材。嘿，属下谢过王妃。主子，咱们什么时候去给魏泽看祖坟呢？能不能快一些？能啊，王爷说今日要去给米峰提亲，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明日就走。对了，魏泽你进来的时候要说什么来着？王爷跟您说的一样，说让我告诉您，明日就出发呀，去给我看祖坟，说是怕我傻死，熬不到成亲那日。不是，你脑子不好使，你还挺自豪的呗。我从来都没觉得我脑子不好使，我觉得我挺好的呀。只不过呀，我怕连累华山和下一代，所以去看一下心里踏实。哼，还下一代，你想的还挺多啊。我告诉你，在主子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我可没想着要孩子的事儿。没想就没想，你要是不想生，一辈子不生都行，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孩子不孩子的无所谓。正好老张他不是给了避孕的丹药吗？说是对身体没有坏处，甚至还能保养，咱们吃上就是了。你是不是没事做了？话也传了，汤也喝了，现在该滚了。哎，滚，您别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我现在就滚。滚应该够点呛，我蹦吧。咱们赶紧收拾东西，去给魏泽看祖坟，明日就出发。不然我真的怕自己后悔，不想将华善嫁给他了。我也要去啊！看祖坟这么好玩的事情，可不能落下我。主子，明早记得等等我，你们可千万别悄悄的走了啊！你们两个也要一起去啊？韵儿说她从来都没出过远门，也想一起去看看。放心，我绝对不会玩忽职守，一定会保护好主子的。我可不用你保护，等到了魏泽的祖坟，你别让我保护你就行了。去跟管家再要一辆马车，韵儿不会骑马，如果他愿意的话，路上你倒是可以教教他。这次出来没什么正经事儿，就当是出去游玩了。不，还是当个正经事儿吧，不然我总觉得魏泽越来越傻。这是去给我看祖坟，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难道我傻得很明显？可是我觉得还好呀。5日后，这地方给我的感觉有些不舒服，而且这里的人，你们看着不觉得哪里奇怪吗？如果非说有什么地方不同的话，咱们站在这里有一会儿了，可不管是过路的还是做买卖的，全都是年轻人。可是不应该啊，就算是在京都，路上也是男女老少皆有。可是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老人和孩子呢？小哥，买几个果子。哎，来喽！您看看啊，我这果子又大又红，您一行人一看就是过路的吧？多买几个路上吃。小哥，实不相瞒，我们是来这里走亲戚的，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正要走呢。而且我那哥哥家还有个孩子，2岁了，我还给他带了礼物。哎，我们这里这几天正好是每年一次的祭神活动，所有5岁以下的小孩都被老人带去了城后那座山上的神庙里。如果你哥哥家里的孩子被选上，哎呀，那可真是造孽呀！也不知道那神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偏偏选上我们这里？那哪是神呢？那简直是要命的恶魔！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我们是路过的，这天色晚了，想在这里歇歇脚，明日再走。你们这车上没有小孩子吧？5岁以下的？没有，我们下个月才成亲，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进去吧，明日一早赶紧上路，少逗留。你主子我听力好，不用你跟过去。这2个官差并没有跟后面要进城的马车要银子，只是问他们车上有没有5岁以下的孩童，如果有的话，
让他们连夜就走，说是最近城中闹贼，专通5岁以下的孩子，就连怀有身孕的女子也不让进。是人是鬼，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属下打听到了，这陶城本来是个盛产瓷器的地方，原本非常繁华，来往的商人也多。但大约几十年前，这陶城后山的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座神庙。一开始也没人在意，还以为是附近哪个有钱人家建的。毕竟他们这里做生意的人家居多，一些富商家里供奉些什么求财也是正常。可后来人们渐渐发现，这神庙似乎有些邪门。那神庙小小的，里面只供奉着一个神女像，从不见有人去打扫，却一直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还有啊，原本住在那座山下的农户们，也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全部陆续搬走了。王爷已经带着米丰和魏泽出去了，说是先去骆家看看，再去后山。咱们在这等消息就是，慢慢吃，不着急。哎，对了，张子时呢？这么半天怎么没见他来蹭饭啊？这不对啊。张神医说让咱不用管他，他就在楼下不走远。他也不是5岁以下的孩子，没人偷他，他就随便转转看一看，不买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老张头怎么就这么喜欢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那一般不都是女子才喜欢的吗？虽说是都挺好看的，可价钱也好呀。再说了，他买那么老多，他有东西往里装吗？咱们就看着，看买完了在路上颠碎几个，他是怎么哭的。看他将银子都花完了吃什么，饿死他。对了，老张头的药炉买了吗？主子您后来不是让米丰去给张神医买药炉吗？米丰就多了一个心眼儿，趁着张神医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进他院中库房查看了一下，那可真是不转不知道，一转吓一跳。咱们回京的路上，张神医的药炉少说炸了也得有几10个吧，但米丰说就他那库房中的药炉，大大小小的加起来竟然还有110来个。那些炸掉的药炉基本上就是他库房中那一堆药炉中小小的一个角落。后来张神医发现米丰知道后，就让米丰将炸了的药炉折成银子给他。米丰给他了？没有，米丰说让他跟主子要。不过既然这么久张神医都没有说，8成是不敢跟您开口的。你还是不了解老张头啊，这种亏他怎么可能吃啊？不信你就看着吧。话音刚落，小二来敲门，说门口有几个摊主过来找他。主子，那个就是让您说对了。我说什么说对了？就是您刚才说张神医不能吃亏这句话说对了。啊？主子，那些摊主全都是楼下和附近的，张神医在他们那里拿了东西之后，将他们全都带来了您这里，说您欠他银子，所以他买东西的银子让您给。那些摊主莫不是个傻的，这也同意啊？本来是不同意的，可张神医把他买的所有东西每样都多取了1两银子。给多少银子？全部给了人家。张子时，你可真敢啊！你给我等着，这次我非扒你一层皮不可。让你知道什么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哼，张神医祝您好运，主子的仇一般不过瘾。第2日一早，王爷、王妃，你们醒了没有啊？该出发了。你这一宿没睡啊？怎么可能睡？昨晚听他嚎了大半宿，什么要死了，看见他张家老祖宗来接他了，什么抱不住树了，马上就要掉下来摔死了，还说什么知道错了，让我带他回来跟您认错，说再也不敢了，他将银子全都还给您。他就这么一直嚎，下半夜的时候嗓子都嚎哑了，我这才稍微眯了一会儿。他人呢？那货呀，今早回来的时候还在屋里哭唧唧呢，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路过他门口，听声儿应该是刚睡着。把他叫起来一起去，不许他坐马车，你带他骑马。你呀，真是一点亏都不吃。虽然我知道你是想锻炼他，但你就不怕他真的生气？你别看老张头平时跟个250似的，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但他喜欢犯贱，不长记性这件事儿也是真的。对了，昨晚我睡得早，骆家那里怎么样了？一会儿是要去看祖坟吗？昨晚我去了骆家祖宅，里面已经没人了，破败不堪。一会儿我们直接去祖坟就好。至于那神庙，后日就是他们正式祭祀的日子，到时候咱们再去。那神庙留不得。主子，昨日让您破费了。这是320两，正正好好，您数数啊。我再多给你5两，您就放过我吧，我都赔死了。呵呵。这华山姑奶奶，这小祖宗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嫌少吗？主子的意思是这一次就算了，但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你就直接在树上盖个房子吧。这哪个是骆家的祖坟？不会是前面冒黑气的那一群吧？就是那里。这阴气，我从远处看还以为是天干物燥，他家祖坟着了呢。怪不得他越来越傻，要是咱们再不来，这货用不了几年就得痴呆了。这骆家人被满门抄斩估计也不远，就这死了都还在做后代的样子，8成也不是群什么好东西。王妃，我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华善，我才懒得管你这破事儿呢。你堂堂一个魔尊，收拾这玩意儿还是挺容易的吧？你去收拾吧，我在这里等你。熊儿，你也知道我是魔尊，也并没有在地府生活过，所以我不能将灵魂送去地府，也不会开转世轮回之门。如果一定要我出手的话，就只能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非得是他？麻烦主子了。还是我的华山好，我就知道华山不会舍得不管我的。魏泽，要我出手可以，但是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对不起我的华山，我定将你也送下去，跟你这些祖宗们会合。我魏泽对天发誓。不用对天，对我就行，那老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魏泽在这里对王妃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做出了任何对不起华山的事情，就让我不用你立誓。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负了我，不用主子动手，也不需要什么报应，我自己亲手结果了你。要不我也去跟主子发个誓？跟主子发誓可是要言出必行的，他可是真神。不用，来桃城的路上我已经跟张神医要了毒药了。如果有一天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那毒药就是你最后的归宿。我本来只想要1粒毒药，可是张神医知道那毒药以后可能会给你用，给了我整整1小箱子呢。现在就在我的马车上放着，什么丹呐、粉呐，还有点的香，各种各样，应有尽有。他还说以后每次研究出来新毒药都会来给我送一份，不要银子的。昨晚的数还是低了点儿。王爷，如果主子知道您跟阎王大人刚刚串通好给他加了难度，您觉得主子会不会生气啊？哎呀，主子生气可是很严重的，比如说昨夜把我扔到树上，如果对方是王爷的话，我觉得王爷您这几日肯定得睡小榻没跑喽。嘿嘿，王爷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呀？嘿嘿，这还要说主子晋升半神时的金光呀。本来我张家后人就能看见神魂，这会儿居然偶尔能听见你们在神魂里的对话。虽然只是极其偶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如果王爷能给我点银子买琉璃瓶子的话，我保证我什么都没听见，而且以后也不会听见。你觉得你刚才说的话，以熊儿那极佳的听力他会听不到？况且本王刚才跟叶白的对话并没有背着熊儿，
他知道，只是没有说话而已。哦，对了，既然你能听到，那我们以后设下禁制就好了，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个，我刚才是说着玩的，其实我什么都没听见。我昨晚一夜没睡，这会儿在梦游呢。啊，对，我梦游呢。老张头，我看你也是挺闲的。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将这片坟地上的野草全都拔了吧，也算是给自己积点善缘。可是我没有带锄头啊。锄头？用什么锄头？知道什么叫拔吗？华山，将你的匕首借我用用行不行啊？我的匕首不割草，主人说让你用手拔。我不用你匕首割草，我割衣服还不行啊？你说老张头都被主子罚去拔草了，有什么可得意的？应该是得意主子只罚他拔草，没罚他银子吧。魏巡走到骆家的祖坟中央，在站到那儿的一刻起，在外人眼中看来只是平地刮起了一阵风。王爷，属下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就是属下觉得脑子好像有些清楚了。明明从前觉得也还行，但是这会儿却是就感觉脑袋里被水洗了一遍一样，舒服得很。骆家当年故意延误了修堤坝的时辰，想让百姓觉得这是老天在惩罚皇族，试图光复前朝，导致数千百姓遇难，被判了满门抄斩。可骆家的祖宗却不想去地府受罚，就带着跟他一样想法的人一直藏匿在祖坟里，想着有一天能逃避地府的惩罚，直接重入轮回。他们一直在祖坟附近盘桓，路过的人毕竟极少，不够滋养他们的灵魂，所以只能吸收血亲的精气神，也就是骆家唯一的血脉，你的。所以你的精神受到影响，才会蠢出天际。王妃，不用给我留面子，这样的祖宗不要了，竟然连自己的子孙都想害，一点人性都没有。麻烦您将他们打得魂飞魄散，最好连地府都不用去，直接消失就好。你是上了骆家族谱的，现在你当着骆家这些都快成仙的祖宗们说，让我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你可真是孝顺啊！你就不怕天上掉个雷下来，劈死你这个不孝子孙？还好你爹娘跟你祖宗不是一路人，早早的去了地府轮回，不然他们非得蹦出来把你脑袋拧掉不可。还将他们打得魂飞魄散，他们的灵魂里有你的精神气，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费事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不就是要成亲有媳妇儿吗？你们6个欺负我1个，还真是好意思啊！你们给我等着，我早晚有一天也会有媳妇儿的，而且还要比你们的媳妇儿都要漂亮。比主子还漂亮的？哼，那你这辈子怕是注定要打光棍了。第二日一早，哟，看来昨天这是没累着呀，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我可是神医，回去之后吃了丹药睡了一觉，今日一早神清气爽。别说偶尔干干这种体力活还真是不错。昨晚睡得特别好，梦都没做一个，一觉到天亮。你可是一觉睡到天亮了，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那呼噜打的，房顶都快被掀起来了。打呼噜？根本不可能。我从小睡觉，我祖父就说我不打呼噜，不然早就被治好了。昨天应该是真的累着了。好了，咱们该出发了。华善和魏泽已经将早饭买好了，到那神庙得1个时辰，咱们路上吃。王爷、王妃，前面聚满了人，马车已经过不去了。姑娘啊，你家也有孩子吗？还是让家里老人带着来吧。如果真被神选中，你会受不了的。前几年就有人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带走，已经疯了好多母亲了。老人家，我还没有孩子，我是路过的，听说这里有个神庙，来看看。哎呀，这神庙没什么好看的，你们赶紧走吧，别沾染了一身的晦气。如果不把孩子交出去，会怎么样？那神使虽然说是自愿，如果有人不愿意，也不勉强。
当初有人不愿将孩子送给他，可那孩子在第2天就意外的死了。对，就是这样的。还有啊，这神庙也不知道是谁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在那里多久了。其实一开始只有少数人去那里许愿，可谁成想那些愿望全都实现了。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城里的百姓都会来的。就这样维持了1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就在众人拜神像的时候，一个神使从天而降，说是神灵见百姓们祷告的诚心，特地赐了恩典，让他下来挑选小仙士的。一开始大家伙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孩子如果被选上就能成神仙了。可被带走的孩子再也没有了消息。过了几年，有送了孩子的人家想孩子，就来了这神庙，看看能不能求求神，让他再看一眼孩子。可是天太黑，不小心走丢了，只能找个山洞过夜。哪知道一进去，借着月光，竟然看见了山洞里的皑皑白骨，看大小啊，竟然全都是小孩子的。那人当时就疯了，几天之后才被家人找回来。后来有送了孩子的人家聚集起来，上山找那个山洞，最后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虽然没有找到，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当初上来疯了的那个说的8成是真的。后面就发生了不愿意将孩子送来和孩子离奇死亡的事情。仙士，你们可知道仙士都是有仙职的，而仙职大部分都是天上的小神小仙，那些小仙和小神只有极其一少部分是靠修炼飞升的，其他全都是天生。可就算是修炼，但那也需要相当的机缘，不是谁都可以。这么说吧，就算你家祖祖辈辈都做好事，也只能让后世子孙下辈子投个好胎，去个富贵人家，绝不可能让自己的后辈直接混个仙职。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多就是家里做些生意，银钱上富裕一些。那什么仙职不仙职的事儿，我们是真的不懂啊。见姑娘的仪态和见识，想必不是普通人吧？姑娘，您能不能帮帮我们呀？如果可以的话，求您帮帮我们吧。我贺家就这么一个独苗，他爹几年前病重已经走了，我就这么一个孙子了呀。你们快起来，然后带着孩子回去吧。这神庙的事情我会处理，保证你们的孩子绝不会有事儿。神使来了，快都别说话了。神使大人，神使大人，这人可不是我们找来的，是他自己要来的，还跟贺家老太爷串通，说要灭了您。啊，竟然还有这种事，让本使看看，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敢出口狂言要灭了本使。哼，本使可是真神的神使，如今看上你们的孩子，那是你们的福气，你们还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多少人想当真实的仙士都当不上呢。本神怎么不知道自己有个什么狗屁神使，而且还需要孩子做仙士这件事儿？本神自降世以来从来就不需要人伺候，哪来的什么仙士啊？你可真是笑死我了。大胆，哪来的小姑娘居然也敢称自己是真神？你可知道真神在这世间就只有一个，如果你是真神，那本神使侍奉的是谁？你这贼喊捉贼的本事还真是不错。你挑孩童的时候看的是他们的灵魂吧？既然如此，那你不如也看看我的，看看我能不能也去给你的那所谓的真神做个仙士之类的。就你？那就让本神使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能知道本神使看的是灵魂，估计
你也不是个一般的，最多也就是个小妖小魔，也敢在本神使面前叫嚣。他说我是个小魔，还说我是个小妖。他说的对，你是魔，只不过是魔后。姑娘，要是一会儿那神使发怒了，您就赶紧跑，我们会护着您的。老爷爷，我已经成亲了，您这姑娘姑娘叫的我都要不好意思了。喂，我见你看了这么半天都没看出个什么，就把面纱摘了。现在呢？现在能看明白了不？我夫人问你话呢，还没回答就想跑，真没礼貌。这是真神，你竟然真的是真神！怎么这么半天都没看出什么，一看到本神的脸就认出来了？你也不行啊！魔尊，你是魔尊，这是魔尊本源才能化成的银色长鞭，这天地间只有魔尊有。这真是魔尊！这些都不是我主人让我做的，是我心甘情愿背着他做的。他是花，我是树，我们本就算是一半的同源，都是我偷偷做的，是我趁他身体不好熟睡不醒的时候，才将炼好的灵魂打入他的体内。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你这树现在知道了，当时我也怕误会他，所以特意找大师兄借了关灵镜，没想到看到的就是这些。你也不要跟我说什么我在关灵镜中做了手脚之类的，你应该知道关灵镜是神器，任何人包括我这个真神在内都不能随意改变里面的景象。这可能也是那天道做的唯一的好事了，不会冤枉谁，但也不会放过谁。你还真是没用，还我装了这么久，结果你居然连这么一点事都办不好。原来你真的是装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凭什么所有好事都是他的？天生的真神，转世当领主的女儿，有叶白和崔家护着，就连魔尊都深爱着他。我呢？我有什么？我生来就在冥界，只是一朵不起眼的野花，就连修炼都比旁人困难许多。如果不是碰巧吸收了金光，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化形。我也喜欢你，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看我一眼啊？他为你跳了幽潭，我也可以为你去死啊！你看我，你好好看看我，我3级修为，只为将你从神山上救下。我以为这样你就会爱上我，毕竟当时你们也只是普通的相遇。你能爱上他，就没理由不会爱上救你出来的我。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本尊，你这样恶毒的心，就算是没有薰儿，本尊也不会对你有分毫的心思。跟薰儿比，你怎么比呀？如果你一定执着于薰儿真神的身份，那本尊且问你，如果当年你降世的时候就是真神，你会不会为了3界，为了那些即将死去的生灵，甘愿散去天生的神力去救他们？薰儿跳下幽潭后，在地府生活了几千年，虽然喜欢捉弄鬼差，但却只是为了让他们好好工作。一直来到这人间，她不仅不知道自己是真神，还只是个普通的小姑娘而已。丧命薰儿手中的，无疑不是虐杀好人和拐卖儿童的。不管薰儿是否知道自己是真神，都没有主动害过任何一个好人。可如果薰儿经历过的一切事情放在你的身上，你又当如何？薰儿在救世的时候，你拉身旁的生灵当垫背，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却为了去神界用恶毒的手段去陷害他们。你这种人，居然还妄想得到薰儿的一切？对了，本王还忘了告诉你，野花也好，仙树也好，都是各自的因果。既是自己的因果，你又凭什么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一切？
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跟别人一样，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我只是想生活的好一些，我只是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只是这样而已。不想被别人看不起？从来都没有人看不起你，看不起你自己的人，从来都只有你自己而已。你在冥界当野花的时候，四季更替，那些野草哪次不是主动凑到你身边，将你护在中间？每次灵气最浓郁的时候，他们又有哪次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怕抢了你周围的灵气吗？你有没有想过，降世之前，就算你没有将他们拽到自己身边，他们也会主动地去保护你。还有那些被你当垫背的仙草，虽说没有去神界，但却因为心善已转世为人。我相信以他们的心性，在人间也一定可以过得很好。至于你，这遭走完，怕是连个冥界里的野花都当不了了。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也并没有错，但也要对方跟你心意相合。感情这种事儿怎么可以勉强？你喜欢凤千诀，你可有当面问过他，对你有没有心？就是你骗走了我们的孩子！将孩子还给我们，还给我们呀！我取你们孩子的灵魂，是他们的荣幸，你们可不要不知好歹。所以，你一直都是骗我的，我做的一切，从始至终你都是知道的。对呀，我想起来了，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炼化孩子的灵魂可以滋养你的邪术，是你无数次的暗示我，是我错了，是我受你蒙蔽，犯下滔天大错。那些孩子，我愿意用自己的灰飞烟灭去换回那些孩子。我知道这很难，但还请真神成全。那些孩子的肉体已经损坏，不可能再复生了。但你灵力低微，并没有完全将灵魂炼化，还剩下一魂一魄。我只能杀了墨月，将孩子们的一魂一魄取出来，送去地府。等养好之后，再送他们去投胎。做梦去吧！就算我死了，也得拉个垫背的。就让你们的孩子一直陪着我吧。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墨尊，看在我费心救你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我已经找到邪山了，而且已经将那结界阵裂。我愿意继续去打那结界，直到将你的神魂救出来。求你放过我吧。将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找到神山，还将那结界阵裂了。求你，王爷，他这种野花的话可不能信啊。虽然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就是觉得不能相信。不错嘛，这祖坟处理完，效果还真是明显。你是说神山周围的结界有了裂缝？是，就是昨晚，我终于找到了神山的位置，并将结界。胡闹！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魔尊，为您做什么我都愿意，我没觉得危险。魔尊，您不必心疼我。对不起，你们继续。本尊没跟你说话。那魔尊您……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满嘴谎话。我没有。本尊问你，那神山结界上的裂痕是你打碎的吗？是，真的是我。就凭你的灵力，能找到神山就已经不错了，还想打破天间那些混蛋为了困住真神专门布下的禁制，简直是在痴人说梦。薰儿，本尊说的可对啊？魔尊，既然你还冥顽不灵，那本尊就让你死个明白。这个世上，如果说有人能打破神山的结界，
那就只有寻儿一个人。所以本王再问你一遍，那结界上的裂痕是你震碎的吗？如果你再说一句谎话，本王马上让你魂飞魄散。这个世上，如果说有人能打破神山的结界，那就只有寻儿一个人。所以本王再问你一遍，那结界上的裂痕是你震碎的吗？如果你再说一句谎话，本王马上让你魂飞魄散。确实不是我。我昨晚找到神山的时候，那结界上已经有了裂痕。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你们放过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神，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吧，就当是我赎罪了。邪术，你居然背叛我！你居然背叛我！你忘了我们相依为命的时候了吗？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是我错了。你这种人不配有朋友。我现在就送你们孩子的灵魂去地府滋养，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再次转世为人。如果你没有缘分的话，他们会再回到你们身边的。至于那朵野花，在结束后就被凤千诀亲手打得魂飞魄散。好了，神庙的事情已经解决，你们以后再也不用将孩子送来了。都回去吧，我们也该离开了。这次他是真的气得不轻，虽然知道备询是想要救自己，可神山的结界岂是那么能轻易的打开？凤千诀，你别生气了呗，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你看我一眼啊，就看一眼好不好？你不看我，我可哭了，我嗷嗷的哭，让他们全都听见，然后丢你的人。你是不是真的不理我了？我好伤心啊！真的知道错了？知道了。那以后还敢不敢？还敢。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个媳妇儿呀？现在胡姐已经死了，我是不是也能出去转悠转悠了？对，我得让主子没事的时候呀，也带我出去转悠转悠。魏泽娶的是主子身边的人，蜜蜂娶的是主子的朋友，跟他俩比起来，我差啥呀？我还得好好跟他们说说，我才20几岁，以后不许再老张头的叫我了，不然啊，就冲这称呼，也不能有人跟我呀。一行人一路游山玩水，终于到了京都。管家，您这是干什么呢？床、柜子、妆台、书架、矮榻、桌子、椅子。这不是魏泽要成婚了吗？本来王爷说这些东西都从府里出，可府中平日里跟他交好的侍卫们非要凑银子给他布置婚房。你们几个真是让你们破费了啊！我以为我总气你们，你们一定不会替我高兴的。等成婚那天啊，一定要多喝几杯喜酒。还有啊，那个随份子的银子，你别在这婆婆妈妈叽叽喳喳的，烦不烦啊？就是的，我们买这些东西又不是因为你少在这自我感动了。哎，快让开，挡着老子光了！赶紧让我看看这妆台合不合适啊？哎，对了，华善姑娘回来了没有啊？我看见了，华善姑娘也回来了，就在王妃身边。快去吧，他们等着你呢。华善姑娘，你看这妆台喜不喜欢啊？有哪里不满意尽管说，我们马上让工匠去改。哎，对，还有我这衣柜，你看看大小式样都还合适吗？还有我，这桌子椅子，你坐下来试试，看舒不舒服？你们是有什么事情吧？啊，那个华山姑娘，我们确实有事相求。你看你身边，还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啊？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还有我们都知道你跟魏泽两人是你做主，以后华山姑娘你一定得罩着我们呀。兄弟啊，你就没好好看看那些家具吗？你现在好好看看也不迟。
那些哪是送给你的呀？那全是人家送给华善的。从床到桌子，全都是适合女子用的，而且是男人都不好意思往上坐的那种。看看，就连那喝水的茶杯都是带花边的。对不起，我实在是忍不住了。5日后，魏泽和华善大婚。我的华善姐姐，咱们真的不至于哈，咱就是从我的院子嫁到魏泽的院子而已，就在旁边。如果非要说距离远的话，可能就是你得坐在喜轿出府绕城转一圈，然后再回来的这段时间了。你要是哭，我敢保证啊，还没等你哭完就会回来了。这是我给你的天装，你可得收好了，千万不能给魏泽那个抠门了。这几个箱子里全都是上好的天丝云锦，各种颜色的都有。这里面是专门给你做的鞋子、礼衣，都在里面，款式也都是最新的。这里几个箱子里的一些金银玉器、琉璃茶盏，都是乌城阁里最好的。还有几个箱子是我给你准备的钗环首饰，金的、玉的、水晶的都有。至于样式，你只管放心，全都是我亲自画的图，找了4国中最好的匠人赶制出来的，绝对不是魏泽那些稀奇古怪的造型，你只管放心戴。这里是我专门找墨家人给你定制的一些小玩意儿，上面每一样都有机关，有戴的有用的，我知道你喜欢。这3个里面，其中有2个是地契，一个是4海每一处大城镇里面的住宅，另一个相对地方的旺铺。最后一个小匣子里面全都是银票，你好好收着。啊，主子，虽然你不说，但我全都知道。这些年你的银子，不管是月银还是乌城阁的分红，都在我出嫁的时候偷偷给了我，就连后面这些日子，你每月也都会往里添。你呀，每次也不换个地方藏，虽说我可能不太识数，也从来不去数，但华善姐姐啊，那匣子满没满我还能不知道吗？我那小匣子里都已经要放不下了。好，那属下就收着，给主子存起来。我还准备了36台嫁妆，一会儿会跟在你的喜嫁后面，都是一些寻常的东西，不值什么钱。虽然你曾说过不在意这些，但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受委屈的，别人有的你也有，只多不少。还有，一会儿让米峰背你出门。至于魏泽那里嘛，王爷也给准备了，还有他那些兄弟也都有准备。那些人呢，虽然嘴上说着什么都没有，但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怎么可能没有啊？只是看他平时欠欠的，故意气他罢了。昨儿晚上还不是一个个的巴巴的去了魏泽的院子里送东西。华山姑娘，你是怎么看上魏泽的呀？这是我们所有兄弟都疑惑的问题。对啊，还请华山姑娘解惑，解惑之后我们马上就走。他呀，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我，不过据他说的，是因为他打不过我，我曾经揍了他一宿，后来他就隔三差五的过来找揍，还会送我一些造型独特的首饰。再后来，王妃加入王府，他就更缠着我了，经常在我眼前乱晃，要么就是休息的时候给我送一些汤汤水水，要么去街上买一些小点心。在刺客来的时候，虽然他打不过，但却依旧拼命护在我身边。慢慢我就发现，好像身边有这么个人也挺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从来都没对我说过呢。我从小出生在魔族，父母早逝，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天生魔骨，在那弱肉强食的魔界，经常被人欺负的连饭都吃不上，就只能去树上摘些果子。后来无意间知道自己是天生魔骨后，就经常在死里逃生之后
去魔界的门口休息片刻。每次一出来就不想再回去了，可是不回去又能去哪儿啊？第一次遇见寻儿的时候，正是我们打斗最激烈的一次，也是我杀了最多人的一次。我就躺在魔界门口的树下，不停地想着，天生魔骨又怎么样？魔骨想要修炼到大成，就必须将全身的骨头全部淬炼一遍，在魔界那种地方无异于登天。可就在我躺在魔界门口的大树下想要放弃的时候，遇见了寻儿。那个时候你小小的，就那么看着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纯净的眼神。后来在我每次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出来看寻儿为我点亮的星空。如果非要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你的，可能就是命中注定的第一眼吧。小小的你让我想要保护，后来长大的你便让我想要拥有。假如没有寻儿，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也不会成为魔界的魔尊。第二日，主子，你醒了？啊，不是给你和魏泽放了假吗？您还不知道我吗？根本就闲不住啊！再说，那货跟个狗皮膏药似的，我还是出来吧。主子您起了吗？我有事儿找您呀。米峰这一早上都来了好几趟了，也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属下问他，他也不说。主子，不是我说啊，昨日明明是华善成亲，怎么您看着比华善还累呢？哎呦，但这么看来，还是王爷厉害一些啊。如果你今天不能将那簪子给我完好的拿下来，你这成亲的事情，好像明年还是后年来着，有个好日子，我觉得就挺好。主子，我错了，真的错了，我这就去拔簪子，保证坏不了。哎，那个，属下看过了，腊月初6是个好日子，正好在年前，那会儿使臣们也走了。您看，我只看簪子。这是，主子说要我将这水晶簪子完好的拿出来，就准我年前成亲，不然就得等到明年或者后年。就这？我能成亲了，我下个月要成亲了。主子说话算话。没想到啊，你家祖宗去了地府之后，你的智商简直就是直线上升啊。跟华善成亲之后，又变得更聪明了一些。这要是放到从前，你肯定会撅在这儿跟我一起挖。行，下个月成亲就下个月成亲，反正华善有的东西我也早就给你准备了一份。还有，跑什么？上哪去啊？给我回来！给我把墙上的洞补上再滚！10日后，今日怎么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使臣进了京都，这几天你都会很忙呢。我已经放权给皇上，这次的使臣和宫宴也会让他自己去办。毕竟咱们过完年就要走了，他总不能一直依靠我。过完年就走，这么快吗？是，叶白说永墨古国那股神秘的力量可能会让你晋升为真神，所以我想早点过去看看。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寻儿，这次其他2国之所以来得这么晚，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应该已经听说你是真神的事情了，所以这次多半是冲着你来的。冲着我来？来什么？总不会让我去他们2国当女帝吧？不会吧，他们的脑子是有什么问题吗？让我做女帝，不就等于将其他2国直接送给你？难道他们并不是想真的归顺，而是想借着我的名头挑起你和小皇上之间的争端，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啊。玄儿分析的不错，这也是我能想出来唯一的结果了。那宫里的小皇上……无妨，我的意思太后和皇上都已经知道，至于结果怎么样，
全看他们的选择了。明日就是宫宴，这应该是璇儿在南境过的最后一个年了。璇儿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是想去的地方吗？没有，有你们在我身边就够了。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想要的。说没有，其实也有一件事儿，只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算我不让，你也会自己偷偷去。与其这样，不如明日宫宴之后我陪你走一趟，但是你得保证不能随便出手。好，我保证。真是憋死我了，你们有话直接说不成吗？这么半天看来看去的，真当我瞎了不成啊？薰儿，我听韵儿说，等年节过后你们就要走了，而且可能不回来了，是真的吗？是，本来这件事儿我准备过些日子再跟你们说的，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现在告诉你们也无妨。我要回永墨古国了，那里可能有我需要的东西，至于会不会回来现在还不好说，但估计是大概率不会了。你说呀，你倒是说呀，真是急死人了。等我们走了，你哭都找不到地方。薰儿，我有件事想问你。那就问啊。你们几个真是要急死我了，不知道我是个急脾气吗？我想问那个。哎呀，他想问问张神医有没有家室，他看上人家了。这也没法热啊，怎么脑子就不好使了呢？你看上谁都行，怎么就看上他了呢？他有什么好的？他哪儿好了？如果不是非他不可，我回去就让王爷给你相看相看。你没见然儿和若儿都相看成了吗？王爷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啊，他是有妻室了吗？那倒是没有，那么能花钱的人怎么会有妻室啊？跟着他喝西北风吗？你要是嫁给他，以后怕是钗环都买不起喽。没关系，我不用他买，我有银子，这些年我攒了不少，可以全都给他。你告诉我，他是不是给你下药了？不管是我还是华善还是韵儿，从来都是将男人的钱攥在自己的手里的。我们这么多榜样在这儿，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倒贴的呀？哎呀，罢了。其实张子时这个人，除了能霍霍银子和比较惜命之外，也没什么其他不好的地方。既不饮酒也不好色，知根知底，长得也还算凑合。这样吧，等明日我且替你问问看。这天都冷了，你也不知道多穿些，可别忘了哈。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吗？是张子时，等回去以后我得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问问他家里的祖坟是不是冒青烟了。既然今日众位大臣和使臣们都在，那本王就宣布一件事情。今日一早，本王已经向皇上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并交还了所有政权和兵权。王爷三思啊！王爷，还请您三思啊！老臣不是说还政不好，也不是说皇上不好，而是皇上现在的年岁毕竟还小，需要人辅佐呀。对呀，那两国使臣的话，王爷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们都相信王爷的为人。这南境可以说是凤家一直在守护的，如果现在连王爷也离开，那南境危矣呀。本王不是因为两国使臣的几句话才做下的决定，毕竟本王也没将他们放在心上。这个决定是本王早就做下的，原本想着再等几年，等皇上长大后再离开。可这一年来，本王亲眼看着皇上飞速成长，现在他已经扛得起南境了。本王年走后，带着王妃去游山玩水，再不问四国之事，还请各位莫要再劝。摄政王，朕代表南境所有百姓，多谢凤家这么多年对南境的付出，朕
永远都不会忘记您。虽然您要离开，但您永远都是南境的摄政王，摄政王府也永远都给您留着。希望您有一天可以再回来。皇上，现在虽说北海和东洋自愿为附属国，但他们的心思并不纯粹啊。您现在放摄政王走，要是万一这两国起了歹心，怎么？难道你们不相信朕能当好这个皇帝吗？还是说，你们这些拿着俸禄的大臣们，根本就不能辅佐好朕？摄政王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束缚他。本王相信，不出10年，北海和东洋两国一定会出现在南境的版图上。虽然本王要离开，但凤家军和魏深、魏海两人会留给皇上。王爷大义呀，我等羞愧至极。不想再多纠缠，知群离开了皇宫。你说话要算话啊，答应的事情不能忘记。知道了，会带你去其他两国拿东西的。还有一件事，你说今晚陪我去。好，本王记得。本王答应玄儿的事情，从不会食言。这晚，两人站在神山的不远处，这是凤千诀能到的最近的距离。说不让你跟来，让你在外面等着，你偏不，你就是个拖后腿的。无妨，我早已经习惯了。薰儿，以后没有我陪着，你自己不许到这里来。这本是专门针对你设下的结界，对你的神魂影响很大。我是真神，你只是魔尊，对我的影响大，对你岂不是更大？不是这么算的，我从小就在魔界里摸爬滚打长大的，经常受伤已经习惯了。喏，就你喜欢的这张脸，我小时候明里暗里不知道受了多少排挤，全都是因为他们嫉妒我的长相。雪儿，你告诉我，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你那脸皮可还真是厚啊。不过你没说错，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确实被惊艳到了。从小到大，我父亲、大师兄、崔哥哥，还有那些仙树仙草们，从来都没一个长得如你这般无可挑剔。但当时也只把你当成一个长得好看的哥哥而已，没想到后来，哼，把眼睛闭上。凤千诀闭上眼睛，还怕他够不着，特意将头低下。俊俏的小哥哥，你在这里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薰儿，你……凤千诀，凤千诀，你快看，这里居然被打碎了一个角，我看看能不能钻进去啊。薰儿，你们这群老登。好了，咱们回去吧。我答应你，等你休养好了，咱们再来一次，这样可行？行，那可太行了。你说话算话啊。华山这已经是第无数次摸贝寻的额头试探温度了。我饿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啊，你可终于醒了。我天快亮才睡，这会儿还没到中午呢。是没到中午，没到第2日的中午。啊？什么第2日的中午啊？您呐，整整睡了1天1夜，这已经是第2日早上了。就连米峰和张神医都来问过好多次，那俩人担心的，昨日饭都没吃几口。王爷也守了您1天1夜，这才刚出去没多久。我睡了那么长时间，怪不得会觉得饿呢。有没有饭菜啊？快给我端过来，什么都行。哦，对了，还有张子时和米峰，把他们叫过来，咱们一起吃。嘿，我有事儿。饭菜都是现成的，我现在马上就去叫人。还有20日就是你成亲的日子了，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昨日去见了韵儿，嫁衣已经绣完了，这会儿正绣盖头呢。老张头儿，跟你说个事儿。主子，您说。哎，有果子没啊？我填填缝。你先别想着填缝的事儿，我跟你说个秘密。什么秘密啊？我最喜欢听秘密了。你们知道吗？老张头家的祖坟冒青烟啦！我去拿果子填填缝。主子，你是说
这个老张头。对啊，就是这个老张头。除了他，咱们府里也没有第二个老张头啦。见过王妃，我也让属下来看看王妃醒了没有。醒了，你也进来吧。华善去拿果子了，一会儿就回来。刚才属下在门口听着，什么老张头？张神医是有什么事情吗？有啊，我们刚刚在说老张头家祖坟冒青烟了。啊，原来张神医不同寻常的行事风格也是祖坟的问题啊。这样可不好，别到最后跟我一样被祖宗呀差点坑傻了。他家的祖坟跟你家的可不是一回事儿，你家的祖宗是坑你的，人家老张头的可不是，人家的祖宗可想着自己的后世子孙了，生怕他打光棍儿。所以老张头，你到底要不要写封信回去问问你祖父，你家的祖坟到底有没有冒青烟啊？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冒了，不然你怎么可能有这种狗屎运？主子，我家祖坟冒没冒青烟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您现在这样很不好。我是说啊，对我很不友好。看您笑成这样，肯定是有事儿。您就直接说吧，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要别要我银子，万事都可以商量。这样啊，那欢颜喜欢你的这件事儿，你肯定是不会同意了。那要不就算了吧，毕竟平日里相处啊，以后成婚呐，这些可都是要花银子的。算了，一会儿我就去回了他，说你不同意。我有银子，我有银子，这都是我平日里攒下的，相处应该是够了。如果以后成婚的话，我房间里的墙缝里面还有，要是还不够，我从今日开始除了吃喝呀就不买东西了啊！不，就算吃喝呀我也吃最简单的，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来主子这儿蹭，去米峰去魏泽那里蹭啊。我觉得吧，让他俩相处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让张神医给人家看看眼睛？不然我怎么总觉得那季家小姐眼神不怎么好呢？哎，你不知道呀，跟王妃交好的这几个人，王爷曾经啊都让我去调查过。这季家小姐啊有个爱慕者，是高将军的儿子，也是个天生的将才，叫高松。这俩家的府邸啊离着不远，只隔着一条街。这不是现在四国已经不打仗了吗？那高松回来休假，好家伙，这一回来啊就开始3天2头的去季大人府上献殷勤。现在京都所有人几乎都知道高大人家的儿子看上季家小姐并极尽讨好这件事了。主子，我跟您说话呢，您听见了没有啊？什么？你说什么？主子，我说您可不可以带我去见见那季家小姐啊？我听魏泽说啊，已经有人去献殷勤了，若我再不去，我家祖坟的青烟不就白冒了吗？你见过欢颜吗？见过，就是那个喜欢穿嫩黄色衣裙的那个姑娘，对不对？瓜子脸，大眼睛，看着特别有灵气，见谁都笑眯眯的。啊，对了，她左手的中指上还有一颗小小的痣。你老实告诉我啊，你是不是早就对人家有心思了？哎呀，其实也不是，本来呢我没往那方面想，可这不是米峰和华山都成亲了吗？我就开始想了。我认识的人不多，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这个姑娘。以前啊，她经常跟邻家姐妹去百味居、牵衣房，我见过好几次。那几个人里，就属她笑得最甜，每次都会甜甜的叫我张大哥，而不是跟你们一样，成天老张头的。主子，我也不瞒着您，我这几日啊，我做梦都能梦见个黄衣姑娘。主子，您就带我去吧。虽然我不知道我俩合不合适，但我愿意相处试试。就算最后我俩不成，也不枉我张家祖坟上的青烟白冒一场呀。行吧，就带你去一趟。不过不能去季府，毕竟你俩和米峰他们的情况不一样，人家俩是早就开始眉来眼去了。你这，我将人约到百味居吧，今晚上你请人家姑娘吃个饭，有什么话你自己跟她说。好，我现在就去沐浴更衣，我要挑件最好看的衣服。第一次见面，我可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天冷了，要不要穿个披风啊？再给欢颜也带一件吧。
万一要是他没穿，冻着可怎么办啊？哎呀，时辰不早了，我得赶紧。华善，告诉王爷，我晚上不回来用晚膳了。蜜蜂，你亲自去百味居订个房间，要最大的套间。晚上咱们一起去看热闹去。对了，告诉掌柜的，不许给老张头免单。竹子怎么了？是不是冷啊？这几天天气不好，看着好像是要下雪了。那骚包是张神医啊，老张头，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他这是相亲来了，还是拒婚来了呀？或者有没有种可能，张神医是色盲？一会儿上来问问就知道了。那可真是冻死我了。主子，你们提前到，你不知道让马车回去接上我呀？整个王府里啊，就您的马车最舒服，其他的马车简直四面透风。哎，这热茶刚刚好，快让我喝2口啊！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老实告诉我，你身上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绿色的呀，我特意挑的呢，好看吗？这身衣服可贵了，还是我当年找到您之前买的呢，一直都没舍得穿。我记得那掌柜的说呀，这绿色象征着生机和希望，一般男子呀都穿不出它的好，好多人想买它都没卖呢。所以呢，我就将它穿出来，希望能有个好的开始。那个大氅是什么颜色？嫩黄色呀。欢颜不是喜欢嫩黄色吗？我觉得这样穿，他一定会知道我的心意，一定会喜欢的。你最好祈祷你家祖坟再冒一次青烟，让欢颜突然变成色盲。主子，我们来了！今天可这……我去他大爷的！那盛着惊的野花不是被王爷打散了吗？这怎么又来了一朵？老张头，老张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分不清颜色，不知道自己穿的是什么呀？我刚问过，他知道。我不行了，真不行了，我都憋半天了，就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本来没觉得他像那野花，刚才被你这么一说，简直越看越像。本来没觉得他像那野花，刚才被你这么一说，简直越看越像。你们懂什么呀？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看我这衣服，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欢颜喜欢嫩黄色，就像花蕊一样，我穿个绿色，我是绿叶，我保护它呀。韵儿，你别站在门口笑，过来坐着笑。蜜蜂，你赶紧的带着那朵野花啊、绿叶儿的去旁边的牵衣坊，重新给它挑件成衣，银子算我的。主子，有位小姐说找您，要将人带上来吗？带上来吧。蜜蜂，你跟老张头身量差不多，你俩赶紧去里面的内室将衣服换过来。我不去，我觉得自己今天格外的好看，身上的衣服也好看。蜜蜂身上越白色的衣服不吉利，不适合今天这种重要的日子穿，还是我这绿色的好，又有生机，又有希望，又吉利。而且蜜蜂，你拎我干什么？快把我放下来！别，虽说咱俩都是男的啊，但你马上就要成婚了，我可能也许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也要成婚了，你这样对我动手动脚的不合适啊。快来坐，外面可是冷，赶紧喝杯茶暖一暖。这是怎么了？可是我今日不好看。好看，欢颜今日自是好看，我们没笑什么。见过张公子。曹韵等了半天也没有看见蜜蜂出来。抱歉啊，我只是一时没有忍住。哎呀，快出去吧，别在这里待着了。难道一会儿吃饭还要玄儿单独送一份进来给你不成？哎呀，好啦，你怎么样我都喜欢，行了吧？韵儿，是不是你俩成婚的日子近了，把米公子给高兴疯了呀？不然怎么穿的跟朵花似的？你们这样在街上走就没人看吗？内心还真是强大。
要我是男子，穿得这么翠绿，简直不敢想。还是张公子好，这一身月白色长袍，将人衬的就如天上的明月一般。哼，韵儿，要不让张神医给你家米蜂把个脉吧？别到时候真高兴出点什么毛病了。来吧，张神医，来给我把个脉。哎，可别让我高兴过头了啊，毕竟我是要成婚的人。韵儿，你家蜜蜂就这么出门，你也不管管？这嫩黄配翠绿，要是张神医今日这么穿，我准保被吓得扭头就跑。要不说还是你们夫妻俩厉害呢。没什么事儿，虚火太盛，估计啊是快要到婚期，激动的上火了。等回去啊，我给你拿点去火的丹药吃吃，2天就好。再给你加点泻药，让你跑肚拉稀。好了，让小二将饭菜送来吧。今日咱们可以少喝一点。啊，蜜蜂你回来，还是让华善去吧。你现在这样不适合出门。对了，一会儿再让掌柜的去趟旁边的牵衣坊，让那边给蜜蜂送件衣服过来，不然今晚估计他连饭都吃不下了。你们也别看我了，我尽量不笑就是了。张公子。张子时，叫我名字就好。你看华善他们也是米蜂啊、魏泽啊的叫着。张大哥，我叫你张大哥吧。张大哥啊，我怎么觉得你今日这件衣袍有些略微宽大呢？那个，张大哥，是不是我的话让你不高兴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你别介意哈。其实宽大的衣袍穿着更舒服啊，对，更舒服。拉着还在看热闹的米蜂就去了内室。我这个人吧，因为先前一些事情并不怎么出门，所以身边也没有什么姑娘，就只见过主子身边的朋友，也就是你们几个。那日主子对我说，你对我在知道是你之后，我很欢喜，满心啊都是一身嫩黄色衣裙的姑娘。不怕你笑话，我今日不到50就开始沐浴打理自己，因为常年跟药材打交道，身上尽是药材的味道，怕你闻不惯，还特意熏了香，就是好像味道没有选好，略微有那么些呛人。你喜欢嫩黄色，我特意挑了这套翠绿色的衣服，一是因为买这衣服的时候掌柜的说这衣服的颜色是生机和希望，另一个就是你在我心中就像花儿一样，我想当绿叶保护你。就连那件嫩黄色的大氅都是我在来的路上县城去成衣店买的，就为了想讨你欢心，跑了好几个成衣店呢。虽说我们之前只见过几面，但咱们可以相处试试，如果不合适，我绝不会多做纠缠啊。对了，放心相处的一切费用全都我来出，绝不用你花费1个铜板。虽说我不像魏泽他们一样会武功，也不如那些追你的人们家世显赫，但我会医术我保证能让你无病无灾的活个大岁数，我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你的心意和重视我收到了。高公子，您的房间在另一边。本公子没走错。本公子听闻季家小姐在这里跟男子私会，怕她受人蒙骗，所以特意来接人。欢颜，你还小，不知道人心的险恶，还是跟我回去吧，我送你回府。如今你在这里跟别人私会，如果一旦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虽然我并不在意，但你也要为你爹娘想想。高公子还真是热心肠啊，就连本王妃在这里跟欢颜吃个饭，你也能巴巴的找过来。本王妃的小黑都没你这般好本事。王妃，原来你也在啊。是本王妃约欢颜来吃饭的，我为什么不能在？高公子对欢颜还真是一往情深，就连他的行踪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是自然。我喜欢季家小姐，对她的心意更是全京都都知道，自然是要为了她的声誉着想。高公子这用尽心机的心思，我们都感受到了。不过，就算今日欢颜是在这里私会男子，难道高公子为了欢颜的声誉，不是应该偷偷前来吗？现在带着这么多人，
站在门口大喊大叫的样子，又是为何？还不是因为盼着欢颜的名声坏了，就只能嫁给足智多谋的你了。哎呀，本王妃觉得你带的人还是不够多。掌柜的，去给高公子找个锣来，让他好好敲敲，最好敲的整个京城里人尽皆知，然后再拿把大算盘，要最大的，越大越好，不然本王妃怕他这算盘珠子崩不远。王妃，虽然摄政王已经辞去了职位，还政给皇上，但本公子还是愿意尊称您一声王妃。我不知道您为何对我这般大的敌意，此事或许是我做的有些过，但我本意是好的，我是怕欢颜吃亏。这位高公子可能是将心思都用在了季小姐身上了，竟不知昨日一早皇上已经下旨封了王爷为靖王，摄政王府也改为靖王府，皇上亲自赐下的牌匾。圣旨上还说，虽然我们王爷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但他永远都是这南境的王爷，所以您这一声王妃叫得不亏啊。而且从刚才到现在，你见了我们王妃还没有行礼呢。见过靖王妃。快起来吧，我可受不起。这要是让有心人传出去了，该说我这个靖王妃拿大，故意刁难高公子了。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是本王妃约了欢颜在吃饭，高公子若是没事的话，可以走了。欢颜，我对你的心意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从我回来的这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去继府，就是为了想见你一面。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高公子，我对你并无心意，你去继府求见的时候，我也从未见过你。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3天2头往继府跑，弄得整个京都都乱传你我之间的关系，这对我和我的声誉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今日这么多人都在这里，索性我就一次性把话说清楚。高公子，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去继府找我，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对，虽然他可能不如你有权有势，也不如你武功高强，可起码他心善，不会有那么多阴谋和算计。确实。你说怕我在这私会影响我的声誉，可你有没有想过，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你的所作所为早就已经对我的声誉造成了影响。可如果换成是他，定不会跟你一样如此做法，恨不得让全京都的人都知道我在这里和男人私会。没错，他根本就没长那个心眼子。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喜欢的人就是王妃身边的张神医，就是那个前段时间京都中毒事件研制出避毒丹的那个神医。就是他。华颜，你好好看看，那个穿得花花绿绿的人，他哪儿配得上你？你我都是官宦之家，门当户对，在外人看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连你的父母亲都对这门婚事特别的看好，就差你点头了。你死了这条心吧，等我点头，我就是把头拧下来也不会嫁给你。刚才说了那么多，那都是很给你高家留面子了，既然给你脸你不要，那下面你请听好了，你这个人可真阴险呢，居然在我府中收买人，不然怎么解释你能知道我去了哪里？要不就是跟踪我，更阴险，还妄想毁我声誉，逼我嫁给你，你可真是不要脸。等我回去，我定要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爹娘，撕下你这张伪善的面皮。他不会报复我吧？或者报复张神医？他没那个机会了。见过摄政，不是，见过靖王。高宗，克扣军饷军粮，强占边疆良家女，造成数名女子自尽。后来怕事情被朝廷发现，更是将其家人活活打死，丢尸荒野。几个月后，被一女子外出务工回家的弟弟发现，历经千辛万苦，散尽家财，才在今日一早抵达京都，
现在人已经在宫里了。高松，此时你竟然还在这里费尽心机的想要娶季家女，赶紧回去等着宫里的传召吧。高家完蛋了。其实就算王爷不来，你也不用担心他会报复你。刚才我已经给他下毒了。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就刚才一阵风吹过去的时候。主子，那个，如果我家人给杀了，应该没事吧？不用我赔命吧？我还没跟欢颜相处呢。那种东西用不着你赔命，况且你现在才问这话，不觉得有点假惺惺吗？主子，您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是有什么事情吗？有，而且是重要的事。老张头，把你的衣服全都拿出来，我们帮你挑挑。昨日就算了，今日是去见人家父母，可得留个好印象啊，不然人家父母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跟个神经病出去玩啊？到时候就算有我，估计也没有用。你可别连累我跟你一起被撵出季府的大门。走之前我可不想跟你在京都出这么一次大名，太丢人了。要不你还是穿那件绿色的吧，毕竟好像只有那件衣服新一点了。老张头，我1个月也没少给你银子，你怎么就舍不得给自己买身像样的衣服呢？我以前基本都不怎么出门，就只偶尔出去买几个琉璃瓶子，成天在院子里摆弄药材炼丹，我这衣服能不破洞都已经很不错了。至于那些银子本来是攒着买，哎，算了，不说也罢，反正以后也不买了，得留着娶欢颜呢。好了，蜜蜂，你带着他去千衣坊挑衣服吧，1个时辰后我去那里接他。记得啊，挑件素净一点的，别整身花花绿绿的穿身上，跟唱戏的似的。继父，季大人，季夫人，这是我特意给你们二老准备的丹药，这一箱是季夫人的，里面啊都是些美容养颜的，还有沐浴洗脸的，长期用下去，保证您这皮肤呀就跟小姑娘似的，白里透红。这一箱是季大人的，这瓶是治疗跌打损伤的，这瓶是补气血的，还有这瓶我保证啊，您吃了以后老当益壮，再给欢颜生个弟弟都没问题，而且绝对没有任何副作用。季大人别在意啊，他这个人呢就是这样，没什么坏心的。这种丹药我们府中成婚的都有一份，就连我跟王爷也有。今日我的来意想必2位也知道，是因为欢颜。如今我也不瞒你们了，张子时其实不是这4国的人，他是永漠古国的人。他张家是世代效忠古国女帝的，在古国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虽在这京都无官无职，但如果真要计较起来，别说是这4国的官宦之家了，就连这几国的皇上都要对他礼让3分，奉为座上宾。他是我身边的人，他的为人我能保证绝对不会亏待的欢颜。况且现在只是让2个人先相处一下，并不是直接将婚事定下。对外就说我带欢颜出去玩一玩，不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王妃多虑了，只要欢颜愿意，我们并不会阻拦。那高松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多亏了王妃，不然欢颜的后半生怕是就被我们耽误了。我和我夫人都不是迂腐之人，非要将欢颜嫁得门当户对，只希望有人能真正疼她就好。我保证这一路绝不会对欢颜有过分的举动，保证不欺负她。我虽然咱们只接触这么一会儿，但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孩子，欢颜跟你出去啊，我们都放心。出了季府大门，我还有事儿，你自己回去吧。对了，过完年咱们走的时候，你那些破衣服都别带了，去新买几身儿。虽说欢颜不会嫌弃啊，可我们会嫌弃啊。看看米峰和魏泽，不管多忙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没媳妇儿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有了，到时候你跟他们站在一块儿，你自己尴尬不？别老守着那些银子，该花就花。好了，赶紧去吧，这次你买的衣服的银子得自己出啊，我可不管。哎呀，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啊。
被寻到了林府的时候，寻儿，事情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糟糕，咱们进去说。不用劝，你们认识的那个林安叔根本就没死。娘，爹娘，寻儿说三哥没死。啊，寻儿，你说的可是真的？舒儿他真的还活着？青爷，林安叔确实已经死了。其实我早就有感觉，我的舒儿在那年就已经不在了。寻儿，你刚刚不是说我三哥还活着吗？林家小哥在小时候丢过一回，这件事你们应该都知道吧？知道啊，但是后来不是被找回来了吗？寻儿，你是说这么多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三哥其实不是我们的亲哥哥？是，真正的林家三哥在当年掉落悬崖的时候应该就已经不在了。这么多年生活在你们身边的林家三哥本名叫聂宁，江湖人称百面杀手。虽说他不是林安叔本人，身上也有秘密，但我想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愿意一辈子留在你们身边当林家三哥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见过他真正的样貌。聂宁这个人在江湖上杀人不眨眼，可却从未伤害过林家的一个人。青爷，您好好回想一下，这将近20年，他有没有做出对林家不利的事情？没有，舒儿对我们极孝顺。如果有一日你能见到舒儿，替我告诉他，不管怎样，他都永远是林家的三少爷，是我的儿子，是然儿和若儿的三哥。严姐姐，是你吗？寻儿，寻儿，将你的神力注入进去，这样你的神力就能源源不断的在阵法中滋养它，虽不能长久，但足够你们说完话。想当初你还只是一个光团，数千年叶白没日没夜地抱着你，用自己的本源滋养着你。寻儿，你能再次化形真好。严姐姐，我记得你，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光团，但你跟大师兄一起护我1000年，我记得你的气息。严姐姐，你告诉我，你神魂的本体在哪儿？我这就去找，我一定会找到的。不用了，寻儿，我已经没有了本体了，只剩下这缕残魂。我本名颜柔，是3界4季之神的女儿，掌管仙界的霜雪，也就是冬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神，特别小的小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4季之神，也就是我的母亲，一共有4个儿女，我是最小的。据我母亲说，在我100天那日请赐天职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满天大雪，差点没将整个仙界冰封呢。可是当时是夏季啊。4季之神的子女就像是人间爵位的世袭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子女都有爵位。现在想来，还不如当初就将他们都冻死，也免得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我第一次见到叶白的时候，也是在冬季。他站在仙树林中，看着远处穿成球在雪中打滚的你，笑得宠溺。神界4季如春，从来都不下雪。我听下界上来的神师们说下雪很好看，就吵着要去看。娘说外面坏人多，叫我看得很严。那次是我偷跑出来的，我还以为大师兄没找到我呢。从前觉得雪很好看，可初到这人间没有神力，差点被冻死。后来随着你慢慢长大，陪着你来的就变成了叶白和魔尊2人。所以寻儿，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你们不来了，不管我下再大的雪，你们都没有出现。等我回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小小的你，竟然就是真神。我听我3个哥哥说，就在前段时间，
那些畜生们逼着你跳了幽潭，还将魔尊骗去，将他的神魂压在了神山下。说崔家子为了保护你，陪着你一起跳下幽潭。说白夜为了去寻找你的本源，不知所踪。说领主夫妻二人在生神回来之后，知道你跳了幽潭，和崔氏一族被灭之后，直接在三界杀疯了。听我二哥说完，我就坚定了一个想法，我要去找你们。天上那些混蛋们，姑奶奶不伺候了。我离开的时候，正好是冬季刚刚结束，他们忙着去灭你的本源，根本就顾不上季节的事情。走之前，我咽不下这口气，就将整个仙界冰封了10日。你就这么走了？四季之神不会被连累吗？你说我爹娘和我哥哥啊，他们几个其实早就可以升到下神界了，是我一直不肯离开，想在那里给你们下雪，他们才一直陪我留在仙界的。他们从来不反对我要做的事情，将我送走后就一起去了下神界。神界和仙界一样，分为上神界和下神界。仙界之人不可以随意对神界之人出手，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只能在你跳了幽潭回归本源的时候才能杀你。我一转世就在上神界，跟看不看书没关系。仙界对我来说就像是别人家，但神界对我来说就是自己家。我自己家怎么回事儿，我还能不知道吗？用你在这暗戳戳的说我是文盲。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我跟叶白现在也一定能跟你们一样吧。叶白那里有个宝贝镯子，是你的吧？是啊，是我的。明知回不来，想给他留个念想。没错，我喜欢叶白，只不过我发现的太晚了而已。等我找到你们的时候，已经是1000年后了。其实在这1000年里，一直支撑着我的，就是我看见叶白站在雪中的那一眼。后来我跟叶白护着你的本源东躲西藏，但是这也给领主找到你增加了难度。可是没有办法，叶白一边要用自己的本源滋养着你，一边还要跟那些时不时找过来的仙界之人缠斗。神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甚至连神魂都已经开始不稳定。我们找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哪个神陨落的仙洞，里面还有他留下来的神力，正好能够让叶白的神魂稳定一些。所以我们就决定暂时留在那里。很快到了冬季，虽然我已经不在天职，但是对季节天生的敏感是刻在骨子里的。那日我感觉到附近有人，不是以前那种3、2个，而是一群，一大群。可叶白当时正在恢复神魂的紧要关头，不能被打扰，不然你和他都会消散的。明知这一去可能就没命回来了，但是我不后悔。我将我本源的镯子放在了他的身边，然后从你的本源上吸取了一丝真神的气息，将那群人引到了一个峡谷。不要难过，虽然他们将我打散了，但是在最后一刻，我将我所有的仙力全部都化为冰刃，把他们全部都杀了，填满了一整个峡谷呢。寻儿，其实我要感谢你，正是你的那一丝真神气息，在我就要消散的时候保下了我这一丝神魂。后来我只能将这一丝神魂隐在雪山中蕴养着，直到在几个月前，我感觉到了你进神的气息，这才来了人间。寻儿，我想告诉你，我消散的时候听到了他们临死前说的话，他们说早知道就不该信那什么神的话。具体是什么神我没有听清楚，但是我能肯定他们说的是神，不是仙。难道幕后之人是神？很棘手吗？如果是下神那还好，但如果是上神的话，上神和下神是个分水岭，
上神由天道法则管。如果那所谓的神如此害薰儿都没有遭到天谴的话，那就只能说明天道管不了他。他很可能跟薰儿真神的实力相当，也是天地上苍运化而来，就跟叶白一样。但据我所知，不管是上神界还是下神界，都没有这样一个人。大师兄，大师兄快点出来！柔儿，叶白，能再听见你的声音真好。叶白，我不后悔认识你，我不后悔。薰儿，别再浪费神力了。不，妍姐姐，你千万别放弃，我可以，我一定可以。你还没见到大师兄呢，妍姐姐，你不知道，我听崔哥哥说，你的那个镯子大师兄一直珍藏着，时不时的就拿出来看看，还对着他说话，可可怜了。这些年他一直都在找你，每一个夜晚在他能出来的时候都在三界不停地穿梭，就为了寻找你的气息。这么多年来他从来都不曾放弃过，所以妍姐姐你也别放弃，等我将你的神魂修复好，咱俩就能一起欺负他了。薰儿，谢谢你，我知道你的心，也知道叶白的心。我不是没有寻找过恢复神魂的方法，可是至今都没有找到。你现在在人间，快将神力收起来。看到你好好的，知道他还念着我已经很满足了。妍姐姐，你只是个仙，可我是神，而且还是真神，你信我，我一定可以。我已经叫了大师兄，他马上就要到了。魏巡一滴金色泪水落下，眼前瞬间出现了一片景象。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其他的破碎的神魂在哪儿了。柔儿，柔儿，大师兄，快别在这伤心了，我知道妍姐姐那些被打碎的神魂在哪里了。妍姐姐的神魂在我的本源里。这怎么可能？柔儿的神魂怎么可能在你的本源里？薰儿，别闹，我的神魂已经残破不堪了，就算是用你的本源养着我，也只能延长我存在的时间，这样只会浪费你的神力的。终有一天我还是会消散的。当初你带着我的一丝神力的气息去引开那些人，我的气息保下了你现在的残魂，可你剩下的残魂还是被噬光团的我无意识的全部保护并吸收到了本源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你的气息无比熟悉。你陪我在我身边千年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的本源中有你的残魂，所以妍姐姐，你不会消散的。一道道被金色光芒包裹的残魂从金翅中飞出，一缕缕的飘向颜柔的残魂，融为一体。当初薰儿跳下幽潭的时候，比这还惨烈100倍，起码颜柔的神魂还能被找回来，但薰儿的，却连个渣子都没剩下。他若不是真神，金翅又被我在第一时间用催噬秘法强行斩断，如今怕是已经……主子，主子，您孙子来了。你说什么？谁来了？您孙子啊，他说是来找祖宗的。怕不是神经病吧？撵出去就行了。别，是我呀，小祖宗。那个，我不知道您这里有客人，我在外面先等会儿。您忙，我不着急，您忙完了再理我就行啊。这里面都是自己人，哪里有什么客人啊？哎呀，还是得跟在小祖宗身边呀，见识就是多。跟阎王大人和掌管生死簿的崔大人都成自己人了，这次说什么我也得赖在这里不走，我也要跟阎王大人成为自己人。您是说，除了主子和王爷，还有谁在里面？阎王大爷和崔大人啊，就在房间里呢呀。
您说，我要是现在进去，跟阎王大人给我和欢颜多讨个几年寿命，会不会成功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呀，毕竟从来都没有人跟阎王讨过寿命。但是，我还是劝你现在别进去的好，因为里面除了他们4人，还有一个正在恢复的残魂，而且阎王大人的脸色看起来好像并不怎么好。那个，脸色不好呀，那我就不进去了，还是下次吧，下次我再问问看。反正主子在呢，看在主子的份上，阎王大人也不会把我收走的。屋内，傻子，你倒是不用如此盯着我，能回来，不用消散，就算你撵我，我都不会走了。周儿，我现在还不能带你走。你现在的神魂才刚刚修复好，还不能去地府，不然被鬼气冲撞就又该散架子了。你就待在玄儿身边，玄儿养着你，等把你养好了之后，再让大师兄把你接走。没关系，不差这一会儿，我跟着寻儿到处去转转也好。这几千年太累了，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不过，就算我恢复好了，也不想去地府。我想留在寻儿的身边，一直到所有的事情都水落石出，也好帮帮寻儿。好了，严姑娘没事，咱们也该回去了，已经出来的太久了。那个，寻儿，其实大师兄挺想你的，你已经是半神了，没事的时候常回来看看大师兄。你崔哥哥也挺想你的。大师兄，你要不要这么双标啊？严姐姐，你听见了没有？在你回来之前，大师兄可是说让我能别回去就别回去。哼，那会儿我一回去，他跟崔哥哥2个人都恨不能挖个坑躲到地底下去。叶白，不许这么对寻儿，寻儿一看就是个好孩子，多听话呀，你可不许欺负他。好，我知道了，不会欺负他的。果然啊，还是严姐姐的话最管用。崔哥哥，你别急，等我过些时日回地府的时候，你好好给我讲讲你心底那个女子的事情，说不定我也能像找到严姐姐一样帮你找到人呢。好，等你回去，崔哥哥给你讲讲。如果你真能找到她，生死簿我就借给你看1眼，不，看2眼。我们都不能随意出入人间，你帮他找找也好，省得他天天就坐在那里翻生死簿找那人的下落，那生死簿都快被他翻烂了。我不要脸的吗？国师怎么这会儿来了？是来找你的吗？应该是看见你的金光，怕邪祟冲扰了你，这才过来帮忙的。哦，这样啊，那咱们出去看看吧。他来找我8成是有什么事情，不然这会儿他早就走了。那个主子，您大师兄走了吗？走了。啊，这样啊，那下次吧，下次我再求他给我和欢颜加寿元。加寿元？是你想死想疯了，还是想让我大师兄死想疯了？让我留在您身边吧，我想留在您身边，我保证不给您添麻烦。您给我的书呀，我都融会贯通了。不仅如此，现在我的脑袋中已经有了一个亮亮的小圆圈了。脑袋里有个亮亮的小圆圈？脑袋漏光了？这我可得好好看看，我还没见过脑袋漏光还能到处跑的呢。如果这样我都治得好，我家祖宗就算在地府，也一定会使劲夸我的。对，你家祖宗要是知道你有这份理解能力，不仅会夸你，说不定还会上来看看你。夸过我就行了，上来看我，大可不必。我看干脆带你走得了，丢人现眼的家伙。带着他吧，他既然有这份机缘，就算现在不带着，以后也一定会再相见。况且国师这人，在外人面前稳重的不得了，其实就是个老小孩，以后你就知道了。哎，
国师，你脑袋里的圆点呢？让我看看行不行？看不了。你拿出来我不就看见了吗？拿不出来呀。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圆点是怎么练出来的呀？我也想试试。主子给的书，看了之后修炼就行了。主子，干什么？叫魂啊？哎，给我几本书，我要看。要看书去书房找王爷，那里的书多。不是，我不是要看正常的书，我是要看不正常的。不正常的？那我没有。没想到啊，老张头儿，你竟然还有这种爱好。什么爱好？修炼吗？哎，以前是不爱好的，但是我见国师修炼之后呀，腿脚比我都灵活，我就有点爱好了。你要的不正常的书是？就是练了之后能让自己脑袋里有圆圈的那种啊，我也要。那你得找本王才行啊。寻儿那都是神界修炼的方式，你体内是魔族的气息，修不了神。那王爷的意思是，魔族的功法我就能修炼了，是不是？不是。那本王就给你一本入门的书，你试试吧。至于能不能成，本王就不知道了。不过你最好在寻儿这里跟他一起看，如果有什么不会的地方，你可以问他。要是走火入魔了，寻儿也能及时把你打醒。王爷，我看书是没问题，但您确定要我跟主子一起看？王爷，您确定让我跟这个风吹哪页看哪页，哪页不会撕哪页的一起看书？要你管我？我撕了这本儿，还能拿出无数本一样的。我看不懂，撕几页出气怎么了？啊，不怎么。您这种看书的习惯特别好，特别好，起码不至于气着自己啊。哎，主子，您的书上怎么没有字呢？有字。有？坐回去，别乱瞅。你看看，地上被我撕下来的那些，上面密密麻麻的字，你一样也看不见。不是我亲手交出去的书，你看不了。更何况你体内还有魔族的灵力，随便偷书看会瞎的。主子，您不是真神吗？为什么还要看书啊？你还是神医呢，不也得研究丹药？你不就想知道我在看什么吗？告诉你也没关系。我在看关于结界和禁制的书。哦，主子是想将王爷的另一半的神魂给救出来。哎呀，要是能有将灵力放大或者爆炸的东西就好了。昨晚我跟月儿出去吃饭，看见一个百姓啊在自家院子里放烟花，结果那烟花没放好倒了，那人跑得倒是快，没什么事儿，只是那倒了炸开的烟花呀，把他家的院墙炸了一个窟窿。哎呀，还好是那烟花不大，还是冲着院墙。这要是宫里放的那种大烟花，倒下的时候冲着房子，那房子不得被炸塌呀？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啊？什么再说一遍？啊，我说有个百姓。不是这个，再往前。往前？我说如果灵力会爆炸就好了，这句？就是这句，灵力会爆炸。老张头，你真是太聪明了，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居然这么聪明啊？我替你家祖宗夸你，使劲夸你，不仅夸你，这个月再多给你500两银子。我说句话就多了500两银子。将人轰出去之后，转身就去了神山。欺负人是不是？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欺负人。你果然忍不住了，传令下去，让下去人间的人可以开始做准备了。游戏正式开始。想要趁人之危，做梦去吧。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也杀不了你，但重创你还是可以的。想让我吃亏，下辈子都不可能。凤千诀，再快一点，不然就来不及了。雪儿，你听话，不要这样。你现在用秘法强行将自己提升到真神，一旦引爆本源之力，这整个空间都会被撕碎，就连这附近的空间也会被波及，而你也会暂时失去神力。
成为一个普通人。雪儿，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雪儿，你能不能再快点，跑快点啊！别催了，他已经很快了，我连他的残影都看不见。他就这样跑到神山，命都得没半条，还怎么救寻儿？凤千诀，一会儿记得帮我收金翅啊。雪儿，现在轮到我欺负你们啦！一瞬间，神山中那古老的金色印记全部爆裂开来。哎，他不是只炸结界和禁制吗？怎么成了炸空间啊？就算他是真神，可他怎么敢？那禁制可是用我的心头血做的呀！终于好了，你的神魂终于回来了，我也终于能安心的睡个好觉了。凤千诀将被寻抱起交给他，别再浪费本源了。虽说你也是天地而生，但以你现在的情况，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先将他带回去，我知道有个地方应该还有一朵神花。神花就那么一朵，怎么可能还有？凤千诀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你叫张子时，跟我去地府走一趟。那个，这是掌管生死簿的崔大人。那个，是不是生死簿上说我要死了？可，一般不都是鬼差来接吗？我知道了，一定是您看在主子的份上亲自来一趟，麻烦您了。真是麻烦您了，不过，在我走之前，能不能让我见见欢颜啊？我得把我藏的银子全都给他，再跟他道个别。我这辈子呀，是没命娶妻生子了，也不知道去了地府，我张家的祖宗能不能抽死我？欢颜，我的欢颜啊！闭嘴！老张头，老张头，你怎么了？我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嚎，发生什么事儿了？是有刺客吗？刺客在哪儿？平时让你练练功，你就是不听。老张头，你耍我呢？我让你指刺客，你指桌子干什么？难不成还想让我去给你倒口水喝？你看不见？那看来真的是来接我的。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太吓人了。大人，你能不能把他也带走？这样我俩去了地府呀，还能做个伴呢。老张头，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了？难道练功练疯了？大人，您能不能让这位米公子也看见？不然，这位是地府掌管生死簿的崔大人。那个大人，误会啊，这都是误会。哎，您是来接老张头的吧？我这就帮他准备，保证不会误了时辰。哎，衣服什么的你就不用带了，反正季家小姐也不在，不用太在意形象。啊，药箱得带着，这金针银针也都装进去吧。你也就这点手艺能拿得出去了。到了下边记得嘴甜点，勤快点，这样还能少受点欺负。你呀，最起码得比我们早走几十年呢，好好在下边待着等我们啊！最好努力，能给我们闯出一片天地，这样我们下去的时候也好过点嘛。哎，别一张嘴就把下边人全得罪了啊！到时候我们去找你，还得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还是人吗？这话是不是给我问你啊？请大人带他上路吧。啊，他有些不会说话，这一路上还请大人多担待。老张头，你一路走好，放心吧，你的后事我一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的。你那么贪财的一个人，肯定舍不得花银子买块好墓地。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崔大人连你的身体就直接带走，但是衣冠冢我肯定会给你立的。我就是让你去看看寻儿，等他没事了以后就送你回去了。所以你到底在这儿抖什么？还送我回去？不然呢？啊，如果你想住在这里，我也没意见。不，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干完呀送我回去就行。我保证以后我多做好事，绝不让自己有死的机会。
主子变成普通人了，哈哈哈！哎，这可真是太好了，这样以后呀，就没人能再欺负我了。看看阎王大人的脸，如果你再幸灾乐祸的话，怕是就要永远留在这里了。哎呀，主子呀，您怎么就变成普通人了呢？这样以后谁来欺负我呀？主子啊，您快起来啊，快起来揍我呀！哈哈哈！主子怎么了？怎么身上一点神力都没有了，就只有神识还在？他可是半神啊！不对啊，不只是神力，就连他刚修复好的神魂也再次裂开。如果古籍上说的没错，主子的神魂要么是被强行提升了，要么就是有一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进入了体内，现在还在不停地撕扯着他的神魂。两样都有。凤千诀已经去找神花了，你现在只需让他体内的神魂平静下来就好，让他少受点罪，他最怕疼了。阎王大人，您确定主子已经昏过去，不会醒了哈？不能我一针扎下去把他疼醒了将我踹飞吧？崔珏看着叶白那差不多已经快要忍耐到极限的样子，袖中的手指一弹，终于安静了。还是等你回去以后再说话吧。送他回去吧，雪儿的神魂已经稳定了些，现在只等神花了。这张家的人还是有点本事的。是王爷，是王爷啊！王爷怎么了？不会是要死了吧？哎呀！你那金针只对神有用，本尊是魔。崔珏，赶紧把他弄走，不然我就要忍不住了。快打入玄儿的神识中吧。这朵神花是魔界禁地中的，没有上次的神力强，但多少也能有些用。等玄儿醒了，我就将她带回人间。她没有神力，又是肉体凡胎，不适合长时间留在这里。你神魂才刚回到自己体内，还没有完全融合，这个时候去魔族禁地还能回来，我只能说你命大。等玄儿醒来，你等着挨骂就行了。